你们把人给我放下！谁敢买走我妹妹，我一定杀光你们全家！不信的话，试试！不远处，一个中年大婶死死抱着一个5、6岁的小姑娘，小姑娘哭得悲天悯地，撕心裂肺，朝着地上的少年扑去。哥哥，救我！一脸恼怒的陆石柱死死地把自己的儿子按在地上，嘴里还不干不净地骂着：“死兔崽子，给我闭嘴！你老子我还没死呢，家里的事还轮不上你做主。”陆石柱，敢卖了我妹妹，我定让你们俩不得好死！什么？竟然敢威胁爹娘！小兔崽子，我就看看我会怎么样不得好死！杨婶子，别理他，把银子留下，人马上给我抱走！正当众人把目光都落在少年父子身上之时，没人发现一边的屋船下站着一个7、8岁的小姑娘。此时她脸上一片绝望，穿越过来3天，蓝潇潇就崩溃了3天。可这穿就穿吧，穿成一个小村姑也就算了，为什么会穿进她正在看的小说中那恶毒的女配呢？难道是因为她看书的时候因为同情了这个恶毒女配，所以老天就故意整她？眼前的少年疯狂而绝望地嘶叫着，看着他的眼神如困兽在做最后的挣扎，让蓝潇潇听得越加的心急与心慌。真的好想告诉他别喊了，就是喊破了喉咙也没用的。那无良的作者君很恶毒，这可怜巴巴的小姑娘今儿是肯定要被卖掉的。小姑娘被卖后，少年郎离开家乡，多年后一跃成为1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内阁首辅，衣锦还乡。而他回乡之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折磨眼前这对疯子似的男女，然后就是把小姑娘，也就是现在的她做成人质。人质啊！想到这2个字，蓝潇潇浑身抖了3抖。好后悔看了这本书，好后悔翻了那么多的篇，好后悔跟别人争那么多是非啊！想到那结局，蓝潇潇越是毛骨悚然。不管有多后悔，蓝潇潇知道她现在这个身体将会有一个非常残忍的结局，一个求生不得求死不能的结局。心慌慌地看着眼前的一切，蓝潇潇努力让自己镇定。他现在一定要做些什么，否则眼前的清雅俊秀少年郎会被他们逼成一个冷心冷肺的大魔头。低头看看自己，只是这弱鸡似的小个子，鸡爪子一样的小手，蓝潇潇他又能做些什么呢？这一会儿，如果他跑过去把他学了10年的空手道使出来，人家会不会觉得他在跳舞？不管像什么，蓝潇潇都很清楚，目前他最首要的任务就是他必须争取把这个小鸡妹留下。想到就动，蓝潇潇赶紧扑过去抢小鸡妹。爹娘，妹妹还这么小，别卖她嘛，求求你们了，别卖她，她这么小不值银子的。小鸡妹不但没抢到，二话不说一个巴掌就扇了下去。死丫头，你个吃里扒外的东西，难不成想造反？孙青梅这一巴掌是打得又狠又猛，直接把蓝潇潇打得头冒金星，嗡嗡作响。为了活下来，想哭的蓝潇潇知道求孙青梅没卵用，于是爬过去对着牙婆半求半威胁：婶子，您别买我妹妹好吗？我求求您了，她还小，做不了事的。你要买就买我吧，你看我比她大，我长得比她好，我也愿意跟你去。要是你强行把她买走了的话，你全家都会引来祸端的。婶子，你相信我，快把妹妹放了吧。这话一落，一阵叫骂声响彻云霄，灌满半个村子。你个作死的丫头，你想死不寻日子是吧？好啊，竟敢找死，老娘我成全你！你耳朵被称之为母亲的人一手拎起，蓝潇潇发现耳朵痛也是世上难以忍受的酷刑，顾不得这痛，她吼叫起来：放开我！你不想以后生不如死，就赶紧放开我！爹，我要卖了妹妹，我求求你们了！等，松手啊！你们不想死的话，就放开她，她是哥哥的亲妹妹，不是什么野种，你们赶紧放开她！孙青梅气死了，这个女儿竟然真的开始吃里扒外了，竟然拆穿这场戏。以前她不是最讨厌那个死丫头吗？难道今日这死丫头真撞了邪不成？紧接着又是一巴掌甩了过去，孙青梅吼着：闭嘴！
死丫头，她就是一个野种罢了，哪是你哥哥的什么妹妹？你没看到他亲爹都找过来2回了吗？闭嘴！你给我闭嘴！再不闭嘴，我打死你！什么亲爹？那还不是你们给他认了一个亲爹吗？作死的人真当是什么作死的手段都使得出。蓝潇潇是真的想阻止这人间惨剧的发生，无奈身体不行，她只得极力呼叫着：不是的，他不是野种，都是你们乱说的，不能卖啊！妹妹真的不能卖，求求你了，别卖她了！叭叭叭的又是一串嘴巴子，顿时蓝潇潇被孙青梅打的是满嘴鲜血。你个作死的，要敢再胡说，我不打死你就不是你亲娘！亲娘？这么恶毒的女人，她才不会要她，只是嘴巴太痛了，痛得蓝潇潇连话都说不出来，只能一脸死气地捂着嘴，眼睁睁看着悲剧的发生。女童的哭声，少年的疯狂叫喊，都被这一阵母教女的打骂声调和了不少。见此情景，都认为刘氏偷人的乡亲们也有人出声了。石柱，你们俩是不是弄错了？刘氏不像个那么不要脸的女人啊。是啊，石柱，你要弄清楚，这男人可没有自己给自己戴帽子的道理啊。身子没了娘，他就这么一个亲妹，留下这个孩子给他做个伴儿吧。听着这七嘴八舌的议论声，孙青梅第一个念头就是完了，这事已经让人怀疑了吗？孙青梅狠狠地瞪了眼痛得不能说话的蓝潇潇一眼。哎呀，长顺兄弟，桂兰婶子，本来我们也不相信那个人的鬼话，可是人家说的有鼻子有眼，甚至刘姐姐身上的胎记都说得出来，你叫当家的怎么受得了？说得对，男人可没有自己给自己戴帽子的道理，当家的就是因为是个大男人，所以他才受不了。将心比心，长顺兄弟，如果一个野种天天在你面前晃来晃去，你受得了吗？是当家的狠心啊，他也是实在受不了了。孙青梅巧舌生花，蓝潇潇急死了，她想大喊：不是的，这些全是孙青梅陷害的，首府大人的亲娘根本没有偷人。可嘴还未张，蓝潇潇的嘴巴就一阵抽痛，她知道这话要是喊出去的话，这口牙恐怕是一个也保不住了。而一边的陆石柱听了孙青梅的话，脸色更狠，朝着牙婆叫道：杨婶子，人已经是你的了，给银子走吧。听了陆石柱的话，这位叫杨婶的牙婆立即掏了5两银子扔出去，然后带着人扬长而去。看着远去的背影以及小女孩撕心裂肺的哭喊，少年发出牛一样的怒吼，那吼声天崩地裂，顿时蓝潇潇整个后背都在发凉，呆呆地坐在门口的柴堆上，看着这满院子的陆家人和村人的冷漠，蓝潇潇心中一阵狂叫：完蛋了，你们全都完蛋了，就等着未来首府大人的报复吧。我也完蛋了，好不好？原来这少年是被他们这样逼成一个魔鬼的吗？台阶上，孙青梅拿到了银子在手，顿时笑语如花。哎呀，当家的，明天我去村头买几个猪蹄来给你红烧，坛子里还有半斤酒，让你喝个痛快。陆石柱本就是个浑人，他色心重，心眼小。当初捡来刘氏，那是因为她长得美，她那细皮嫩肉的样子实在让他爱不释手。就算是爹娘已分家要挟他，还是留下了他。10几年来，他对刘氏的新鲜度消失了。刘氏身体不好就算，而且总是端着一个大家闺秀的样子，不让他尽兴，他早就腻了。当然，让他卖女儿的原因自然还有其他，而这孙青梅不同，不仅年轻，而且非常有手段。她在床上的那些能耐让他十分着迷。听了这话，陆石柱恨不得搂着孙青梅就扒的一口，他就喜欢这婆娘一心想着她的狠劲儿。可当他看到台阶上坐着蔫头巴脑的妓女时，陆石柱的眉心拧了拧。梅儿，这死丫头今日怎么回事啊？前几日她还说那死丫头除了吃就是哭，卖了她这个家才安静，可今日她却要去救她，我看她精神十分不好，不会又是病了吧？今日蓝潇潇的举动让孙青梅着实恼了，狠狠地瞪了他一眼。我看他是撞邪了。哎呀，别管他，一个赔钱货，死了就死了。哎呀，走，我得把银子藏好。刚才你娘那眼神可缠着呢。他娘？陆石柱恶狠狠地配了口唾沫。他想要，
他就给了。当年他才把刘氏接进门，他直接把他们扫出门，分给他的就这3间破屋，喝肉都够了。两夫妻急急地进了屋，止于陆家大房，3房的人在院子里做着事，眼光中闪过的丝丝狠绝。他还是回，老天，你对我果真太狠了！为什么不能我早一天回来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难道我饱受了一世失去亲人、孤单绝望的滋味还不够吗？恨意滔天的陆志轩靠在墙角坐着，俊朗的面孔，阴沉的几欲杀人。老太殿中，大楚兴帝一脸真诚地问：爱卿，你一生最大的心愿是什么？某人一副天高云淡的口气：微臣最大的心愿就是摧残那对狗男女和他们的家人，然后找回我的亲妹妹，看着她幸福一辈子，此生才会满足。兴帝挑眉：报仇之事何必着急？爱卿年已30，业已成，应当先成个家，继承香火才对。不如朕给你赐门亲事如何？赐亲？他现在有空成亲吗？亲妹不知道在何处，亲娘的污水没有被洗干净，他为人兄为人子，配成亲吗？多谢皇上厚爱，可此仇不报，臣难以安心。兴帝沉默了许久后，才叹了口气：准。谢皇上。浑身疼痛的蓝潇潇醒来之时，脑子里不停地浮现着书中的那些对话，顿时更加觉得自己真到了绝路。可现在还不是死的时候，刚捡来一条命，总什么破身体啊，就几个巴掌，竟然晕过去了。再看看不远处的厨房，已经熄了火。陆家这么一大家子的人，竟然把昏迷的他扔在了柴堆上，肚子饿得只会咕噜咕噜叫。思前想后的蓝潇潇决定，这辈子不能被人做成人质，最好的办法就是抱紧这个哥哥的大腿，坚定不移地告诉他，这一世他与他做一派，想好了就得行动。他饿了，哥哥肯定也饿了。于是乎，蓝潇潇吃力地站了起来，往陆家的正厅而去。死丫头，你跑进来做什么？你不是造反吗？去啊！你去与那个孽种凑一块儿去啊！陆家是一个大家子，老陆头与陆婆子生了3儿2女。根据记忆，自己这个继爹是陆家老二。孙青梅开口就骂。陆石柱看着这脸色清秀的妓女一眼，不知什么心态。好了，他还是个孩子，慢慢教吧。娇娇啊，来爹这里吃饭吧。后爹突然变成一个慈祥长辈，蓝潇潇心中不知为什么突突的猛跳。老男人，你别笑了行不行啊？你笑得像只大灰狼哎！你造个多恶心吗？孙青梅再不好也是这身子的亲娘，可这老男人这大叔眼中的猥琐，真让人起鸡皮疙瘩。突然蓝潇潇想起书中这老男人对蓝潇潇做的事儿，浑身打了个颤抖。不行，他得尽快恢复身手，否则再过个3、5年，忍住对这个恶毒女人的厌恶，蓝潇潇硬着头皮凑上去。娘，我饿。可孙青梅却根本不像个亲娘，她一张嘴就是骂：哎呀，饿！你这饿死鬼投胎是吧？拿着那碗饭给我一边吃去，看着你就来气。黑乎乎的饭加上一坨屎一样的菜，就算前世他家的狗也没吃得这么差吧。要是以前，蓝潇潇肯定不甩他一眼，可此时为了活命，他得装出一脸害怕与感激。娘，或许真是怕他给饿死，卖不到银子。孙青梅又端起另一只菜碗，在那饭前扒了扒。去，别再叫了，烦人！拿着饭碗，蓝潇潇偷偷摸摸到了院中。月初的天空只有斜斜的一片月牙儿，好在天气晴朗，满天的星星把大地照得一片水银。蓝潇潇坐在台阶上，正准备扒几口饭，可突然抬眼就看到了屋角的那间小偏屋。那间小屋是未来首辅大人陆志轩的房间。此时屋内一片黑暗，一片死寂。妖兽哦，竟然敢如此对待未来首辅，果真是嫌命长了。看了看碗中的饭菜，再摸了摸自己的脖子与手脚，饿得前胸贴后背的蓝潇潇认命般偷偷地摸去了厨房，找了一副碗筷。一碗本不多的饭，一分为2就更少了，但聊胜于无。陆志轩正在养神，被人捆住的手脚虽然不能伸展开来，
可是他不是个寻常人，不管什么逆境下，他都能够忍受。突然，房门被推开，月光下，一个小小的身影像贼一样探头进来了。陆志轩一看来人，顿时心底就一阵的仇恨，一阵厌恶。就是他，就是眼前这个小小的身影，这个看似柔弱却心思与他娘亲一样恶毒的小小身影，让他失去了亲生妹妹，让他上辈子寻找了一辈子都没找到的亲妹妹。想起上辈子他砍掉他的四肢，装进坛子里，天天喂他吃老鼠的情景，陆志轩的嘴角高高挑了起来。这辈子他不会让他们舒服的活着那么长久，但是也不会杀了他们。他要让他们看到卖了他的妹妹是什么样的下场。陆石柱、三青梅、蓝潇潇，你们就好好吃着老鼠，活得长命百岁吧。蓝潇潇回头看看院子里没人，迅速的就进了屋。屋内太暗，蓝潇潇摸索着把2只碗放在了一张破桌上，然后从怀里摸出了火折子。只是他悲剧了，这火折子比80年代的火柴盒难刮多了。当然，火柴盒他也只是听奶奶说。他一动不动地盯着他，对他笨拙的动作疑问顿起。他高烧3天才行，难不成一场高烧把他的脑子烧坏了，连个伙食都不会打了？蓝潇潇越来越笨的动作，越加让陆志轩心中起疑。这小毒鸭跑进他的屋子想做什么？难不成是想让他看着他吃得香？想到这儿，陆志轩的眼底是暴风雨前般的宁静。3月的农村晚上怪异的安静，除了屋外的蛙鸣，火石相擦发出的微弱声，就只有2个人的长短不一的呼吸声。蓝潇潇根本不知道陆志轩在黑暗中盯着他，与火折子奋斗了快10分钟，咔嚓一声，终于把火打着了。他得意的一抬头，突然间发现黑暗中一双冷厉的目光盯着他，像狼一样的狠厉，准备随时展开撕咬。紧接着，啪的一声，蓝潇潇手中刚打着的火折子掉在地上。哥哥，你饿了吧？我拿了饭来，虽然不多，但也比没有更好，是吧？我知道你很难过，可能吃不下，但是好死不如赖活，不管想做什么，都得先活着，是不是？你别难过了，一会儿吃饱了饭，我与你一块去救妹妹。说罢，蓝潇潇把屋内找遍，想找到剪刀，把捆陆志轩的绳子割掉。可惜剪刀这东西在这里也金贵，竟然遍寻不见。陆志轩低头冷眼看着吃力给自己解绳索的小姑娘，因为人小力气小，她呲着牙咬在绳结上，小脸憋得通红。她不知道这小毒女到底想干什么。现在她确实想有人把绳子解开，或许现在还能追上去把妹妹救回来。好半天，直到蓝潇潇把牙都咬酸了，终于解完了绳结。只是没等她站起来，砰的一声就被人狠狠地推倒在地上。干嘛这么急嘛？正想骂人时，一个身影飞快地窜出了门，穿过院子出门而去，只留下屋中手臂撞破皮发呆的蓝潇潇。看看发出香味的瓦罐，蓝潇潇有了主张：拿人手短，吃人嘴软吗？他怎么就忘记这一茬了呢？起身悄悄走进前院，四处张望，发现没人，他迅速窜进了陆志轩的屋子。蓝潇潇还没进门就压低声音：哥哥，你在吗？可等他话才落下，突然一只大手就掐住了他的脖子。顿时蓝潇潇开始双眼翻白，抬眼，这双手并不粗大，可蓝潇潇知道这双手掐死他足够了。眼前赤红的双眼，狠厉的大脸，与平时冷傲俊美的脸差异太大。顿时他的进气少，出气多。没想到人才进门就被人快掐死了。怕死的蓝潇潇急着解释：放开，我是来找你吃饭的。放了！陆志轩声音比眼神更冷，脸上没有任何表情，仿佛他手里提的不是人，而是一只鸡。放了你，我妹妹就能找回来了吗？原来昨天晚上他是去找妹妹了。蓝潇潇用力扳着陆志轩的大手，声音更是急：哥，我帮你找。你帮我找？小贱人，要不是你挑唆，我妹妹能被卖掉吗？蓝潇潇，你小小年纪恶毒至此，掐死你，省得让你再祸害人了。就在蓝潇潇以为就要死了的时候，脖子上的手松了。想死没这么容易，让你这么死了，我妹妹的债谁来还？该死的，明明这么坏的贱人，怎么会有这么一双干净的眼睛？前世她明明不是如此的。哥哥，我错了。
闭嘴！谁是你哥哥？拍马屁拍到马窜上了。蓝潇潇撇了撇嘴，哼，你不是我的哥哥，别以为我想叫你哥哥呀。哼，能当我蓝潇潇哥哥的，算你运气好。天生的骄子被人当只狗一样的呵斥。蓝潇潇真的想杀人，只是就他现在这小身板不说，再说说这坑人的男尊女卑的世界，他知道杀了眼前的少年，他也是无路可走。哥，这一个哥字才出口，一双阴冷的眼神又扫了过来。我警告你，再让我从你的嘴里听到半个鸽子，我断你一条腿。断他一条腿？陆志轩一开口，蓝潇潇震惊的嘴张开，都能吞下鸡蛋了。难道这熊孩子现在就有想把他做成一个人质的想法？天哪，这真的太可怕了，仿佛感觉到了腿在剧痛。我在屋后烧了早饭，是偷来的米，你要吃就点个头。吃饭？听到这个饭字，陆志轩才想到，从昨天到现在，他已经粒米没进了。陆志轩知道要活着才能报仇，现在的他一切都还没有开始。你想巴结我？陆志轩，我知道不配当你的妹妹，可是请允许我在人前叫你哥哥吧，否则会让人太过奇怪了。你也知道村里的人。哥哥，吃吧，虽然这米不好吃，但比饿死强。等你下回赚了银子，我就给你做白米饭。白米饭？他们家自从这母女来了之后，什么时候吃过白米饭？陆志轩面无表情地看了他一眼。这是你偷的米？想着孙青梅的狠毒，蓝潇潇情不自禁地打了几个寒颤。身体底子太坏，他还是个孩子，需要充足的睡眠。管他什么偷与拿，要死鸟朝天，不死万万年。安心睡去的蓝潇潇并不知道，一场暴风雨就要来了。不知道经过多久，熟睡中的蓝潇潇感觉耳朵被狠狠地揪起来，随之震耳欲聋的河东狮吼响了起来。死丫头，你竟然学会偷吃了！我打死你这个好吃懒做的赔钱货！蓝潇潇痛得不行，强行睁开双眼，正看到孙青梅小巧的脸上带着怒气，细长的眉毛高高竖起来，这角度看她的颧骨更高。这一看把蓝潇潇给看醒了，今天的事看来很严重啊，怎么办呢？好汉不吃眼前亏。蓝潇潇学着蓝笑笑的法子，撒娇的喊了声娘。我不是你娘，你这败家子，丢人现眼的货，怎么不死了呀？穿着绣花鞋的脚随之踢过去，正踹在蓝潇潇瘦骨嶙峋的软肋上。好痛啊！难道今日他得死在这个毒妇的脚下不成？怎么办？蓝潇潇不想哭，可是孙青梅的性格太变态。他打蓝潇潇的时候，要是不打击的他鬼哭狼嚎，这恶女人就绝不住手。好痛啊！好痛啊！谁来救救我？救救我！好痛啊！这夸张的叫声让孙青梅终于满意了，脸色更狰狞了。知道痛了，死丫头！你偷吃的时候怎么就不知道痛？今日不让你狠狠痛一回，你会记不住教训。谁今日来救我，脱离这毒妇的苦海？来日我蓝潇潇报以10倍100倍。可是没有人来救他，房子分明不隔音。未来的首府大人明明一起销赃了，却在隔壁一声不响，任由他被亲生母亲虐待，仿佛过了半个世纪那么久。终于有人说话了，只是这个人却是蓝潇潇不想看到的人。算了，再打你也打不出来了，放了他吧。万一他被你给打死了，这么多年就白养了不是？就凭他这张脸，以后不会少给我们赚银子。梅儿，你说对不对啊？站在孙青梅身后，黑漆漆一张脸的陆石柱，色眯眯的双眼看向睡眼朦胧的妓女，下意识地吞咽了一下口水。这带着血腥求情的话以及贼兮兮的目光，蓝潇潇汗毛都竖起来了。这男人后来让他那样死了，也当真是便宜他了。这种人就得废了他的3条腿，然后把他扔进妓院，让他天天看着别人喊。这眼光让蓝潇潇恨不得把陆石柱的眼珠子给挖出来。果然，这个家里根本就没一个正常的。男人色，女人坏，未来的首府大人心太硬，不想看到这么恶心的人了。蓝潇潇闭上眼，我说不死，等我有了能力，孙青梅，我会让你痛苦100倍。当家的，这死丫头真是气死我了！好吃懒做不说，竟然还学会偷东西了。你说怎么办？要不找个牙婆卖了她？卖了她！看着地上那张惨白的小脸，那秀气的眉，挺直的鼻，比猪油还白嫩的小脸，陆石柱别有用心的目光瞥了一眼，目前还是豆芽菜，却清秀的不行的小妓女，心痒痒的道：她还这么小，也卖不到什么价钱。梅儿啊，我看还是按你以前的想法，再养个几年，找个财主家卖了，银子至少会翻10倍。10倍！银子打动了孙青梅的贪心。如果现在卖5两，2、3年后就是50两，再大一点，等她妩媚天成的时候，再教她一些勾引男人的手段，那会不会是100两、1000两？哎呀，当家的，难不成就这样放过他？偷了第1次就会有第2次，不好好收拾他一回，他肯定不长记性。陆石柱一听，眼珠子转了转。行，教训是一定，我看地里的活也该让他去帮忙了，别让他在家里偷懒，让他跟着去种田好了，免得在家里白吃。对，让他去种田，反正几年后这死丫头就是别人家的人了。不过昨日继子的眼神可不好，以后他要是考上了秀才来找他报仇的话，那他不惨了？想到此，孙青梅主意上来了。哎，当家的，
你说吧，这天下读书人何其多，可考中的人又有几个？读书也太烧银子了，而且就算考上了秀才，还得这孩子有良心呢。我看呀，坤哥可不是个听话的孩子呢。这毒妇是不打算让坏蛋上学了不成？这主意好啊！只要陆志轩当不了首辅，那他也就没有了被做成人质的危险了吧？脑子怪，你赶紧答应，快点答应啊！老天仿佛就是跟蓝潇潇过不去一般。一直对儿子不好的陆石柱听了这建议，倒是犹豫了。梅儿，这不好吧？读了这么多年，突然不让他去读了，那不是浪费银子了吗？哎，你要知道啊，要是他能够考上秀才，我可是秀才公的爹了。这身份走在镇上，连镇长都对我客气呢。现在不是陆志轩读不读书的问题，而是他得救自己的问题。胸口太痛，他必须把小身板给绑一下。不过他实在是太倒霉了，就在即将爬出去的瞬间，隔壁的门打开，细瘦的陆志轩走来，正对上了蓝潇潇狼狈的样子。爹，你是说打算不让我再读书了？不知为什么，就是不想让他看到自己的狼狈。心中五味陈杂的蓝潇潇把身体缩起来，尽量的降低存在感。看到儿子冰冷冷的脸，陆石柱厚重的眉毛抖了几下。你在偷听我们的话？陆志轩目不斜视，面无表情，清瘦的身子像根竹竿似的站在陆石柱的面前。用得着偷听吗？你们本来就没有逼着我，何必这样说呢？他这模样让陆石柱越加觉得自己媳妇儿说的对，他要出息了，以后指不定还怎么威胁他这当爹的呢。既然你听到了，我就不再说了。事情就这样决定了，以后你就留在家里种地，等过上个3、4年，会给你娶个媳妇儿的。娶个媳妇儿？种地可以，但请你不要左右我的亲事，而且我还没学会种田，你必须手把手的教我。左右他的亲事？陆石柱仿佛没听清楚一样。你的意思是，你的亲事不必爹娘操心了？你们不配！这话一落，陆石柱眼露凶光。死小子，你说什么呢？你再说一遍。你们不配！死小子，你翻天了是不是？你以为读了几句书就高人一等了？信不信我打死你？你可以试试，不过你要打，最好一次打死，否则……看着陆志轩的眼光，孙青梅心中突然打了几个冷战。哎呀，当家的别这样，孩子还小，他说不让我们管就别管了。他是我儿子，他说不管就不管了。万一娶个不正经的女人进来，我有何面目见列祖列宗啊？你娶的女人很正经。话一落，臭崽子，你再说一遍试试。蓝潇潇没心思去管他们父子之战，他连滚带爬的来到院子里。这日子怎么熬啊？这穿越人世中还有比我更可怜的吗？过了好一会儿，灶房里总算飘出饭菜的香味，一会儿应该有的吃了。可是左等右等都没等来孙青梅骂人的吆喝，反而听到了屋子里摆桌子吃饭的声音。哎呀，当家的吃饭了。怎么就3只碗？就3个人，不3只碗还4只碗啊！煮好这个菜就能吃饭了。那死小子，你问他要不要吃，不要吃就给老娘省粮食。一听这故意放大的声音，蓝潇潇的心顿时凉了。这会儿去要吃的，恐怕又是一阵打骂，不给就不给，老子自力更生去。蓝潇潇出了门，按着记忆蹒跚地走到后院，蹲在菜园子旁边，小手捏几片菜叶，准备用来果腹。正吃得嗨，突然一双肥肥的大脚出现在他面前。笑笑，你娘这是没给你吃饭，就跑这儿占便宜了。这声音尽管还算和气，可那似笑非笑的眼神却让被抓包的蓝潇潇遍体生寒。来人正是有笑面虎外号的陆大媳妇儿王巧云。看着眼前笑眯眯的女人，蓝潇潇心里狠狠的大骂：服了，这么恶心的世界，真是死了算了。可是死了能回去吗？顿时蓝潇潇故意可怜兮兮地看着王巧云。大伯娘，我饿。轩脸无表情地坐在破床上，扭头看了一眼床内的墙，那粗糙的木板遮不严密，细小的身子蜷缩在一张比自己这张还破旧的床上，淡淡地看着床上的小身影，可嘴角却悄悄地翘了起来。这个毒丫头就是得好好教训。毒丫头，骨头很痛吗？可是你骨头再痛，有我失去亲人的心痛吗？痛还在后头呢。也不知道过了多久，终于听到在叫他吃饭的声音，再次看了那小小的身影一眼，陆志轩的嘴角浮现出一个大大的讽刺笑容。那个女人果然比狼还狠，比虎还毒，这样最好，我会冷眼看着你们母女相互伤害，
至死方休的。你妹妹呢？叫她吃饭。叫了半天，竟然只有儿子出来。不是跟你说了吗？叫什么叫？不干活吃什么吃呀？我没煮他的饭，他的饭让他偷吃掉了，我好好饿他一天，他不知道做贼的后果。孩子他娘，笑笑还小呢，也是饿狠了才偷吃，教训过了就算了吧。蓝潇潇又一次被饿醒了，这是他到这个世界不过4、5天，第 N 次被饿醒，他一定得找点吃的。咬咬牙，他爬了起来，院子里空无一人。蓝潇潇慢慢地朝厨房走去，却发现锅里碗里永远比地上干净10倍，厨房能喝的只有凉水了。这一会儿蓝潇潇还是觉得与其饿死不如被打死算了，顿时蓝潇潇有一种想杀人的冲动。你们还能再狠一点吗？无奈回到前院，看到了院子里的鸡，蓝潇潇眼光都亮了，心中只有一个念头：我要吃烤鸡，我要吃烤鸡，反正都是死，那么当个饿死鬼不如当个饱死鬼。这次要偷就偷吃最肥的。陆家的老婆子背着猪草回来了。哎呀，你个老太婆，你迟上个1刻钟回来就会累死你们。陆老婆子发现蓝潇潇的表情很古怪，更喝了一句：死丫头，你站在这院子里做什么？人不像人，鬼不像鬼，真不知道我陆家遭了什么罪，招惹了你们母女2个恶毒的人。奶奶，我没做什么，就是在想几时做晚饭，我现在好饿，你能给我一点东西吃吗？陆老婆子眼一光：你饿找你娘去啊！刚刚得了5两银子，你还怕他买不起粮食不成？我家人还吃不饱呢，给你吃不如喂猪，还长块肉。你才是猪呢！不是说古人都很善良淳朴吗？说好的人之初性本善呢？心里一阵剑术之后，蓝潇潇淡淡的看了陆婆子一眼，然后缓缓的出了门。路过一户人家的时候，院子里有一个50几岁的老婆子，见到她倒是叫了句：潇潇，你这是去哪儿？哎呀，你这孩子怎么弄成这样子啊？亲奶奶，我想去河边找点吃的，我好饿。哎，丫头，这会儿河边除了草还有什么能吃的？哎，你等会儿，奶奶家中午还有2个吃剩的馒头，拿去吃吧。可怜见的。亲奶奶，你有什么要求吗？这东西虽然不好吃，总比饿死好。这不是馒头，这是我的救命粮。要记住，点水知恩，涌泉相报，今此一生不能忘记这2个馒头之情。陆志轩没想到来河边喝点水，竟然能看到这小毒鸭在偷吃，他还挺有本事的，竟然又偷到了吃食。果然是个打不死的贱命，竟然又在偷吃了。不过你也好本事啊，还能偷到吃的，厉害呀。蓝潇潇也没想到，到处都有这个冷心冷肺的陆志轩在。用力擦去眼中的泪水，蓝潇潇忍住了满腔的怒火与不平，然后默默地坐在大石上，慢慢嚼着手中的馒头。这一眼很冷，很淡漠，这眼神让陆志轩感到非常惊讶，嘴角一挑。陆志轩冰冷的双眸中却没有了任何温度，看都不再看蓝潇潇一眼，转身就走了。我一定要好好活着，相信老天终有一天会把我送回亲人身边的。天杀的陆石柱，你这个老变态，得让你儿子把你千刀万剐才对得起世人。对着河水，蓝潇潇把陆家人骂个够，然后洗了把脸，决定让自己继续脏下去，因为这张小脸实在是太可爱，太引人注目了。蓝潇潇知道现在的她没能力保护自己，她只有给自己上一层保护色，或许能长大一点，她一定要快点长大，强大到谁也不敢欺负她的地步。蓝笑笑这么坏，的确是三清梅言传身教而来的，有什么样的娘就有什么样的女儿，果然传不起我也。金瑶，希望我没有看错你，否则这一世你会付出应有的代价。砰的一声，隔壁屋里不知道什么倒地了，传来一声轻响，打断了陆志轩的思索。本想不理，所以隔壁的响动陆志轩听得一清二楚。妈妈，我胸口好疼，你给我摸摸。妈妈，我做了个噩梦，梦到自己饿得去讨饭了。妈妈是谁？难道以前的蓝家还有个什么老婆不成？一刻钟后，村头赤脚郎中阿生爷家。这是怎么了？怎么绑成这样了？冰冷的声音，
应该是被他娘把骨头给踩裂了。老人愤怒的声音：真是个畜生，虎毒不食子。就算再不喜欢，这好歹也是他肚子里爬出来的吧，竟然下得了如此毒手，真是可恶啊！坤哥儿，这两人都太恶毒了，你得小心一些啊。陆志轩脸上少了些冷漠。爷爷放心，他们不敢把我怎么样。本来我不想理他，只是他要死了，我妹妹的仇怎么报呢？老人听了，抬眼看了一眼少年，伸手拍了拍他的肩膀。孩子他还小，分不清是非，别让自己心里藏着恨长大。今天晚上好在有药在家，否则这孩子活不了几天了。毒丫头，我可不能让你就这么轻易的死了。阿生爷，他伤的真的有这么厉害吗？唉，这个姓孙的女人当真是比虎狼还毒，恐怕这个孩子从小也是被虐待大的。坤哥儿啊，爷爷摸了他的脉象，这孩子要是以后还这样饥一阵饱一阵的，恐怕命不长啊。命不长？可前世他不是一直活着吗？于是弯腰抱起床上的小人，目光变得淡漠而冰冷。谢谢阿生爷，银子要过些天才能给你，先记着。孩子，别放在心上，你娘是个好的，你也是个听话的孩子。阿生也相信你会有出人头地的那一天，书不能去读了也别落下。好，我听阿生爷的话。夜很深，星星都快躲进云层睡觉去了。村路上，小小的身子在陆志轩的手中轻得如鸡毛一样。虽然他的目光没有了前世功力大进后的清楚，但是那小嘴在轻微的张合，他竟然也能看得见。蓝笑笑，你不要死，活着长长久久地陪伴着我孤独的灵魂。我恨你为乐，恨你为倔，恨你为生。如果你死了，我的辉煌给谁看呢？笑笑，你现在有没有舒服点啊？阿生爷爷，我没事，谢谢您关心。阿生爷看了已经走向前的陆志轩一眼，心中轻叹。那就好，那就好。你这是去田里帮忙吗？是啊，阿生爷爷，我去帮忙种地，这就先走啦。蓝潇潇一路走一路想，哎，老天爷，给我一个看透人心的金手指吧！轰的一声，回答他的是天边的炸雷。哎呀，要下雨了！孙青梅回头瞪了他一眼，哼，下雨也得干，要不然下半年都得吃草。你敢偷奸夺揽，老娘我揍死你！你才吃草呢，你们全家都吃草，也就打了一个雷，过后便无动静了。现在他胸口还这么痛，是干活的时候吗？可蓝潇潇更清楚，在他没有能力弄死这对狗男女之前，他得学会保护好自己。死丫头，干活玩什么心眼？是不是你以后不吃啊？这样干活，你就不怕遭天谴呐？这一巴掌力气有点大。蓝潇潇的胸口痛得像断了一般。死丫头，你还有脸哭？打死你这个偷懒耍滑的！梅儿，别打成重伤了，万一打死了，不仅赔银子，还得赔命。陆志轩冷眼看着蓝潇潇被打得满地滚，仿佛老僧入定，眼前的一切都视为无物。孙青梅，我会记住你每次的毒打。哎，当家的，这谁家的内眷？好气派呀！竟然是做花轿进村呐！听到喊声，陆石柱这才示意陆志轩停下。莫不是老大家的丫头回来了？什么？菊花回来了？听说她很得县太爷宠呢。我猜测，应该是她回来了。昨天大嫂还在絮絮叨叨着，今天菊花要回来呢。瞧我这记性，哎呀，一准是。我过去问问。跑了几步想起来了什么，又横眉立目地对着蓝潇潇喊道：哼，死丫头，你马上把种子捡起来，再把种得不好的重新返工，别以为能糊弄过去。如果今年的枣豆没长好，我一定扒了你的皮！哎呦，当家的大喜了，真是菊花回来探亲了！哎，我先回去报喜，你赶紧回来啊！这是那位12岁的菊花姐，屈服了命运安排，成了县太爷的小妾了，风光回乡探亲啦。蓝潇潇眼中浮出冷笑，一个老头子的小妾有什么大喜的？当他看到陆石柱也回去了，感觉到自由的空气，心情莫名的好了点。没有人扶离的，
陆志轩也把肩头的绳子拿下来，坐在田埂上发呆。再不把那没种好的地给弄好，过几天秧苗出不来，你就等着被你那独母给打死吧。打死就打死吧，反正现在活着也不一定就能代表下次活着。再说这样活着真的太痛苦了。这话一落，陆志轩冰冷的眼光扫了蓝潇潇一眼，潜意识这丫头后来变得越来越过分，难道是因为太痛苦，所以才想着让别人一块儿痛，她心才好受些？果然是心思歹毒。那你就去死吧。这话一出，蓝潇潇又快气死了，她气鼓鼓的想：哎，这熊孩子真是没救了，这么毒！陆志轩，你九泉之下的娘知道吗？蓝潇潇，红军万里长征都能走完，难道你一个现代杰出青年、少年天才，被人家几句毒话就打倒了？嘿，赌一把，看谁输谁赢。想到自己是现代天才萌妹子一枚，蓝潇潇顿时勇气倍增。哥哥，人要怎么样才会死呢？人要怎样才会死？他还能更蠢些吗？陆志轩双眼冰冷，声音更加无情。容易，这里不是有稻草吗？操根绳子往树上一扔，然后往脖子上一挂就死了。你才当吊死鬼呢！你们全家都当吊死鬼呢！死孩子，总有一天你也会不得好死的。这么坏，等他看完结局再穿不行吗？这死孩子最后是怎样死了呀？他这么坏的人不可能活到寿终正寝吧？要真是这样，这作者君绝对是一个毁三观的货。哥哥，我不会搓绳子，树那么高也爬不上去，要不你帮我搓根绳子，然后帮我抛上去，再把我挂上好吗？你真想死啊？哥哥，这里好痛好痛，痛得晚上睡不着，刚才弯腰的时候更疼，这里可能断了，不死也活不了多久了。哥哥，我知道你恨我唆使我娘卖了妹妹，可是那时我真的是迫不得已，因为我娘是一定会把她给卖了的，当时我只想讨好她。滚！会发怒的人就是感情丰富的人。暗自耸耸肩，蓝潇潇不准备把陆志轩的话放在心上。哥哥，别生气了，我害了妹妹，我以后慢慢还债行吗？你帮帮我吧，我真的身体里好痛好痛，一会儿我娘来了，我没把活做好，左右是要被她打死的。哥哥，求求你了。蓝潇潇知道未来的首府大人不可能这么容易被感动，这种人的心性有多坚定，他测不到。哥哥，对不起，要是我死了，你就别恨了好吗？到了地府，要是我知道妹妹的下落，我会托梦给你的。话才落下，蓝潇潇脚下一滑，啊的一声，只见远处的少年一把拿过他的篮子，迈向那他没重新种过的地。倒在地上的蓝潇潇嘴角悄悄翘了起来。哼，原来表演天赋才是他的强项呀！这边蓝潇潇的心在跳舞，那一边陆志轩抓了把种子在手，蹲下去把那些没种好、曾经撒了的种子一颗颗重新埋好。哥哥，陪我去河边看看好吗？如果能抓到鱼，我给你烤了吃。哥哥，我跟别人学了烤鱼，从来没烤给别人吃过呀。我带了盐，我第一次烤给你吃行吗？第一次烤就烤给他吃。此刻他确实饿了，见陆志轩终于肯走了，蓝潇潇立即跑过去拉他的手，哪知却被轻轻地甩开了，头也不回地朝河边去了。哼，别以为姐是想牵你，熊孩子，今日不牵，到时候姐的小手你想牵也不给你牵。到了河边，直到清新的空气扑面而来，心中郁闷的蓝潇潇这才眼前一亮。哇，好美啊！目光看向河面，清澈的河水上不时有一串串泡泡从水底浮上来，看到水中游来游去的小鱼，蓝潇潇顿时双眼放光。真的有鱼，哥哥，真的有鱼呢！快来看，这里好多的鱼啊！可陆志轩只是淡淡的甩了他一眼，讽刺他是个二傻子一样。陆志轩明显拒绝了帮忙。蓝潇潇在河边转悠了一会儿，游泳他会，抓鱼他还真不在行，怎么办？甩了一眼事不关己的首府大人，蓝潇潇决定放弃脸皮求救。哥哥，你帮我抓鱼好吗？你多抓几条，我把大的都让你吃。可回答他的是陆志轩冷漠的双眼和沉默的背影。熊孩子不帮忙，他只能自己想办法了。哼，姐就不信逮不着你们了。像做贼一般，蓝潇潇举着竹篮，踩着猫步，悄悄地朝水中扑去。砰的一声，人栽在了水里。鱼随着他的跌入水，溢过窄口，瞬间往下游去了。好痛！老天爷，你还能不能再过分点啊？陆志轩站在河边，眼光平静的如同没有发生任何事情一样。蓝潇潇，加油，你一定行的！给自己鼓励了一下，蓝潇潇才低头看看水洼，竟然发现水中还有好几条小鱼，顿时心情好了不少。
走到水洼的下方，蓝潇潇使出吃奶的力气，把横在水流方中间的2个大石梁挪开，然后又在它们周围堆上一大堆小石梁，这样大水流就只能从2大石梁之间往下流了。于是他把篮子卡在了2石之间。哈哈，竟然敢跟本姑娘作对，这下你们知道姐的厉害了吧？这叫什么呀？自投罗网。哎，对，这就叫自投罗网。虽然鱼不大，可是竟然有1、2、3、4、5，足足5条。蓝潇潇顿时欢呼雀跃起来，她得意地从河水里走出来，还甩了待在河边的陆志轩一眼。哼，没有你，结果照样抓鱼。他好想把烤好的鱼都吃掉，拿着鱼在鼻子边闻了又闻，考虑到未来人棍的命运，狠狠地咽了口唾沫，最后还是放下了。哥哥，快来，鱼可以吃了。河中的人似乎聋了，连头都没回一个，没人理他。蓝潇潇心中愤愤不平，聋了呀，一个毛孩子，玩生辰就真的以为自己就生辰了吗？只是一抬头，他却发现了不远处的景色，顿时看傻了眼。哼，服气了，这么瘦气的身体竟然有肌肉啊！哼，蓝潇潇一脸猥琐。不知道他的前面有没有腹肌呢？就在这时，某人仿佛背后长了眼睛一般，一声冰冷甩了过来。果然是个没教养的东西了，难道你不知道什么叫羞耻吗？竟然这样盯着男人看。娘啊，羞耻！一个13岁的熊孩子，连毛都没长吧，还男人，男个毛线！嘿，我浑身上下几两肉有什么好看的呀？羞你娘个头！蓝潇潇抽了抽脸皮，仿佛没听懂他的话一般，大声喊：哥哥，鱼烤好了，你不吃我都吃光了。我跟你说，很香很香的哟，我的手艺绝对是超级赞的。你要是错失了品尝人间美味的机会，小心一辈子后悔。他要真是13岁，肯定抵挡不了这哄骗吧。只是陆志轩发现嘴里的口水竟然明显增多，冰冷的脸上出现了一丝不易察觉的神情。叫了半天，河边的人就像块木头。不吃拉倒，饿死了。我娘正好省心，也不必花银子给你娶媳妇了。蓝潇潇懒得叫了，爱吃不吃，于是闭上嘴，自顾自地叼着一条鱼，美美的开吃起来。哇，真香啊，人间美味！能这样吃饱一回的话，真的死而无憾了。见僵尸脸终于过来了，蓝潇潇真想甩他几巴掌的，只是有贼心没贼胆的蓝潇潇狗腿的跑过去，把剩下的4条鱼奉献出来。哥哥，尝尝吧，真的很好吃。要是你厌恶我，就吃完鱼再厌恶好啦。你先忍一会儿嘛，忍一会儿，然后吃完再厌恶他。吃着吃着，淡淡的转向蓝潇潇，看着他亮晶晶的眼神，陆志轩毫不留情地说：别这样看着我讨厌你们毒母女。你讨厌别吃啊，神经病！这么好吃的东西给他吃了，他这真是喂了狗了。哼，你讨厌我，只要你以后呢不找我报仇，本姑娘我恨不得离你千里之外，不，10万里之外。当然了，最好是相隔1个时空呢。蓝潇潇一脸委屈地抬起头，声音可怜：真正毒的人是我娘，我才不毒呢。哥哥，书上还说知错能改，善莫大焉呢。我不是改好了吗？以后我经常给你烤鱼吃，别恨我了好不好？陆志轩抬起眼光，像死神一般看着他，那眼光冷得让人发抖。想用烤鱼贿赂我，别做梦了。想用烤鱼贿赂他？这会儿谁用烤鱼来贿赂我？这辈子我蓝潇潇都感激他。蓝潇潇气呼呼地说：那好吧，既然讨好不了你，那以后我再抓鱼烤了不给你吃，好心好意当成驴肝马肺，就算我倒霉碰到你这样的铁石心肠。毒丫头，我铁石心肠？这世上除了你们母女，还有谁的心肠有你们硬？敢背着我偷？行啊，我就看着你天天被你那个大毒妇打得死去活来的。你真的臭不要脸！竟然要挟这么小的我，还当哥哥呢？想让我孝敬你，你也对我好点啊！像你这样恶毒的人，你才是真正的毒！我要把你这种恶劣的行为告诉别人，让人知道你是多么的虚伪。陆志轩本来就是吓吓他而已，如今听到他牙尖嘴利的几句话，心中那份讨厌突然就加深了。小小年纪就这样坏，我干脆就灭了你！不就是快死的老头子娶的小妾回门吗？怎么弄得像《红楼梦》中的元妃省亲一般？还没等走进院子，就看见村子里的几个10岁到12、13岁的小姑娘聚在大门旁闲聊。菊花姐终于苦尽甜来当小夫人了。哎，你们看见她身上的丝绸衣服没？好光好滑啊！另一个圆脸杏花姑娘发现了蓝潇潇的身影。春花，你喜欢就跟菊花去啊，不是说她还缺使唤丫头吗？这杏花是村长家的小女儿，明显比这几个小姑娘有见识啊。这好事哪里轮到我？正说着，听到脚步声，看见蓝潇潇走过来，她立即压低嗓音说：陆家大娘看上潇潇了，人家是一家子，这种好事哪能落到我们身上？尽管这声音不大，走过来的蓝潇潇却听到了，心中强烈鄙视。各位姐妹，我实话对你们说，菊花姐姐嫌我年龄小，不会来事儿，你们谁想当丫头啊？尽
尽快回去和父母说，否则过了这个村可没这个店了。这话一落，春花的双眼顿时亮了。笑笑，你不是骗人的吧？当然是骗人的，不是骗人的我干嘛说？蓝潇潇小手指天，要是我骗人的话，我就是小狗。都是孩子。一听这誓言，除了杏花以外，其他人都想到什么，匆忙离开。看到这后果，蓝潇潇差点乐翻天。哼，这些傻妞真好骗。哎呀，罪过！若是你们不入地狱，难道我这聪明人去入地狱吗？突然，杏花好似看到了什么，理也不理他，立即像兔子似的跑出去。蓝潇潇抬头看去，发现陆志轩从院子里走出来，看见他目光闪躲，脚下走得更快了。轩哥哥，等等我！哎呀，死丫头，你怎么才回来？赶紧回去换身衣服，好事来了！随之，蓝潇潇感觉耳朵被揪起来，人被拖拽进去。被孙青梅拽进屋的蓝潇潇终于站住脚，看到木板床上有套半新的看起来面料不错的衣服。哎呀，死丫头，赶紧把身上的湿衣服脱下来，换上这套，再把头发梳梳。看看你这么大个姑娘，一天到晚除了吃就是玩，以后怎么嫁人呢？哎呀，快一点，好好把自己收拾收拾，省得走出去了让人笑话。换好衣服，孙青梅又命令着去梳头洗脸。蓝潇潇又去洗脸，把头发梳梳。看了眼孙青梅的宝贝零花镜，里边的小丫头清秀可人，灵动的双眼清澈明亮。孙青梅上下打量她，心中非常得意。这可真是人靠衣服马靠鞍，我家潇潇确实是美人胚子。蓝潇潇一听，顿时心中冰冷。孙青梅这是把她当成了待价而沽的商品了，她绝对是不能去当丫头。蓝潇潇正寻找对策之时，有人把门推开了。母女抬头一看，原来是陆石柱。他推门走进来问：你们母女在干嘛？大哥家又来了不少客人，快去帮忙招待。话刚说到这儿，他就看见了打扮起来的蓝潇潇，色眯眯的双眼顿时亮了，喉结滚动几下说：潇潇，来爹这儿。蓝潇潇恶心的快吐了，刚想说什么，被孙青梅一把拉到身后。孙青梅满脸堆笑，朝陆石柱说：当家的，大嫂对我说，菊花想找个丫头给5两银子，她看上了潇潇，我把她简单收拾下送过去，一会儿我们就有银子拿了。啥？这死婆娘是想5两银子就把这丫头给卖了吗？陆石柱愣了下，贼兮兮的双眼贪婪地盯在妓女身上，相当不满地说：大嫂也太抠门了，才5两银子就想把人领走。志轩妹妹比她小几岁，还没她漂亮就给了5两银子，这家绝对不卖。真好，这老淫棍舍不得小美人儿，蓝潇潇差点跪了。当家的，你说的也是，5两银子确实少了些。哎，我这就带潇潇过去，多要点银子。见小美人走了，陆石柱心中好似有只小手在抓，痒痒的立即跟了过去。此刻陆大家院子更热闹了，刚才蓝潇潇种的因已经有了结果，几个村妇带着自家丫头正在给陆大嫂介绍。鹅蛋脸的春花娘喜气洋洋地拉着换了身衣服的春花走进去。陆大嫂啊，我家春花说了，愿意去给她菊花姐。哎呀，瞧我这破嘴，是给小夫人当丫头，我们也不要5两银子，4两银子就可以了。抱着讲价心理的孙青梅拉着女儿走进来，听到这话，双眼顿时红了。这才多久，行情怎么就变了？她的脸顿时沉下来。春花嫂子，这是我们家的家务事，别跟着掺和了。我们家自己的丫头都多着呢，哪里轮得上别人家？几位嫂子请回去吧。真的是这样吗？可刚才丫头们回来说，这陆家不是从村里选了个丫头吗？怎么又变成自己家里挑人？一看孙青梅得意的脸，顿时有人打起了退堂鼓，带着女儿往外走。此刻陆大嫂正在打量鹅蛋脸的春花，当然最关键的是这丫头愿意少1两银子。王巧云很快打定了主意，还是让女儿亲眼看看，免得落埋怨。当王巧云抬头发现有人因为孙青梅的话走了时，她不满地瞪了孙青梅一眼。老二家的，这是我家事，用不着你做主，我也没说从我们家里选人，我答应了可以优先考虑潇潇是不嫁，却不是板上钉钉的事，人必须我女儿看过才成。菊花说选谁那就是谁，天皇老子来了也不行。这吵吵闹闹的样子成何体统？这话一落，顿时鸦雀无声，众人的表情都看在了菊花眼里。她慵懒地坐起来，看了眼几个小姑娘和走在最后的蓝潇潇。就这些吗？王巧云赶紧上前。对，就这些。不过呀，也不少了，有7、8个呢。菊花，你看看喜欢哪个吧？我看看。说罢，菊花的眼光落在了众小姑娘的脸上。老爷说了，让本夫人买一个丫头回去，只要跟了我，以后你们就吃香的喝辣的，还穿绫罗绸缎。你们谁愿意？我愿意。几个小姑娘异口同声地喊。春花小脸通红，喊得最响，只有蓝潇潇一声没吭，站在人群后一阵白眼。太搞笑了，有没有啊？不就选个丫头吗？怎么弄得好似皇帝选妃一样啊？这些小姑娘如此配合，让王巧云非常得意，特别是孙青梅那一脸的巴结，更让她得意不已。
为了教训孙青梅，他故意对女儿说：“菊花呀，看你今天有多让人眼红，县太爷这是多么的宠爱你，竟然出银子买个丫头陪你玩。你说吧，哪个丫头你最中意？选哪个？恐怕娘心中也早有人选了，要不然她怎么眼睛总是瞟着春花呢？这些姑娘中，蓝潇潇确实是最漂亮，而且这丫头跟她娘一样，心眼最多最毒。就她这小模样，如果稍微大点，爬上老爷的床，以后不可能再有她的地位。她可不像天妒。从小一起长大的春花，尽管漂亮，却有点傻气，拿捏起来容易得多。只是蓝潇潇那死丫头竟然不回话。别人都道她嫁进县太爷家多风光，只有菊花本人才知道那个老头有多狠。每一次把她叫去伺候，她几乎都是死去活来。唯一值得骄傲的是，她这一次能风光回村。虽然这一次她不会选蓝潇潇进县太爷府，你们母女一个想去的要命，一个好似不想去。行啊，我给你们机会，你们母女好好较量较量。娘，春花呢既老实又漂亮，我知道她一定会尽心做事。可是肥水不流外人田，再怎么着，潇潇是我妹妹，我要是有福不带她去享，那村里人得怎么说我呀？哎呀，就是，菊花去了县太爷家后就不一样了，就是这道理。菊花，你只要把潇潇带去，二婶以后唯你是命。陆石柱那个死家伙天天盯着这个死丫头，他可得早早提防。二婶，有你这态度，我就答应了。哎呀，好，菊花，你难得回来，二婶这就给你杀鸡吃去啊！他一脸得意大喊：“二婶，我要吃大鸡腿！”这一下，孙青梅连走路都在飘。2只大鸡腿都留给你。听说你马上要去县太爷家享福了，恭喜了。恭喜他，这人就是想他过得生不如死。哼，想看我着急是吧？行了，未来的首府大人，我让你一集看个够。哥哥，你已经听到了是吗？刚才菊花姐姐答应带我去了，听说县太爷家有好多的银子，我想等我到了县太爷家以后肯定会吃得饱，再也不会挨饿了。听说每个月还有月钱呢。对了，哥哥，我就怕你没命享那个福。蓝潇潇心中一跳，脸上却是仿佛不解的表情。哥哥，你是说县太爷会杀了我吗？为什么呀？菊花姐都过得这么好，我又比她长得好看，县太爷为什么要杀我呢？就是因为你长得太好，想杀你的人多了去了。娘啊，太美也是罪过，这话蓝潇潇承认。哼，死小子，不给我出个主意，只知道说风凉话，你去死吧你！哥哥，我长得好就要被人杀吗？可杀人不是犯法吗？啊，人活着怎么就这么难？算了，既然都是个死，被人杀也是死，饿也是死，这样经常没饭吃，不如当个饱死鬼更强些。那你就去死好了，既然这么想死，就别在我面前晃。话一落，蓝潇潇差点破口大骂：“死小子，谁在你面前晃了？是你自己找虐与我说话的。现在不想与我说话了？哼，迟喽！哥哥，我不想死的，我也怕死，而且我想活得长长久久的，好天天给哥哥做好吃的。我听张二狗说过，镇上大酒楼里的厨子做的菜比神仙做的还好吃。等我长大点，我就去跟他们学，学好了就回来做给你吃。而且我还没有找到妹妹，所以我更不想死。可是现在总挨饿，还要挨打，我想我要是不离开这里，都快长不大了。行了，别说了，死与活是你自找的，算我多嘴。这就受不了啦，兄弟，好受的还在后面呢。哼，或许是孙青梅心情好，这天晚上蓝潇潇不仅捞到了一碗鸡汤，还吃了头一回的饱饭。到了县太爷家可得精明点，多听你菊花姐的话，听到没？陆石柱听闻犹豫道：“梅儿，就5两银子，这也太少了，要不就别把这丫头送走了吧？要是养个3、5年，至少也能买个50两。3、5年，孙青梅确实是有这想法的，只是这些天她发现自家男人的眼光越来越多地盯着她女儿。银子是很重要，可是把亲生女儿送给自己的男人，她受不了。3、5年，你以为不要吃的呀？算上粮食，不一样没几两银子落吗？再者，去了县太爷家不仅有月钱，而且哪一天要是让县太爷相中了，是50两银子的事儿吗？今日侄女回门，那东西可是好几担呢。不说别人，就陆石柱看着都眼红，特别是自己大哥收了好几坛的好酒，几斤好烟，那可不少银子呢。当然，最让陆石柱眼红的是，连村长都来家了一趟。眼前这张小小的脸，就是让他心痒不已。陆石柱也是真有心想留住这个妓女，可那东西还是让他动摇了。要不与菊花说说，看能不能多给几两银子，毕竟是自己的妹妹，多给点银子也应该吧。这不能吧？本来大嫂是想让菊花把春花带去的呀，而是看在自家人的脸上，她才说带了潇潇去。这要再提要求，万一她不要了怎么办？
正当听得他们夫妻把他当猪一样论价时，干着急的蓝潇潇一听主意来了。娘，我以为你说你这样跟菊花姐说，她一定会同意多加银子的。哼，你会忠心我？别拿我当傻子。他扫了孙青梅一眼，心道这二婶就是眼红他在县太爷家穿金戴银了。春花买进去可以，可这个蓝潇潇太狡猾了，她绝对不会老实听话。二婶，你们母女这身上是什么味儿呀？太难闻了，赶紧去看看是什么臭味儿。菊花，我和潇潇都洗好澡过来的，怎么会臭呢？哎呀，我哪知道，刚才都不臭。哎呀，走走走，我快要吐了。菊花姐，你是不是弄错了呀？我身上不臭啊。哎呀，那就是二婶臭。突然发现一阵臭味从女儿的嘴里冲出来。你个作死的丫头，你身上弄到什么脏东西了？蓝潇潇心里乐翻了天。我的娘哎，这就吐了，麻麻的嘛。嘿，这鸡屎藤还真好用。娘，我身上没有脏东西啊，你看到处都洗得干干净净的，衣服也是半新的，哪来的臭味啊？孙青梅一骂，蓝潇潇立马哭着跑了。我明明不臭，菊花姐，你不愿意带我去县太爷那儿享福就算了，为什么要冤枉我？屋外没人，蓝潇潇到了厨房，她赶紧把嘴里的臭味悄悄用盐给刷尽，进了洗澡间，把手中与脖子上的臭味打水洗干净，毁灭了证据悄悄的出来，却被黑暗中的一双眼睛吓着了。哥哥，这么兴奋，看来是给你加银子了。哥哥，菊花姐说我身上好臭，把我赶出来了。陆志轩想到河边抱她的时候，这小丫头身上明明还有一阵奶香味，哪来的臭？臭？是的，菊花姐就是说我臭，其实我哪里臭了？是她不想带我去，又怕人家说什么，所以她故意才说我臭。真是的，难道人一进了城就会变吗？以前的菊花姐姐可不是这样的，她一般都有话直说。哥哥，你闻闻，我臭吗？踮起脚，蓝潇潇把脸凑到了陆志轩面前，一股孩子的清香气味进入陆志轩的鼻尖，他发现这清新的气息闻着好舒服，脸一板，走开点，站这么近做什么？这么大的丫头也不知羞的，不带你去就不要去好了，难道你就这么想去送死啊？蓝潇潇心里乐开了花，熊孩子，你才13岁，害羞个毛线啊！不过呢，他会害羞就好。哼，姐姐我这头老牛啊不吃嫩草，可不代表我不调戏嫩草啦。哥哥，你是我哥哥，我跟你站得近怎么会羞呢？站在你身边，我觉得很有安全感啊。没有哥哥的姑娘，时常有人欺负，我有哥哥了，以后不会动不动就有人欺负我啦，我高兴。哥哥，你说这话，我知道，其实你是不想我去送死，可是我在家也会饿死的，而且娘总打我，我实在受不了。现在我胸口还在痛呢，这骨头肯定是断了。不信哥哥你摸摸。不过去不了也没什么，至少我能每天都看到哥哥。说罢，蓝潇潇就去拖陆志轩的手，以证实他真的受了重伤，仿佛快死了一般。可陆志轩却像被火烫了一般，把手收回来，想开口教训他几句，只是这水汪汪的大眼睛中只有欢喜，没有羞涩。这是因为他还太小了，不知道什么叫羞耻吗？不会了。哥哥，真的吗？是真的以后不会有人欺负我，不会有人打我了吗？明知故问，这个臭丫头，她会蛊惑人心。感觉上了当的陆志轩狠狠地甩了他一眼，然后进了自己的屋。气死我了！那死丫头也不知从哪儿沾到了脏东西，好好的把个好事儿给她搅没了，我要打死她！听说女儿没选上，虽然觉得损失了银子很可惜，但陆石柱却心中有一丝的暗喜。好了，这回没选上，下回再找个好人家卖了它，或许大一点，能卖的银子更多呢。哼，你懂个屁！还有谁家比县太爷家好？我跟你说，县上皇家都比不上县太爷家。此时的陆石柱心里邪火上身，一下把孙青梅灌在床上，一阵乱啃之后，气喘吁吁地说：好了好了，县里没有我们去常州府，再过2年，等那丫头长开了，找个大户100两银子也不在话下呀。被男人闹得痒痒的，听了这话，孙青梅这才吐出恶气。死鬼，一天不吃就饿死你不成？一天不吃我活不了。梅儿啊，生儿子咱们一定要生2个自己的儿子来，有了自己的儿子，咱谁也不靠。哎呀，死鬼，你就不能轻点吗？把床给弄塌了，我们睡到地上去啊！好媳妇儿，这床放心，我用的是最结实的木头打的，绝对塌不了。放心，别分心了，我要专心致志的才能生出儿子来。我两人动静太大，孙青梅叫声又响，这陆石柱嘴里的淫秽之语根本是不堪入耳。今日好不容易精神好一点的蓝潇潇被这一阵精神污染，顿时脸红耳赤，脑子里浮现出了河边的风景。死丫头，
昨天晚上做贼去了是不是？天都大亮了，还打不起精神来？赶紧把火给我烧着！来了，娘，我马上就来。出得门来，孙青梅正在淘米，一见他立即吹胡子瞪眼。哼，该死的东西，不叫就不起床，总有一天我要把你卖了。这个时候，蓝潇潇选择不回嘴，而是默默地干活。或许是他的老实，昨天晚上也许是被陆石柱弄得舒服，睡得极好，或许是不想让王巧云看笑话，孙青梅终于没有打他。吃过早饭，隔壁的院中重新热闹起来。王巧云说蓝潇潇年纪太小，做不了事，要重新选丫头。其实选丫头没有悬念，花落春花身上。春花娘一听菊花选了她女儿，顿时笑得声音震天。哎呦，小夫人呐，您放心，春花以后啊就是您的人了。她要不听话呀，由你拿捏，是大是骂，我们家呀绝不会多一句嘴。人群中看着春花娘那一脸的得意，孙青梅心中怨气没法出，气得脸青鼻子歪。回到院子里找女儿出气，却发现一眨眼的功夫，蓝潇潇不知道跑哪儿去了。哼，臭丫头，有种你一辈子都别回来！此刻，蓝潇潇跑出去找陆志轩。陆丫头，昨天你说菊花让你去当丫头，是假的吧？哥哥，你还没下地啊？陆志轩有一种被人耍了的感觉，他一只千年老妖被一个乳臭未干的黄毛丫头所耍，顿时心情非常差了。说，昨天是不是你故意欺骗我的？大手掐在他的脖子上，冰冷的眼神平淡无波。哥哥，我没有骗你，真的，我朝天发誓。那为什么说你故意弄得一身鸡屎臭呢？完了，这事儿被揭穿了。蓝潇潇低下头，巴掌大的小脸上满满的全是委屈，好一会儿才抬头，声音越加楚楚可怜。哥哥，我并没有故意弄得一身鸡屎臭，是昨天的时候我们在河边回来，我无意中拉了一把野菜，那种野菜就是那个味道的。你扯那个做什么？我爸晚上又什么都没得吃，想着实在饿得不行，就去煮点菜叶子吃，也省得饿得难受。而且我只知道那个猪能吃，没发现它那么臭呢。难道真的是这样？正想开口再炸一下蓝潇潇的实话时，就听见有人走过来的脚步声和说话声。陆志轩不想让人看到他与蓝潇潇在一起，急忙把他紧靠到墙角，没事人似的贴在他身边，站在外面。说话声音越来越清晰，人也看清了。白忙了一场，让春花家的占了便宜。哎，算啦，4两银子，人家凭什么白给你？还帮你养孩子，也许不是什么好事儿。可也是，孙青梅啊，更是弄得满头包，最失落的就是她了，我也畅快了。那倒是，她那个样子实在太让人恶心了。昨天竟然以为就笃定了就是她女儿去一样，还赶我们走呢。哼，这下她长脸了。不过潇潇以后可没好日子过了。这俩婶子嘴真准，其实蓝潇潇也知道自己没好日子过了，只是她如今有一棵大树能靠呢。两对落选母女说话间走远了，蓝潇潇被挤在了墙角，闷得难受。陆志轩身上的汗渍夹杂着男孩的体味，让他感觉心慌慌的，这种感觉好奇怪。哥哥，他们走了，我们赶紧下地吧，一会儿被他们抓住又得被打了。陆志轩在想心事，没想到被蓝潇潇一推，脚下一绊，陆志轩摔倒在一边的草堆上，在他的手不小心拉扯下，拉住了蓝潇潇，让他光荣地倒在了他身上。睁着眼，蓝潇潇张着嘴，顿时连痛都忘记了。哥哥，好痛啊，我的嘴好痛，你的牙磕着我的嘴唇了。痛死我了。他的嘴好痛。陆志轩的脸这下真黑了，活了2世都没有女人亲过他的嘴，可这一世却被这个他立志要报仇的小毒鸦亲了。被亲了不说，竟然还说嘴痛。要不是身上这小身板实在太小，陆志轩怀疑蓝潇潇故意在勾引他，毕竟他有一个那样不要脸的娘。陆志轩收敛起情绪，声音也变得清冷与平淡。还不快起来！仿佛才想起自己趴在未来首府身上一般，蓝潇潇故意一身慌乱，七手八脚地爬起来，而且一爬起来还不忘记去拉陆志轩。哥哥，我拉你，刚才我把你给压痛了吗？压？陆志轩是少年身成年心，这个压字意义太多了，他不敢去想。一个跳跃爬起来，拍拍身上的稻草，他扫了无辜的小脸一眼，面无表情的大步朝田间走了。留在原地的蓝潇潇朝着他的背影做了个鬼脸，然后伸手摸了摸嘴唇，眯眯眼。首府大人的嘴唇有点薄，冷冰冰的，没啥味道。穿过来的时候，蓝潇潇不过18岁，虽然少年天才，大学已经毕业，却是根本没有走上过社会，更没尝过爱情，自然他没尝过男人。突然他古怪的笑了，刚才是首府大人恼羞成怒了吗？哎，哥哥，一会儿你去帮我抓鱼，我给你烤鱼吃好不好？别追我！他害怕会被这声甜甜的哥哥面前消磨他的意志，动摇他的决心。蓝潇潇满头大汗地跑到地里的时候，陆志轩已在地里干活，他立即跑了过去。哥哥，我来帮你。陆志轩没理他，
仿佛没听到他叫一样。不管他如何叫，陆志轩也不理他。蓝潇潇无奈，只得自己找了一把最轻的锄头，学着他截土。可能原主做过不少这种事，虽然力气小，但蓝潇潇发现做起事来还挺顺手的。就在他想休息一会儿时，突然看到路上过来了2个大人，立即张开笑脸，甜甜的叫了声：“爹娘，我和哥哥已经长了不少地了。”孙七梅本想抽着女儿一顿，可看她如此识趣，知道来干活，而且当着男人的面，她只能克制自己。哼，你个死丫头，回头我收拾你！娘，你真的以为这当丫鬟的事儿是我弄坏的吗？说起这事儿，孙七梅就恨：“不是你，难道是我？”蓝潇潇故意一脸神秘地凑近孙七梅的耳边：“娘，其实这个人选，菊花姐早就定了春花，她不过是故意耍我们而已。”怎么说？见他果然被勾起了心思，蓝潇潇心中乐开了花，可表情却是十分的愤恨。娘，你不想想，大伯娘会让我去跟着菊花姐吗？我长得这么像娘，菊花姐虽然长得不差，可是能比得过我吗？难道你不想想，我们一进陆家门，大伯娘那眼神是怎么防着你的？王巧云防他防得了吗？只要他孙七梅一个眼色，那死鬼陆时良还不乖乖地扑上来？哼，他算什么东西？就他那丑样子，能防得了我吗？那咱是防不了的呀，可他就是知道防不了，所以他才总是想让你难受，他就恨不得你天天打我，好让陆家人说你狠毒。那天他还在爹面前说，都说母毒不食子，你这媳妇儿可真下得了手。以后你给我学乖点，否则当人前不能脱你的皮，关起门来我也不会放过你。这是他过关了，危险解除，让蓝潇潇心中窃喜。哼，我可告诉你，少给我想那些有的没的。娘，你说什么？我不明白。哼，你不明白，我告诉你，那个死丫头，你可别给我打她主意，我就是让你打光棍，也不会让她进我家门。娘，你说什么呢？我才12岁，大哥都没有成亲，我哪能想这些？再说了，你还是个小屁孩呢，你想多了。我是你老娘，你一撅屁股我就知道你在拉什么屎。我警告你，收起你那烂心思，否则我收拾你，听到了没有？娘真是管得宽，他的媳妇儿当然是要娶他喜欢的人了。娘不让他娶，他就不娶了。哼，等那丫头大点儿，他先把她拿下再说。听到了。或许孙七梅看在银子的份上，真的听进了女儿的劝。第二天晚上，竟然开口：“当家的，汉地就这么2亩地，自己种也就算了，可5亩水田马上就要开始种了，光靠你们爹俩这样翻地可不行啊！不这样翻，那要怎样翻？去借牛吧。借牛？现在这春耕之时，谁家的牛能借啊？那就去租吧，家里反正也不差这么几个银子，总不能把你们父子俩累坏了呀。去租？梅儿，你可想清楚你现在在说什么啊？当然清楚啊，我又不是老糊涂，这点事儿也想不清楚。哎呀，去租吧，春耕可是耽误不得，早一天把地翻出来，粮食就早一天长大。行，我晚上到村里几家有牛的人家去租租看。爹娘，朝王爷爷家比较好说话，而且我昨天从他们家地里路过的时候，他家的水田都已翻好了，要不去他家租？陆长旺家，村里人对他家不太喜欢，恐怕去别的人家租牛价钱太低的话租不来。陆石柱一听，觉得这小妓女确实是有眼光。你吃完饭我就去，明天我就用牛翻地。爹，那您好好的与长旺说说好话，让他把牛租给我们，要不然累坏了您与哥哥，我和娘都心疼呢。小妓女心疼他，他可真没白养他。放心好了，爹一定把牛给租回来。饭后，陆石柱信心满满的去了。可就在陆志轩用疑惑的眼光看着蓝潇潇时，他气呼呼的又回来了。什么人呢？又不是不给银子，竟然说租给别人了。孙青梅满脸惊讶：“孩儿他爹，这长旺叔家的牛不租给咱？”陆石柱脸色不好，好说歹说，就是不愿意，说什么已经租给别人了。我看啊，那牛好好的在篮里呢。这话一出，孙青梅恼了：“这死老头子是什么意思？咱们家的钱不是钱啊！他不租就算了，我去石林家看看，他家也有牛，我就不信有钱租不到牛。当家的，明天我们就去镇上看看有没有牛买。我就不信了，没了他们的牛，我们家就不种地了。买头牛太划不来了，能用的也就那几天，可养牛却是年年的事。再者，买牛现在就能耕地的牛可不便宜，至少3两银子呢。一听到3两银子，孙青梅就肉痛。那你说怎么办？这地没有牛，光靠你们父子俩犁出来，肯定要耽误季节。陆石柱看了看儿子，坤哥，你说怎么办？陆志轩只看了他爹一眼，然后一言不发的就走了。这一走，气得孙青梅大跳。你看看，这就是你的好儿子，读这么多书，连最起码的礼节都没有。好在没让他读了，否则等他有出息了，连你这亲爹他都不认了。蓝潇潇见陆志轩走了，留在这里不安全，他立即跟着跑出去。哥哥，你去哪儿？等等我！可不管他怎么叫，前面的少年郎腿太长，一眨眼就不见了。
追到门外，人已经早就没了踪影。蓝潇潇还没回去，就听得孙青梅在叫：“死丫头，你去追他做什么？”娘，你不是说了让我表面对他好点吗？我这就是让他知道我关心他呢。孙青梅不信。真的？蓝潇潇搂着孙青梅的手：“娘，那个王巧云啊，一天到晚就巴不得我们家不和睦，他更巴不得哥哥与我们生分，所以我要巴结他呀。”说到王巧云，孙青梅就恨：“哼，算你懂事。不过我要是知道你在糊弄我，看我收拾你！”不糊弄你？难道我糊弄未来首府大人呐？我又不是个傻的。蓝潇潇扬起笑脸：“哎，娘，我跟你最亲了。娘，我给你打好洗澡水了，你赶紧去洗澡吧。”或许女儿的伺候让孙青梅高兴了，终于她再没有骂蓝潇潇而去洗澡了。哥哥，你去哪儿了？我给你烧好了洗澡水，你赶紧去洗澡吧。明天一大早我给你洗衣服。可热脸孔又是拍在了冷屁股上。未来首府大人连看都没有看他一眼就进了屋。看着这孤傲的背影，蓝潇潇撅着嘴，一脚把地上的石头踢去，一不小心被石头踢痛了脚，他轻叫了一声：“哎呦，痛死我了！”坤哥，这是不是阿生叔家的牛啊？可没人回答他。看着继子孤瘦笔挺的身影，他的无礼让孙青梅满腔不满，一把拉住陆石柱：“有牛就行了，你问这么多做什么？既然是他借来的牛，自然不必你多管。哎呀，走走走，赶紧翻地去，早点把种子播下，一场春雨下来就发芽了。”这个孙青梅蠢货就蠢货，总讲都没用，就整一个花瓶，他是不作死，自己就不放手。哥哥，这真的是阿生家的大水牛吧？它好高好壮啊，肯定是每天都吃得很饱吧？哥哥，我看爹带了镰刀，一会儿休息时我割草给他吃。哥哥，傍晚的时候你去割草，我去放牛好吗？蓝潇潇说了小半天，陆志轩连嗯都没有嗯一声，心中有点泄气。之后他继续装嫩：“哥哥，那就这样说定了，我要牵他到多草的地方去吃草，你要割点青草放在牛栏里，喂得它饱饱的，感谢他帮我们耕地。”走快点，摸什么羊狗？扑倒！有了牛，为了赶春雨，接下来全家人摸爬滚打，开始种田。休息时分，看着这平整的田面，陆石柱心情格外的好。潇潇，过来！听到这喊声，蓝潇潇浑身一抖。爹，你有事吗？是不是想喝水啦？啊，不是，早上出来，你娘烙了几个饼当点心，来爹这里吃。蓝潇潇没起身，陆志轩走了过去。我也饿了。面对这冷冰冰的儿子，陆石柱是真不敢放肆。虽然他怀疑这儿子不是他的种，可是毕竟他只是提前1个来月早产而已。哥哥，给你吃，这边我没有弄脏。陆志轩虽然依旧是沉默少言，可蓝潇潇发现他终于对自己的刻意讨好没这么厌恶了，硬邦邦说了句：“不用。”哥哥，我肚子小，已经吃饱了，你吃吧，你干的是重活呢，一会儿还得拉爬。牛是借的，陆志轩真心不想切，可蓝潇潇眼中那可怜楚楚的样子，仿佛他不接他就要哭出来的表情，让他手比心快。半个饼子3、5口就下了陆志轩的肚子，吃完他就站起来往田对面走去了。蓝潇潇不知道他去做什么，躲在树荫下盯着他的背影。不一会儿，去方便的陆石柱回来了，一见儿子不见。哎，潇潇，哥哥呢？爹，哥哥去那边方便了。小妓女的小脸虽然很美，可实在是太小。陆石柱吞了口口水，去叫他回来，得再干一会儿，要不然今天就干不完，明天就不能拨水稻了。能逃开陆石柱的眼光，蓝潇潇巴不得。闻言，他朝着陆志轩的方向飞跑而去。哥哥，爹说要开始干活了。不一会儿，陆志轩从坎下走上来，板着脸手一伸：“给你吃。”蓝潇潇一看他手心的野果子，顿时双眼亮晶晶。哇，好红啊！哥哥，你在哪采的杨梅子？真的给我吃吗？陆志轩根本不应他的话，把杨梅子往他手上一放，抬脚就朝自己家的地去了，只留下一脸傻笑的蓝潇潇。杨梅子就是现代的野草莓。蓝潇潇小时候生活在乡下，她的性子与男孩子相似，这东西她没少吃过。转动着闪亮的大眼珠，伸手捏了一颗扔进了嘴里。哇，这古代无污染的东西果真是甜呐！哥哥，你慢点儿，这个可甜了，你也吃一个。爷，你先走，我捞点泥上来，把这根甜绳筑好，一会儿中午的时候太阳好晒。只要不叫他干，陆石柱都无所谓。弄好了赶紧回来，下午还得干活呢。知道了，实在不行你把饭菜带这边来吧。陆石柱觉得有理。行，那你们干着，一会儿我把饭菜带来。陆志轩有多累，蓝潇潇不做都知道。人当牛使，这是什么时代呀？说实话，蓝潇潇有点心疼这个13岁的少年郎。哥哥，你这会儿肯定很饿了，你先回去吧，我一个人慢慢弄好。可回答他的只有田爬入水的声音。未来首府大人非要帮他，蓝潇潇也不矫情，多一点两人相处的机会，他才有机会撩他嘛。一条田埂刚糊完，陆石柱与孙青梅已经来了。果然看到糊好了的田埂，孙青梅终于没有开口骂骂咧咧。去吃饭，
吃好了赶紧回来干活。听到这话，蓝潇潇是真想一巴掌甩在孙青梅的脸上，这他妈的还是人吗？就算陆志轩不是他生的，可这蓝潇潇总是他生的吧？2个孩子连中午饭都没有吃，这就想着让他们干活，这个女人死了活该。哎呦，翠花酸菜就是好味道啊！翠花是谁？突然一声，蓝潇潇惊扰地张着嘴。啊，谁是翠花？翠花是谁？谁是翠花？翠花到底是谁？谁又是翠花？蓝潇潇抽抽嘴角，她知道个毛线啊，广告上的人而已。哎，翠花是我们村里的一个大娘，她做的酸菜可好吃了，是用猪肉炖的。哥哥，等我们赚了银子，我给你买猪肉炖酸菜。拿猪肉去炖酸菜？陆志轩无言的淡淡扫了蓝潇潇一眼，低头吃饭。哎，刚才他怎么不说地府有个鬼叫翠花呢？果然急中生智这事儿还是得小心些。一天下来真是累成狗了。明天看来又是一个晴天，满天的星光在天空闪烁。蓝潇潇端着冷水盆，拿着药膏进陆志轩屋子里的时候，他已经睡在床上了。哥哥，你睡了吗？床上的人没理他。蓝潇潇把冷水盆放在地上。哥哥，我知道你没睡着呢，我从阿生爷家要了点药膏，帮你涂在肩上哈。出去！哥哥，你肩上肯定受伤了，涂点药吧。让你出去！这声音真的很冷。可当他想起今日陆志轩给他栽野草莓、涂田埂的事，他毅然走上前。哥哥，你要不喜欢我碰你，那我的手绝对不碰到你。但是这样必须得涂，要不然这天气一热一泛滥的话，你会出大事的。我让你出去，是不是聋了？我就不走。今天中午我让你走，你也不走，非得饿着肚子帮我干活。我现在也不走，除非你让我帮你肩上涂好药再走。陆志轩咬牙，再不走我杀了你。哼，你杀吧，反正活着也只是暂时的，死在他的手上还不如死在你的手上，反正人总有一死。毒丫头，别来惹我！我就惹定了。如果你不想我惹你，那你就杀了我吧，大不了18年后姐夫是一条好汉。换个方向。涂好药花了快半个小时，见药都干了，蓝潇潇站了起来，把药放在桌上，正准备走，没想到某人开口了。我不会感谢你的。我没有想过让你感谢，这就当做你今天帮我的谢礼。说罢，蓝潇潇端起地上的水盆，吹灭灯光，头也不回地走了。早饭之后，大家各自拿着工具、种子往田间而去。陆石柱与孙青梅走在前面，蓝潇潇扛着田铲走在中间，陆志轩扛拆耕走在后面。虽然天才微微亮，可田间已经到处都是春播的农人。一会儿把这个垫肩头上，你虐待自己，累死累伤了，没人会疼惜你。说罢，蓝潇潇小跑几步跟上了前面的脚步，而后面陆志轩把手中的东西打开，双眼终于有了神色。虽然是破棉衣剪出来的，这针脚也是丑得见不得人，不过用处还真大。接下来几天，全家人摸爬滚打，终于把田种完了。农村里农忙一来累成狗，农忙一过倒是清闲了不少。哥哥，你去哪儿？陆志轩没想着去哪，只是觉得看书看烦了，只想出去走走。回头看着这小跟屁虫，拿着书，陆志轩头也不回地往河边方向而去。蓝潇潇一见，立即悄悄溜进厨房，用树叶子抓了把盐，又拿起早起就悄悄藏好的小瓶子，飞一般的朝陆志轩的方向而去。哥哥，快吃鱼，热的时候香。哥哥比我大，哥哥吃大的，我吃小的。陆志轩似乎习惯了蓝潇潇的献媚，绷着脸接过那几条烤得香香的3条大鱼，仿佛没看到蓝潇潇流口水的模样，慢条斯理地吃了起来。侧身看着慢慢吃着烤鱼的陆志轩，蓝潇潇突然发现他吃东西的样子真的是太优雅了。嘿，哥哥，我手艺不错吧？我长大点就去镇上酒楼学厨艺，等我们有钱了，我就天天给你做好吃的。仿佛看白痴一般，陆志轩深深地看了他2眼，然后双眼继续看向手中的烤鱼。蓝潇潇很快被这肃杀的眼神给镇住了，这眼神也太可怕了，这是一个少年的眼光吗？怪不得未来能当首辅啊，小小年纪一个眼神就能吓到人。如果他真是蓝潇潇，铁定会被这少年吓得不敢近身。嘿嘿，蓝潇潇傻笑着，哼，好在姐姐我来自未来，臭小子，以后好好回报我今日对你的好吧。哥哥，我想去山上看看。这毒丫头又在打什么鬼主意？听说那山上有鬼，别没事整事儿。山上有鬼？听了这话，蓝潇潇眼珠乱转，怪不得这几天一直在这种田，没看到有人上山，原来是有鬼。哥哥，我们去看看好不好？万一山上有什么好吃的，我可以烤给你吃的。这个丫头难道不知道自己是个姑娘吗？动不动就拉男人，什么习惯？不许碰我，听到了没有？死小子，谁想碰你了？连毛都没长齐的熊孩子，今儿可没这猥亵啊！为了吃饭大计，蓝潇潇一个踉跄站定后，委屈地咬着小嘴。哥哥，人家没碰你，是拉你。看着小模样，陆志轩突然想再去吃一口那小嘴，想知道他是不是真的很甜。他活了这么多年，从来没吃过女人的嘴。那也不行。一股消杀的冷意袭来，蓝潇潇莫名打了个哆嗦，气哼哼地想，不就是碰他一下吗？干嘛这么生气？难不成他有什么怪癖？哥哥，为什么不能碰你？
你是我哥哥，难道牵你的手都不行吗？你说过的，以后会保护我不被人打的。可是要让人知道你连手都不让我牵，那铁定是不认我这个妹妹了。少废话！哼，这个发回来，我都说的这么可怜了还生气，不就碰你一下吗？你又不是唐僧肉，碰都不让人碰。哼，哥哥，我不说了，对不起，是我太不知足了。是他太不知足了？对，这话没毛病。哼，熊孩子又心软了吧？哼，还早着呢，等着哈。想去山上看看可以啊，但是你必须答应我几个条件。哥哥，你说吧，我一定会乖乖的听你的话。第一，不许乱跑；第二，必须听话；第三，不许胡闹往我身上爬。哥哥，你放心，我绝对不压你。要是不小心压痛你了，我给你呼呼。哥哥，等等我。哥哥，你慢些走哎，慢些走哎。妹妹，我的腿太短，你别走这么快哎。陆志轩默默地踩着乱草往山上走，蓝潇潇吃力地跟上。这山也太远了，好累啊。两人吃力地走了一会儿，周围不是树木就是乱草，显得相当的安静，只有几只麻雀在头上叽叽喳喳地叫，丝毫看不见其他小动物的踪迹。臭丫头，在偷吃什么呢？哥哥，这叶子好好吃呀。陆志轩嫌弃地打掉他手里的叶片。你怎么什么都吃，也不怕毒死你？蓝潇潇可怜巴巴地说：哥哥，刚才走了这么远的路，肯定与我一样饿了。看着叶片肥大鲜美，很可爱，所以就先尝尝。我想，如果没咬死我，哥哥就可以吃啦。清脆的童音加上讨好的微笑，以及这迷死人不偿命的语气，刺进了陆志轩的心房，冰冷的心暖了暖。目光变了变看过去，发现臭丫头捡起叶片呆看。毒丫头又发傻了。哥哥，我想起来了，我们有吃的了。从来没有沾过女子的陆志轩突然被人扑倒，纵然扑倒他的是个仅8岁的小丫头，内心也是崩溃的。看着这快乐的要打滚的小丫头，顿时是满头的黑线。臭丫头，我对你说过什么的？不许碰我！你说什么吃的？就你拿的那个叶片，我才不吃！放手！哥哥，我压痛你了吗？对不起，我不是故意的，我给你呼呼好吗？看着眼前这傻乎乎的毒丫头，陆志轩差点暴走。呼呼，他又说呼呼，咬着牙，几乎是从牙缝里发出的声音。滚开！完了，刚才他真的是做的有点过了吗？我就是不小心摸了你一把嘛，我还是个孩子呢，生什么气？哼，不过是一个用来解决生理需要的器官，臭烘烘的，你以为姐爱摸啊？要摸，我不如摸两把脸呢，至少划手。又把人惹怒了，怎么破呀？眼一转，蓝潇潇看到了地上的东西，郁闷的脸变得兴奋起来，瞬间往前跑了2步，然后蹲下，找了根树枝，对着地上拼命地挖了起来。陆志轩终于被蓝潇潇的蠢样给蠢清醒了，他与一个孩子较什么劲？闭上眼，陆志轩满脑子都是蓝潇潇那要呼呼的蠢样子，顿时觉得自己的定力越来越差了。哦，有好吃的啦，哥哥，你看，哥哥，这个可以吃的，没发芽，毒不死人的。陆志轩冷冷地看着一腔热情的蓝潇潇，声音没有一丝的起伏，仿佛他根本不饿一般。这什么东西啊？地瓜呀。地瓜是什么东西啊？地瓜又叫红薯，也有人叫它金薯、甘薯，是除大米外另一种主要食物。说着说着，蓝潇潇呆傻，难道这个世界还没有人发现红薯能吃？天哪，这可是主粮啊！怪不得这世界的人总是挨饿，为了吃饭可以卖儿卖女。原来这么好的东西，他们竟然不知道能吃。哥哥，我告诉你，以后我们永远不会挨饿了。看着手中泥乎乎的红薯，蓝潇潇朝着小溪间飞奔而下。哥哥，你等我一下下哈。哥哥，拿着。陆志轩冷眼看了看他，默默无声地接住了。不管这么多，他一接，蓝潇潇就高兴了，张嘴咬了一口，嘎吱嘎吱地吃了起来。哥哥快吃啊，很好吃的，真的很好吃哦。好好吃，真的有那么好吃吗？这个小丫头怎么知道这东西能吃，而且还能当粮食呢？一扭头发现陆志轩拿着那半截红薯并没有吃，而是一会儿看看他，再一会儿又看看他，一脸的凝重。哥哥，你怎么还不吃啊？你不敢吃吗？真的能吃，吃吧，你是我唯一的哥哥，我不会害你的。你害不了我，我害不了你。好啊，真是虎落平阳被犬欺，龙哥浅滩遭虾戏啊！你这不就是气我现在只是兽祭司的身体吗？哼，熊孩子，给姐3年，我掐不死你就不信了。我是害不了你，所以哥哥你就放心大胆的吃吧。陆志轩并没有如他所愿，依旧是看着自己手中明明是个树根，却被他说成是鼠的东西，双眼清冷。你怎么知道它能吃？它的名字，老实说来。哥哥，你说我现在是不是只鬼啊？我看你就是只脏鬼，上身看着就恶心。我不敢弄得太干净了，我怕爹爹那种眼神。抬起头来说。哥哥，我们村子里有一个叫小莲的姐姐，就是她娘从外面带到村里来的，嫁给了我们村里的一个老光棍。
小莲姐姐长得好看，和我也非常要好。可后来有人说她爹每天晚上都要去跟她睡。哥哥，我看过小莲姐姐爹的眼神，我们爹的眼神与她很像，让我有点害怕。我不喜欢跟爹睡，他打呼噜太响太吵，我睡隔壁都听得到。还有他说话时口气好臭，闻着一口就会吐掉。所以我身上要是又脏又臭的话，他肯定不会想着要跟我睡了。陆石柱，你这个畜生，只要让我发现你有一丝端倪，你就早早去死吧。你跟我换一个房间。不，哥哥睡我那边也不行，你白天做重活，晚上还要看书，更不能吵你。我不怕吵。那对狗男女3天2天的叫春，万一把你给刺激了，一下就把那杏花给上了，怎么办呢？你这么狠，杏花有那么多的心眼儿，我还有活路吗？哥哥，我们换房间，他们肯定要来过问，到时候不知道怎么说呢。要是哪天他们太吵了，我来跟你睡好吗？男女7岁不同席，他竟然说要跟他睡，不行。哥哥，我自己睡，你别为难，你赶紧把这个东西吃了吧，吃完了我们再说话，肚子饿很难受的。树根刚入口，一股淡淡的清香，丝丝的甜味便充满了味蕾。嘿嘿，哥哥，这东西生吃很容易长蛔虫，烤来吃、煮来吃、炒来吃，味道更好。只是现在是播种的季节，它们基本上都发芽了，能吃的不多，不如我们自己来种些吧。你知道怎么种？当然，世人都不知道它能吃，你却知道它能种，从哪儿学来的？地府呀。胡说！哥哥，我只对你说，真的，我没有骗你。我在地府真的待了3天，学到了很多东西。地府1日，世间1年，那阎王是这么说的。我做了坏事，到了地府，阎王爷罚我做苦工，我就跟着地府中的坏鬼种了3年地。想到自己，陆志轩的意愿动摇了。难道这是真的？怎么种？哥哥，你看到这地上青青的藤叶了吗？这些藤叶等它们长到这么长的时候，可以无根掐下来，直接栽种在地里，然后施肥、拔草、翻藤。等秋天的时候，它的根上就会结出一大串的河水来。结出一大串？真的？哥哥，这世上我骗谁都不会骗你。家里的地都种了粮食，菜园子又没分家种。我知道那里有块荒地，那边没人去，明天我翻出来再去种。好，哥哥最棒。说定了未来的种植计划，蓝潇潇的情绪又上来了。哥哥，我要不说，那怎么让大家都知道这些个红薯是能吃的好东西呢？由我来办。如果你不想死，就闭上你的嘴，先去河边再回家。蓝潇潇看了看袋子里的地瓜，差点抓狂。好在山路也走到了尽头，终于看到陆志轩已走到熟悉的河边，似乎他正在挖坑埋东西。熊孩子，千万别晕头把地瓜的事抖露出来，否则姐饶不了你。哥哥，不早了，我们回家吧。呵呵，潇潇妹妹，真巧了。杏花，我比你大，你应该叫我姐。哥哥，我们回家吧，再不回去娘会打我的。就这样吧，谢谢你，杏花。被甩出去几步，陆志轩，你够了啊！老虎不发威，你真当我是病猫了是吧？哎，世轩哥哥，不要客气啊！叫这么甜有什么用？你真以为他会把你当妹妹啊？呸！像你这么恶毒的女孩子，现在芝芝踪影全无，轩哥哥会恨你一辈子。他再恨我呢，我也是他的妹妹，我还是叫着他哥哥。可你呢？我可以明确的告诉你，他看不上你，因为你太丑了。蓝潇潇，你才丑，你又丑又脏又坏，轩哥哥才看不上你呢。杏花，看在我们是朋友的份上，我告诉你一件事哟，我娘带我进陆家，就是打算把我给我哥当童养媳的，而且我比你好看，他肯定会喜欢上我，你就回去哭吧。蓝潇潇，你这只狐狸精，你根本配不上轩哥哥，你休想给他当媳妇儿。哎，会生气啊，真好。小丫头，跟姐我这只千年老妖精斗，你就自求多福吧。我不管陆志轩将来有多少女配，更不管是直是弯，在我没把他大腿抱紧之前呢，你们都得给我通通撤退。想不想这不是我的事儿，而你亲事都由爹娘做主，最重要的是我娘同意，你就眼睁睁的看着我嫁给他吧。杏花妹妹，别哭哦，你已经很丑了，再哭肿了眼睛就会丑成癞蛤蟆哟。蓝潇潇，我不会让你得逞的，轩哥哥是我的，你别做梦。是吗，杏花？那我们就走着瞧呗。哥哥，等等我。一会儿他一个人进院子，被那孙毒嘴看到了，肯定又是一阵骂。蓝潇潇心凉凉的，干脆不追了，手扶着栅栏，像条狗似的在不远处喘息。潇潇，你在做什么？突然关心的声音传来，蓝潇潇转回头看看，原来是满脸皱纹、头发枯萎的庆奶奶。想起2个救命的馒头，一股暖流涌进了心田。庆奶奶好，我去村外玩刚回来。哎，这孩子赶紧回去吧，刚才我听你妈在喊你。庆奶奶，那我回去了。死丫头，跑哪去了？一天都没看见人影。娘，今天我守了1天的田，我们家的庄稼长得最好，村里头好多小鬼放牛都不认真，我怕别人让人家的牛祸害我们家的地。哼，鬼才信，多大丫头了，就知道玩。明天闲的没事跟我去挖野菜去。你个死丫头，回来了又死进房间生崽是吧？还不赶紧出来烧火，一会儿没饭给你吃。不吃就不吃，今天你饿不死我。蓝
蓝潇潇拖着疲惫的身子走了出来，默默地抱了一把柴火进厨房。见孙青梅又要骂蓝潇潇，立即压低声音：“娘，你老这样骂我，某些人听到了可高兴了呢。”其实他也不是想骂人，只是骂人成了习惯，看到这个女儿就老是想起老猎户，这骂人的话就夺口而出。果然孙青梅一伸头，王巧云就好死不死地站在院子里，还朝这边看呢。只听得她叫着小女儿：“水仙啊，娘让你把鸡关进去，你有没有关啊？”水仙立即跑了过来：“娘，我都关好了。”好好，你就是听话。明天早上等鸡生蛋了，娘明天早上给你们几个蒸鸡蛋哈。娘，你真好。那当然，你们可是我亲生的，不对你好，难不成我对外人好啊？对了，你爹人呢？看着他收工没有？叫他早点洗澡，晚饭就快熟了。一副母慈子孝的场面，果然狠狠地刺激了孙青梅。她阴沉着脸不说话，蓝潇潇就更不敢说话了。烧好火，蓝潇潇主动去关鸡进笼。从下山起，陆志轩都没有甩过蓝潇潇一眼，而蓝潇潇这一天下来也是累成了一头牛，根本是没空想太多。一倒上床便陷入了沉睡，肚子太饿了，睡不着了。蓝潇潇想起修炼10年的空手道，觉得有必要找地方练习，心想何不趁着清晨去练习呢？清晨微弱的晨曦下，空气感觉格外的清新。河边隐约有个人影在晃动，手上拿着一根木棍当剑，挥舞起来呼呼风声。细瘦的胳膊舞动得有模有样，身体的动作越来越快。熊孩子平时装的真像，他真的会武功。哥，你的木棒比画的太好看了，比戏中的武生耍的好太多了。刚才我看呆了。你鬼鬼祟祟的躲在这里做什么呢？说，还能做什么？偷看你小鲜肉呗。蓝潇潇悄悄地嘟嘟嘴，天天冷着一张脸，我进了你的米还了你的汤啊！哥哥，刚才我起来饿得不行，想去对面洗只红薯来吃吃，不是无意走到这来的，真的不是有意的哟。哥哥，原来你真的会武功呀，好厉害呀！你能教教我吗？毒丫头，别以为昨天找到了吃的，我就会感激你，给我滚得远远的，不要让我看到你。如果一味的像只没骨气的哈巴狗一样缠着陆志轩，别说喜欢，甚至他会更加讨厌自己。此时他被骂了，蓝潇潇觉得此时正是表现骨气的时候。走进河边，蓝潇潇把鞋子脱下，拿在手上，不停地打探着河面，准备找个下水的地方。他想逃离这里，逃离这个冷心冷肺的男人，逃离这个冰冷的世界。至于去哪，他没想过，只想让这流动的河水把他带走。哪知刚走2步，一声怒吼从背后传来：“想死是吧？你没看到那边是急滩吗？想死，等我离开这里再死，别拖累了我。”蓝潇潇本来是一个很坚强的人，如果他不穿到这个鸟不拉屎的地方来，现在的他不知在哪儿享清福。悲从胸来，2滴眼泪根本没有准备就掉了下来，静静地流着，无声无息。手足无措的陆志轩把蓝潇潇抱着放在大石头上，然后默默地往埋地瓜的地方去了。这个哈巴狗似的继妹，他实在是没心情演了。没等陆志轩回来，蓝潇潇穿好鞋子站起来，默默地走了。等陆志轩洗完地瓜回来，发现蓝潇潇不见了，不知好歹，不吃我吃。刚走进院子，就听到一阵哀嚎，正是孙青梅那泼妇骂女儿的声音。他的心顿时揪起来，脚下的步伐也加快了。刚到门口，就看见孙青梅扬起碗口粗的棍子，就要打在蓝潇潇的头上。毒丫头，你个笨蛋，你在生什么气啊？我不是就骂了你一声滚，让你滚得远远的，这样就能让你自残了吗？想到河边的情景，陆志轩顿时吓得出身冷汗，双眼中燃烧起了浓浓的怒火，闪电般的冲过去，不管不顾地抓住了泼妇的棍子。她是你亲生女儿，你打死她不后悔吗？虎毒尚且不食子，你还算不算是个人呢？孙青梅只是想吓唬蓝潇潇，她只想教训她，好让她知道乱跑的下场，却没想到有人拦住。哼，当家的，我就说这小混蛋狼心狗肺，如今就和我动手，哪还把你这当爹的看在眼里？哥哥，我活着好辛苦，一点意思都没有。哥哥，反正早晚都是死，其实饿死了也好，下一次投一个好胎，我天天吃大肉。孙青梅还在叨叨地朝陆石柱告状，陆志轩冷冷地瞥了他一眼，弯腰抱起地上的蓝潇潇，一言不发地进了屋，把人放在床上。陆志轩双眼冷冷地盯着他，这就想死了是吗？蝼蚁尚且惜命，何况你这个人呢？想死容易啊，一根草绳就能了结了，还有那河堤上的黄藤，一把下去绝对肠断肚穿，可好死不如赖活着，万一下一回投胎投成一头猪的话，就只能被人吃肉的份儿了。死好容易，活着才难。在蓝潇潇陷入昏迷之前，他脑子里一直停留着这句话，他这是死了吗？脑子昏沉的蓝潇潇看到自己被锁在瓦罐里，陆志轩拿着老鼠非让他吃，他尖叫着推拒着，一阵阵的恶心不停地往外吐。陆志轩看着怀中满是药汁的小脸，脸色漆黑，声音低沉：阿生爷爷，怎么办？他吃不下去了，
轩哥儿，这高烧好不容易用针灸降下来，要是这药下不去的话，这高烧恐怕还得继续起来。这样吧，你把药给他喂下去。喂下去？怎么喂？陆郎中说，你用嘴含药，直接送进他的喉咙，然后迅速堵住他的嘴，不让他吐出来。哈，这下陆志轩呆滞了，他是不是多管闲事了？反正她是你妹妹，而且年纪还小，没什么的，救人要紧呐。起来，先喝点水再睡。既然被发现了，蓝潇潇也不装了。梦中的情景太惨了，她得振作起来，于是便坐了起来。你怎么跑到我房间来了？就怕你死了没人收尸。天气热了，站在房间里，这整栋屋子都没法住人了。你才会烂在屋里发臭呢！哼，你烂了我都活着好好的呢。既然不想死就起来，去洗把脸，把饭吃了再喝药。她生病了。蓝潇潇揪着小脸问：我病了吗？没病，只是半死了。什么人啊，一开口就呛死人。不过蓝潇潇知道，原来是她病了。梦中她吃的不是老鼠，而是她灌的药，怪不得那么恶心。眼见着蓝潇潇饿的一声往床下栽，陆志轩一个箭步把人拎住，轻声呵斥：连下床都下不好了吗？再受伤了，我可没银子给你捡药。你带我去看病了吗？那银子还欠着阿生爷爷的，现在记在账上，到时候你自己去还。瞬间蓝潇潇仿佛被打了鸡血一般，展开如花的笑颜，抱住陆志轩的胳膊：哥哥，我一定会还，等我长大了赚到了钱，我一定会10倍的还。别忘记付利息就是了。哎，记着了，哥哥。这一天是蓝潇潇到这个世上觉得最美好的一天，因为她今天感觉到了陆志轩的真心。哥哥，我吃不下了，多吃点，吃少了病就好得慢。别再病了，再病了我不理你了。不理？我还真当你不理了呢。我实在吃不下了，肚子不觉得饿，嘴里又太淡，一会儿强行吃了肯定会吐掉。哥哥你吃吧，我没弄脏，别浪费了。这可是陆志轩冒着细雨去河边烤来的红薯，他自己只吃了2个小的。吃了它，不想吃慢慢的吃。你听话的话，等天晴了，我带你上山打野兔。哥哥，我不是吃货。素来从不笑的陆志轩看他这么可爱的样子，不禁莞尔。或许好好引导他，不会再变得那样坏了。不行，这男人有毒，不能看。蓝潇潇，你讨好未来首府大人的目的可是为了保命，千万不要对一个小鲜肉多想。妈妈咪呀，切记切记，这个男人有毒。第二天天晴了，走出房间门，天才蒙蒙亮，不敢让孙青梅知道他醒了，于是他悄悄绕到后屋，往茅厕走去。大哥，你干啥呢？竟然偷看弟妹上茅厕，还要不要脸啊？哼，孙青梅，你现在看都看不得一眼了。以前我弄得你还少吗？要不是我2弟妹死得快，或许你还会在我身下叫着田哥哥呢。大哥，以前是以前，现在我是你弟妹，可不能乱来。我的个天哪，这孙青梅开始报复那王巧云了吗？蓝潇潇知道这2人早就有一腿，不，2腿3腿都有。不过从记忆中知道，自孙青梅嫁入陆家后，她与陆时良倒是再也没有揽在一块儿了。今日这是旧情复发了，那我就直来。哎呀，大哥，别这样，万一让大嫂知道了，要闹翻天的。你会告诉她吗？这一会儿她像头死猪似的在睡觉，她知道什么？快点，我弄完就走，一会儿给你200个大钱。这么恶心的对话，蓝潇潇听得脸红耳赤，实在是不敢再听了，悄悄地偷了回去。跑哪儿去了？吓死我了！你属鼠的呀？才不是呢，人吓人会吓死人的，你知不知道？我问你，这么早跑哪儿去了？去上茅厕了。去上个茅厕偷偷摸摸的做什么？茅厕里老虎吃人呢。茅厕里没有老虎吃人，有妖精打架。看陆志轩转身，眼见他的方向，蓝潇潇急了。哎，哥哥，你去哪？你别管。天哪！哥哥，你带我去好不好？你管这么多去做什么？天还早，赶紧去睡去。病了都不听话，看了就不该理你。哥哥，你去这边的小茅厕吧，那边被人占住了。毒丫头，老实说，发生了什么事了？为了不被卖，更为了不浪费这么久付出的努力，蓝潇潇咬咬嘴唇。那个大伯与大伯母在茅厕，你去了肯定会撞到。陆志轩不信。你怎么知道？刚才我去了那边，还没进去，就听到大伯跟大伯母说话，然后我就悄悄出来了。我怕被他们发现，所以才这么小心的。行，那我就不去那边了。哥哥，我昨天睡多了，实在睡不着了，我们去河边抓鱼烤来吃行吗？昨天下了雨，河水上涨了，鱼都看不到，去哪儿抓呀？哦，原来是这样啊。走，我带你去掏鸟蛋。哥哥，你等我，我去拿点东西。哥哥，走，我给你煎鸡蛋饼。陆志轩不想让蓝潇潇过于惊奇，他采用的是最原始的掏鸟蛋方法。这么喜欢？为了让自己看起来更像个7、8岁的孩子，蓝潇潇故意用力的点点头。喜欢，太喜欢了，哥哥真厉害，以后我就跟着哥哥混。这小毒丫头知道不知道混是什么意思呀？跟着我混？当然，跟着哥哥有蛋吃。以后好好听我的话，我会给你打野兔吃。要是再跟你那恶毒的娘学，我让你后悔一辈子。当然听你的话呀，我又不是傻子，不听你的，我怎么讨好你啊？我有病。
我听，我一定听，我肯定当个好妹妹。哥哥，你看着吧，我不会学坏的。伸出手，陆志轩牵着蓝潇潇走吧，昨天下了雨，下山很滑的，小心些。红薯想烤熟没这么快，鸟蛋煎早了也不好吃。于是蓝潇潇坐在一边看着陆志轩以木当剑练功。哥哥，我刚才看你的动作好棒，你就教我吧。一个女孩子学功夫做什么？好好回去学你的绣花和厨艺，省得长大了没人要。蓝潇潇一脸的坚定，不学。陆志轩低头，为什么？小脸一扭，我不嫁。不嫁？你准备当老姑娘呢？蓝潇潇笑眯眯的抬头，我要嫁给别人，怎么跟哥哥混啊？这蠢丫头，知道什么叫嫁人吗？老姑娘会被人耻笑的。我才不怕呢，我有哥哥，谁要耻笑我，哥哥你帮我打他。不对，我跟哥哥学功夫，当我学会了功夫，谁敢笑我，我就打烂他的嘴。那我就更不教你了，万一教出个泼妇，我陆志轩的名声都没了。熊孩子能不这样吗？现在8岁啊，你知道吗？还是儿童，在现在这个年纪，我至少还能过6个儿童节。哥哥，我不会给你丢脸的，我更不会当泼妇，我只是想学会了功夫，可以与你一块打野兔。等我学会了，你天天读书，我天天给你做好吃的。是你想吃好的吧？哥哥不是这样的啦，哥哥这么瘦，我听说天朝考试要关起来考9天呢。要是哥哥身体太弱，考试中逼倒了怎么办？这话一落，陆志轩心中一动。你想我去考试？当然呢，我哥哥这么厉害的人，又读了这么多的书，怎么不去考试呢？我哥哥这么有本事的人，以后肯定会当大官。毒丫头还不能小看呢，竟然知道考试要考9天，她能当大官？这么讨好我，就是想学功夫是吧？想学武功，但是绝对不是讨好，而是我心就是这么想的。这小丫头长得太好，或许教她一些防身功夫，以后她走得也安心。可是学功夫有这么容易吗？陆志轩低头看了看蓝潇潇瘦弱的小身板，恶狠狠地说：“你想学也行，你想学也行，每天早晨从这里跑到山边，再从山边跑回来。1个月以后，你坚持下来我就教你。”看着那遥远的山路，蓝潇潇倒抽几口冷气。刚想耍赖皮讲条件，发现熊孩子的嘴角轻轻勾了勾，深潭般的双眼分明露出了鄙视的光芒。欺负到姐的头上来了，小破孩，玩不死你。可想起书中的事，再也强不起来。哥哥，这个是你说的，我跑不动也要跑。小河边看着坚持的身影，陆志轩阴冷的目光终于露出了复杂的眼神，捡起地上的木棍当剑，继续挥舞起来。金瑶、曹玉轩，我陆某人待你们视如知己与亲人，到底是对还是错？还有那傅柔莲，如果不出意外的话，她恐怕已经是他的妻子了。希望他没看错人。有些时日没练了，他不能再颓废了。招式随心而出，一点儿也没忘记，只是体力确实是差得太远。就不知道小心点吗？可低头一看，发现蓝潇潇身体像面条似的瘫在了他的怀里，双眼紧闭，晕了过去。巴掌大的小脸，眉头轻轻皱着，似乎有许多化解不开的烦恼。此刻，陆志轩好想去亲亲这红唇，这俏脸。头脑中猛然想起妹妹吱吱呼喊的镜头，心中刚刚产生的一丝柔情顿时是烟消云散，用力地拍打了一下毒丫头的小脸，没好气地说：“醒醒！”蓝潇潇不但没醒，似乎在说胡话。哥哥，我以后永远跟你一派，你一定要罩着我。哥哥，我给你烤鱼烤地瓜，你别骂我，也别欺负我，更别……又迷糊了吗？潇潇，我不骂你，不欺负你，醒醒！见这模样，终于陆志轩声音不由自主地柔和了几分，把他的上半身抱在怀里，凝视着他精致的小脸，似乎真没有了前世的恶毒。过了一会儿，蓝潇潇缓缓地醒来，睁开蒙蒙的双眼，有气无力地说：“哥哥，我终于跑到了。”天不早了，赶紧起来，我给你煎鸟蛋吃。再不回去，小心你娘抽死你！美好的感觉瞬间消失，想着孙青梅说今天让他挖野菜的事，蓝潇潇的好心情瞬间全无。想让姐不爽，死小子，冷热病又发作了是吧？你等着。哥哥，要是永远不用回家就好了。不回家去哪儿？只要能不回家，去哪儿都好，就是住在那大山的山洞，我也觉得舒畅。小心老虎饿狼吃了你。我知道，要不然我早就一个人跑去了。哥哥走吧，再不想回也得回，现在我是无路可走了。一个8岁的孩子竟然想这么多，无路可走。如果有路，他想去哪儿？看着前面慢腾腾往家走的蓝潇潇，跟在他身后的陆志轩看着他那样无精打采的样子，嘴角竟然又不自主地挑了起来。臭丫头，在惹我怜悯是吧？潇潇，过来。正当蓝潇潇心中十分抗拒着回家之时，他打眼一看，原来是住陆家隔壁的张二狗，
张二狗的娘与孙青梅一样是寡妇，或许是张二狗看多了男人进他娘的屋子，才12岁的他就懂得了男女之事。见着蓝笑笑长得好，又知道孙青梅虐待他，于是时常会偷偷摸摸的给他弄点吃的。这孩子可不是个好东西啊！你想干嘛？张二狗举举手中的包子，快来，我家做包子了，这是我给你留的。笑笑，你不是最喜欢吃我娘包的包子吗？一听这话，蓝潇潇想骂娘了。哎呦，吃你包子的是蓝笑笑，不是我，不是我呀！我不要，张二狗，你自己吃吧。笑笑啊，你真的给坤子当媳妇儿了吗？这话一落，陆志轩刚好走到了蓝潇潇的身边，顿时脸一僵。二狗，你刚才说什么呢？坤子，我没问你，我只是问笑笑。笑笑，你告诉我，你真的准备给坤子哥当媳妇儿了吗？二狗，你胡说什么呀？我什么时候说过这话？这是我哥哥，我怎么能给哥哥当媳妇儿？你傻了是吧？不是，可杏花说的非常清楚，这话是笑笑亲自对他说的。张二狗不信。你要不是准备给坤子哥当媳妇儿，为什么不接我的包子？娘哎，蓝笑笑，你一个8岁的姑娘家，竟然就知道找相好的了？哎呦，让我死了算了！蓝潇潇又气又怒，我才没有说呢，是杏花想给我哥哥当媳妇儿，她看我哥哥对我好，她嫉妒呢。他是什么样的人，你难道不知道吗？二狗，我告诉你，你跟杏花当朋友，以后就再也不是我蓝笑笑的朋友了。哈？笑笑，不是，我没有跟他当朋友。我不管，反正以后我只跟哥哥好，我不理你了。哥哥，你要相信我。原本陆志轩对蓝潇潇的好感瞬间消失了，甚至心中那点厌恶感又浮了上来。走吧。哎，蓝潇潇抬腿就走。笑笑，我真的没有跟杏花当朋友，我是喜欢你的。死孩子，你这是想害死老九成？张二狗，我已经跟你说了，我不跟你当朋友了，以后我只跟我哥哥当朋友，我也不要你喜欢了，我哥哥会喜欢我的。这不成逻辑的童言童语，陆志轩没觉得有毛病。你不喜欢杏花给我当媳妇儿？陆志轩突来的一句，差点把蓝潇潇给吓死。不喜欢。为什么？她不漂亮。娶媳妇儿这么漂亮做什么？人好能干就行了。我的个天哪，这少年后来一直不成亲，难道是因为杏花没嫁他的缘故？你这样看着我做什么？难道我说错了吗？小小年纪，你知道什么叫做当别人的媳妇儿吗？小小年纪，对啊，他小小年纪想这么多做什么？哥哥小强人，我怎么就不知道啦？当别人媳妇儿就是从自己家到别人家去住，然后和别人一起吃饭、睡觉、干活。那女子为什么要跑到别人家去当媳妇儿呢？为什么呢？对了，因为别人家会给娘很多聘礼，所以当娘的就把女儿送给别人。世间男子要是没有聘礼，谁能娶到媳妇儿？为了蓝潇潇不被骂，陆志轩带他到田头摘了一大把的猪草才回来。大约是孙青梅早上爽了，他们进门的时候，两口子还在睡觉。爹娘，拿点米出来，水已经烧开了。梅儿，天大亮了，赶紧起来。哎呀，叫魂儿啊！一餐不吃就能饿死你是不是？老娘累了这么多天，难得睡个懒觉，你就来叫，烦死人了！你是今天早上累坏了吧？去，先把粥煮上，一会儿我来烙饼子。本来孙青梅是有起床气的，可一看女儿这么听话，加上院子里陆家人都在，她装起了慈母。潇潇，去看看鸡窝里有没有鸡蛋，娘给你烙鸡蛋饼。难道今天是下红雨了吗？不，一定是那陆十良功夫太好，让他身舒心畅。哥哥，今天有鸡蛋饼吃哦。笑笑姐，一会儿给我吃一块行不？水仙妹妹，你家也养了好多鸡，你去与你娘说，她肯定会给你烙鸡蛋饼的。娘，你说我说的对不对啊？这是赤果果的挑拨呀！哼，果然是他闺女，就知道他娘的心意。那个不要脸的陆十良，被他一个眼神就勾到了手，一次200钱，能吃好多的肉，还能置办件新衣裳。潇潇说的对，水仙，你娘养的鸡比我养的多，一天别说吃2个鸡蛋，就是一天吃10个鸡蛋，她也是吃得起。而且上回你姐姐回来送那么多好东西，这可是吃不完呢。娘，我们也烙鸡蛋饼好不好？哎呀，是啊，大嫂，鸡蛋这么多，又是孩子们帮着喂养的，可别这么省啊！哼，吃，一天到晚就知道吃，你属猪的啊，干活没你的份，吃就有你的份。你要吃鸡蛋饼，就去给你二婶子当女儿好了。2个鸡蛋引发了隔壁母女大战，孙青梅格外高兴。陆十良出来的时候，他还特意给他抛了个媚眼，看得蓝潇潇冒黑汗，绝了这女人！一场春雨下后，他有点急了。再过几天，那地瓜绝对会发芽了。这东西迎风就长，不出几天苗就出来了。哥哥，你说的地在哪？我们要尽快下手，季节不等人呢。想起那地瓜的味道，还有这2天吃了之后并无任何不良反应，陆志轩已经肯定了那地瓜的价值。我下午带你去啊，就在大山附近，还是庆奶奶家那边林子后面，那里靠山太近了，村里人不敢靠近。本来下午他还想去找阿生爷爷学点药理知识，想想还是饱肚子重要。笑笑，这是我舅舅来串门送给我的，只有几只，我偷了一个出来给你尝尝。自从来到这个世界以后，蓝潇潇还没见过苹果。张二狗，我不要，
以后你也别给我送吃的了。笑笑，你怎么了？以前我送你吃的你不也吃了吗？你说你没有准备给坤子哥当媳妇儿，那你为何不吃我的东西了？吃吧，他不要你当媳妇儿，我要你当媳妇儿。死小子，人家蓝笑笑也不就吃了你2回东西吗？吃你点东西就想换个老婆，你脑子有病啊！蓝潇潇被眼前的张二狗给烦死了，烦得他直接想弄死他。么的，一个个爹的都跟本姑娘有仇啊！有的事儿还真得说清，否则后果不堪设想。张二狗，我与哥哥是兄妹，自然不可能给他当媳妇儿的，我比谁都清楚。可是我也不会给你当媳妇儿，因为我要一直的跟着我哥哥混。以后我哥哥是要出去当大官人的，肯定不会在这个村子里住。你别来烦我了，你去找别的媳妇儿吧。我看那杏花就不错，他爹是村长，你要是找了他，在村里就能横着走了。笑笑，我只喜欢你，反正你又不能给你哥当媳妇儿，你总得嫁人吧？我会对你很好的，你长大了就嫁给我行不？看着陆志轩阴着脸走了，蓝潇潇想一脚踢死张二狗。我说了我不喜欢你，听清楚，张二狗别来烦我。说罢他拔腿就跑。哥哥等等我，哥哥，有2次我实在是饿得慌了，他送我东西吃，我当时真没多想。哎，蓝笑笑，算是我欠了你的。哥哥，你听到我说话没有？我没有跟张二狗讨东西吃，是他主动给我的，真的。正看见大山脚下老人家一个人在田里干活，老人家只是挖坑把种子埋好。庆奶奶，怎么只有你一个人？他们有别的事，只剩这几垄地没种完，我一个人就能可以。亲奶奶，我们帮你吧，我和哥哥力气大，而且我哥哥种地可厉害了。听了这话，陆志轩脸上的神色果然变得柔和了许多，二话不说就下了地。哎呦，不用，坤哥，你自己去忙吧，我只剩这2垄地，哎呀，自己来。亲奶奶，你坐下休息会儿，我们兄妹很快就种完啦。前几天种地，蓝潇潇厌烦的要死，第一次发自内心的喜欢，两人配合默契。庆奶奶坐下休息，欣慰的目光看向他们，心中感叹。等种完了田，兄妹2人来到了老人身边，刚要告辞，蓝潇潇突然听到老人肚子咕咕响起来。庆奶奶，你饿了？庆奶奶无力地站起来，感叹地说：早晨没顾上吃饭，就来这儿种地，我该回去做饭啦。这距离村子里还有好远的距离，老人家回去还要做饭。地瓜即将种在老人家田地旁边，蓝潇潇很快拿定了主意，低声对陆志轩说：哥哥，请庆奶奶吃几个地瓜好不好？陆志轩深邃的眼神看了他，微微点点头。他立即拉住庆奶奶的手摇晃起来。奶奶，你别回村子了，我们请你吃好吃的好不好？一听到请他吃东西，庆奶奶昏花的老眼看向他：潇潇，奶奶家里有吃的呢，你们就别费心了。老人家这是不相信他呢。蓝潇潇急了，立即搀扶住庆奶奶。庆奶奶，你坐在田埂上，等我们一会儿就回来。奶奶，你就坐这儿休息一会儿吧。哎，好吧。庆奶奶坐在田埂上，看2个孩子往山的方向走。陆志轩还拎着把锄头，都说这山上有鬼，家里的地靠山不远，都不敢上去，他们去做什么？坤哥，潇潇，你们干嘛去？回来！蓝潇潇回头笑了笑。庆奶奶，你老人家不放心，就和我们一起去，我让你吃点好东西。还好东西？这山上除了草就是树，能有啥好东西？庆奶奶心中疑惑，到底不放心这2孩子，急忙迈腿追上去。哎呀，坤哥，潇潇，你们怎么知道这东西能吃呀？会不会有毒呀？奶奶，你放心，绝对没毒，这是我在书上看到的，没想到我们这的山上也有。据说大前国西边的西流国人就是靠这个当主食的。我打算把红薯挖出来种上，听说它抗旱抗涝，适应能力强，亩产能达到上千斤。听了这话，庆奶奶顿时大吃一惊。平时他们种的麦子亩产才150斤左右，产量最高的是苞谷，大约是有500斤左右，没听说过亩产上1000斤的，既能当饭吃又能当菜吃的好东西。孩子，快给我看一下，这是个什么宝贝？陆志轩递给庆奶奶一个大地瓜，又给了蓝潇潇一个，剩下的放在食梁上大吃起来。庆奶奶看到2孩子脆生生的吃着地瓜，这东西还散发出了淡淡的清香，她也小口的品尝了一下，感觉这地瓜是相当的脆，有种淡淡的甜香味儿。哎呦，好吃！庆奶奶，我哥还说地瓜可以煮炖烤了吃，还可以晾成地瓜干、地瓜丝，青黄不接了再吃。他已经把办法教给我了，等秋天地瓜丰收的时候，我给你做吃的。好孩子。庆奶奶，这事你千万保密了。这次我发现的种子不多，种不了多少地的，我怕别人眼红，等秋天地瓜大丰收了再说。村里人什么德性，庆奶奶活了几十年，比谁都清楚。平时没有瓜葛吧，大家你好我好大家好，谁也不犯谁。可一旦是牵扯到了利益和好处，为了一条田埂、一锄头之地的菜土，恐怕都能打个头破血流。好，我绝对不说。还是读书人有本事。坤哥，我看出来了，你是做大事的人，以后有了这东西，
大家都不会挨饿了。陆志轩和蓝潇潇很快吃饱了，庆奶奶牙口不好，在细嚼慢咽。蓝潇潇看陆志轩拎着锄头继续挖地瓜，笑眯眯地说：“奶奶，你坐在这里慢慢吃，我去帮哥哥把地瓜装在草袋里。”哎呦，好，你们忙啊。哥哥，挖齐了吗？陆志轩嗯了一声，他割了点草，正想编草袋子，被庆奶奶喊住了。坤子，我这有布口袋。陆志轩接过布口袋，感激地说：“谢谢。”哎呦，你这孩子和我老太婆客气什么？看陆志轩往口袋里装红薯，他立即过去帮忙，一大半红薯都装进了袋子。陆志轩扛起来就走，连一只都没让他拿。看到陆志轩扛着袋子往前走，蓝潇潇心里美滋滋的。见他走远了，他急忙把剩下的几个小地瓜用衣襟兜好，心情大好。亲奶奶，我们也走吧。梁笑笑，你在做什么呢？拿2种出气，你还真行啊！顿时跌坐在地上，拿2种出气，他以为自己在糟蹋东西吗？看着怒容满面的少年郎高高举起的锄头，蓝潇潇顿时吓傻了。他这是想用锄头拍死他吗？哥哥，这地瓜要切开了再种。撒谎！你在山上不是说要整个种的吗？你到底想做什么？哥哥，当时没有猜到，其实这样种更科学。你看，这里有地瓜芽，埋在地里就长出来了，还节省材料呢。他连说带比划加上示范，感觉周围的威压逐渐的减弱。你们在做什么？终于，不远处的庆奶奶感觉气氛不对，走过来和颜悦色地问：“庆奶奶，没什么，我在叫笑笑把种子处理好，省得他浪费了种子。”见过不要脸的，可没见过这样不要脸的。这个人纯粹就是一个精分啊！哎，还是读书人有本事呀，知道这种种法，这样一来就能省下好多种子啦。庆奶奶夸奖了，百无一用是书生，所以我会注意这些事的。毕竟家中就这情况，要是什么都不懂就死读书的话，只有饿死的份了。哎，家家有本难念的经，我家已经很乱了，可是你家呀就更不用说了，做人难啊，想好好的做个人更难。这话一落，陆志轩抬头：“庆奶奶，你家出什么事了？”庆奶奶一听摇摇头：“哎，不想说，一说起来就是烦心。孩子，你们还小，别管这么多了。”庆奶奶，我不小了，把你的难处说出来，或许大家想想办法能解决的。哎呀，这日子真不好过，我得快点长大才行。擦了把汗，蓝潇潇非常有眼见地搀扶着庆奶奶坐下休息。庆奶奶，我哥哥说的对，你有什么难处说说，或许哥哥真的能想出什么办法来解决呢？哎，前不久我那婆婆走了，分家就上了桌面。这时代讲究一家人长者在，不分家，最多分锅而食。坤哥，你说这不是欺人太甚吗？远去一点挑水吃也就算了，可这口气呀，我老婆子真吞不下。在张家当了30年的媳妇儿，婆婆走了还得受小叔子的气，你说让我这日子怎么过？锁大半边的井盖，别人有桶也打不了水，不对不对，这个桥段他在哪儿听过？庆奶奶，你想出气吗？当然想出气呀，潇潇有主意。庆奶奶，我们以前在村里的时候听过一个爷爷讲故事，要不你也试试？好啊，潇潇丫头，快说来。见陆志轩的眼光也看向他，蓝潇潇嘴角挑起：“庆奶奶，故事发生在一个叫东汉的年间。”等他把故事说完，不止庆奶奶傻眼，就是陆志轩也震惊，在自己这边井里拉屎，这井水还能吃？不过这对付恶心人却是个最好的办法。庆奶奶，这事做的，既然他不仁，你又何必要义呢？让铁头叔去做，他胆子大些，到时分家时，这分家契上都写明了吗？写了。庆奶奶，马善被人骑，人善被人欺，长连叔爷这人确实是太小心眼了，不好好教训他一阵，你们家住在一个院子，以后日子是没法过的。谢谢你们两兄妹，我知道怎么做了。简单算了算，这块地应该有1亩多点，至于地契，还是让陆志轩去想办法，这都与他没关系。袋子里还剩下20来个能吃的地瓜，陆志轩扛起来往回走，蓝潇潇拿起2把锄头，和庆奶奶边说边慢悠悠地往村里走去。哎，坤哥，这是啥东西？哎，是不累了？娘本来想去沙地里看看，可忘记带水桶了，要不这个东西我帮你拎回去。冷冷地瞟了一眼贪婪的孙青梅一眼，声音是一如既往的清冷：“这是庆奶奶的东西，我帮她拎，你放着。”庆老婆子家的东西，这怎么可能？孙青梅知道这继子与村子里的几个长辈关系非常好，顿时脸一拉：“坤哥，他家的东西怎么会在你手中？莫不是你想吃独食，故意把好吃的说成是别人家的东西吧？”我说是就是，我的事你离远点，否则别怪我无情。坤哥，你这话再说一次试试。你就算不是我生的，至少现在我才是陆家的女主人，你是陆石柱的儿子，如今就是我的儿子，该
敢顶撞长辈，你这书读狗屁股眼里去了是不是？如果被自家贪婪的娘发现地瓜，一定会闹得天翻地覆。亲奶奶快走，就说东西是你的。等他们冲到近前，发现两人的战争已经升级，又不敢真去抢东西的孙青梅暴跳如雷。哼，臭小子，别吃里扒外，要搞清楚你是谁家的人，把东西给我，否则我让你爹来收拾你。可这话根本威胁不到陆志轩，他依旧表情清冷。我说了，这东西确实不是我，你还有完没完？放手！放手！这袋子里还不知道是什么好东西呢？难道是这小子从山上弄下来的野物？看着鼓鼓囊囊的样子，绝对是只大家伙。石柱家的，你抢什么抢？坤哥这孩子心眼好，帮我拿东西。哼，老东西，看你满脸皱纹，竟然勾搭我们家少不更事的孩子，你还要不要脸啊？这给你的，我看是这小子偷偷送给你孙女儿的吧？静奶奶被气着了，顿时冲过去，啪的一声，狠狠地打了孙青梅一个耳光。哇哦，没想到亲奶奶老当益壮，竟然如此给力，太棒了！快多打几个巴掌啊！石柱家的，你怎么像条疯狗，见谁咬谁？我活了50多岁，脸不是被你踩的，你诬赖我就罢了。好好的孩子被你糟蹋成什么样了？你还配当他们的娘吗？被打脸的孙青梅好似暴怒的狮子，扔了手中的篮子，不管不顾的跳脚往前冲。你老东西，你敢打我！你别没事长抽。看到继子世人般的目光，孙青梅突然有点害怕。此刻身边的人明显都偏向老家伙，自家女儿笑笑更是吃里扒外的货。她一屁股坐在地上，拍打着双腿，一哭二闹，大声哭嚎起来。大家快来评评理呀！老东西小崽子联合起来欺负人，我不活了！看着地上打滚的女人，陆志轩黑着脸对庆奶奶说：“奶奶，我们走。”听到哭嚎声，已经走进小树林的陆家老大匆忙走过来，他可不能提了裤子不理人，否则下一回就偷不到腥了。弟妹，这是咋了？大伯，你可要为我做主啊！这老东西打我，我家狼心狗肺的小崽子帮忙，我不活了！坤哥，给我站住！给我说说，今天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你是读书人，不敬尊长可是大事。一开口就以读书人的名声来威胁他。大伯，你看清楚了，我怎么不进长了？我是打了他，还是骂他？这眼神冷得陆时良一个冷震。妈呀，这臭小子小小年纪，眼神怎么这么阴冷？这眼神很像刘氏，他虽然很娇弱，可眼神却是非常的凌厉。只是在孙青梅这个美人面前，陆时良不愿意认怂，他虚张声势地说：“我看清楚什么？你娘又不是不讲道理的，你如果不是不敬她，她能这么伤心哭泣？虽然她不是生你的亲娘，名誉上还是你的母亲吧，怎么能够帮着外人欺负她呢？不许走，准备给她赔礼道歉。”我跟她道歉，她配吗？孙青梅一听，又嚎啕大哭起来。我怎么这么命苦啊！坤哥，你这书读到狗屁眼里去了是吧？赶紧给我道歉，否则如何呀？打我！陆家老大，石柱家的信口雌黄，我只是教训他几句，他撒泼和这孩子可没任何关系。小崽子，胆子不小啊！联合外人欺负母亲，你爹不在，我管教你，让你知道长幼尊卑。大伯，我敬你是长辈，就此罢手吧。罢手，死小子！今天我要不好好教训你，你会知道什么叫长，什么叫尊吗？既然大伯是非不分，非要为一个弟妹教训亲侄子，那就来吧。既然大伯是非不分，非要为一个弟妹教训亲侄子，那就来吧。说动，手一松一弹，通通通几个乱窜，陆时良向前几步一冲，砰的一声跌倒在地上。你这个死东西，竟然敢动手打长辈，我打死你去！明明是他自己没站稳栽倒了，却怪坤牙子。就在陆时良爬起来冲到陆志轩面前要教训他时，庆奶奶一下把陆志轩拉到身后。陆时良，你配教训他吗？陆时良在孙青梅面前丢了脸，顿时觉得特没面子。他双眼狠厉地看着庆奶奶。堂亲婶子，看在你一把年纪的份上，我不跟你动手。走开，这是我陆家的事，与你无关。哼，你陆家的事，明明是这个不要脸的女人想抢我的东西，坤牙子不过是帮我背回来而已。你不讲个公道，竟然听信这女人胡言乱语，就要教训孩子，你配吗？脑子热了的陆时良今日就是想在女人面前当个枭雄了，冲着庆奶奶就是一阵吼。配不配是我的事，你走开。今天我不好好教训他一阵，他不知道马王爷有几只眼，真是无法无天了。今天连亲大伯也敢打，明天是不是连亲爷爷都敢打？庆奶奶真心可怜陆志轩，这么一个好孩子，竟然被人欺负到这份上。我不管，今日是因我家的事起，你就不能乱来。坤哥，我们走。一听要走，陆时良立即拦住了。敢走？试试。一个要走，一个不让。就在僵持不下之时，从村子里跑出一大一小两个人，小的在前面跑，大人在后面追。他们不是别人，正是张二狗和他的寡妇妈李秀琪。李秀琪边跑边骂：“你个小没良心的，才多大就知道讨好别人，拿老娘的东西送人！哎，
你给我站住！听到没有？哎呦，这出啥事儿了？陆时良曾经也想与李秀琪来一腿，只是他一心想嫁给自己的二弟，根本就不鸟自己，于是心中恼怒他很久了。不关你事，你教你的儿子，我们在做什么与你无关。与他无关。突然，他看到了倒在地上的孙青梅，而且他似乎嚎过。看着孙青梅脸上还挂着泪痕，李秀琪的心情瞬间就好了。哼，今天有戏看啊！陆时良竟然给这骚妖精出头。孙青梅，你真的好本事呀！养女不教，小小年纪就学着勾搭我家二狗。你这个勾三搭四的货，不会又是勾搭上你这个大伯哥，让他替你教训坤哥吧？去，你还真不要脸！陆石柱这龟公真是活该。好，勾引得好，多睡几次，再生出2个野种来，好卖银子。这脸打的真当是啪啪的响啊！刚才孙青梅诬陷庆奶奶勾搭养子，如今被人指着鼻子骂，顿时孙青梅的鼻子都要气歪了。更让她郁闷的是，这话正中心病啊！你这个臭婊子，自己有多烂，难道就没摸摸屁股吗？血口喷人，我与你拼了！两女人快速的厮打到一块儿，陆时良一见傻了眼，明明是他在教训侄子，怎么转眼间就变成2个女人打架了？他快速冲过来拉架，别打了，你们这是干什么？怕没有人看到是不是？快给我住手！可2人有着抢夫的深仇大恨，李秀琪比孙青梅高大，自然力气也大，哪里肯听？一个巴掌下去，孙青梅的脸就肿了起来，然后头发也被对方抓住，你来我往，鬼哭狼嚎，好不热闹。眼前这情景让庆奶奶和陆志轩等人面面相觑，这场架打得也太莫名其妙了吧？这2人有什么深仇大恨？蓝潇潇一看今日孙青梅吃了大亏，虽然她心里是乐开了花，巴不得这李寡妇多给她几巴掌，可脸上却是一脸惊慌的大叫着：婶子，别打我娘！大伯，快救救我娘！娘，你小心些！大伯，快救娘！狗，我得罪了你吗？你为什么要这样害我？我什么时候对你勾三搭四了？以前与你说过话，那也是因为你像哥哥我才搭理你。可我对你说过什么让你误会的话了？笑笑，我根本没有乱说，都怪那王巧云，都是她对我娘胡说八道。我娘发现家里苹果少了一个，就揪着我耳朵追问，我不想让娘生气，跑出来她就一直追我，没想到在这里遇到了你。那个苹果她没要啊，怎么又赖到她头上来了？蓝潇潇气愤地骂：二哥，我可没吃你苹果，你凭什么让我挺杠？你跟我说清楚，那苹果到底哪儿去了？谁吃了？一五一十告诉你娘，否则以后不许叫我的名字。啊，不让他叫他，那怎么行？见蓝潇潇真生气了，张二狗差点哭了。笑笑，你是没吃，我把苹果送给别人吃了。可王巧云说我经常给你拿吃的，我娘以为苹果也是你吃的。那啥，以前你不是经常吃我送的吃的吗？也不算冤枉。这个蓝笑笑真当是太好吃了，要是蓝笑笑还活着，蓝潇潇是真想留个这么大的烂摊子给他来收拾。他就怕这事儿被未来的首府大人知道，让他再次的厌恶他。如今正撞到枪口上，蓝潇潇不敢看黑着脸的陆志轩，他也不好意思骂这老实的张二狗，只得说：张二狗，当初是你非得给我吃，还说你只不过是看我可怜。说实话，我也是快要饿死了才好吃，以后我会把东西还给你的。从此你见着我不要再说话了。听了这话，张二狗发现自己里外不是人，娘亲怪他，蓝笑笑也要和他断绝关系了。他是真心喜欢这个小姑娘，也想把自己好吃的都分给她吃，可为什么会成这样呢？正想继续解释，突然发现旁边2个女人的战争已经升级了，有陆时良的掺和，孙青梅很快就扭转了局势，李秀琪明显吃亏了。张二狗一看娘亲只有挨打的份儿，立即上前帮忙。陆时良，你居然帮这个贱女人欺负我娘，我跟你没完！说完，他捡起地上的树枝就朝陆时良身上狠狠地抽去。娘，快起来，别让他们踩着你了。孙青梅一听，抬头恨恨地瞪了女儿一眼。哼，你个死丫头，那小子都知道来帮忙，你为什么不来帮我啊？蓝潇潇心想，我帮你毛线呢？你有野男人帮，我这小弱鸡过来，万一被你们踩死了，我找谁申冤呢？娘，刚才我怕过来给您添乱，我这小胳膊小腿打人都打不痛，我来能做什么呀？万一被他们撞伤了，还得出银子看郎中。娘，我不是不想帮你，是怕给你帮倒忙，所以就求了大伯来帮你啊。就在这时来了几个人。哎呦，这是怎么了？石良怎么与娘们打起来了？这可太不好看了。陆时良是个非常要面子的人，他什么里子都可以不要，可这脸子死要。一看到有人来，立即不敢下死手，只得狠狠的一甩，顿时李秀琪被他甩到了地上。张二狗看他娘这惨样，什么都不顾了，冲过去想把跌倒在地上的娘搀扶起来。娘，你没事吧？
是你这个小混蛋，害我被人欺负。娘，您别闹了行不行？一会儿人越来越多，村里人还不指指点点。娘，我们回去吧，等过2年我再大些，谁也不敢欺负你了。架也打了，人也骂了，他恨恨地爬了起来，对着张二狗一声怒吼：“哼，给我死回去！以后再敢偷老娘的东西，去孝敬那小骚货，我饶不了你！”听了这话，陆志轩的脸色冷漠无情，唯有那双眼中的无情透露他的内心。我跟你们有仇啊！好不容易让这首府大人的心软了些，可你们就来捣蛋，欠了你们的呀！没有管蓝潇潇的郁闷，孙青梅得了便宜，收起眼泪，得意地弹了弹身上的尘土，甚至对陆时良抛了个媚眼。哎呀，他大伯，谢谢你帮忙。有些女人就是泼妇，见谁要谁。坤哥，潇潇不容易，你别迁怒于他，摊上这么一个娘亲，哎呀，真是苦了那孩子。苦什么？那是他的命，什么人给的东西都去吃了，活该。哎，他这不也是恶狠了吗？他变成这样，这也是孙青梅带坏了样啊！你是读书人，应该懂得很多道理，跟什么样的人就学什么样的德行，怪不得他，毕竟这么小，他哪里能明辨是非呢？恶算什么？饿死小事，师姐才是大事。难道这么浅显的道理都不懂吗？庆奶奶出去了，陆志轩站在窗口，静静地看着院子外看着天空发呆的小姑娘，脑子里不断地浮现出这段日子以来她的话：哥哥，饿死了就没命了，好死不如赖活着。哥哥，以后我跟你一派，绝对不再做坏事，不当个恶毒的人。哥哥，活着好难，打死也是死，饿死也是死，没区别吧？哥哥，等我长大了就去酒楼学厨艺，然后给你做好多好多好吃的东西。哥哥，我会帮你赚好多好多的银子，一定给你买厚厚的聘礼，给你娶个又好看又善良的媳妇儿。越理就越乱，一理才发现这个丫头除了怕饿怕死外，就没有别的怕的东西了。直到庆奶奶倒了水来给她喝，陆志轩还在发呆。坤哥，喝杯蜜水吧，这是你石林书涛的蜂窝。虽然他极不爱吃甜，这可是村子里待客的最高待遇了。陆志轩非常恭敬地接着了。谢谢庆奶奶，一直以来都是吃您老人家的东西啊，允宽永远记在心中。别说这样的话，我与你娘虽然差着20岁，可是我与她却是忘年交。你喝吧，这碗呀，我给潇潇丫头去。不必给她喝。坤哥，那丫头太好吃了，得好好教训她一顿。庆奶奶一听，咧着嘴笑了。要是搁在以前，她老人家是绝对不喜欢蓝笑笑的。可现在她觉得这孩子也挺可怜，挺可爱的。不知道陆志轩在庆奶奶屋里做什么。蓝潇潇双眼无神地瞪着他家的门，内心一种无由来的消极感影响着她。不一会儿，终于看见陆志轩走出来。蓝潇潇想迎过去，又不知道要说什么，而陆志轩仿佛没看到他一样，再三自我鼓励一番，心中藏着对自己无比鄙视的蓝潇潇扛起2把锄头追了上去，跟在他的身后像只小狗摇着尾。哥哥，你生气了吗？是不是气我太好吃了？陆志轩冷冷地甩了他一眼，什么话都没说，那眼神冷得让人发抖。这是那个未来首府的眼神，无情而狠厉。蓝潇潇的内心很沉，可嘴却不敢停。哥哥，我错了行吗？哥哥，你别生气，我以后听话不行吗？求求你别生气了，你生气的样子好可怕。哥哥，以后我就是饿死也不吃别人的东西，你就原谅我这一回好吗？这样不说话，双眼无情的陆志轩让蓝潇潇的信心再次消失了。妈妈，讨好人真的好累，这种现状好讨厌。为什么他会变得这样？这不是他，他没有这样没出息，他不是个这样的怂蛋。正当眼泪拦都拦不住的时候，突然肩上一松，随之而来是一声嫌弃。哭什么哭？一点点委屈就哭，你丢不丢人呢？他双眼空洞地看着陆志轩，他是什么眼神，他是什么表情，他是什么口气，他完全视而不见了。这眼神看得陆志轩心头发冷，8岁的孩子怎么会有这样茫然的眼神？想都没想，陆志轩抬手摸上了蓝潇潇的小脸，嫌弃的语气说道：看看脸成小花狗了，看你还怎么见人。少年的手不大，却不冰冷。可是蓝潇潇真的没精力了，不管陆志轩在说什么，反正蓝潇潇根本毫无反应。他这模样有点吓着他了。陆志轩立即把锄头找个地方藏了起来，然后一把抱起眼前发呆的女孩子。以后不许随随便便哭，就是女孩子也不能，听到没有？不许哭！蓝潇潇挣扎着下了地，她后退了好几步，双眼无情地瞪着陆志轩，任凭眼泪往下流。陆志轩，你走吧，从今以后你走你的阳光道，我过我的独木桥。我知道你恨我，如果你想杀了我就请动手，如果你想用更好的办法报仇，我等着。话才落下，小小身子就被人强压着趴在某人的大腿上，手起落下。蓝笑笑，现在你想过你的独木桥了，迟了，给你3巴掌，你记住，是你惹得我这辈子想甩了我没门。陆志轩，你打完了吗？今天你打死我吧，我死了或许就甩不开你了，可只要我有一口气在，我们就从此陌路。再说，我就说你恨我，你早就想杀了我，你打呀你打呀，打死我，18年后又是一条好汉。噗的一声，头顶的人笑了，
他扶起腿上的人，抱在胸口，深呼一口气。以前我是真想杀了你，可现在我下不了手。蓝笑笑，你知道吗？你是唯一一个让我又恨又让我下不了手的人。以后不许这样跟哥倔着，好好听哥哥的话，听到没有？这样温柔的陆志轩书本里没有描述过。蓝潇潇的大脑已经死机了，等他清醒过来，已被人当成孩子般的抱着往了河边去。放我下来，我不要你抱。别闹，今天你不是走了很多路吗？哥哥抱你。眼前这温和的眉眼，绝对不是那个冷心冷肺的首府大人。此时蓝潇潇认定，现在的陆志轩铁定是被人换了。天哪，难不成那边山上真的有鬼？你放开我！你要带我去哪儿？别动，再动的话，我就把你扔河里去。我还能带你去哪儿呢？还能去哪儿？就你这一脸小花果的样子回去啊，还不让人怀疑了？换了，一定是被换了。你是谁？你绝对不是我哥哥。说，你是不是附在我哥身上的厉鬼？我可告诉你，我是去过地府的人，我有催鬼的本事。好了，别玩了，青天白日都能出来的，那还叫鬼吗？那你是山中的山精，想狠狠地拍他一巴掌，省得他疑神疑鬼。蓝笑笑，再敢胡说八道，小心我收拾你！老实给我待着，再乱动的话，你会知道是什么后果。一阵闹收获挺大，收服了未来首府大人的感觉真好。好了，天色不早了，我们赶紧回去吧，要吃午饭了。说到回去，蓝潇潇跳跃的心情瞬间跌落。那个人间地狱似的地方，要是永远不用回去，该多好呀！可那里再可怕，目前的他也得回去。哥哥，走吧。一只半大的手握住了他的小手，虽然不够大，不够温暖，但却有一分可靠感滋生在蓝潇潇的心间。志轩长得越来越俊了，这身材容貌怎么看怎么像是城里学堂出来的，怪不得潇潇都不和二狗在一起了，整天围着你转。这话太恶毒了，这是说他小小年纪就见异思迁，水性杨花了？死女人，你不挑是非，你给我死啊你啊！总有一天，我要让你哭得没心思记得我蓝潇潇的时候。此刻18岁的蓝潇潇绝不是吃素的，忍住心中想一把抓烂王巧云这笑脸的冲动，她冷冷地说：大伯娘，二狗是隔壁的邻居哥哥，可志轩哥哥就是我亲哥哥。我虽然人小不懂事，可也懂得亲疏的道理，我不和哥哥在一起，还能跟谁在一起？大伯娘不是在挑拨是非吧？说完这句话，蓝潇潇把小手放在陆志轩手中，以示他的主权。听完这话后，王巧云一脸鄙视：亲哥，亲个屁！你不过是你娘带过来的一只拖油瓶，连姓都没改，亲什么哥？小小年纪就知道勾引人了，你真了不起啊！大伯娘，你可是长辈，应该知道什么话该说，什么话不该说。既然她进了陆家门，自然就是我陆志轩的妹妹，希望你管好你的嘴，莫让人知道你嘴这么毒，至少你要娶2个儿媳妇呢。好似一股冷意袭来，王巧云机灵灵地打了个冷战。陆志轩拉着蓝潇潇也走回自家屋子，只是两人刚进屋没一会儿，就听到有人回来了。哼，作死的丫头，把我的脸都丢尽了，滚出来！怎么办？他可不想被打。于是蓝潇潇不管不顾地冲进陆志轩的房间。哥哥，救命啊！此时陆志轩正坐在床上看书，他淡淡地看了一眼一脸紧张的蓝潇潇，意味深长地说：我爹在家。听到未来的首府大人这样说，他的心顿时又凉了。刚才熊孩子还对他很好，如今却想把他推出去，难道刚才他抱他牵他教他玩都是假的吗？蓝潇潇不信，他要赌。他一步步往后退，一脸不可置信地看着陆志轩质问：哥哥，你是说让我向陆石柱求情，真的吗？如果你说是，那我现在就去。看到这眼神，陆志轩的脸色微微变化，立即跳下床，拉住他冰凉的小手，用恨铁不成钢的语气说：笨蛋，我是让你挨打以后。蓝潇潇顿时明白了他的意思，冰冷的心瞬间暖了。他赌赢了，未来的首府大人这颗顽石心脏已经被他融化了一点点了。打死人了啊！我叫你叫，我叫你叫！死丫头，不好好教训你，你就得把我的老脸都丢遍全村了。那个该死的张二狗就有那么好吗？你这个好吃的死丫头，怎么就不去死呢？我打死你算了！孙青梅的力气虽然比不得个男人，可她也真是下了狠手。顿时蓝潇潇觉得自己屁股热辣辣的痛了起来。这毒妇，你的心铁定是石头做的。娘别打了，打死人了！救命啊！吵什么？睡觉都被吵醒了。话刚说到这儿，陆石柱就看见小妓女露在外面的胳膊，像苍蝇般的盯了一会儿，双眼顿时亮了，脸上顿时浮现出色眯眯的笑意。潇潇，来爹这儿，你也是整天弄个鸡飞狗跳，都不能安生过日子，看把好好的孩子给吓的。哼，滚进去换件衣服，没羞没臊的货。蓝潇潇听到这赦免令，好似鱿鱼般冲进了卧室，快速关上了屋门。吃饭时，蓝潇潇偷偷观察全家人的表情，陆志轩永远阴沉着脸，孙青梅却是一副恨不能一脚把他踩进泥里的表情，只有陆石柱看起来和善许多，双眼不时打量蓝潇潇。潇潇，把这鸡蛋吃了，你这身子实在是太瘦了。说话间，把鸡蛋放到蓝笑笑的碗边，那一脸的馋笑看得让人恶心极了。
这咸鸡蛋是孙青梅精心腌制的，却从来舍不得吃，只是偶尔给一家之主打打牙祭。蓝潇潇忍住心中的翻腾，仿佛一脸受宠若惊的表情，抬起头来怯怯地看向对面，正对上孙青梅怨毒的目光。果然，这孙青梅烂是烂，她还是有点怕陆施主的。未来的首辅大人眼神果然就是厉害。娘，您最辛苦，你吃吧。两个孩子走了，陆施主脾气就上来了。孙青梅，刚才在孩子面前你在胡说什么？我胡说了吗？你心中在打着什么龌龊主意？别以为我不知道，可告诉你，这死丫头是我养来卖银子的，可不是养来给你当小的。你胡说八道，她才多大点？再说是你的亲生女儿，和我女儿没什么两样。孙青梅，我陆施主是这样的人吗？他不是这样的人，他要不是这样的人，他愿意把头给他当椅子坐。想到今日被李秀琪打了一阵，孙青梅心头就火起。哼，你是什么样的人？别以为我不清楚。前几天晚上你半夜跑哪儿去了？孙青梅，当时你进我陆家门的时候是怎么说的？你不是说过你会当一个大度的女人，不管我的事吗？如今我的粮，我的银子都在你手上，还想怎么样？那几天你身上不干净，我这里难受，找个女人解决一下，怎么了？谁家中有斗余粮，不想那个小的在身边伺候着？我没纳人进来，只是趁你不方便之时打个野食，这你也管？面对这男理直气壮的模样，孙青梅是又恨又怨。知道了，我说了你就乱想，你就是爱乱想。一个8岁的孩子，我还能怎么样？行了，一会儿吃完了陪我去睡会儿。孙青梅嫉妒地瞥了一眼身材壮实、皮肤黝黑的男人一眼，果真是个大色鬼。他这是一天没女人都过不下去了。笑笑妹，你看我这件衣服怎么样？蓝潇潇头脑转了下，很快想明白了，这衣服一定是菊花的。不错，你姐的吧？嘿，笑笑你真聪明，我姐姐和大哥都说你心眼多。水仙恭维的语气说，杏花却探头看过来，眼角眉梢看向蓝笑笑身后的陆志轩。他和菊花有过节，在蓝笑笑的记忆中，还是蓝笑笑的时候就不太爱理那陆志成，因为王巧云的眼光好可怕，他不敢去招惹他。可他为什么这样说自己呢？陆志轩从后面过来，想从3个女孩边上绕过去走出院子，被杏花拦住了。他忽闪着大眼睛，一脸娇羞地看着陆志轩。志轩哥哥，那件事你考虑的怎么样了？我爹今天还问我了。听到杏花的问话，蓝潇潇很快就反应过来了。杏花这是用水仙当成挡箭牌，实际上醉翁之意不在酒，是他来找陆志轩的，暗恨自己这几天光顾讨好未来的首辅大人，却忘记问他杏花找他到底有什么。水仙，杏花好神秘啊，他有哥哥说什么秘密啊？你问这么多做什么？不做什么呀，可这是我们的哥哥，与别人有秘密，是不是觉得好奇怪？你说杏花是不是想给我们当嫂子呀？笑笑，你胡说什么呀？他还这么小，哪有这样的想法？再说他们家条件可比二叔家好多了，这绝对是不可能的事。可我哥哥长得好看呐，有读过书，要是他不想当我们的嫂嫂，总凑到哥哥面前做什么嘛？才不是呢，他找二哥是有正经事的。什么正经事啊？正经事无不可对人言。哼，可他这样神神秘秘的样子，我就觉得不是什么正经事儿。当然是正经事啦。杏花与二哥在说的是，水仙不许胡说，再说一个字，我答应你的事就黄了。杏花姐，我什么都没说，你答应我的铜板一个都不能少呀。蓝潇潇差点笑喷了，水仙这丫头果真好糊弄，几个铜板就把她玩得团团转。杏花看陆志轩走出去，狠狠的一跺脚，瞪了水仙一眼，气急败坏的追了出去，并喊着：志轩哥哥，等等我！杏花答应给你5个铜板，你就听他的，傻不傻呀？以后要10个。笑笑姐，谁说他给我5个铜板？他才答应给我2个铜板，才2个铜板你就帮他保密，真是太实在了。他有什么正经事儿，一定是拿鸡毛当令箭。笑笑姐，我不骗你，他真有正经事儿。他爹让他问我二哥，如果还想上学的话，他来劝劝二叔。蓝潇潇这次不淡定了，杏花的爸爸那可是村长，他有事不直接说，还通过女儿，究竟是什么意思？颇有心计的杏花绝不好对付。如果陆志轩真的被这好事打动了心，他想抱大腿的心思就会成为泡影。以那杏花的话，铁定会天天说他坏话。不行，绝对不行！这个杏花不是个好东西。枕头风可是世上最厉害的风，堪比12级台风。水仙，铜板还没到手吧？没有。走，我们找他要铜板去。丝毫不知道被人利用再利用的水仙爽快地答应下来。笑笑姐你真好，要来了铜板，我下回买麦糖的时候给你吃一口。给我吃一口。哇哦，陆水仙你好大方哦！你跑到我屋子来做什么？找你啊。找我？找我做什么呢？我想去洗衣服，想问哥哥有没有衣服要我洗。陆志轩看了看蓝潇潇，发现他眼珠转动，就知道他又在撒谎，顿时眼神闪闪。原来是这样，那行，以后我的衣服就包给你洗了。哥哥放心，你的鞋子我也会帮你洗的。小样儿，我让你知道撒谎的代价。那好啊，那边2双布鞋已经脏了，你拿去洗洗。什么？蓝潇潇死死接住自己想冲过去一口咬死陆志轩的心，那么恶心的鞋子，他竟然真的让他去洗。陆志轩，你还是个人吗？我才几岁啊！坏人，大坏蛋，老光棍。磨蹭什么呢？不会你说的话全是忽悠人的谎话吧？不是谎话，
你还真以为我是个不知疲惫的小蜜蜂啊？我不要做小蜜蜂，上天要掉下洗衣机、洗洁器吧，要不然这臭烘烘的东西，我要被熏倒了。没有老天，也没有空间，神情蔫蔫的蓝潇潇认命地提着熊孩子的2双鞋子与自己的2件衣服，像双打的茄子去了河边。臭丫头，你想干嘛呢？你才臭呢！我想干嘛？我总不会为了洗你2双臭鞋就自杀吧？什么人呢？动不动就骂人。果真打光棍的人呐，自小就有技巧。哎，哥哥，我要把那株东西的叶子摘过来。笑他干嘛？我是让你洗鞋子，而不是让你采花摘草的。采花摘草？你咋不是我拈花惹草呢？熊孩子，你真逆天了！哥哥，那个不是普通的树叶，这种树叶经过搓揉，能出一种泡泡，这种泡泡有去污的作用。真的？真的，一会儿我揉给你看。死小的，你长了至少10个心眼，否则怎么就这么多心啊？要是搁在以前，陆志轩对蓝笑笑的话是怎么都不相信的，可如今他对蓝潇潇的话还是有半分相信的，果断脱鞋下河。回去，我去摘。这么好，哥哥多摘点啊，一会儿我保证把你的鞋子刷得干干净净。知道了，全摘给你行了吧？全摘？蓝潇潇慌忙地说。别，摘一把就好了，留着它慢慢用。陆志轩看了那笑脸一眼，撇撇嘴过了河，不一会儿摘了一把叶子过来。给，一看这一大把的叶子，蓝潇潇开心了。哎，谢谢哥哥。哥哥，你是来看书的吧？那你去忙吧，我来洗鞋子。陆志轩确实是想看书来着，只是拿本书在屋里看不下去，走着走着就到了河边。那你赶紧去看书吧，这个我自己来。这么讨好他，是想他护着他？陆志轩想不明白眼前的小鸡妹讨好他的缘由，他可不是13岁的孩子，真相信了他去了地府就悔过了的鬼话。陆志轩不知道眼前这个小鸡妹究竟是因为什么原因变了，变得与前世根本不一样了，竟然让他无法讨厌她的存在。就算知道自己的心确实因这个小丫头软了，可他要继续看着这个鬼丫头到底在打什么鬼主意。只要她不学坏，他容忍她；如果她要学坏，莫怪他无情。哥哥，你看的是什么书呀？正认真的陆志轩没想到蓝潇潇坐到他身边，立即转头。我看的是策论，你把脖子伸过来做什么？你又不认得字。要说认字，在现代他可是懂3国语言，走过18个国家的。可他这天才到了这书中，面对这些蝌蚪一样的符号，他真的是一个大文盲。我不认得字没有关系啊，只要哥哥认得就行。以后我们家里有哥哥在，就没人敢哄得了我们。他在，他还能在他身边一辈子？以后哥哥你到哪，我也跟到哪。以后他要做的事儿太多，他怎么能跟着？你跟去做什么？我可告诉你，别打这个主意，等过几年好好找个人家嫁，老老实实的给我待在家里。可是嫁人，8岁就想嫁人的事儿，他愁嫁呀，可不能让他有这个想法，要不然他恐怕得当13岁新娘了。我跟去做什么？哥哥，我会做很多呀，我会好好学本事，比如学会做菜给你做好吃的，学会绣花给你做衣裳，多做洗衣液赚银子给你花。哇，哥哥，算来算去让我跟着你，你怎么都不亏的。做菜他会请厨子，做衣裳有绣铺子，银子他会自己赚。不过，可我看你现在什么都不会，万一学不会怎么办？能学会，能学会，只要有人教，我什么都学得会。就是要让我学认字，我保证也能学会。认字？陆志轩眼睛一亮。你说你想学认字？熊孩子，不学认字以后，人家把我卖了，我还真给人家数银子呢。蓝潇潇满脸都是狗屁，而且他发现自己这拍马屁的功夫日益见长了。那亮晶晶的大眼，他恨不得蒸成2个灯笼，声音更是甜得让人不舍得打断。当然啦，哥哥读这么多书，身为他的妹妹，要是大字不识一箩筐，那多没面子啊！哥哥，你教我认字了吧？认字？这毒丫头认为认字这么容易？哎呀，这2兄妹感情还真好呢！哎，你看看，竟然这么亲近。说话之人正是李秀琪，他的身后跟着张二狗。笑笑，你干嘛与坤哥坐那么近呢？难不成你真想给他当童养媳呀？这话一落，蓝潇潇真想一把掐死张二狗。二狗，你胡说什么呢？我跟你说了，他是我哥哥。哥哥，你懂什么叫哥哥吗？让你读书，让你不读书，现在成了个白痴了吧？读书有什么好读的？坐在学堂里听那个夫子摇头晃脑的说着根本听不懂的话，还不如下河摸几条鱼打个牙祭呢。村里只有陆志轩才去过镇上读书，可他又不是你亲哥。你跟杏花说过，你娘带你进陆家的时候就说了，准备让你给坤哥当媳妇儿呢。别以为我不知道你的心思啊！娘哎，那是我气杏花的好不好？看着陆志轩眼中的柔和瞬间褪去，死孩子，不说话你会死呀！哎呀，陆志轩，你这精分，我又不是想死，会想嫁给你，我好不容易拍来的成果呀，就被这张二狗二愣子一句话就毁了嘛！蓝潇潇可不会认输，哥哥，我发誓没有这种想法。我知道哥哥是天上的云，我是地上的泥。哥哥读这么多书，终有一日会展翅高飞，而我永远都只是一个低贱的村姑。我会守本分的。
你别听二狗子胡说八道。你倒是挺有自知之明的，知道你配不上我的好，这样我也就放心了。说罢，起身走人。既然放心，你还走个毛线啊？我配不上你，陆志轩！蓝潇潇留在原地，死死地攥着拳头，一种说不清的侮辱让他愤怒至极。突然，一阵惊天动地的笑声传来。潇潇啊，你这马屁拍在马腿上去了吧？你说的对，坤哥呀是天上的云，你是地上的泥，他可看不上你哟。他怕陆志轩喜怒无常，那是因为他要借着他未来脱离着陆时柱和孙青梅，他要消去他心中对蓝笑笑的恨，让自己的下场不会那么惨。他怕别人，可不代表他怕这死寡妇。婶子，他看不上我，你觉得很开心是吧？可是我也看不上你家儿子啊！这话一出，李秀琪怒了。哼，臭丫头，你是谁呀？还想进我张家门？你做梦去吧！我不做梦，也不进你们张家门。以后婶子别针对我，我知道你对我娘有看法，那是你们大人的事情，别牵扯到我们孩子身上。今天我蓝潇潇在这里发誓，如果我对你儿子张二狗以后抛一个媚眼，就让我终身嫁不出去。看着蓝潇潇离去的背影，李秀琪说不出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。小小的身躯那么的瘦弱，可却站得那么直，那么挺，仿佛不是一个小姑娘，而是戏文中那样一个坚韧不拔的将军。鳗鱼一条，梅干菜2两，生姜料酒。哇哦，这个字真的是慢字吗？这也太可笑了吧！他嘴里边念，手指在大腿上边划。就在蓝潇潇边揣摩边学字的时候，一个人无声无息地走了进来，站在他的侧左脚上方，静静地看着他指手画脚，念念有词。在看什么呢？你认字吗？这样认真？一看是陆志轩，便立即把手中的书放下。对不起哥哥，没有经过你的允许就动了你的书，我马上就放回去。陆志轩扫了一眼书，发现竟然是很早以前别人不要的一本菜谱。你真的喜欢做菜？喜欢毛啊，就喜欢吃菜才对。哥哥，他是教人做菜的书吗？我不认得字，只是看着图在乱猜而已。陆志轩看着蓝潇潇的眼睛，你真想学认字啊？学认字怎么会不想？当然啦，我想要认得字，下雨天我就可以跟哥哥一样看书啦。你又不考科举，看这么多的书做什么呢？闲着也是闲着呀。好吧，陆志轩认输了。小姑娘才8岁，她还能说出什么样的大道理来不成？想要认字可以，但是务必认真与坚持。如果你只是一时心血来潮，学几个字就不学了，我看就趁早别学。而且认字很难，你要想清楚。认字很难，凭她这天才记忆力，本姑娘就是背也得把这些字背得滚瓜烂熟。我今天教你20个字，你这几天记住认了，记住写了，我再教你20个，否则别再求我教。看着陆志轩这臭屁的样子，蓝潇潇一撇嘴，搞什么？教他认几个字，还带这么多条件？18岁的他与一个7岁的小朋友一样，难道连20个字都记不住？不怕，他有现代最先进的记忆法。首府大人，你就准备经验吧。哥哥，我保证1天就会。1天就会？陆志轩以为蓝潇潇想表现自己。好了，就这些，希望你不会让我失望。哥哥，明天你就看着我读给你听，写给你看吧。想要征服这未来首府，蓝潇潇自然要拿出真本事来。第2天早上，蓝潇潇追着陆志轩到了河边草地上。哥哥，可以考我啦。去那边把字写出来，一会儿我来抽查。只是当陆志轩发现这20个字虽然写得极丑，可一笔都没写错，不管他如何抽点蓝潇潇也没认错一个字时，他的眼光变得深沉了。完了，他会不会觉得我去了地府后就变成了一只鬼啊？哥哥，我是不是写错了？你别生气，晚上回去我再练。陆志轩面无表情，语气平淡。不用，晚上回去我再给你20个字。完了，他是不是要试探我啊？蓝潇潇，你这笨蛋，显摆什么呀？你难道不知道这里是个极迷信的世界吗？谢谢哥哥，我一定会努力的。昨天半夜的时候，我发现我自己全部都认得，全部都写得出来时，我就想哥哥一定会觉得我太厉害了，嘿嘿，哥哥被我的厉害吓着了吧？不必如此辛苦，1天认10个好了。1天10个，他得多久才能看懂这时代的书？不过你还是教我20个吧，1天记不齐我就2天，2天不行就3天，要不然天天来吵哥哥会影响哥哥读书的。陆志轩没说什么，可蓝潇潇没想到的是，一场暴风雨在等着他。哼，你个死丫头，过来给我跪下！不知道孙青梅又在发什么病，只见她脸上的铁青破坏了那丁点的美感。一边的陆志浩渐渐地笑着，又出什么事儿了？这个恶女人又在发什么疯啊？看看手中的蘑菇，蓝潇潇跳开一步。娘，你怎么啦？我没去偷懒啊！你看，这是哥哥教我认的蘑菇，他说这个野菜做汤又鲜又美呢，一会儿我煮给你吃。看着女儿篓子里半篓子乌黑黑的野菌子，孙青梅一听说是继子教她采的，顿时心中一喜。别跟我岔开话题，我问你，是谁与你说我把你带进陆家是给那个讨债鬼当媳妇儿的？你竟然敢生这样的心思，老娘我抽死你！娘哎，这是哪个嘴多的货，竟然把这事儿传到这老恶婆的耳中了。还有这喜怒无常的陆志轩刚刚开始理他了，这流言又出来了，这世界是与他有仇啊！娘，能不能听我说完了再打呀？哼，你还想说什么？现在全村子的人都知道你在打那狼崽子的主意，
想哄我是吧？没门儿！见他放下了柳条，蓝潇潇故意压低声音：“娘，我是你生的，我会哄你吗？我与你说，今日故意把这话传到你耳中的人，就是想挑拨我们母女关系呢。这一会儿，他们恐怕是躲在门后看热闹呢。”这话一落，果然陆家大门里伸出了几个脑袋。孙青梅一把拉过蓝潇潇，恨恨地说：“哼，那你说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”娘，我可没说过这种话，我跟哥哥是兄妹，怎么当媳妇儿啊？娘，这人心好毒啊，故意毁我名声，好让我长大了没人娶吧。苍天在上，黄土在下，陆志轩永远是我哥哥，我要赶起龌龊心思，让我天打雷劈。真的？那你为何与他这样亲近？他可不是你的亲哥哥。蓝潇潇闻言，双手抱住了孙青梅的胳膊。娘啊，你的记忆力怎么就这么差呢？我这么做还不是为了我们母女今后做打算吗？你想想我以前给你讲的话，我现在不讨好他的话，以后他有了出息，还能顾及我们两个吗？不顾就不顾，等你长大了，我就给你找个好人家，谁还真靠他了。就知道你这毒女人打的是这鬼主意。娘，我长大了，要是没有家室的话，最多给你赚个100把两银子的彩礼，是不是？哼，你可不能心太大，出得起上100两银子聘礼的人家，肯定是好人家。人家再好又有什么用呢？以我这家世，被人抬进去，至多是个妾而已。人家再好，我也没得份。如果我有一个有出息的哥哥当靠山，谁能保证我不能找个富裕人家嫁了，以后我当家做主呢？这话一落，孙青梅的眼光变了。潇潇，你真的是这么想？眼见大饼见了笑，蓝潇潇越加乖巧。娘啊，我就是这么想的，而且我哄的哥哥教我认字也是有目的的。你说这大户人家的主母要是真大字不识一个，肯定会被人看清的吧？他的女儿长得好又识字，然后让他学些大户人家的规矩，自己再教他一些哄好男人的手段。这个家顿时孙青梅的脑子里就是白花花的银子，一个个的向他飞来。哥哥，地瓜能栽种了，秧苗有点多，您看看亲奶奶与阿生爷爷那边要不要跟我们一起种些？陆志轩并不应他，转个身就出了门。这一日，蓝潇潇背着背篓往山边去，却被拿着柴刀的张二狗拦住了。潇潇，你去哪儿啊？想着自己如今的状况，蓝潇潇厌恶地看了张二狗一眼。你管我去哪？躲开！潇潇，不管别人说你什么，我都喜欢你。滚！别人说我什么，还不是你娘在外面乱说。张二狗，我讨厌你们母子两个，以后离我远点。张二狗不依，我娘是我娘，我是我。潇潇，你是不是去扯猪草啊？我陪你去。张二狗，你没耳朵吗？我让你滚开一点，你听不懂人话是不是？潇潇，滚远点！潇潇，你别走啊！我这就带你去我家，与我娘说，我喜欢你。等你长大了，我要娶你。砰的一声，蓝潇潇来不及甩开张二狗，只见他像条狗似的被人甩在了路边的稻田里。哥哥，陆志轩并没有看他，而是对着张二狗放狠话：张二狗，以后只要让我再看到你纠缠他，我就废了你。张二狗被甩晕了，他根本想不到比他瘦多了的陆志轩竟然能把他甩出这么远。坤哥，他娘卖了你妹妹，你为何要帮他？那是我的事，走。说罢，拖着发呆的蓝潇潇头也不回地往山边去。可如今这喜怒无常的陆志轩又出了手，这是不是代表着他的冷热病已经发作过去了？机会来了，不用白不用。蓝潇潇心底闪着奸笑，小脸却是一脸的垂丧。哥哥，谢谢你，你松开我吧，我要去那边采山笋了。这表情果然让陆志轩抬眼看他。那东西要做什么？吃多了连大便都拉不出来的东西，值得你跑这么远去扯回来？没油的竹笋自然不能多吃，可烧肉有多好吃，他吃过吗？哥哥，我跟你说，这竹笋的吃法好多哟。鲜笋吧，用酸菜加肉末炒来吃，那是开胃又爽口；晒干了用它炖肉吃，美味又香浓。要是把它泡成酸笋，炒一盘酸辣肉丝笋，那可是大肚婆的最爱。看着那闪亮的双眼，陆志轩觉得自己是不是真想的太多？镇上人多有钱啊，竟然出钱买这种山野之物。蓝潇潇抱着孙青梅的胳膊，娘，凡事都不可以绝对嘛，我反正没事，不如就去镇上试试。还有这蘑菇，我们自己也吃了几回，应该也有人会要的吧？蘑菇是真的能吃，孙青梅已经信了。我陪你去。哥哥镇上熟，我与他说卖了银子就买肉回来吃，他肯定会去。这段时间女儿特听话，孙青梅信了。行，不过卖了银子可不能私自吞下了。那当然啊，娘才是当家的嘛，买了肉有多的银子一定交给娘保管。一听说蓝潇潇要去镇上卖竹笋，陆家人都觉得他想银子想疯了，特别是王巧云。怎么去卖竹笋？我看是去勾引对象的。哼，你说什么？你再说一次试试。没有人觉得蓝潇潇的卖竹笋的计划会成功，就是陆志轩也觉得他不可能成功。只不过他正好有事要去一趟镇上。到了镇上，蓝潇潇乖巧地接过了陆志轩背上的背篓。哥哥，你去办自己的事，我去卖这竹笋。陆志轩一抬眼，你知道去哪儿卖吗？当然啦，去有钱人家的门口卖呀，穷家没有也没法吃这个呢。那你知道哪里有有钱人家？一家一家找呀，有钱人家他们家的大门很气派吧？刚赞他聪明，转眼就发傻。有钱人家的大门是随便开的吗？哈，只有电视剧经验的蓝潇潇真懵了。那怎么办？不走大门，难不成走后门啊？去酒楼吧，我带你去。好吧，
酒楼老板比较有钱，酒楼老板是有钱，只是这钱也不好拿。陆公子，说实话，这东西恐怕没人吃啊。掌柜的看着陆志轩一脸为难，虽然这是他家公子的同窗，可也不能买些没人吃的东西扔在那儿吧。见人家拒绝，蓝潇潇想了想，掌柜伯伯，如果有人吃，那这东西你收吗？陈掌柜的苦笑着，小姑娘，有人吃当然收啊，就怕没有人吃，特别是这蘑菇，以前没人吃过，恐怕你说能吃也不敢吃啊。蓝潇潇笑了笑，掌柜伯伯，一会儿中午的时候，我用这2种菜做2盆，我先当着众人的面吃了，然后请他们免费品尝，您看行吗？这2盆菜的配菜得您出，但是如果有人愿意吃这2种菜的话，这2种菜的各式做法我免费奉送。行，那一会儿你做吧。蓝潇潇要了一个灶，要了几根骨头和一些酸菜、辣子、姜葱蒜。陆志轩办完事已是中午，他买了几个包子带去了酒楼。此时酒楼的生意早已开始了，他四处找那个小身影。哥哥，这里。陈掌柜一看到陆志轩，赶紧过来了。陆公子还没吃饭呢吧？你妹妹给你留下2个菜，老朽叫人来帮你打碗饭上来。这时陆志轩点头，多谢。蓝潇潇做的菜很简单，一大碗饭，陆志轩没停口，全吃了下去。可以回家了吗？蓝潇潇扬起小脸，哥哥，我们先去买肉吧。买回几根骨头，被孙青梅狠狠地骂了一阵。不过晚上香菇骨头汤喝得他是眉开眼笑。以后没什么事，你们兄妹就去山上采竹笋、捡蘑菇，肉就别买了，以后就买这骨头吧。余下来的大钱，等过年我给你们做新衣。蓝潇潇把晒好的大小竹笋与香菇干送去酒楼后，教了这干笋与干菇的做法，商定以后只送干货。哥哥，这整锭的银子你去放好，这零碎的就给他吧。陆志轩看着手中2锭10两的银子，他再次用深沉的眼光看着蓝潇潇。都给我放好，你就不怕我不还给你了？还个毛线呢！放在我手中不等于肉包子打狗，有去无回吗？我还小，赚的钱本就应该交给哥哥。哥哥，你拿这个钱继续上学堂吧。感动吧，小子。给你买2套衣服吧。看着自己身上洗得不能再旧的衣服，蓝潇潇好想拿着银子就跑，每一回死了也值啊。可是家里一头大色狼天天在那杵着，他又不是找死。哥哥，反正我还小，穿的好与差没差别。等我长大以后，赚了好多的银子之后，然后我要穿尽天下华服，尝尽天下美食，带尽天下珠宝，让世人都知道我最美。穿尽天下华服，尝尽天下美食，带尽天下珠宝，就凭他这点小技能，看来他说将来要嫁到有钱人家去，是应该是真的了。卖竹竿与香菇干的钱真不多，不过200多个大钱。真正值钱的是蓝潇潇给的那几个菜谱。坤子，有消息了！啪的一声，陆志轩咻地站了起来，碗一扔走了。蓝潇潇追了出去，哥哥，先吃了饭再走，吃2口再走，一会儿晚上要饿的。可是陆志轩跟着一个不认识的人头也不回的走了。不知为什么，看着陆志轩变得陌生的背影，蓝潇潇无由来的抖了几抖。陆志轩走了，一走就2、3天不见人影。等第4天，他一脸阴沉的回来后，他却什么都不敢说了。哥哥，这几天你去哪儿了？我好担心你。滚远点！这冷热病又怎么了？出了什么事儿让他又发病了？3番5次这样，蓝潇潇真想弄死陆志轩去。哥哥，是不是有妹妹的消息了？话一落，陆志轩用阴森森的眼神看着他，声音却是出奇的平淡。想知道他的消息吗？想知道个鬼啊！无语，又不是我卖掉的他，前主已死，有事烧纸为您。想多谢你煽风点火，他被行脚上卖给了一个专养瘦马的贩子，养瘦马的。你知道什么叫瘦马吗？啊，你知道不知道？男人们的玩意儿，人已经不知道带往何方去了。这下你开心了吗？瘦马，他那个世界的扬州瘦马，这个世界也有专门做这种事的人，他开心吗？我不是一直在替小笑笑赎罪吗？还有，能做主卖得了你妹妹的人，真的是我这一个8岁的小屁孩吗？有正主你不找，偏找我这小屁孩。就你这样的脑子在官场上混呐，不被人暗杀了才叫奇怪了呢。虽然书没看完，不过蓝潇潇可以肯定，那一剑绝对把这鸟人给杀死了，跟一个疯子没什么理好讲。蓝潇潇识趣的闭上了嘴，老老实实的躲在一边，放屁都不敢大声。孙青梅得知陆志轩是去找陆芝芝了，看着他那仇恨的眼神，拉着陆石住进了屋。当家的，这孩子真的好可怕。你怕他做什么？现在他也不读书了，当官也当不上了，在家里种田，他敢不听老子的？老子饿死他去！哎呀，我看他那样子，恨不得杀了我们，真是太可怕了。怕什么怕？一个孩子而已，他要真有本事，就不会回来了。行了，一个杂种而已，卖了就卖了。走，叫他去耕禾去，田里都长拔草了。4月的季节，早稻已经有1尺来高了，苗之间长了许多的爬草。为了让粮食更加丰收，各家各户拔草耕禾，如火如荼的开始了。蓝潇潇人太小，干不了这活，洗衣、喂猪、扫地就成了他的活。
虽然很累，可能不与陆志轩面对面，他还是心里没压力。这一日，蓝潇潇做好自己的活，去了红薯地。他记起这红薯得翻腾，于是不亦乐乎地干了起来。哥，陆志轩并不说话，蓝潇潇明白了，他这是想知道他这样做为了什么。本不想理他，可继续这样下去，小命真的难保。红薯翻腾就与水稻要耕一样，就差不多这么长的时候把它翻一下，然后松松土，这样的话结果更大更多，最好就是再施点加肥，收获就更多。陆志轩走了，这样压抑的日子很难过，仿佛有一把刀天天悬在你的脖子上一般，一不小心就会砍断你的脖子。陆志轩，如果你真的觉得芝芝被我卖，我真的罪大恶极的话，要不你就悄悄掐死我，要不你把我卖了吧，别这样一天到晚阴阳怪气，是男人就给本姑娘来个痛快。你真不怕死啊？如果结局注定是死，反正早是死，晚也是死，伸头也是一刀，缩头也是一刀。陆志轩，你选择吧。陆志轩抬头静静地看着眼光倔强的小脸，这些天他不是没想过要掐死蓝潇潇，只是他发现自己下不了手。蓝潇潇，我现在不想杀了你，我就想养着你慢慢玩，养着他慢慢的玩，削去他的四肢，装进瓦罐，关在地牢里，天天喂他吃老鼠。蓝潇潇，你给我挺住！你再敢掉一滴眼泪，你就不算是个现代人。真的有这么恨我是吗？恨得想让我求生不得，求死不能是吗？我知道，在这个家里，你除了恨我之外，别人你是欲恨不能，因为别人你不敢恨，而我弱小，所以我好恨呢。陆志轩，如果有一天你找到了芝芝，告诉他，下辈子让他卖了我。蓝潇潇，你想干什么？求生不得，求死总不会太难。与其让你恨我恨得生不如死，不如我还你妹妹一条命。放手，我搓不了稻草，上不了树，可是黄河没盖盖，野兽没缝嘴，死我总可以选择一种。仿佛眼前无人一般，蓝潇潇的话让陆志轩一点反应都没有，只是拉着他，漠然地看着他。唯一的结果就是让他无法向前一步。陆志轩，你到底要哪样？放开我，让我走啊！我把命还给你妹妹行了吗？看在我们相处这么久的份上，给我一个痛快行了吧？臭丫头，你逼我！突然被人抱起，突然被人压在腿上，突然屁股上一阵火辣辣的痛。这天起，不仅陆志轩沉默了，蓝潇潇也沉默了。他在思考那天的冲动是为何而起，是因为害怕，还是因为烦躁啊？死丫头，你这是学着那死小子搞什么闷气？天天阴着一张脸，你老娘我欠了你的。如果不想找死的话，就闭上你的嘴。这话一落，孙七梅傻眼啊！死丫头，你在说什么？我在说什么？难道你不知道吗？现在是你蹦得起，但是你不会老吗？他是陆家二房目前唯一的儿子，是爹的亲儿子。你说这个家将来是谁的？死丫头，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啊？你是说他现在恨上我们，将来不会给我们养老？养老？想养老，至少你得长到老啊！你知道吗？芝芝被一个专门培养瘦马的人买走了，以后他就是男人的玩意儿了。如果他是你的亲人被人卖了，你不会恨吗？这种恨，等他有能力报复的时候，你跑得掉吗？孙青梅一迟疑，难不成他还能杀了我们？杀人可是犯法的。哼，读书人懂的东西，你10个都比不上。他要杀你的办法多的是，哪天摘几个有毒的蘑菇放在菜里，包你吃的比谁都气得快。犯法就是意外。哎呀，潇潇，娘可不想死，这要怎么办？要不我们去把那芝芝赎回来？一个大人竟然问个孩子怎么办？孙青梅，你也会怕死？别转了，还能怎么样？以后对他好些，慢慢化解他的仇恨。或许天长日久，你们表现得让他满意，到时候他会放你们一马。哥哥，想妹妹了是吗？明知故问。确实，他是明知故问。哥哥，等我长大一点，多赚一些银子，我就去找妹妹，不找到她就不回来见你。我想只要我们愿意找，肯定能找到她的。怎么找？到那时候你还认得出她吗？陆志轩一脸的冷漠，蓝潇潇有点心酸，也有点理解。世间唯一血脉相连的兄妹，一半已经在茫茫人海消失，谁的心不痛？能找得到，只要我用心去找。我知道妹妹耳后有一块紫色的蝴蝶形胎记，这个胎记形状很特别，只要我看到了就能认出来。等找回了它，我会离开，不会打扰哥哥与妹妹的生活。离开？你想去哪儿？蓝潇潇想了想，要是没被我娘卖掉的话，然后我就去学厨艺。要是那时候我手上还有小钱的话，然后去到人多的地方去开一家小店，赚赚小钱，满足一下口腹。你就这么一点理想？那开了店以后呢？蓝潇潇想了想，开了店以后，赚了钱就穿得美美的，吃尽天下美食，再然后就找个人嫁了，生几个孩子慢慢教养，等他们大了，我也老了，这辈子就过去了。这么一点年纪就想着嫁人，陆志轩的目光依旧很冷，冷得让人发怵，更是冷得没人知道他在想什么。你想嫁个什么样的人？没想过，那是很远很远的事儿。现在想个毛线的屎孩子！我才8岁就想这个啊，我有病啊！一定要我想是吧？你听着，我想不出来。他至少要有哥哥你这么好看，也读了很多书，最好还会点武功。对了，最主要的是对我好，听我的话，愿意为我花银子。我让他朝东，他不敢朝西；我叫他跪搓衣板，他不敢跪板栗壳。有好吃的都给我，
我穿什么他都觉得好看，永远觉得世上我最美最可爱，离了我他就活不下去了。我现在只能想到这么一点点，还一点点。纵使陆志轩活了一把年纪，听了这话，他差点吐血。那你就准备着嫁不出去吧。为什么呀？世上没这样没出息的男人。哥哥胡说，这样的男人多厉害啊，怎么会没出息啊？你想想，他要管我吃得好穿得美，自然就得有能力赚好多好多的银子。能赚好多银子的人是没出息的人吗？哥哥，我就不信找不到这样的一个好男人，你等着瞧。连一个女人的话都不敢违背的男人，那还叫男人吗？陆志轩觉得蓝潇潇就是个孩子，所以他说的是孩子话，自然懒得去理他了。第二天天才蒙蒙亮，一夜生气的蓝潇潇正在与周公作战，却发现总有人骚扰。不想去山上了是吧？既然如此，那就拉倒。声音就如晴天霹雳，顿时把蓝潇潇从床上炸到了地上。哥哥，我错了，成不成？陆志轩一身短装打装，脚穿一双草鞋，非常不耐烦地甩掉蓝潇潇的手。要去就快点，给你半刻钟。半刻钟，7分钟半，死孩子多给我10分钟就要你命了。为了好日子，蓝潇潇不计较这死孩子的别扭性子。好，马上，哥哥帮我找只背篓吧。等两人到了往山边去的大路上，蓝潇潇才喘过一口气来。路过杏花家屋子的时候，他突然想起一件事。哥哥，杏花不是问你想不想继续读书吗？你答复他了没有啊？陆志轩没想到蓝潇潇竟然打听到了杏花找他的缘由，不耐烦地回答：我是否读书和他有什么关系？这温怒的语气神态让蓝潇潇相当的开心，将来他一定会按照书中的剧情发展下去，而他还是抱紧大腿不让悲剧发生才是。哥哥，将来我一定挣好多钱供你上学，考上状元。就你？在他眼中，蓝潇潇自从病了去了地府以后人变了不少，可他是个谨慎的人，他绝不会把未来的希望寄托在一个小丫头的身上。哥哥，你不觉得我很聪明吗？我这么聪明的人以后绝对有出息。你可以改姓王了。啥意思？突然蓝潇潇反应过来了，这熊孩子是说他王妈妈卖瓜自卖自夸了。哥哥，我在地府3年可不是玩玩的，地府对我们这种做了恶事的人管得得有多严，你是不知道的。给我1年的时间，我就会让你知道我姓王还是姓蓝。我等着。这口气还是不相信自己了。蓝潇潇并不在意，他堂堂一代现代学霸会赚不到钱。我这几天又梦到地府的事了，而且记起了几个冷菜方子。今天我们多摘点蘑菇与木耳，放在阿生爷爷家炕干，到时候送酒楼去。哥哥，等卖了银子，我们去买一碗红烧肉吃吧，就在酒楼吃，不要带回来。骨头汤是好喝，可红烧肉更有吸引力，还多摘点。陆志轩斜看了蓝潇潇这弱鸡似的身子一眼，希望一会儿不会爬到一半的时候哭。这人没法聊天了，一聊就死。二哥，笑笑，等等我。听到这声音，陆志轩停下了脚步，冷冷的眼神盯着跑过来的陆志浩。还好，总算把你们给赶上了。你赶我们做什么？你们这是去哪儿啊？是不是去找好吃的呀？我也跟你们去行吗？他们确实是去找好吃的，可是把这讨厌的人带上了，什么秘密也保不住了。我们去那边的山上，你去吗？去那边的山上，顺着蓝潇潇的手指方向一看，陆志浩仿佛见了鬼一般。去阴峦山？天哪！你们两个不是脑子有病吧？那边可是闹鬼的。人怕鬼做什么？被鬼抓走了就抓走了，有何不一样？你们不怕鬼？你们竟然会不怕鬼？清白世界，朗朗乾坤，哪来的鬼不鬼的？你要不要去啊？别在这里啰嗦。大清早的口口声声说着鬼，陆志浩觉得头顶上阴风习习，他几个倒退。不去不去，你们找死是你们的事，我才不陪你们去死呢。说罢转身就跑了。哥哥，走吧，一会儿太阳要出来了。等到了那发现红薯的地方时，蓝潇潇发现整块地都被拱了。陆志轩自然也发现了这个事实，他拿起手边的小锄头，在地方挖了几下，想找找还有没有被野猪拱走的红薯。这红薯经过1个冬天，怎么就没烂掉呢？这不合科学呀！难不成这一块地质特殊？那半截东西是什么呀？一小锄头挖下去，一截毛茸茸、皮黄果白的东西就在他手中。顿时蓝潇潇一阵惊喜，天哪，这不是山药吗？这是什么？又是能吃的？哥哥，这叫山药，是一种食物，可当饭也可当菜，生吃熟吃都可以。它营养丰富，是个好东西。不过生吃的话，得洗干净，把皮扒干净，否则要吃出事来。这也是在地府学的，想吃吗？蓝潇潇点点头，想吃。陆志轩把东西放下，拉着蓝潇潇坐在一边，在这等我，我去那边山沟中洗干净了，再削给你吃。陆志轩眼中的温情把蓝潇潇又吓着了。天哪，这个未来首府大人到底有几面啊？不一会儿，陆志轩就回来了。发什么呆呢？拿着，慢慢吃。蓝潇潇露出一个真心的微笑，谢谢。吃吧，我看今日这天气还是要下雨的，深山怕是进不去了。吃完了，我们再挖几根这个东西，早点回家吧。想采蘑菇的话，过几天天气晴朗了再来。难得他如此好说话，蓝潇潇笑眯眯地答应了。可是这山药才挖了没几根，这天还真是突然就变了。娘啊，这人会算啊！别磨叽了，赶紧收拾东西下山了，今日会有暴风雨。暴风雨？可没等两人走出多远，指尖大的雨珠已经倾盆而下，
瞬间两人一切都迷糊不清，连路都看不到了。他们的衣服很快湿透了，雨水从脸上流淌下来，流到衣服上、裤子上，再流到脚面地上。在这样视线模糊的大雨天，蓝潇潇也是心惊胆战。从小她天不怕地不怕，就怕打雷闪电，被雷一轰，蓝潇潇什么都顾不得了，尖叫着扑向陆志轩，抱住了他，声音颤抖着：“哥哥，我害怕。”雨实在是太大，根本看不清眼前的路。陆志轩拉着蓝潇潇躲在了路边一块岩石之下，大手伸出来搂住了小鸡妹。或许是蓝潇潇那上牙磕下牙的声音扰乱了他的心。别这么僵硬，靠着我胸口靠会儿，雨还得有一阵子可下，抱紧我一点，千万不能病了。你还是个孩子，一旦高烧引起肺症，大罗神仙都难救的。哥哥，你真好，有你这样的哥哥，我很幸运。话一落，陆志轩低头看着怀中红红的小脸，有我这样的哥哥，你真的觉得幸运吗？只是这样做，我有愧于我娘，我妹妹蓝潇潇，这一世我要拿你怎么办呢？雨渐渐的停了，想到自己的亲娘与妹妹，陆志轩心中的柔情渐渐随着雨水淡了。雨停了，把衣服扣好，我们走吧。说罢这话，陆志轩把快睡着的蓝潇潇推开，自己整理好衣服，背起地上的背篓，再也没有看他一眼，率先走了。本来心中暖暖的蓝潇潇，连声音都带着喜气。可是陆志轩突然抛下他先走了，傻得他莫名其妙。这人又怎么了？是因为他表演的太过火了，让他想起了陆芝芝吗？哥哥，你等等我。唉，蓝潇潇重重的一声叹息。过的什么日子？就这么一段日子，蓝潇潇觉得自己老了许多，心太累，追不上人就不追了。但蓝潇潇绝对想不到的是，陆志轩是真正的心乱了。这心乱并不是因为害羞，成年的他对一个8岁的孩子无法产生邪念，可却发现自己的心确实因这个8岁的小姑娘而乱心智时，他有点无法承受。村长，有事啊？蓝潇潇感觉蹊跷，急跑几步，气喘吁吁也来到近前。他站在哥哥身边，明显同仇敌忾。你们兄妹是不是上山了？陆志轩和蓝潇潇刚想说话，白发苍苍的妾奶奶走上前，对两人使了个眼色。富贵，你别听人瞎瞎咧咧，这俩孩子在我家地旁边呀开了一块小荒地，他们没事呀就侍弄，那里靠近荒山，他们根本没上山。从小在这村子里长大的陆志轩当然清楚事情的严重性。什么？上山有什么毛病？至于大家兴师问罪吗？不就是传说山上有鬼吗？村长还管这事不成？村长，下雨前我亲眼看见陆志轩和蓝潇潇两兄妹跑山上去的。村长，你曾经对大家说过，都不许上山，免得带回阴气。他们上山很有可能被山上的阴鬼沾染上了，如果把阴邪之气带进村子，就会闹得鸡犬不宁。今日绝不能让他们进村。上次的事，张二狗的娘李秀琪憋了满肚子火，如今正好落井下石。对，村长，为了全村人的性命着想，绝对不能让他们进村。这时陆志轩闪电般冲过去，扬手左右开弓打向陆志浩。这一下稳准狠，陆志浩的鼻血顿时流出来了。蓝潇潇拍案叫绝，太爽了，让他告状，让他当小人。臭小子，打不过我就胡说八道，我还说你上山了呢。我们明明是种地去了，看这锄头上还有泥巴呢。我没撒谎，你们就是进山了，是笑笑亲口告诉我的，当时你也在场。陆志浩哭咧咧地说：小崽子竟然打我儿子，太放肆了。死耗子，当时我这样说是讨厌让你跟着，谁都知道这山不能上，难不成我们俩就不怕死吗？连吓你的话都不知道，看你蠢到家了。吓他的？陆志浩不信。才不是呢，你们就是去了那鬼山上。该死的死耗子，真当是有什么样的父母就有什么样的儿女。如果我们真上山了，能这么快就回来吗？麻烦你用用脑子行不行？那大山有那么好进吗？就去了，反正你们就是去了，说什么大伙也不相信你的话。爹，他打我，你帮我教训这短命鬼。这话一落，陆石良冲过来就要打人。坤哥儿，你自己做错了事，竟然还敢打人，看来真是没受的教。既然你爹不教，那我这个当大伯的总不能袖手旁观吧。手未落下，一只瘦弱的手架住了陆石良。某人的脸色冷静的可怕。大伯要教训侄儿，侄儿无话可说，但是教训我得有个理由吧。三弟污蔑我去了鬼山，你们信了，那下回他说我杀人了，大家也信。这话一落，顿时众人议论纷纷。也是啊，坤子又不是傻子，他娘就因为上了山被鬼拖了命，他还敢上？对，看来真的是弄错了。算了，既然他们没有上阴鸾山，就别在意了。算了，儿子被别人打。王巧云一听这话，顿时气急败坏。什么叫弄错了？明明就是他们去了，可你们就只听这两个兔崽子狡辩。行，你们不怕阴鬼进村是你们的事，当家的还等什么？他打了你儿子，难道就这样罢了不成？我的儿子是给别人白打的吗？村长，各位叔伯婶子，我们去南边山脚下可是有目的的。你们看这个，就是前天在南山边砍柴哥哥发现的，
与朋友说的溪流人食物相似，所以当时放在了心上。回来之后，哥哥翻遍了书籍，确实是这东西，真的是溪流人那食物。我们今日专门去挖回来了。他的朋友还说这东西产量高，能保肚。哥哥想试着种种，他说了，要是这东西真能种出来，我们大伙儿就能少饿肚子了。啊！这突变让大伙面面相觑。众人看着蓝潇潇手中那长条条毛乎乎的树根，怎么与吃食也联系不起来呀？庆奶奶一听，眼神都亮了，她赶紧上前对着蓝潇潇手中的树根左看右看。丫头，这东西真的可以吃？上回的红薯让庆奶奶尝到了味道，她对蓝潇潇的话可是深信不疑。蓝潇潇立即点头。庆奶奶，我哥哥读书的时候见到有本事的人很多，也是别人告诉他的。不过我们刚才在那边山边吃了一节，味道还不错呢，要不给您弄半截尝尝？哎，好啊，来来，让我尝尝。有人捧场，蓝潇潇兴奋地叫了声：“哥哥，你削点给庆奶奶与阿生爷爷尝尝，不过只能尝一点儿，这个没长到很多，得留着做种。”陆志轩不得不承认，眼前这个毒丫头真的太厉害了，一场风波被她瞬间就化解得无影无踪。这东西其实是我曾经见过，所以今日特意去把它给挖回来。庆姑奶、阿生爷爷，你们放心吃吧。两位老人都是村里的长辈，特别是阿生爷爷，他是村长爹的兄弟，更是有权威。哎呦，你们还真敢吃啊，就不怕吃死人？我活了快70年了，要是真这样吃死了，也可以去见阎王了。被老人一说，王巧云总算是老实了。这东西还挺好吃的，想不到世上除了水稻、麦子、杂粮外，这东西也能饱肚子，很好啊。庆奶奶接上：“是啊，这是上天有眼，让坤哥来接济众生了。孩子，这个东西要是会种的话，奶奶那边有一席菜地，倒是可以试试。哎，我家也种上一点儿，要是有种子的话。”众人眼光发亮，见便宜就上，都想说种上一点时，陆时良突然挤了出来：“坤哥，你能告诉大伯，这东西是在哪儿挖的吗？”大伯也想去挖是吗？你从这儿往南边的阳关山往前去10里，有一个叫10里比的地方，那边有一个山阴之所，可以找到这东西。你去了那？对呀，我和笑笑天不亮就出发了，不过找了半天就找到了这些。村长，那阳关山10里坡谁不知道有狼啊？他2个毛孩子敢去？村长一听，顿时也觉得可疑。对呀，坤哥，你不会是骗我们的吧？上寨村有好几个孩子都被那边的狼给叼走了，你敢去那里？这事儿你可得好好说说，我们大人可不是那么好糊弄的。村长，这时节青黄不接，谁家能吃得饱？我们要不是饿得实在受不了了，也不会跑那儿去。不过我身上带了防狼的药，一般情况下可以自保。这话太合情合理，谁也找不到反驳的理由。一场风波总算是要过去了，蓝潇潇的心悄然放下。可他根本没想到的是，这个时候孙七梅跳出来，讨好的对张富贵说：“哎呀，村长，实在不好意思，我家俩臭孩子让您和大家受累了。哎呀，我是他们的娘，绝不袒护两人。哎，这样吧，既然大家担心孩子们把阴气带进村子，今天晚上就让他们在村外住一夜。”这话一落，不仅蓝潇潇傻眼，就是连陆志轩也傻眼。瞬间，他的眼神变得阴沉起来。我家婆娘说的有道理，就让两孩子在村外住一夜吧。他突然想起什么，甚至非常歉意地说：“当初的事儿也是闹得全村不安，还是防患于未然的好。”当初的事是不是陆志轩亲娘的事？蓝潇潇来不及细想，只是心中感慨：自私的人，你永远算不到他们在想什么。你个狠心的婆娘，应该被天打雷劈！就算坤哥不是你亲生的，可潇潇总是你生的吧？这么小的孩子，你竟然让他在外头过一夜，你还算是个人吗？我和妹妹没有去阴鸾山，不接受这样的惩罚。坤哥啊，不是我和你们俩兄妹过不去，你父母都这样说了，今天晚上你们就在村外过一夜吧。如果身上有阴气的话，正好散一散；没有的话，也好好反省，免得害人害己。庆奶奶，坤哥我心里明白，这都是命。孩子，奶奶白活几十年了，你们在这儿等着，我去给你们拿条狗皮褥子，再拿个小铁锅，你们晚上烧点热水，衣服都浇湿了，也不知道你爹娘会不会给你们拿换洗的衣服。庆奶奶，他们不会那么好心的，麻烦你给我拿2套衣服就行了。都是孩子，他们什么都不懂。坤哥啊，你放心，我这就和他把东西拿来。哥哥，世上有句话你听说过吗？有后娘便有后爹。以前我是不理解的，今日我终于理解这句话的含义了。后爹吗？其实他连当他的后爹都不配。陆志轩避而不言，潇潇以为他受到的打击太大，于是更加卖力地安慰起人来。他不爱你，我会爱你；他对你不好，我会对你好。哥哥别难过，天降大任于斯人也，
必其苦其心志，劳其筋骨，饿其体肤，空乏其身，行拂乱其所为，所以动心忍性，增益其所不能。他们这样对你，就是因为老天爷要磨练你。这话是谁说的？是地府的夫子教的，说地府的人都得学规矩，听教导，否则就得沦为畜的。虽然觉得这话有点怪异，可陆志轩还是忍不住问：还教了你什么？其实教了我很多，可我得想一想。但是现在我有点冷，哥哥，我们找个地方避一下好吗？因为七奶奶还没回来，两人就近找了一棵大树，先放下东西，然后再去找些农家的稻草，点着火，两人挨着火边坐下。一场闹剧让本就不活泼的陆志轩又沉闷了不少，他目光看着远处的天空，没人知道他在想什么。不过蓝潇潇知道，今日孙青梅与陆石柱又给这少年增添了一份恨意。当家的这样下去恐怕还不行，你说有没有办法把那小子卖掉？不可能，这个家就他这一个儿子，如果卖他，恐怕族伯要来说话的。最好他真被鬼给沾上，被鬼给吃了。不过今日村长还算是帮忙，慢慢的通过一些事让村里人都讨厌他，到时候我们真对他不好，恐怕也没有人说什么了。哼，那个老色棍能这么容易就帮忙？两夫妻进门没多久，庆奶奶来了。柱子，把孩子的换洗衣裳给我。孙青梅对庆奶奶十分讨厌，一见到她便出恶言。哼，知道的是这两个孩子是我家的，不知道的还以为这俩孩子是你家的呢。别人家的孩子，老太婆你少管闲事。孙青梅，我不管你有多冷情，今日只问你一句，这衣服给还是不给？哥哥，我想睡了怎么办？再等一会儿，一会儿七奶奶送衣服来，我们到一个山洞去过夜。哥哥，你知道这附近有山洞吗？知道。终于庆奶奶到了，她与阿生爷都拎了不少东西，两人急忙迎过去。两位老人不但拿来了他们要的东西，还给陆志轩也拿了一套衣服，还有几个馒头咸菜等。谢谢。谢什么？看你亲娘的面上，我也不能置之不理。要不是村长太霸道，我们是怎么也不会放心你们两个孩子在外过夜的。村长张富贵的权力很大，因为他有后台，这村里的人谁也不敢得罪他。这一点陆志轩比任何人都清楚。坤哥，爷爷这带的干柴不少，一会儿再去捡一点湿的夹着烧，去找个地方把衣服换上。啊，对了，赶紧把这姜烧汤给喝了，可不能再遭风寒啊。谢谢。孩子们别走远了，晚上奶奶让你们10来叔送晚饭来。晚饭不用送。哎，好吧，那你们小心些，潇潇要听哥哥的话。谢谢二生爷、七奶奶，我会听哥哥的话的，你们放心。好孩子，晚上要小心些。那我们先走了，有什么事晚上悄悄进村来好了。等两位老人都走了，蓝潇潇抬眼看陆志轩，哥哥，山洞在哪里呀？两人默默地走着，终于走到了一个河边的高地。换上。其实陆志轩身上的衣服更湿，蓝潇潇本想说让他先换，他来烧火。哥哥救命！蚂蟥！陆志轩回过头来，尽管臭丫头穿着贴身短裤，看不见隐私部位，本不想理他，只是那小脸上的惊慌终于让他不忍，捡起那条裤子抖了几下，他脸都黑了。我又是蚂蟥，是条毛毛虫，这么大个人了，还怕这小东西啊？是条毛毛虫吗？蓝潇潇默默地接过裤子穿上。哥哥，在你心中我是不是特别的没用？陆志轩正在烧火，闻言抬眼。你想说什么呢？我不想说什么，是自己没自信而已。哥哥，我来烧火，你去换衣服吧。陆志轩并没多说，一言站了起来，拿起衣服进了洞。蓝潇潇刚把瓦罐架上去，想去打点水烧姜汤，装了小半罐水。蓝潇潇回到了火堆边，把瓦罐放好后，才发现四周没有了陆志轩的影子。哥哥，哥哥，你在哪？各唤了几声，回答他的只有河水声，连只水鬼都没有。在干嘛？哥哥，你去哪儿了？我找不着你。陆志轩却不接话，径自坐在火堆边，缓缓地添上几根柴。好压抑，好想杀人啊！哥哥，我去洗衣服，一会儿可能得晒干。一声长长的惨叫把正在煮姜汤的陆志轩惊醒，他一个纵身飞奔而去，远远地见那小小的身子倒在了地上。潇潇，醒醒！见他不醒，陆志轩用力掐着他的人中。过了一会儿，他终于醒了。蚂蟥，好多的蚂蟥，我好没用。此一刻，蓝潇潇觉得自己真丢脸，一个大人竟然怕几只小蚂蟥，可是他就是怕那东西。对不起啊，是我没提醒你。原来他知道河里涨水会有蚂蟥，不是恨，也不是恼，而是心凉。哥哥，我没事了，不怪你，是我没用。这伪装的坚强让陆志轩生出了心痛。你不是说在地府种了3年的地吗？
为何还会怕这小蚂蟥呢？蓝潇潇挣扎不脱，便不动了，淡淡的说：“因为地府里没有蚂蟥，而我主要学的是种菜、种花、种旱地。其实这东西也没这么可怕，是我胆小而已。是我不好，以后再也不会了。不怪你，是我命不好，才投到孙青梅的肚子里。如果不是我投到她的肚子里，我也不会认识你。我真想地府，如果能让我去的话，我二话不说。你说什么？我想回地府。你想死？”蓝潇潇缓缓的点点头。要是真能回地府，我愿意去死，只是我不知道怎么样才能死。如果半夜能在睡梦中，或者是我又高烧一趟，去了地府就好了。好死不如赖活，地府哪能有人间好？不许再想这种事了，以后我不会让你下地下河的。陆志轩，你不必守诺，其实我与你并无关系，我的死活不应该由你负责，只是我还没帮你找到芝芝妹妹，还请你关照我一段时日。不许这样说，不管找不找到芝芝，你都是我的亲妹妹。还有，以后不许没大没小叫我的名字，听到没有？哥哥，我想改个名字。为何不喜欢这个名字？这个名字是我娘取的，她原名叫笑话。笑话？那你想改什么名？我想叫潇潇，潇洒的潇。在地府的时候，我听过一首歌，我觉得这个字很好。地府的歌？那你会唱吗？哥哥，你让我自己做吧，我已经长大了。她已经长大了，一个8岁的丫头能有多大呀？不过陆志轩还是把她放下了。那你唱给我听。好。做好后，人间不知岁月多少的忧伤，何不潇洒走一回？天地悠悠，过客匆匆，潮起又潮落。红尘呀滚滚，痴痴呀今生，聚散总有时。人间不知岁月多少的忧伤，何不潇洒走一回？哥哥，我的歌好听吗？大手伸上头顶，又轻轻的放下，轻叹一声：“潇潇，以后不要唱这样的歌了。”蓝潇潇故意装作不解：“为什么？不好听吗？”不是不好听，而是你还小，这种歌不是你这种年纪的人唱的歌。地府也不知道教人一些什么东西，你还是个孩子呢。潇潇，你把东西收拾一下，晚上我不住这里。不住这儿，住哪儿呀？一会儿哥哥带你去一个好地方，那里虽然简陋，可比这里好。陆志轩边走边说：“小兔三哭，亲就是亲哥呀，这个亲字可不是说说的。今天要不是一首歌感动他，这未来首府大人呐，是绝对不会把我带去他的私人禁地了。熊孩子，小小年纪心眼这么多，谁嫁给你只有被吃了的份儿哟。”陆志轩一边肩膀背一个，还要伸出手牵他。哥哥，我自己能走，你带路吧。到了。到了。蓝潇潇很好奇，这是谁的木屋啊？我的。你的？你在这里做个木屋做什么呀？村里人都说这里有鬼，可你却在这鬼山做个木屋，你就不怕吗？世上本无神鬼，这山上不过有些大型野兽，曾经吃人，于是一传十，十传百，说这山上有鬼。你别害怕，这个地方有阵法，野兽进不来的。阵法？蓝潇潇心中更加好奇了。你摆的？哥哥啊，学堂里还教阵法吗？曾经得到过一本奇书，那书上讲的就是九宫八卦之阵法，我自己学着胡摆了一下，因无人指点，只能阻挡一些野兽而已。天哪，真不愧为未来首府啊，阵法都能自学成才。蓝潇潇的真心话。哥哥，你好厉害呀！两人进了门，木屋并不大，一边靠山一边落地。靠山的地方有一张简易木床，上面有一些干稻草。别看了，赶紧帮我把东西放下。啊呜啊呜！今晚要在大山里住宿，他要体验一下原始人的生活了，心中好激动啊。哥哥，晚上有馒头，我们煮点粥吧。这几个没来得及烤的地瓜埋在灰堆里，明天早晨吃。一会儿我把这馒头烤来吃，不用菜也能吃得下。好，你想怎么吃都行。哥哥，没有碗，我们就这样喝吧。好。两人重新坐下，蓝潇潇确实饿了，大口大口的喝了几口粥后，然后几口就把馒头吃了。突然一个馒头递了过来，再吃一个。不用不用，我人小吃的少。吃。我真的饱了。太瘦了。哥哥，我这不叫瘦，我这叫苗条。你孩子太胖了，长大了就会被人称作胖妞的。我不要吃了。我不在乎。可别人会在意啊。谁会在意呢？我哪知道。蓝潇潇又是一阵傻笑。再喝点粥，要不然半夜呀就会饿的。过分谦虚就是骄傲。蓝潇潇非常乖巧的把嘴伸了过去，像只小猫似的呼呼喝了5、6口，便不要了。不要了。不要啦。闻言，陆志轩拿起瓦罐放在嘴边，呼呼啦啦的一阵响，粥立即见底了。哥哥，山上有鬼的事到底是怎么回事？陆志轩看向他清澈的目光，半天才说：据说很久以前，这座山和普通的山一样，大家都进去打柴拾蘑菇的。后来有个姑娘进山以后，
莫名失踪了。全村人都去寻找，却踪影皆无。听到有时山中能够传来阵阵阴森森的大笑，当时来找人的村人吓得半死，说山上有鬼叫。老村长这才下了封山令。后来呢？后来那姑娘一直没出来，而且每年到那个时辰，村里总是会失踪一位姑娘，直到很多年后请了高人前来祭祀，这情形才有改变。几年前我母亲生了妹妹之后，身体一直不好，陆石柱根本不关心她，娘上山找吉祥木没找着，还病了一场，这样他就更狠了。当时我在学堂，不知道父亲对母亲这样刻薄。果果，大娘她一定是被神仙接天上了，或许她此时就在天上看着你，关心着你。我在地府的时候听说了，善良的人如果放不下人世间的牵挂，阎王就会让他们变成天上的星星，永远让他们照耀着自己的亲人。娘，您是哪一颗星星呢？如果您真的在天上，就保佑我找到芝芝吧。蓝潇潇的举动触动了陆志轩，看着依在自己身边又瘦又小的小身板，他轻叹一声，自己又吓着他了吗？其实他不过8岁，这一切都算在他身上，何其无辜。哥哥知道这与你无关，只要你以后不学着孙青梅那么恶毒，哥哥不会抛弃你的。小小，一天下来累了吗？去睡吧。山中夜晚很冷，这火堆不能灭。蓝潇潇抱着陆志轩的胳膊摇了摇头，哥哥，我还睡不着，要不你先睡会儿，我守着火堆。不用，你个孩子守什么守？去睡去，哥哥会守着。蓝潇潇摇头，不要，哥哥更累，你先睡一会儿，一会儿你换我，火堆你说了不能熄，我们轮流守。小年纪却如此懂事，他过得得有多苦啊！陆志轩知道蓝潇潇虽然年纪小，可性子却是极其的固执，伸手再次摸摸她的脑袋，又去屋外抱来了一堆干柴。那你要小心看着火，可千万别让它熄灭了。知道，哥哥去吧。陆志轩也没多说，立即爬上床躺下，脸转过去，身体卷在一起，很快打起了微微的鼾声，这就睡着了。不过2-3分钟，竟然已经深睡，这速度还真是让人惊讶。蓝潇潇靠在床边坐着，借着火光，她静静地看着陆志轩这张还略显稚气的俊脸。长大后啊，这男人绝对是个祸水。此刻这脸上没有悲伤，没有阴毒之气，看起来很平静。这丫头怎么会睡得这么死？陆志轩发现自己的心猛然跳得急了起来，他赶紧腾出一只手，一摸额头，顿时脸色煞白。这丫头病倒了。陆志轩，你真的只有13岁吗？竟然让一个8岁的孩子守夜，这就是你的承诺，以后会护着他顾着他吗？小丫头已经昏迷了，怎么办？半夜时分，就是偷偷回家也没办法，何况陆石柱和孙青梅2个极品，一定会六亲不认，把他们撵出去。小小，你醒醒，别吓哥哥，你醒醒！可不管他怎么叫，蓝潇潇依旧是牙齿紧咬，胡话连篇，深深地陷入了昏迷之中。已经习惯了身边有他，如果他死了，他该怎么办？看着怀里的人这样，陆志轩突然感觉心慌，好似有什么东西就要失去。小小，你不许离开我，听到了没有？如果你还这样，我就打你屁屁，打得你起不来。要着威胁一点用都没有，怀里的人根本是没有一点反应。陆志轩看了眼锅里的药水晾好了，端到了手边，发现他双唇紧闭，想起上次给小丫头喂药的事。陆志轩低头喝了口绿色苦涩的药水，含在嘴里，轻轻用舌头撬开了他的嘴唇，把药液小心地渡过去。他的唇很烫，却很柔软细腻，还带着点甜甜的味道。他好想吮吸一下。妈妈抱紧我，可是妈妈却把他放下不管，随风飘走了。他好伤心，好难过。哥哥，我刚才怎么了？没事啊，你只是睡着了，火烧过来，把你的脚丫熏黑了，还有几个水泡，我忘记给你挑破了。他平静地说，摸摸他的额头，明显是有点退烧了。站起来，找了几根芦苇的叶片撕成条。陆志轩小心地把蓝潇潇小腿上的水泡挑破。哥哥，你手上也有好多水泡，一会儿我给你挑。没事啊，我是男人，这点伤不算什么。好了，我给你抹点草药汁，等明天回到村子里，再向阿生爷讨糖霜糕。坤子、潇潇，你们不会是又跑山上去了吧？奶奶，那南边上有个石洞，地势比较高，我们昨晚睡那儿了。你们还好吧？潇潇，你这脸色怎么这么差？他昨晚发高烧了。这话一落，庆奶奶立即把手放在了蓝潇潇的额头。哎呀，作孽的东西！孩子要是真出事了，我看他们能不能吃得下睡得着。走吧，去你阿生爷那儿，让他看一下。蓝潇潇想说不必了，反正感冒无药可治，只要多喝水多睡觉，7天准好。只是陆志轩已抬不走了，蓝潇潇立即拉着庆奶奶的手跟上。庆奶奶，你出村的时候，村口没人守着吧？别理那起子眼皮浅的人，不管谁问你昨天晚上在哪睡的，就说是在南边山上的山洞里好了。看来村口还有人守着，不让他们进村了。哥哥，他们到底想干嘛？就算山上有鬼好了，可青天白日的还能附在我们身上？陆志轩目不深沉，他望了望村口，
伸手牵着蓝潇潇的小手，声音坚定而决裂：“不怕，有哥哥在。你们想进村可以，不过得先把晦气去掉再说。乡亲们，你们说对不对？”村里的人都迷信，而且是宁愿信其有，不愿信其无。快，把火纸扔火盆里！哎，艾叶水呢？快点拿来，洒在他们身上，省得他们把邪恶带进村。还有狗血呢，快拿过来！陆志浩跳得非常起劲，昨天被陆志轩打了，这仇恨记在心头呢。这两人一叫，不少妇女老人都在叫着：“一定啊，要把他们身上的邪恶除干净，再让他们进村。”是的，艾叶水多撒点，还有喷了狗血的纸多烧几张，一定要把邪恶除尽，否则要出大祸。你们真的欺人太甚！天在头顶，这样作践两个孩子，小心遭报应。嗨，庆婶儿，你这话就不对了啊！孩子怎么了？孩子更容易招惹邪魅。我们这可是为了全村人好，可不是我们故意为难他们。笑笑，你怕吗？他怕个屁呀！有神鬼还能白天跟着他们？哥哥，你不怕，我就不怕。有哥哥在，牛鬼蛇神都得让步。切！突然，人群中有人发出了一声轻视：“这丫头还真吹牛，牛鬼蛇神都不怕的人，那不就是神仙？”蓝潇潇头一扭，重重地哼了一声：“哼，我哥哥就是天上的文曲星下凡，他以后是要中状元的人，他当然是神仙啦。”哎呦！突然有人放声大笑：“孙婶，你这闺女是不是脑子有病啊？坤哥儿读了6年书，连个秀才都没去考，还当状元，现在连学堂都上不了，他这是在做梦吧？”做梦？他如果是真在做梦就好了。梦一醒，他就回到亲人身边了。当他快快乐乐的蓝潇潇冷眼地看着这笑话他的妇人，原来是春花的娘。如今的他因为春花跟着去了县太爷府上，所以他就一个劲儿地拍王巧云的马屁。蓝潇潇心道：拍吧，县太爷家是这么好去的地方吗？希望春花能够多活几年。我告诉你们，我哥哥是世上最厉害的人，他将来不仅要考状元，而且还会当大官。今日你们这样对他，希望有朝一日你们不会后悔。哥哥，我走前面。这丫头竟然说她未来还会当大官，难不成地府能看到她未来的一切吗？突然陆志轩就笑了，他还真被这小丫头给哄住了呢。哥哥走前面，你跟着我，永远跟着我，以后没人敢欺负你。两人手牵手，刚跨过火盆，一盆艾叶水倾头而下，众人看到的只有2双清冷的眼神。不知为什么，明明眼前的2个孩子像2只落水狗，可是他们站在那里却让人无法忽视。陆志轩回头看着这群人，他一字一句地说：今日之恩，在下永远记在心中，希望你们都能活得长长久久，能让我来报答。潇潇，哥哥在这里发誓，今日如我等之人，未来我将以100倍讨回。这话一落，蓝潇潇有点受宠若惊的感觉。难不成今日这一幕是王巧云送给他的大礼？哥哥，我相信会有这么一日。人群后的孙青梅听着这兄妹的对话，顿时是浑身一抖。她死死地抓住了陆石柱的手，往后躲，直到2人跟着庆奶奶走了，她才说出话来：哎呀，当家的，这死小子恨上我们了。恨就让他恨，就他还真能有多大的本事？别以为读了几天书就把自己当大官了。不说考状元有多难，就算他有这本事，还有银子上京赶考吗？那可不是10两20两就能解决的事。是了，谁家没有点实力，倾全家之力能送出一个秀才来？考状元，他还真给那死丫头引上了歪路了。哎呀，当家的，那小子不会在打潇潇的主意吧？陆石柱一下子没反应过来，打什么主意？你这没头没脑的说一句，能不能说句真话呀？你说打什么主意？我是说，他会不会想让潇潇给他当媳妇儿啊？我可告诉你，潇潇可是我们未来过上好日子的保证，我可不会把他给了那死小子。那小子在打小妓女的主意，他想，还得他这当爹的肯呢。陆石柱脸一横，他别想，可这样下去会不会出事儿？你急什么急？他才13岁，真要娶媳妇儿也得15岁以后。再过2个，我们等潇潇长大一点，悄悄找个好人家把他给卖了，他还能抢啊？就这样。不过那姓周的夫子不会再来吧？真是好讨厌的人！别人家的儿子考不考秀才，关他个屁事呀！想到昨日赖在家中等儿子的周夫人几人，陆石柱就头痛。就是脑子有病，又不是他儿子，管这么多闲事儿。正在庆奶奶家换衣服的陆志轩并不知道，昨日他这所谓的亲爹极力不让他进村的目的还有一个，那就是他的先生来了，请他回学堂继续读书。过来。蓝潇潇放下衣服走过来，哥哥有事吗？我先去把衣服洗了，是燕子妹妹的衣服呢。把人拉到胸前，陆志轩拿起一个旧木梳，头发乱了，哥哥给你扎个辫儿，衣服一会儿哥哥去洗，我先带你去阿圣姨那儿看病。我没事啊，不用看了。陆志轩把头发给他扎好，然后用手又摸了摸蓝潇潇的额头，眉心拧了起来，拉着他往外走。
庆奶奶，这衣服一会儿我来洗。潇潇她好像又烧了起来。庆奶奶正在菜园里摘菜出来，一听急了：“哎呀，去吧去吧，这衣服让燕儿去洗，你赶紧带潇潇去。”坤哥，这衣服放这儿，我会去洗的。我看潇潇妹妹的脸色确实不太正常，赶紧去吧。庆奶奶的孙女张小燕今年7岁，可从个头、结实的程度来讲，她都比蓝潇潇强。陆志轩默默地点头致谢后，背上了蓝潇潇。坚持一会儿，阿婶爷那儿有药，化开水就可以吃了。娘，你为何不把狗血倒到他们身上啊？王巧云拍拍胸口：“哎呀，坤哥那眼神太吓人了，把我吓得浑身发冷。浩哥，以后与他们2个少沾边，太邪门了。”邪门？娘，既然邪门，那你还忘记倒狗血？万一他身上的恶鬼没清干净，我们就完蛋了呀！不管了，反正又不住在我们这边，恶鬼要吃也是先吃你二叔二婶，关我们什么事？走，赶紧回屋。蓝潇潇是被陆志轩背回来的，因为退烧之后又喝了药，她早已经昏昏沉沉了。可人才放下不久，又被人拎起。一看孙青梅那张恶毒的脸，蓝潇潇瞬间清醒了。娘，我病了，昨晚上受了凉。哼，死丫头，我问你个事儿，可得老老实实的与我说，否则别怪我手下不留情。又出什么事儿了？这个恶女人，没事不找点事出来，她就过得不舒服不成？娘，你说吧，我是你亲生的，有什么事儿绝对不会瞒你。我问你，那死小子是不是打上你的主意了？娘，你说什么呀？上午你没听到他说吗？我是他的亲妹，世上有打亲妹主意的人吗？娘，你到底在想什么？我费尽心思讨好他，好不容易才让他接纳我，你这又从哪里冒出来的莫名其妙的想法啊？孙青梅脸长得好，可脑子并没有多聪明。你说的有道理，看来是我多想了。哎，对了，潇潇，你觉得他将来真的会有出息吗？娘，你愿意听我的话吗？我告诉你，哥哥这个人很厉害，以后他绝对不是种田的料。你不喜欢他可以，但是表面上你可得对他好，否则让他记恨在心，铁定没好果子吃。哼，他还敢对我怎么样？对长者不敬，当官都没资格。蓝潇潇想不到孙青梅还知道什么长不长者。那他万一不当官，只赚银子，却是不给你用呢？怎么办？他真能赚大钱吗？娘，村里有几个读书人，书上说了，书中自有黄金屋，书中自有颜如玉。这说的是什么？你懂吗？要是你不懂，我告诉你，书上说了，书读多了能学到很多赚钱的本事，读多了书会得到美人的欣赏。娘，你想想看，哥哥长得这么好看，加上他读了这么多的书，万一哪一天哪个财主家的姑娘看中了他，十里红妆就是要嫁给他，恐怕也不无可能啊。潇潇，我发现你变聪明了呢。那当然，也不看看我是谁生的。娘，现在田间也不忙，夏天雨水又多，等我风寒一好，就求着他带我进山捡蘑菇。我们多去几天，然后在山里面边捡边晒，1个月至少能赚300-400个大钱。1个月300-400大钱？天哪！那现在起到秋末，至少还有4-5个月，1个月500，5个月就是2000个大钱。过来过来，赶紧吃了去生大。正在院子里切猪草的张翠琴好奇地看了他一眼。二嫂啊，你今日很高兴啊？我哪天不高兴？今年雨水好，看来又是个丰收年，为什么要不高兴呢？大嫂，你知道刚才那姓孙的说了什么话吗？哎，说什么了？潇潇那死丫头不是回来了吗？她没打人？我没听那丫头哭，应该是没打。我见她挺高兴的，就问了她今天怎么这么高兴。你猜她说了什么？王巧云更好奇了。哎，说了什么？张翠琴把孙青梅的话学给了王巧云一听，顿时她一脸被雷击的表情。这孙青梅还学会拐弯了，看来脑子不笨嘛。大嫂，你说她是不是遇到了什么好事啊？好事？她能遇上好事才怪。要是她能遇上什么好事儿，凭什么我们不能遇到？就在这妯娌2个惊讶之时，到了晚上的时候，陆志轩也被孙青梅的行为给搞迷糊了。潇潇，他今晚发什么疯？竟然做了白米饭！你就当他今天脑子不正常了呗。哥哥，我跟他说了一些事儿，然后他就变成这样了。听了母女俩下午谈的话，陆志轩若有所思地看了蓝潇潇一眼。如果他这样能不找事的话，不如以后我们每个月都进山几天。蓝潇潇很喜欢山谷中那个小木屋，而且那个山谷中特别的美，像个世外桃源。哥哥，是真的吗？陆志轩点点头。是真的。等下场雨我们就进山。哥哥，一言为定。没等到进山，却等来了陆志轩的夫子。云坤啊，就这样荒废了你的学业，这可是大大的不可取啊！今年秋试，你完全可以下场一试。如果银子实在是不凑手，老夫给你垫上吧。多谢先生顾爱。今年就下场的话，弟子把握并不大，还是想放在3年后再试。云坤，你为何不听老夫劝？你现在这样的家庭，更应该走出去。陆志轩知道要出人头地，他必须走出去，只是现在还不是时候。先生抬爱，弟子当真信心不足。一边的周姑娘听了这话，立即拨了话题。
陆哥哥，如果你真想3年后再下场的话，那更应该回书院去读书了，要不然3年之后你学的东西都忘记了。周姑娘叫周文云，周夫子最小的女儿，今年11岁。小姑娘虽然年纪不大，可家里日子过得好。11岁的她已经给人一种亭亭玉立的感觉了。蓝潇潇知道，这是未来首府大人的第2个女配。多谢周姑娘提醒，在家我也不会放下书本，努力上进。先生，现在家中条件困难，先生自己家中压力也不小，弟子就不能再给先生增添困难了。这是拒绝。周夫子无奈了，当了10几年的夫子，才遇到一个这么厉害的学生。要是他能继续去他的私塾继续念书，3年之后下场绝对能一试而中。元坤，3年后下场要人作保的话，老夫愿意尽力而为。多谢先生关爱，如有此机会，学生一定前来请先生帮忙。送走了周夫子，陆家人听闻陆志轩拒绝了夫子出银子请他上学之事，顿时有人骂他就是没出息。回到屋里后，蓝潇潇则悄悄地问：哥哥，你不喜欢这个周夫子？陆志轩一怔：你从哪儿看出来的？我也不知道从哪里看出来的，反正我就是觉得哥哥不是太喜欢这个夫子。其实我也不喜欢这个夫子，当然更不喜欢那个周姑娘。小丫头，这又吃醋了吗？陆志轩好笑地摇摇头：他又哪让你讨厌了？因为他喜欢你呀。小肖，以后不许说胡话。哥哥，我可不是胡说，我们都是女孩子，自然明白女孩子的眼神。那周姑娘看你的眼神，可跟我看你的眼神不一样哟。陆志轩拿着书坐在桌前，听了这话，顿时转头：哦，怎么不一样啊？哥哥，那周姑娘看你的眼神带着欢喜与羞怯，我看你的眼神就只有满满的崇拜。哦，陆志轩非常意外：你崇拜我什么呀？你厉害呀。我哪儿厉害了？哥哥认得很多很多的字，哥哥力气很大很大，哥哥上树很快很快，哥哥的木剑舞得很好很好。这可不是真本事啊！真正有本事的人，能让家人不愁吃喝，不被人欺负，能让宗族以你为荣。故意娇气地拨开头顶的大手：哥哥，别老是把我当孩子来摸，你看看我的头巾都给你弄乱了。噗的一声，首府大人竟然笑出了声。等着下雨进山，这老天好似偏与他作对一样，好几天大晴奔都上来了。这些天陆志轩天天与陆石柱在田间劳作，蓝潇潇就与孙青梅在地里松土拔草。潇潇怕吗？有哥哥在，我什么都不怕。有主角罩着，他怕什么呀？从出门到山谷走了大约1个小时。哥哥可以走啦。过来。不知他要做什么，蓝潇潇赶紧过去，在他的示意下坐在他身边的石头上。哥哥怎么啦？是不是我的头发这样扎不好？不好吗？可首府大人说不好，那就是不好的。蓝潇潇由着陆志轩在头顶上一阵弄，终于听到他的声音了。好了，去那边水中看看。这水中的大媒婆是他吗？首府大人，您这手艺要出去混，恐怕连饭都混不到啊。好看吧？好看，哥哥手艺真棒。小鱼小鸟，你们别看，我不是来给你们当媒婆的。在陆志轩的眼中，眼前的妹妹就是好看，白白的脸，黑黑的发，配上这红红的月季，就是早晨的太阳。走，我们出发。蓝潇潇正在起身，突然不远处一团白白的毛茸茸的东西引起了他的注意。哥哥，你看那是什么？别动，是只小狐狸，小心它咬你。狐狸？竟然是狐狸！蓝潇潇只从画册上、电视上见过狐狸，现实中他还真没见过。哥哥好像刚出生没多久呢。啊，哥哥你快来看，你看它的尾巴好多啊！陆志轩蹲下一看，小狐狸应该是刚出生没几天，这小眼睛还真不太开呢。他心中一跳，竟然还是只九尾狐，而且还是只金面白毛的九尾狐，九尾狐中的极品。潇潇用刺扎下手指，然后把血滴在这小狐狸的嘴巴里。啊，这是什么操作？蓝潇潇看看这实实在在的青山绿水，心中直觉这里也没有什么玄幻的感觉啊。哥哥，为什么？是不是他太小吃不了食物，所以要吃我的血？不能怪他，这事实在是奇怪。陆志轩并没有回答蓝潇潇的话，在他的记忆中，西离国的公主西离云珠就有这样一只狐狸，不过它不是金面白狐，而是一只普通的九尾狐。它确实太小了，你给它吃上3滴就行了。啊，小宝贝，喝了我的血，从此你就是我的人啦。接过陆志轩递过来的刺，蓝潇潇抱着这只半死不活的小家伙坐在石头上，闭着眼一扎，哒哒哒，3滴血顺着小家伙的嘴角流了进去。半刻钟后，小狐狸并未有任何的动静。哥哥，他不会死了吧？陆志轩一伸手，没有，它太小，可能还感知不了这个世界。是吗？真的是小灵物吗？哥哥，你闻闻，这是什么花香？好香呢，有栀子花的味道。陆志轩也闻到了这味道，他脸色一凛，眼光看着蓝潇潇一动也不动。这竟然是只金面香狐，金面九尾狐本已是世间绝品了，那么这丫头突然捡到一只金面九尾香狐，这意味着什么呢？据书上记载，世上难寻其二，
这只小家伙，你恐怕不能带回家了。哥哥，它太危险了是吗？是不是它会吃人啊？不，它会被人吃。传闻金面9尾潜虎的肉让人吃了，人会长生不老。长生不老？难不成这只小狐狸是唐僧肉啊？搞笑。算了，为了避免让它被人吃掉，他就忍痛割爱吧。哥哥，那就养在这里吧。当然，它要跑也没办法。只是现在它似乎病了，怎么办啊？陆志轩摇摇头，他不是病了，而是刚出生没几天，饿成这样。原来是饿晕了，可怜的娃。你娘呢？蓝潇潇抱着他站了起来。哥哥，那他吃什么呀？他娘是不是扔下他私奔了？听说狐狸精很痴情的，他娘会不会追他爹去了？这理由直让陆志轩嘴角抽抽。这个继妹真是那个去了地府就完全转变了的蓝潇潇吗？我去打只野鸡来，你在这等着，他应该会喝野鸡血。哥哥，他醒了。你抬起他的嘴，我给他喂血。小家伙太小，一滴一滴的喂下去已是半个小时后了。今天就别去了，我去采蘑菇，你在这守着，然后把这只野鸡给炖着吃。好。好多天都没吃鸡汤了，一说到吃，蓝潇潇发现口水就流出来了。不能怪他好吃，实在是这鸟地方穷得蛋疼啊。小狐狸前3天都很少睁眼睛，每天只有喂它鸡血的时候它才会睁眼，像只小猫咪似的，还会舔舔它的手心。可到了第4天，小狐狸竟然开始抢吃的了。哥哥，它是不是长得太快了点啊？会不会是狐狸这种东西就是这样长得快呢？是吗？蓝潇潇养过猫咪，养过小狗，没养过狐狸，而且他也不知道这种金脸白毛的狐狸是什么灵物，只得信了。只是等到第5天的时候，他却再度惊讶了。九宝，你也太厉害了吧！你才多大呀，竟然能自食其力了，牛啊！自己这主子有点蠢萌，真当是他运气太差。他们9尾金面族后代世上少之又少，可是谁认的主子不是厉害之力呀？可他的主子呢，只会说些傻傻的话。明明那男主子厉害得很吧，为啥不让他认？天命啊！九宝理都不理念念碎的蓝潇潇，径自享受着他的食物。突然，砰的一声，从木盆门口传来，蓝潇潇立即站了起来。哥，你怎么了？潇潇，我被剧毒的蛇咬了，继续给我放血。如果哥哥出了事，以后就跟着阿生。他这是在交代遗言了吗？不会，他是主角。哥，你坚持住，你不会死的，你一定不会死的。没良心的东西，刚才跑哪儿去了？九宝，哥哥还没醒呢，我又不懂蛇药，他会不会出事啊？九宝睨了蠢萌的主子一眼，心中是一阵鄙视。被7步赤练蛇咬的人，他还没听说过能活得下去的呢。不过这个男主子可真厉害，他竟然能把毒聚在腿上。蓝潇潇并不知道九宝在鄙视他，只是他看到几枚果子扔在了他身上，顿时一脸惊讶。九宝，他能治蛇毒？万灵赤焰果连个蛇毒都治不了了吗？真不知道要怎么跟着主子说。九宝点点头，然后拿起一枚自己吃了起来。这是你吃还是我吃的呀？哎，算了，反正我也没有办法救人，既然你能吃，肯定也毒不死我们。啊，真香啊！哇，这是不是鲜果的味道啊？娘哎，全是吃遍世界各地的水果，也没吃过这么好吃的水果啊！九宝，你这果子从哪摘来的？太好吃了，能不能摘上一篮回来啊？九宝一听，吐血身亡。小狐狸不理他，蓝潇潇又白了他一眼。哥，醒醒，快来吃鲜果！可是陆志轩依旧是双目紧闭，根本不应他。于是他一咬牙，把果汁吸进嘴里，然后喂下了陆志轩的肚子。不过6枚果子，九宝吃掉2枚，蓝潇潇给陆志轩喂了2枚后，终于恋恋不舍地把第3枚的果汁也喂了进去。天已经开始黑了，5月的山谷依旧很凉爽，他不敢让陆志轩一个人睡在那外面，于是拿了上回留下来的狗皮褥子盖在他的身上，自己也挨着他睡下。万一半夜冷的时候2个人睡，总是要暖和一点。九宝，你去哪儿了？没良心的东西，你竟然就这样偷跑了，小坏蛋！我知你在大山里被母老虎捡去当小鲜肉。某崖壁上的山洞里，正在修炼的白色身躯一抖。玉帝，本仙要求换主子。蓝潇潇走进木棚，却发现木棚口的石头上整齐地码着野鸡与野兔。他张了张嘴，天哪，这么热的天没臭掉吗？臭九宝，好在你良心没有全被狗吃。就在蓝潇潇炖上了一锅野鸡蘑菇汤，然后勤劳地像只小蜜蜂时，石头上沉睡了2天2夜的人睁开了眼。陆志轩顺了一遍体内横冲直撞的内力，这2天他如架在火上烤烧，要不是他竭尽全力把这股气息给压抑住，恐怕他已七窍流血而去了。潇潇，听到这叫声，蓝潇潇像只小兔子一样飞奔过去，直接扑在了他身上。陆志轩，你终于醒来了，真好，太好了！看着怀里这小小的身子，想让他下去的话，陆志轩终究没有说出口，手摸上了蓝潇潇的头顶。怎么又没梳头发？我给你的花呢？这是什么节奏？按剧情发展，
不应该是抱着他痛哭流泪，恭贺他的再生吗？我不会扎。起来，一会儿我给你扎。对了，我睡了多久？2天2夜。陆志轩眼光一闪，你给我吃了什么？说到吃的，蓝潇潇兴奋地说：哥哥，你饿了吧？我炖的小鸡炖蘑菇就快熟了。这2天呢，就那酒保给你摘了几个果子喂你吃了，我知道你肯定饿了。酒保给我摘了果子？是什么样的果子？陆志轩眉心一拧，哥哥你看，这个就是那果子壳呢，我吃了一个，一天都没觉得饿，觉得这肯定是鲜果，我就把壳晒了起来。看来他没死不是因为蛇毒，而是因为这灵果。拿来给我看看。蓝潇潇觉得陆志轩变得更乖了，拿着个果壳竟然看了快半个小时了，这果壳再好看也没什么看头呀。直到第3天，陆志轩已经是神清气爽，也觉得应该出山了，于是这日一大早就离开了山谷。2人在山里待了10天，孙青梅以为他们被狼吃了，一开口想骂，可当蓝潇潇递上几只腌好的野鸡与野兔时，她的眉头都笑出了花。哎呀，好孩子，你们总算回来了，这些天娘担心的睡都睡不着。这一脸的满足是失眠的表现吗？蓝潇潇抽了抽嘴，野雾把陆家人的眼光给引开了。蓝潇潇与陆志轩背着晒干了的各式蘑菇与木耳进了屋。哥哥，我们明天去镇上吧。第2天大早，2人就出发了。到了村口，陆志轩竟然带着他坐牛车，这待遇可真不一样啊！蓝潇潇心中偷笑了几声。自从他被蛇咬了之后，陆志轩看他的眼神再也不是漠然了。哼哼，陆哥哥呀，陆哥哥，小姐姐我的魅力不可挡吧？坐在牛车上，2人等了一会儿，从村里陆陆续续出来了好几个人。一见他们兄妹，一个个神色不明。陆志轩眼神闪了闪，伸手掏出8个大钱。张叔，这车算我包了，走吧。张顺一愣，不用，他们不坐，一会儿路上也能烧人。别烧了，少拉2个人，留也轻松些。张顺摇摇头，这人心呐，真是好笑。走吧，坤哥儿，你们那天的事我也听说了，这世上的人还真是有意思。这世间真有鬼的话，那些冤死的人怎么不去掐死那些害他的人啊？牛车少坐了几个，果然快多了。原本半个时辰的路，3刻钟就到了。哟，这不是陆家小哥吗？哎呀，好久不见，这么久怎么不来大娘这儿买包子吃了？陆志轩脸上难得的淡笑。李大娘，我现在不上学堂了，所以难得来。这是我妹妹，我带她来你这里吃早餐。李大娘很热情，也很能讲。这会儿早上买包子的人还不多，立即笑吟吟地说：哎呀，好个标致的小姑娘，配上这朵花呀，真是人与花一样娇。哎，快来，大娘给你们上碗清汤。允坤，终于看到你来镇上了。子格，你找我有事啊？叫子格的人看着陆志轩牵着一个小姑娘，迟疑了一下。允坤，这位是？子格，这是我妹妹潇潇。潇潇，这是哥哥的朋友曹玉炫，你可以叫他曹哥哥。曹玉炫，这个人竟然是曹玉炫。曹玉炫，字子格，县上曹财主的独子，今年13岁，是陆志轩的同窗与朋友。书中描述这曹玉炫是长相俊美，温文尔雅，加上自小生长在富裕的环境，谦君子，为曹君儿。陆志轩发现蓝潇潇在发呆，他看了他一眼，然后一脸内疚地说：子格，她还小了点，可能是害羞的。哈，是你的妹妹，也是我的妹妹，没关系。今天我也是来碰碰运气，想知道能不能碰到你。有事？有事情，想请允坤兄陪我进府城一趟。什么时候？越快越好。那在下得把舍妹先送回去，可否等我一日？不妨。先去布坊买了2块深色的褐布，陆志轩又去了干净斋买了1斤红枣糕，1斤绿豆糕，然后还买了1份半斤绿豆糕和半斤瓜子，这才带着他往回走。潇潇，哥哥恐怕要去几天了，等哥哥从府城回来的时候，给你买精米与精面，这个吃的大份的，你藏哥哥房间里，饿了就拿来吃，这份小的给庆奶奶，有事你就去找她。不知道为什么蓝潇潇不想他去。哥哥，你是要与那曹公子出门吗？哥哥，你不要跟他走太近。陆志轩一震，你说什么？哥哥，我不喜欢这个曹哥哥，一个男孩子长得比女孩子还好看，我就是不喜欢。我家潇潇才是第一美人，她再漂亮也是个男人。他是个男人我知道啊，可我就怕你被掰弯。虽然弯了也没什么，但是好似这个世界不太能容这种男之爱吧。郁闷地回到村里，先去了庆奶奶家。庆奶奶一听他要出门，立即说要是潇潇同意的话，可住在他那儿去，可以和燕子作伴。可蓝潇潇不喜欢与一个小姑娘在一块玩，再说孙青梅知道他与陆志轩走得太近的话，恐怕又要出妖了，拒绝了老人的好意，回到家却没想到才到家门口，却发现院子里竟然站了一堆的人。
哎，回来了，回来了！哎，你们自己问吧。说话的人正是庆奶奶的妯娌陈桂花，她口水纷飞，差点是喷到人脸上。蓝潇潇不知道出了什么事，还没等她开口问，陆志轩一把她拉到了身后。有什么事需要问我兄妹？妹妹还小，她什么都不知道，问我吧。哎，坤哥，你还真是好兄长呢，就是不知这妹妹是谁生的呢？王巧云怪声怪气的话让蓝潇潇浑身起鸡皮疙瘩。这个变态的女人是不是因为陆十良几天没给她送公余粮，所以就变态了？这个无需大伯娘提醒，芝芝是我的妹妹，笑笑一样是我的妹妹。这么多人堵在我家院子里，可否说说是何意？坤哥，这几个人非说你们这几天去了阴鸾山，而且你们肯定是被鬼吃了，现在你们是鬼附身而已。我与你爹怎么说都没用，哎呀，你快与他们说一下。说罢，孙青梅的手愤然地指向了陈桂花几个。春花娘一见陆志轩拉脸，立即跟上。哎呦，孙氏啊，这可不是我们说说的。这么多天，两个孩子突然从山上跑出来，不是去了那鬼山，还是去了哪儿啊？去了鬼山呐，能不能被鬼缠上啊？陆志轩先掏出钱袋子，交给了孙青梅。石明婶子想知道我们去哪儿了是吗？我与妹妹确实是去了山上，这些天采了些野菜，捉了些野物，今天早上送去了镇上。这袋子里321个大钱，就是用他们换来的。只是我们去的是明阳山。一听袋子里竟然有300多个大钱，顿时妇人们眼中露出了贪婪。王巧云更加生气了。哥哥，别担心，让他们跟着好了。跟来的有王巧云带着陆志浩与水仙，陈桂花的男人带着2个儿子，春花娘带着儿子土豆，他们都按要求带了山上要用的东西。开始大伙儿心情很好，今日要不是就能赚到钱，要不就是能揭穿这2兄妹的谎言，不管哪一个都让人兴奋。娘，我脚好疼，我爬不上去了。陈桂花的小儿子张翔一听，爹，我不去了，太远了。土豆虽然14岁了，可吃苦的精神不足。娘，山乡里真的有野菜吗？春花娘觉得陆志轩是故意带众人乱走了，于是问：坤哥儿，你该不会故意带我们满山转吧？陆志轩看了他一眼，婶子不会认为这前山有好东西，还等着你来捡吧？往山上走，大约还有半个时辰的路，要不要去随你们？春花娘看看王巧云，见他点头，便一咬牙：先休息会儿，反正今日也不下山，歇口气儿，喝口水再走。蓝潇潇翻了个白眼，懒得理他们，因为他心里有事。什么事呢？哥哥，你是想把他们吓回去吗？现在就把他们吓回去，早了点儿。你别管，哥哥自有主张。蓝潇潇的乖巧让陆志轩非常满意，又摸出一块枣糕。吃了它。哥哥，你一半我一半。这是孩子吃的东西啊，我不吃。蓝潇潇笑语如花。哥哥也没成年啊。我是男孩子。三哥也是男孩子，他可比我馋。三哥是指陆志浩，那吃货是绝对的好吃。我不是他，你吃吧，莫让他们看见就好了。好吧，一会儿让那对兄妹看见了，他们篓子里的东西可都保不住了。2刻钟后，大家继续上路。果然，路是越来越难走了。王巧云骂骂咧咧说陆志轩是故意带他们走这么远的地方，就是为了让他们知难而退。可骂归骂，还是要揭穿这兄妹阴谋的心占了上风。这山洞很大，前后都通，前不久我们住过，里面没什么危险。不过呢，后山洞下是悬崖，大家莫过去了。你们各自找地方安置，今天我们就不出去了，大伙儿好好休息，明天再开始采野菜、打野物。坤哥，你会打猎？陆志轩摇头，不会。不会。张长明傻眼。那上回你拿回去的野鸡、野兔是从哪儿来的？装陷阱。众人对装陷阱都非常有兴趣，于是嚷着陆志轩装给他们看。看到这个陷阱吗？这个是我上次离开的时候装的，你们看，里面真有只野兔呢。突然一阵恶臭传来，众人立即跑了。野兔已经变成野臭了。说好了第2天开始做陷阱，于是一个个怕那臭气，再也不肯进那林子了。妈呀，这是什么？蜘蛛！天哪，比拳头还大的蜘蛛！不用怕，这种蜘蛛不咬人的，您别去惹它就是了。大伙儿把自己睡觉的地方弄干净些，我给大伙儿都撒了石灰，蛇蚁不会来。对了，那边有艾草点了吧，晚上蚊子会少些。什么？除了比拳头还大的蜘蛛，还有别的？水仙哭了。二哥，还有蛇蚁吗？陆志轩点头。有，山里没什么没有的。明天大家进林子还要注意山蚂蟥，那东西比手指头还粗，你们一定要抹上药，要不然被咬上了就麻烦了。比手指头还粗的山蚂蟥！砰的一声，水仙吓晕倒了。就在这时，张磊叫了起来：爹，
你看那蚊子。这个晚上几乎没有人睡，山洞里常年阴凉，蚊虫飞舞，不仅吵人，更加咬人。天一亮，众人立即收拾家伙往山下逃。看着消失的人群，蓝潇潇抬头看了一眼陆志轩，哥哥，我们不走吗？收拾好东西，哥哥带你去见一个人。走了大约是1个时辰，终于站在了山上的某处高点上。哥哥，这是哪儿啊？榴花港。这里竟然是榴花港。书中说陆志轩有一个秘密基地，那里有一群人是他的死忠，为首的一个人叫李流男子，竟然是这里。云坤，师傅。男子大约50余岁，历经风霜的脸上一脸的络腮胡子，浓厚的眉，直挺的鼻，无一处不显着北方男子的特征。云坤，这位是？陆志轩立即拉了蓝潇潇一把。潇潇，赶紧叫李伯伯。师傅，这是我的继妹潇潇。李伯伯好。一听继妹二字，李流眼光闪了闪。好好好，快进来。蓝潇潇正要抬步，院内又跑出来人，声音中带着惊喜。师弟，你来了。陆志轩一拱手，师姐进来还好吗？潇潇，这是哥哥的师姐，你叫她玉茹姐姐吧。李玉茹，未来女配之首，静柔莲，实则反王惠亲王的亲女，今年14岁。潇潇，你怎么不叫人呢？正在发愣的蓝潇潇被陆志轩扯得回过神来。哥哥，玉茹姐姐长得太好看了。这小丫头，怪不得你喜欢，我也喜欢。来来，进屋，进屋。潇潇妹妹，快快进来，姐姐刚才从山上摘了水蜜桃回来，正好吃呢。水蜜桃果然很甜，可这李玉茹的笑脸更甜，特别是唤着这师弟二字，那种甜甜到了心头。好吃吗？哥哥，你咬一口就知道啦。或许是他实在是太乖巧了，陆志轩竟然真是咬了一口，一股清甜窜入唇齿之间。确实好吃。下山的时候，哥哥给你摘一筐带回去。哎，别摘多，挺重的，又留不了多久。给阿生爷带10个，给七奶奶带10个。算了，再给那2人也带几个，我自己也带几个。哎呀，这一算还不少呢。不怕，到时候请个叔叔把他送到山下，而且这里离村子里不远。哥哥，这个李伯伯是你的师傅吗？陆志轩点点头。李伯伯与哥哥有一点奇遇，然后他欣赏我的文采，我崇拜他的武艺，于是结成了师徒，如今已3年整了。天哪，3年前他不过一个10岁的娃。好好好，虽然内力还不足，但是这份狠劲够了。云坤，你一定要记住，与对手过招，如果不够狠，死的就有可能是你。师傅教训的是如你早生20年，王爷的手下有你，恐怕也不会这么鲁莽起事了。师傅高看徒弟了。有没有高看，李流自己心里清楚。当年他差点被人认出，是这个少年设计救了他。他不认得他，只是说看不惯那个人不讲理，于是出手相救。可他并不知道，他这一出手，他不仅保了自己的性命，还保了这一大岗子老少的性命。只要他一出事，这帮人肯定会去劫狱。伸手拍了拍弟子的肩膀。云坤啊，你是个成大事的人，我们这帮人如今不容于世，只能屈居于这山野苟且偷生。你有这个能力，也有这个条件，好好干吧，以后我们都跟着你。师傅，未来的事谁也不知道，姓氏名谁并不重要，让自己不枉活一世才最重要。有朝一日，等弟子有了能力，我定让大家重见天日。成败只是一字之差，想到家中的父母妻儿，李流很想去找找。云坤，师父相信你。师徒俩谈完，李玉茹走了出来。师弟，你想带我爹去投这个皇帝吗？他是我的杀父仇人。师姐，官家无亲情，你比我懂。为了这个位子，你爹又杀了多少人，你知道吗？不可能。陆志轩淡淡一笑。你知道你娘是谁的妻子吗？李玉茹不解。什么意思？你亲娘本是当今圣上青梅竹马的恋人，是你爹设计毁了她的清白，强娶了她。不可能。陆志轩知道他不会相信，因为这件事过去太久，除了当今皇上和一些旧臣知道外，已经没人记起了。上一世他也是听齐王说起，因为他认出了李玉茹，她与惠亲王妃长得太像了。师姐，是不是真相我也不能肯定，但是我却知道这官家之间无兄弟之情，为了那个位子，可以你杀我子，我抢你妻，历朝历代都这样。你可还记得先贤祖那杀了他的兄长登上帝位后，就是把他兄长后宫那位桂美人夜夜宠。李玉茹沉默了，陆志轩更不再多说。世间事就是如此，30年河东，30年河西，在官家哪来的什么你对我错呀？日子过得很快，因为山下双抢就快来了，他们得回去了。第6天一早，10余人背着满满的山货从北边的小路下了山。酒楼掌柜因为天热冷菜热销而发愁，可看到这10几只大背篓全是他想要的蘑菇干、木耳干，还有一大堆的野物时，他欢喜地拉着陆志轩的手。陆家哥，你真是我的救星啊！县上的酒楼全靠这冷菜支撑，你来得太及时了。小二，赶紧点货。10几篓干货全部是上等好货，掌柜的是个精明人，他给的价钱也是极好的。
哥哥，你是特意要把他们引荐给掌柜的，是不是？以前不知道这各市山货可是，山中最不少的就是这些。这酒楼在县里有2家比较大的，别人没有的东西他有，而货源只有我们有。这样的话，岗子上又多了一项进项。山里的日子真好过，以后我要去山里生活。那不行，山里日子看似好过，其实不容易。柴米油盐在山中只有柴火不愁，其余的都愁。突然，蓝潇潇眼珠一转，哥哥，明年我们把红薯种在岗子上吧，那个不怕阴不怕旱。这话一落，陆志轩牵着他的手紧了。孙青梅是只要有吃有拿，他就什么都不管。半个月后，哥哥，我们去采蘑菇吧，家里好累，真不想过了。再忍忍，等哥出息了，永远不会让你受苦了。忍？哥哥，等你出息了得好多年，到时候恐怕我已经累死了。人为什么非得要种地啊？我不想种田啊！我想赚大钱，我想吃好吃的，我想当地主婆。噗的一声，陆志轩笑了，伸手摸着蓝潇潇的头顶。相信哥哥，以后我们不种地，专当土老财与地主婆，而且这时间不会太久。真的不会太久吗？陆志轩，我能相信你吗？哥哥，我怕等你一走，他们会卖了我。不，我会带你一起走。蓝潇潇心中砰砰直跳，她有点不相信，有孙青梅这个亲娘在，她能带得走自己吗？哥哥，你说只要你离开这里，真的会带着我？你不是说了吗？哥哥走到哪儿，你跟到哪儿。你会洗衣，你会做饭，你会给我赚银子吗？要是我不带你，这衣谁洗？这饭谁做？这银子谁赚呢？哥哥，万一他们不同意呢？这话一出，陆志轩双眼一冷，到时候恐怕由不得他们。好了，现在我们不说这些，明天我先去趟镇上买些吃的，后天我们去进山。蓝蓝的天空，清清的湖水，绿绿的草原，呼，这是我的家哟。等陆志轩拿着他的新衣服出来的时候，听到他这不成调的歌声，微笑着在水洼后面的石头上坐下了。真不知道他来自何方，竟然如此的精灵古怪。不过不管他来自何方，他都是他的妹妹，而且他的年纪都应该也不大。潇潇，别泡太久了，这山里的水太冷，小心生病。哥哥，我马上就起来了。哥哥把新衣放在石头上，自己拿着换。穿新衣？哥哥，一会儿我们还得进林子里呢，新衣晚上穿吧。不进了，今天下午肯定有雨。哎呀，哥哥，首府妈妈您辛苦了。陆志轩的眼光非常好，粉粉的碎花衣配上蓝潇潇粉粉的脸，她成了个粉娃娃。看到洗去脸上泥土的蓝潇潇，陆志轩真心的点头。妹妹真好看。哇，这眼光怎么越看越是长辈看小辈呀？陆爸爸耶，你想娶媳妇了吗？比玉茹姐姐还好看。话一落，陆志轩脸上有点发烧了。你说什么呢？在哥哥的心中，你才是个第一美人。哥哥，那我算第一美人，玉茹姐姐算第二美人，好不好？玉茹姐姐比我们村子里的人都好看，你想娶她当媳妇儿吗？不过这么美的姐姐当媳妇儿，肯定要更多的聘礼吧？哥哥，你问问她要多少聘礼，我算算多久才能置办得起。胡说什么呢？我什么时候说过要娶她当媳妇儿了？以后见着她可不许胡说，要不然让人误会了。哎，这首府大人不是真心喜欢那李玉茹啊？可书中提到，李玉茹为了帮助陆志轩，不惜改名换姓，到京城最大的花楼当花魁，打着卖艺不卖身的旗号，在那妓院里可是待了好几年呀。我没有胡说呀，玉茹姐姐很喜欢哥哥，她看哥哥的眼神就跟杏花看你的眼神一样，别以为我人小看不懂。不过说来说去，要是两人相比，我更喜欢玉茹姐姐当我嫂子，她多温柔体贴啊。李玉茹温柔体贴吗？如果不是重生一世梳理过前世之世事，以她这13岁的年纪来说，那李玉茹确实是温柔体贴。想着前世的种种，这一世她得好好丝绸未来之事，太子、楚王、齐王，她得再重新了解一下，绝对不能再走错一步。如今她可不是一个人。陆志轩看着眼前稚气的脸庞，长长呼了口气。潇潇，他们两个我谁也不会娶。哥哥，那你准备娶谁啊？谁也不娶。你打光棍？你知道什么叫光棍？走，哥哥带你去那边摘梨子吃，那边有一束枣梨，味道很好。梨子的味道真当好，梨儿不大，却是甜中带脆。当蓝潇潇躺在大石头上享受着这真正的绿色野梨的时候，一场大雨倾盆。哥哥，你真牛，说下雨就下雨。木棚中，陆志轩靠在墙壁上，手中拿着一本曹玉炫给他搜来的兵法孤本，正看着。闻言，他抬头笑笑：“这算什么本事？年长一些的人基本上都能看云识天气，要不然的话，怎么有人会说看日子上山呢？”好吧，你们一个个都是天文学家，就我傻妞一个。陆志轩看书，蓝潇潇实在睡了迟，吃了睡太无聊，于是重新开始读书识字。从此，这种日子就成了日常。哥哥，您给我讲讲外面的世界行不？白天睡多了，晚上实在睡不着。蓝潇潇看着木棚顶，推了推一边也没睡着的陆志轩。外面的世界，哥哥哪知道？书中不是有吗？书中连黄金屋和美人都有，能没有别的？明明是书中自有颜如玉，书中自有黄金屋。到了他嘴里，书中有黄金屋与美人。陆志轩抽牙。那你想听什么呢？讲讲我们国家有多大，国况如何，谁当皇帝，朝中稳不稳，边境太不太平，还有国力如何，百姓生活是不是都跟我们村里人一样穷？反正你讲什么都行。你以前读过很多书吧？蓝潇潇心一惊。哥哥，我不知道你说什么。我没说什么，只知道你不是蓝潇潇。不要说你是，你也只是借了他的身体而已。啥？蓝潇潇吓得呼的一下坐了起来。
陆志轩，我不是鬼，真的，我有影子的。呼的一声，陆志轩笑了，一把拉他睡下。世上哪来什么鬼不鬼的？要是鬼，还能见太阳？哥哥，你不怕我吗？陆志轩伸出胳膊给蓝潇潇枕着，高高挑起嘴角，看着棚顶。我为何要怕你？难道你会吃了我吗？我又不是僵尸，怎么会吃人啊？嘴角挑起，陆志轩笑了。想听哥哥说这个世界可以，那你先说说你的世界。他的世界太大了，他要从哪说起呢？想了想，蓝潇潇开了口。我的世界很太平，在我所知中，国内有60几年已经没有发生过动乱了，而且我们那么男女平等，都要上学，都要工作，人家都不要吃肉，要吃自己种的蔬菜。还有一个人只要有钱有身份证，可以走遍天下。代替双脚的有自行车、电瓶车、汽车、火车、轮船与飞机。我3岁读书，读了10来年。他的世界那么先进发达吗？那世界的人连肉都吃厌了，那生活得多好啊！讲着讲着，蓝潇潇不知道什么时候睡着了。他是睡着了，可有人睡不着了，侧过脸睡吧。这个世界虽然没有你的爸爸妈妈、爷爷奶奶和亲人，可有我这个哥哥，一定会让你幸福的。秋叶落下的时候，蓝潇潇的洗衣液出坛了。他过滤好之后，先给陆志轩洗了个头。哥哥，这东西别卖了，香的不行。越香越要卖，放在家里我们肯定用不上几回。这样吧，留下一点点，我们悄悄用，其余的我拿去县里。那多买点红糖与坛子回来，这会儿山里有野果子，我们去那边多做些。陆志轩想了想，去莲花港做吧。一句话就决定了。陆志轩借着要出门走镖走了，3天之后带回了340文钱与1小瓶洗发液。这东西欢喜的孙青梅大方了许多，再也不骂人了。蓝潇潇与陆志轩去了山边挖红薯，这肥下的足，每株红薯一挖一串。哥哥，我觉得这红薯变了种，现在烤几只来试试。哭什么哭啊？未来哥哥给你买尽天下美味。买尽天下美味？天哪，这是未来首府在给他承诺吗？嘚儿里个酱，嘚儿里个酱，果然是当妹妹待遇优厚啊。庆奶奶家与阿生爷家的红薯虽然也变成了红星薯，可这软弱香甜的程度是远远比不得这片荒地上的好滋味。在阿生爷家，他把红薯的各式吃法都秀出来了，喜得2位老人决定明年杂粮地全部种红薯。阿生爷，你今年这里有2000来斤，不如去镇上卖几天。小丫头啊，这东西适合老人吃，不卖了。就是因为适合老人吃，所以更要去卖啊！明年我们专门卖红薯秧苗赚一番。庆奶奶知道这个计划，于是这2家一合计，3天后的镇上赶集之日。快来看啊，快来尝啊！正宗的西里糯米红星薯啊！1文钱尝遍做法。烧红薯、蒸红薯、红薯做的米果、红薯片、糖红薯，虽然每一样只有一点点，可1文钱能尝遍，顿时吸引了一大串排队的人。庆奶奶与阿生爷家的生奶奶2人看到2丫头这么活泼，顿时相视一笑。哎呦，这丫头呀，本质真好。生奶奶点头，这孙氏真是好福气呀。说到孙青梅，庆奶奶的笑容淡了下来。以后有空的话呀，让这丫头多去你家，你家老头子识字懂道理，只要不让那孙氏引歪的话，肯定有出息。生奶奶笑笑，哎呀，别担心，有坤哥那孩子在，又在教他识字，以后呀肯定不会学坏。那就好。2老人说着话，手头上的活并没有停止，一小盘子一小盘子分着几种食物，很快的就发现盒子里的大钱堆了起来。这种子得多少银子？不会太贵吧？这1亩水稻的种子得值300-400钱，种1亩红薯给50钱的秧苗钱。如果觉得合适呀，就早早来定。同样，阿生爷家也是一样的热闹，因为他在村里的地位，下定的人更多。哎呀，丫头，到时候能出这么多秧苗吗？那荒地边上还有很多地方能开垦出来，到明年春，我们全部去挖出来。我估摸着能挖出1亩好几分来。这1根红薯藤能结出几节来，而且割了再长，我想应该这点地还不够用呢。也是，别人不清楚，可庆奶奶清楚。哎，你说这阿生从哪儿弄来的种子呀？西里才有的农作物，他从哪儿弄来的？要不我们也去弄点来？你认识西里人吗？那阿生爷怎么认的？人家是郎中，他救得了人，你救得了吗？他不是说了吧，上年他去山上采药救了1个人，这东西啊，就是那人当医药费给他的，你会治病吧？也在这时，陆家孙青梅脸色不愉，怎么好事全落在这2个老家伙身上？潇潇呀，那死小子不是与那老头关系很好吗？为什么不提点一下我们家？才博动人心，定1亩地的红薯秧下10文钱的定金，大伙都说这2家人一家至少收了10两银子的定金。娘，你可以想想，要是你有这么好的赚钱路子，你会告诉别人吗？可他不是告诉了常庆婆子？那是因为阿生爷家没有劳动力，而且七奶奶家的2个叔叔老实本分，当然最重要的是他们是本姓啊。
不行，这事儿呀，你们得放在心上。明年我们也要学着卖红薯秧。娘的意思，去给我偷学来。偷学？这女人不傻呀，只是她能偷学，别人就不会偷学吗？行，冬去春又来，转眼蓝潇潇到了这个世界马上3年了。哥哥，这几天天晴，我们就把那块地给翻过来，今年可以早点下种薯秧，都送些去榴花港好了。小脸看起来蜡黄，那是因为榴花港上的老张头给他弄了一瓶易容膏。陆志轩已是16岁的少年了，个头已经比3年前高出了1个头。看着这双灵动的双眸，他眉心拧了拧。别老眨眼，万一让那死东西起腥了，就麻烦了。哥哥，老张头还能配这眼药水啊？不知道，我去问问。哪天你去，我也去。陆志轩摇头，不行，现在我们要少进山，等天气热一些再去啊。俩兄妹正说着上山的事，砰的一声，门被踢开了。孙青梅一脸凶残的模样跑了进来。坤哥，你老实给我说，那山边种红薯的地是不是你的？是不是我的，与你有关吗？你说什么？死崽子，你再说一声！吃里扒外的家伙，竟然瞒着我私自发财！今日我不让你老子收拾你，我就不姓孙！娘，要真是哥哥的地，他还能瞒着家里？我们每一次赚的钱，哪一次少交了？这2年，你看我们像是有钱的样子吗？啪的一声，话才落下，蓝潇潇脸上就被甩了一巴掌，顿时脸上火辣辣的烧了起来。你这臭东西，要不是你越长越丑，你娘我会为了几个大钱心机吗？养你这么大，却长成这个丑样子，你硬生生的把我100两银子给长没了，竟然敢说你娘我受人挑拨，我有你这么蠢吗？我打死你这个没用的东西！说罢，孙青梅又是几个大嘴巴子甩了过去。就在蓝潇潇被打懵了的时候，正想恨不得把孙青梅给剁了的时候，却听从屋子里出来的陆志轩拳头上布满了青筋。这一下他是真吓着了。陆志轩今年就要去参加科举考试了，要是他留下了殴打继母的名声，这推荐一关都过不了。这个孙青梅可不是个能忍的人，只要动了他一根指头，恐怕全县的人都会知道他打长辈。别！蓝潇潇扑进了陆志轩的怀里，死死地搂住他，不让他动手。陆志轩全身僵硬，低头看着那双大眼中的请求，他的骨头都在啸叫。就在这时，陆石柱进来了。这又怎么了？好端端的教育孩子干嘛？这2年陆石柱觉得日子过得不错，儿女1年能赚几两银子回来，这可是村子里没人家的儿女能做得到的。虽然这小妓女长得没有以前水灵了，黑不黑的陆石柱一点都不觉得重要，灯一关谁不黑？重要的是这身子绝对紧绷。陆石柱色眯眯的眼神根本没收敛，这眼神看在陆志轩的眼中，顿时他全身绷得更紧了。这个老色棒，他竟然还敢打潇潇的主意，他这是找死！陆志轩眼中的杀意骤升，那只搂着蓝潇潇的手几乎差点把他搂得没气了。哥哥不要！蓝潇潇看不到陆石柱眼中的意淫，此时他的心中真的害怕陆志轩爆发，毕竟他才16岁。当家的，你说说，山边那块地那么大，而且这2年一直种红薯秧，这得多少银子呀？你知道吗？啊！陆石柱不敢相信。坤哥，你娘说的是真是假？我不知道他从哪里听到了这些事情，就开始回来发疯的。这地是不是我的？村长那里能不知道吗？这话一落，陆石柱张着嘴。是呀，梅儿，你从哪儿听说这地是坤哥的？孙青梅到了这一会儿，终于知道他上当了。是水仙回来与大嫂说的，水仙是在张家听到的。她不是与陈桂兰家的二姑娘玩得好吗？这事儿呀，是她家姑娘说的。陆石柱眉心一拧，二丫怎么会知道这些？胡说的吧？说是燕子说的呢，是戚奶奶家的燕子说的。蓝潇潇心中也一跳，难不成戚奶奶说漏了嘴，然后孩子听到了就无心说出去了？还痛吗？要说这孙青梅是真狠，要不是她脸上皮肤黑看不太出来，蓝潇潇知道铁定是红成了兔子屁股。疼，哥哥，我会不会毁容啊？不会，哥哥那里有药，你拿着，我去拿药。一行人到了门口，却发现不见这兄妹俩，孙青梅又跑了回来，破口大骂：不是说去对症吗？是不是心虚？陆志轩拿着个药盒子出来，仿佛当孙青梅在狗叫，径自走到了蓝潇潇面前，打开药盒，细细的给她涂抹起来。顿时一股淡淡的草药味在她的鼻尖漂浮，一种清凉的感觉在脸上传来。涂好药，陆志轩才拉着蓝潇潇出了门。只是当门外人看着他这一脸的草药时，一个个像见了鬼似的离得他远远的。见过丑的，没见过这样丑的。孙青梅更是觉得恶心，明明她是娇美如花，却生了个比鬼还丑的女儿，她觉得无脸见人了。你们有什么事？孙青梅一脸讨好。杏花，我们找你爹有点事儿，他在吗？杏花不喜欢孙青梅，因为她爹总是色眯眯地盯着这个女人，而且这女人还会给她爹抛媚眼。不在。可就在这时，门内冲出一个声音：爹在屋里。杏花见自己这傻大哥冲出来，一脸的嫌弃：滚，滚远点！你这个傻子，
你知道个什么？爹娘，妹妹骂我。张磊这一哭，立即把张富贵夫妻引了出来。柳桂兰看着长子这一脸的眼泪鼻涕，狠狠地瞪了杏花一眼。你跟他闹什么闹呀？他傻的你也傻的吗？见到陆家众人，张富贵是一脸的惊讶。你们这是？哎呀，村长，有件事我想来问问你，就是那片鬼林子后面的荒地，我大嫂说是坤哥开出来的，是不是真的呀？一听这话，张富贵立即摇头。哪里是？那是阿生叔家的，他家实在没地种红薯，去年来买的这块地，你听谁说这地是坤哥的？听到村长一口否定，孙青梅狠狠地瞪了王巧云一眼。还有谁？不就是这些红眼病呗？看到我家坤哥听话能干，就想着到处挑是生非。大嫂，这下清楚了吧？我有什么清楚不清楚的？我只不过是好心提醒你，怕两个孩子手里拿着大钱做坏事，你倒好，狗咬吕洞宾，不识好人心了。两人开始狗咬狗，陆志轩带着蓝潇潇连头也不回的走了。哥哥，你真厉害！是因为看清了人性？因为看得清，所以想得明。哥哥，你就那么信任阿生爷吗？为何不信？阿生爷一生大义，如今两老无一后代，他霸占这点地做什么呢？哥哥，你准备给阿生爷养老送终吗？你不愿意？你给两个老人养老送终，与我何干啊？哥哥是怕你养不活他们，所以要我帮忙是吗？这话一落，陆志轩一头黑。这丫头明明长大了，为何脑子却不长？他帮忙？我们是一家人，不叫帮忙，叫齐心协力。蓝潇潇一听，张着嘴。哥哥，你是不是准备把我养成老姑娘不嫁人了吧？阿生爷与阿生奶奶今年也就50几，至少还得再活20年吧。那要等他们寿终正寝，我再嫁的话，老成那样了，谁还要啊？不行，等那么大了，我肯定嫁不出去了。那就别嫁。哥哥，那不行，到时候你有妻有子，我一个老姑娘也太凄凉了。算了，你给我找个有钱的人家嫁了，然后我出银子行不？我不成亲。啊？这样更不行，哥哥当老光棍，妹妹当老姑娘，别人还认为我们兄妹脑子有病呢。是吗？陆志轩没想过这事，潜意识他没找过妹妹，而且他大仇未报，根本不考虑成亲的事。你还小，等几年再说吧。好吧，他才11岁，确实是还小。不过他得时时提醒他，她是亲妹妹，不当情妹妹。当家的，我看这丫头呀也能做事儿了。她这样长下去，恐怕越长越不值银子呢。要不哪天去镇上找个牙婆，能卖个10两银子也行啊。10两银子够什么用啊？他与那小子1年也能给你赚个3、4两，10两卖了多可惜啊！不卖。一波平息就是2月初，这一日，两兄妹与阿生爷一块儿把林子里那块地翻了。这块地是个宝，这2年越翻越大，整整2天才翻完。回到家，陆志轩把80个大钱往桌子上一扔，孙青梅便二话不说了。看着陆志轩高挑的背影，想着陆石柱说的话，他眼珠子一转。死小子，既然你这么听这个丫头的话，那你就一辈子听她的话好了。当家的，你说这坤哥也有16了，要不把潇潇给了他？陆石柱一听跳了起来。你说什么呢？他们虽然不是亲兄妹，可笑笑去年刚写进族谱，你说把他给了坤哥，这可是违背伦理的事。哎呀，反正他们又不是亲兄妹，只要把潇潇的名字呀从族谱上先除了，再成亲又有什么不可啊？那小子说了，他的亲事不许我们做主，当年可是答应了的，现在去与他说，恐怕他不会愿意的。笑笑这模样，当妹妹他在乎，可当媳妇儿恐怕他看不上。你说我长得这么好，明明他小时候也长得细皮嫩瘦的，可为什么这2年长成了这样？也真是气死我了！要不是他还能牵住那小子，我早把他卖出去当粗使丫头了。别想东想西了，当初死丫头至多也不过是5两银子，能比得了他在家牵住这死小子？反正他还小，等过2年再说。过2年，孙青梅哪不知道身边这男人的心思？那死丫头是长得黑暗了些，可万一身子长起来了，至少是个姑娘身子呢。不行，他得好好思量思量，这2年得把他定出去。笑笑啊，你快来，春花死了啊！春花死了？春花跟去县太爷家快3年，这3年菊花回来不过3回，他倒是1次都没回来过，怎么突然就死了呢？按剧情走，不应该是菊花死吗？难不成春花代替他死了？两人正要跑，庆奶奶听到这事儿急了：“丫头，不要去！”燕子不解：“啊，奶奶，别人都去看了，为什么我们不能去？”“对啊，庆奶奶，为什么我们就不能去呢？我看村子里好多人都往那边跑呢。”“哎，等会儿，等奶奶给你们俩身上晒些香炉灰再去。”“我的儿啊，是谁杀了你呀？”等蓝潇潇与燕子跑回村头的时候，春花娘哭倒在地，撕心绝肺，而春花躺在一块木板上，脸色铁青，嘴唇乌黑。春花签订的不是10年长契，她死了得送回来，
这是规矩。好了，别哭了，春花姑娘是得了重病死的，我家老人仁慈，才让我们送回来。10两银子已经给了，就别再纠缠了，把人好好的安葬了吧。10两银子，春花娘一听这话都忘记哭了。这位大哥，什么10两银子？你说什么？我没听懂。我说这位大哥，你家老爷赏的10两银子在哪儿啊？哦，是菊花姨娘的娘拿去了。这病死的人我们不敢抬进村，所以让她去叫你们了呀。什么？好你个王巧玉，我跟你没完！这事儿我可不管呢，反正银子我给了，他不给你，那你去找他呀。天色不早了，我们还得赶回县城去呢。孩子他爹，你们把这2个丫头放在那边，我去陆家。哎，你等等，我们一块儿去。这孩子先放在这边，反正没人捡。说罢，父子2个把人抬到一边的田间树下，然后一家人急匆匆的往陆家去了，根本是忘记了这个刚死的女儿。潇潇，你觉得这个春花怪吗？死人可没什么好看的，还不如去看看春花娘与王巧云这对好姐妹翻脸呢。众人立即往陆家涌去，蓝潇潇与燕子也不例外。哪里怪？您看出了什么？是不是那县太爷家吃的太好啊？你看春花跟菊花一样长得这么快，哎，你感觉没？春花可比你高多了。我也不矮呀，虽然达不到1.6米，可也快1.5米了吧。等蓝潇潇到了家时，陆家的院门口已经被围着水泄不通，唯有春花娘鬼哭狼嚎的叫骂声。挤不进去，也不知道院子里的战况。燕子使命往人群里钻，蓝潇潇一把拉住她，跟我来。别过去。院内已经是乱成了一团，春花娘扯着王巧云狡辩说她没收银子。蓝潇潇对王巧云这种死不要脸的行为万分不耻，她瞄到了一边春花的7岁的弟弟狗蛋，压低声音在燕子耳边：你让他去告诉他爹，这王巧云敢不吐出银子，让他把春花直接抱到他家床上去。燕子双眼一亮，悄悄的就钻了进去。不过一会儿，春花爹吼着：好，孩子他娘，他不交出银子没事，我这就把春花抱进他的屋，睡他的床，等他臭在他们家。这一吼，整个陆家震动了，王巧云像只鬼一样的狼狈。你敢？你可以试试，看我敢与不敢。明天我们再去县太爷家，问问这银子到底给了谁。哎呀，老大家的，你赶紧把银子掏给他，那可是个枉死鬼，你要让他把人给抱进来，我跟你没完啊！哎呀，大嫂，这可不行啊，海棠才2岁，他可经不得下呀。我没拿，我给他什么呀？你骗鬼啊！为了银子，你连老陆家的都不要了是不是？紧的，再啰嗦，我抽死你！哥哥，我告诉你一件事，县太爷家有问题。潇潇，记住，在你没有本事为人出头之前，一定什么都不能想。这话一落，蓝潇潇心中一惊，难不成他早就知道？这个首府大人太神奇了。日子在悄悄地划过，卖掉最后一批红薯苗，山边的地种下红薯后，已是3月中了。会是谁呢？在这个家里，最喜欢盯着他的人，除了陆石柱之外，就是陆志浩。这2个人渣都是极恶心之人。爹，你要洗澡是吗？小小在洗澡吗？爹以为没人洗澡呢。你洗好了吗？刚才的眼睛是他。蓝潇潇忍住恶心。我本想洗澡，发现有点冷，准备洗洗脚算了。要洗澡，那水就留给爹，我回屋了。别，你怕冷的话，爹去给你拿你娘的大木桶来，多加点热水就不会冷了。你等着，爹去拿来。说罢，也不管蓝潇潇答应不答应，人已经跑了。哥，你在吗？出了什么事了？蓝潇潇心中扑通扑通的跳着。哥哥，他都赶我洗澡。谁？陆志轩的脸上顿时杀气腾腾。还有谁呢？就是那只老畜生。就在这时，陆石柱的声音在屋船下传来：潇潇，爹给你加好水了，赶紧去洗了吧。陆志轩脸上的杀气更重了。爹，我不去了，我洗洗脚就算了，万一风寒就麻烦了。等明后天中午太阳大点的时候，我再洗洗。白天洗？陆石柱双眼亮了。白天洗，他看得更清。行，那你要洗澡就告诉爹，爹给你打水。哎，谢谢爹，我知道了。看来以后洗澡得更小心了。哥哥，怎么办？要不以后我不洗澡了？陆志轩双眼眯闭，面色漆黑，好一会儿才说：今晚我带你去河边洗洗，明天我们上山去榴花港。去榴花港？说实在的，蓝潇潇不太喜欢去那里了。如今的榴花港条件比以前好很多，可那个李玉茹是越来越作，她只要一去就拍得她想吐。就这么想嫁首府大人吗？想嫁你去缠他呀！老是给我介绍男孩子是怎么回事啊？我明明是亲妹。爹，家里事也多，而且你不认得哪些菇子能吃，哪些菇子不能吃，你要踩着了毒蘑菇毒死人了，那就难办了。笑笑这么小都不会乱踩，你爹我这一把年纪还能踩错？再说你们兄妹都已经长大了，再这样独自进山不合适了。爹跟你们一块儿，也不会有人说闲话了。他们兄妹年纪大了，在一块上山就不合适了。这恶心的男人在打什么主意？别以为别人都不知道。爹说的对，你不说我真不记得笑笑已经长大了，确实不适合再进山了。笑笑，这次爹与我去，你就在家陪娘好了。孙青梅一听男人去了，女儿就不去了，
这收入不是又少了吗？哎，我不用赔，多一个人多一份收入。哎呀，你们去吧，你爹跟着呀也比较让人放心。放心毛啊！孙青梅，你脑子是不是被我宠坏了呀？娘，要不我们家一块上山吧？爹说的对，我也长大了，这样跟着爹与哥哥上山终究不合适，不如我们全家一块去。让孙青梅上山，他才不干呢。不过他也听明白了女儿的话。哎呀，对，当家的你还是与坤哥两个男子上山吧。潇潇长大了，是不适合再出门了，到时候别人指指点点，名声一毁，嫁都要嫁不出去了。哎呀，你们去吧，我与潇潇在家做些农活好了。这话一出，陆石柱气死了。要是这小妓女不去，他跑去做什么？于是双眸阴沉地扫了孙青梅一眼，跟着陆志轩出了门。哎呀，死丫头，洗澡不开灯，你尿桶里洗萝卜呀？快点洗，早点睡。明天早上跟我去地里除草。早点睡。蓝潇潇撇了撇嘴，恐怕是晚上哪个光棍要进他的房呢。心肝儿，今晚我们站到天亮。哎呀，老娘与你有仇啊，连觉都不给睡。当然有仇，没仇本村长会扛棍打你。小心肝儿，今晚我要狠狠地打你，打得你哭爹叫娘。大约是晚上孙青梅太累了，蓝潇潇猛然醒来时，已经是太阳高照了。娘，你醒了吗？我拿点米。等会儿。吃了早饭，母女俩刚要出门，却没想到王巧云进来了。哎呀，弟妹呀，你在家呀？大嫂，我不在家去哪儿呀？不过呢，我正要去地里呢。那我还真巧了。弟妹呀，有个事呢，想请你帮个忙，不知道能不能帮一下。大嫂，你说笑了，我能帮得上你什么忙啊？别开玩笑，有事要帮忙的话呢，等当家的回来再说。他与坤哥进山了。哎，弟妹，能不能借1两银子给我呀？啥？借1两银子给他？他以为他孙青梅是开钱楼的吧？开口就1两，真叫他说得出口啊！孙青梅脸黑了。大嫂，我还怎么不知道你这么会开玩笑呢？就我这个破家，别说1两银子，就是1个铜板都得好好思量呢。是吗？真的没钱啊？今日的王巧云怎么就这么古怪呢？大嫂，我说了没钱就是没钱，你想要银子呢，找你女儿去吧，我得下地干活了。哎呀，弟妹，二叔昨天早上就出门了，难不成昨天晚上他回来了？你们还真有精力，果然年轻就是好啊！你大嫂我出来上茅厕的时候，还听到你的吟叫呢。大嫂，你是不是耳朵出毛病了？昨天晚上可是潇潇与我睡的。王巧云又是轻笑2声。是吗？看来今天凌晨的时候我眼花了，竟然发现张富贵在我们家院子里出去呢。哎呀，肯定是我眼花了，一会儿我去问问桂兰，看看是不是自己年纪大了眼就花了啊？胡说，想污蔑我是吧？去吧，老娘还真不怕了你呢。说罢，孙青梅抬脚就走。王巧云轻笑一声，不知道二叔是不是经验更足啊？他毕竟与我小不了几岁，等他回来，我问问他有没有老花。老花你个头啊！陆石柱才36岁就老花。孙青梅回头阴冷冷地看着王巧云，大嫂，你要银子是吧？行，我给你。弟妹，你真大方，我带3毛谢谢你这个好婶婶哈。孙青梅，这下你这棵摇钱树就是我家的了。他发誓，王巧云从他这要去多少，他要让他男人双倍的还给他。蓝潇潇虽然站在外面，可是时不时的飘来2句，加上王巧云那挤眉弄目的模样，顿时猜测到了昨天晚上的事被他发现了。有戏看了，你们俩斗吧，这个家越不安生越好。二嫂，出大事了！你家石柱哥出大事了！这一叫，孙青梅魂都丢了，一把抓住跑来报信的石旺。啊，兄弟，我家当家的怎么了？石旺是二叔公，也就是皇室的小儿子，他甩汗。二嫂，刚才坤哥儿来村里叫人了，石柱哥今天早上去追一只野兔子，掉进了猎人的陷阱里，现在伤很重，在等着您去拿银子去镇上呢。孙青梅一听，嗷的一声跑了。石柱家的别好了，他这伤太厉害了，我只能帮着止血。我估摸着大腿骨折了，好在这刀剑只刺到他的腿上，要是刺到胸口，早就没命了。哥哥，你有没有伤着？怎么会这样？陆志轩并没有回答他，只是大手牵上了他的小手，轻轻地握了握，最后才轻轻地吐了2个字：我没事，别问。这一握，蓝潇潇心中轻了口气。虽然他不知道陆石柱伤成这样是天意还是人为，只是他伤了才是重点。这落后的时代，大腿骨一折，他终生废了。肯定是老天有眼，陆石柱，我让你心思龌龊，我咒你终身瘫痪在床上。潇潇，你弟不会死吧？我不知道，这看他命大还是命小，让他别去，他非得跟着哥哥去。我与哥哥去山上这么多次都没事，偏他出这样的大事。这下要好多银子来治吧？
你娘会不会又不让你们吃饱？不知道，反正也饿不死我。潇潇，要是你肚子饿，就来我家吃吧。我家地窖里还有好多红薯与杂粮，我奶说能接得上早稻收成熟呢。现在还能挨饿，他就白活了。虽然他的剑法舞得比陆志轩差太多，可现在他这体力，一个扛着200斤根本不吃力。燕子，明天我们去打野兔吧。这话一落，燕子的睡意全无。潇潇，真的吗？你说的是真的吗？当然是真的呀，要不现在就去豆子地里看看，叫你爹带火把。燕子睡不着了，爬起来飞快地去找他爹了。哥哥，先去洗澡，饭马上就好了。早上我打了野兔子，正闷着呢。陆志轩伸手摸了摸蓝潇潇的头发，这2天我没在家，没人欺负你吧？蓝潇潇眼眶很酸，抱住了少年的脖子，蹭了蹭他。我很好，可才抱上，少年把他推开了。我身上太脏了，别熏着你。还有，你现在是大姑娘了，可不能这样随随便便抱哥哥了。哥哥，不管我是70还是80，我都是你妹妹。哥哥与妹妹那是亲情。哥哥，你后悔了是吗？傻瓜。为什么说他傻？蓝潇潇清楚了，这一次是人为，重新抱着陆志轩的腰。哼，谢谢哥哥。更傻了。陆石柱回来后，时醒时睡，时烧时好，吃了10几贴药后，才真正的把命给保住了。可当他知道自己再也站不起来时，在屋里如牛咆哮，如兽愤怒。为什么不送我去县里？镇上能有什么好郎中？孙青梅，你就是想让我残废是吧？伺候了10来天，白天还得干活，孙青梅的脾气可没得好。哼，就是，你知道就好。啪的一声，药碗扔在了孙青梅的身上。死男人！你竟然敢砸我！好，你有本事，老娘我不伺候了！哼！说罢，他就开始收拾包裹。陆石柱一看，急了：孙青梅，你赶走试试！你不是嫌弃我了吗？我就走，走了再也不回来了。这样的日子，孙青梅是过够了，银子花了那么多，而且还要继续花下去，这日子是越来越难过了。她在想，不如趁着自己年轻，再找一个男人嫁了。更何况她还有一个女儿，虽然样子丑，可卖个5、6两银子总是少不了。哎呦，弟妹呀，这是准备去哪儿呀？怎么包袱都拿上了？不会是想抛家弃女吧？哼，不关你的事。对手不高兴，他就心情好。不是想投奔村长大人吧？哎呀，不过我可提醒你啊，男人家与不写休书与和离书，你要敢跟别的男人走，那可是犯了淫罪。经王巧云提醒，孙青梅才想起，她是陆石柱明媒正娶的媳妇儿，没有她的休书，还真走不了。多谢大嫂提点，以后弟妹我一定好好报答大嫂。老二这副样子可不行，得送去县里看。去县里，去府城都行，只要您老给我银子。只要有银子，我送他去京都都行。银子的事，我与老二已经说好了。你家7亩良田拿出3亩来，加上这青苗，在1亩田地10两银子能卖，3亩地就30两，去个县城总够。什么卖青苗？孙青梅跳了起来。哼，陆石柱，你是不是想为了你一个人，就把我们全部都饿死？7亩地也仅足饱肚子，你竟然要卖3亩？这是我爹娘分给我的地，关你屁事！娘，你去村里帮我问问，就9两1亩，谁要就给谁。这该死的畜生，是不是为了他这条腿，全家人都跟着饿死算了？是不是？哎，这不行，这地要卖了，以后坤哥怎么办呢？不仅是庆奶奶骂，同情陆志轩兄妹的人没有一个不骂的，只有王巧云笑嘻嘻地说：哎呀，不是还有4亩地吗？而且弟妹本事大，饿不了他的。听了这话，孙青梅并没有跟他争嘴，只是脸色更阴了。那一闪而过的很，没人发现。陆石柱被送去了县城，是陆志轩与叔叔伯伯一块送去的，5天后才回来。没得治，是不是去迟了呀？陆石良摇头：娘，不是这么回事，我们在县里找了好几个专治跌打的郎中，他们都说这大腿骨伤了没死，算是大命了。哎，那子孙根的事儿呢？有没有问？陆石柱发现自己大腿断了不说，自己第3条腿也废了。这些天他的病情只要养，本来不影响那种事吧。可是他发现他根本就死了一般，这才非得去县里不可。要知道他还没有亲生儿子呢。在陆石柱的心中，早产了1个月的陆志轩就不是他的亲儿子。在他早产之日，他就是扎在陆石柱心中的那根刺。看了，也找了专门的郎中，都说可能是因为腿伤了，那根筋也伤了，恐怕日后就没用了。这话一落，陆老婆子一脸恨铁不成钢的样子。活该，让他不听话。还有啊，让他把另外几亩地契呀给我守好。我看那坤哥也不是个善良的，全被刘氏教成了个没样子。陆老婆子一恼怒，就连去年死的刘氏都牵扯上了。可陆石良倒不认为自己这个侄儿没良心，至少他老实勤快，而且每年都给家里交上4、5两银子呢。哪有不好？受老婆的嘱托，陆石良进了屋。娘说了，你现在这样子也没办法讲究了。虽然孙氏脾气不好，但是这个家不能少了他。你自己把东西都藏好，可别让他翻去了。我知道了。
哎呀，娘，你说吧，这人呐就得认命，有的人命好就能给婆家带来福气，有的人命不好啊，就有家破人亡的危险。看我这眼光多好，当时菊花还死活不愿意去县太爷家，您看看现在。梅儿，你是想我了吧？大伯，大嫂在外面呢，你可别这样，万一让她看到了，这家里啊就待不下去了。多天没有尝着这弟媳妇的味道，陆时良心痒痒的。梅儿，一会儿我去西山坡那边除包谷呢，要不要去陪陪我啊？死人，这就守不住了。孙青梅俏脸一扬，哼，不去，家里都揭不开锅了。你也知道你二弟几两银子当个命在护着，我哪有空玩啊？饿了吧？哥哥让你吃个饱。说罢，一块碎银子塞进了孙青梅的手中，可没人发现某一处一双眼睛正盯着他俩的行动。看着陆时良出去的背影，孙青梅拿起碎银掂了掂，轻声骂了句：死鬼，还挺大方的啊。王巧云，你女儿再会赚银子又如何？老娘一张腿，这半两银子就来了。好了，都给我住手！王巧云哭得震天动地。娘，你来评评理，我这么省是为了什么？还不是三毛都15了吧？可他倒好，竟然偷我的银子给这个不要脸的女人，你叫我怎么活啊？哎呀！老大，这事儿是不是真的？你自己说。娘，你听他胡咧咧的，他哪只眼睛看到我把银子给他了？三毛都看到的，那银子只有半两重呢。三毛看错了。两夫妻争执着，孙青梅却眼泪汪汪，一脸委屈地看着陆时良，眼儿直哭，也没有人知道她在哭什么。可就这哭声挠得她心中痒痒，恨不得把自己的弟妹搂在怀里，好好的哄着，慢慢的捅着。那死小子呢？竟然敢胡说八道，看老子不收拾他！王巧云气急了。你敢自己不要脸扒灰，竟然还想教训儿子！你们这对狗男女，我要让全村的人都知道你们这大伯扒弟媳的灰！陆时良，你真不是人！你亲弟弟还没死呢，你就给他戴绿帽子！什么叫戴绿帽子？我兄弟身子垮了，我当哥哥的关心一下弟妹，那也是想让他安心的在陆家嘛。万一他过不下去走了呢？老二在床上，你来伺候啊！娘，我这也是为了兄弟着想啊！见过不要脸的，没见过这么不要脸的。王巧云疯了。我打死你个不要脸的东西！去呀，去把你弟弟叫出来，问问他是不是愿意让你睡他媳妇儿，让全村的人都来知道你算不算他的亲兄长。老大，柱子好歹是你亲弟弟，这事儿以后可做不得。做不得？那女人全身水汪汪的，他没机会上了。陆时良觉得天都塌了。娘，孙氏还这么年轻，便宜了外人，还不如便宜你儿子呢。谁家多斗米不想纳个妾？我比许多人好多了。再说肥水都不流外人田呢。蓝潇潇对陆时良的不要脸已经到了五体投地的地步了。让我死了，让我死了算了，娘，我不要活了，活不下去了呀！听着这不听话的儿子，又觉得大儿子考虑的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。陆老婆子看着在床上滚动的二儿子，哎呀，老二，你遭这样的难也不是谁害你的，是你自己贪心倒霉。你大哥也是真心为了你好呀。孙氏这么年轻，哪能就没了男人呢？还有，别嚎了，让全村的人都知道了，还有这么多个没成亲的呢。你们不是想让他们娶的娶不到，嫁的嫁不出去吧？就在这时，陆时良也进来了。就是啊，二弟，你大哥我真的是怕你没人照顾啊。你现在这样子也没了办法，只要你同意，以后大哥会好好照顾你的。看着这脸不红气不喘的兄长，突然陆时柱不哭了。大哥，那你说说，以后你准备怎样照顾我这个亲弟弟？陆时良举手，只要你不闹，以后我吃什么你吃什么，有好的紧着你吃，1个月至少吃3回肉和3回酒，你要想吃什么我尽力满足。不就是一个千人睡的女人吗？既然她不能用了，找个人给她养老，也算是这贱人的价值了。好，希望你说到做到。不行，我不同意。兄弟这是同意了，以后那水汪汪的女人不归他了吗？心情爽得不行的陆时良甩了王巧云一眼。你不同意可以啊，回你娘家去。王巧云气得当场吐血，她哭喊着，陆时良，你太没良心了，你会遭报应的。报应不报应，陆时良才不放在心上。世上做坏事的人多了去了，他怎么没看到遭报应？我打死你个贱人，你还算不算人？笑笑再不听话，那也是你的亲生女儿，竟然要把她嫁给村长家那傻子，我打死你，打死你！这一闹，众人自然是围了上来，瞪着两夫妻要问个清楚。陆老婆子是绝对的家长，出什么事了？这样吵吵闹闹还要不要过日子？陆时柱一脸恨意地指着孙青梅，你问他，
看看他是不是个人。好好的女儿，他竟然把她给那个傻子！众人的眼光全都在孙青梅的身上了。孙青梅恼羞成怒的狡辩：陆施主，她是我的女儿，我让她嫁谁就嫁谁，你没权利管。她是你的女儿，可她却上了我陆家的族谱，你还做不了这个主。陆施主，别以为我不知道你的心思啊，想把她留在家里伺候你过老。行了，你别想得太美了，我是不会把她留给你的，再丑也是我的女儿，你想都别想。被人戳穿了心思，陆石柱几乎是疯了。打死他！娘，你帮我打死他！他要是敢把笑笑送给那张富贵家的傻子，你帮我打残他！蓝潇潇自然听到了孙青梅的打算，她脸色苍白，站在门外，手却被人握住。哥哥，别怕，有哥哥在。瞬间眼眶湿了，蓝潇潇扑在陆志轩的怀里，死死地抱住了他的腰。笑笑，你娘真的要把你给张傻子当媳妇儿吗？这个家的孩子要说正常的，还只有这水仙以下几个小的。蓝潇潇还没接话，那边陆志浩渐渐地开了口：水仙，她长成这样，不嫁给傻子谁要啊？哎，我看啊，村长家日子不错，嫁过去有吃有喝的，到时候再生个小傻子，这日子也美满。从蓝潇潇不理他到他长得越来越黑后，这陆志浩还真是看不上蓝潇潇了。可他却看不得陆志轩像只老母鸡似的护着他，只要一有事就给他添堵。这男孩子实在是欠揍，想点办法好好治他一治才行。蓝潇潇，听说你还不愿意嫁给我大哥是吗？陆志浩兴奋地抢了话：杏花，你别问了，他不嫁你哥嫁谁啊？这么丑，恐怕我们整个县都没有人比他更丑了。杏花一听非常高兴：识时务者为俊杰，我爹可是村长，能嫁给我大哥也是你的福气。大哥，这个呢，以后就是你的媳妇儿了。媳妇儿，我有媳妇儿了。20出头的傻子虽然脑子不灵，可长相却是个男人。他流着口水叫着妹妹再三教他的媳妇二字，扑向了蓝潇潇。杀人吃人！蓝潇潇，你做了什么？你竟然敢杀人！快来人啊！蓝潇潇杀人了！你哪只眼看到我杀人了？杏花，看来你长的不是眼睛，长的是2个木童子。我杀人了，你赶紧去衙门报案呢。你不是有个镇长老姐夫吗？去啊！蓝潇潇，你别以为狡辩就有用，我大哥要是出了事，你别想逃。哼，出事？你大哥这傻子不是你捏的吧？喂，大傻子，再躺地上，小心有蛇跑到身上来了。一听到蛇字，张傻蛋像被风蛰了一样跳了起来。不要蛇，不要蛇，不要蛇。那你要媳妇儿吗？不要媳妇儿，我不要媳妇儿，媳妇儿会咬人，我不要媳妇儿。看着落荒而逃的张傻子，杏花小脸气得通红。蓝潇潇，这世上连我大哥都不要你，你就准备当老姑娘吧。杏花，你生什么气呀？她除了当老姑娘，谁还会要？杏花，我丑嫁不出去，你肯定能嫁一个像我三哥这样的如意郎君，让她嫁给陆志浩。我呸！杏花嫌弃地看了陆志浩一眼，甩了一眼蓝潇潇，这表情让蓝潇潇乐了。陆三毛，人家杏花看不上你呢，拍马屁也没用。我才没看中一个小丫头呢，我大嫂家那边已经有人在给我说清了，肯定比你漂亮的100倍。哼，臭丫头！哟，还知道隐藏心思啊！明明想娶这杏花想得要命，只是你不敢想而已。哼哼，陆三毛，看在一同生活在一个屋檐下3年的份上，姐我成全你一回。快来人啊！二叔死了！这一叫惊动了所有的陆家人，最先尖叫的是王巧云。哎呀，天哪！快报衙门呐！二叔这脸色铁青，肯定是被人掐死的呀！蓝潇潇慌忙跑了出来，陆志轩叫他：别急，哥哥。陆志轩握握他的手：别怕，永远都别怕。这话一落，蓝潇潇的眼眶瞬间红了，是他做了手脚，为了他杀了陆石柱，此恩此情今生难报。陆石柱死了，一看就是被人掐死的，而孙青梅还在一边淡定自如地与人狡辩。陆志轩低头：他该死，不过一会儿得狠狠地给我哭。陆石柱死了，村长不敢隐瞒，很快镇衙门的捕快就到了。经过仵作的一番查看，孙青梅正是杀人凶手。天哪，这个孙青梅果然恶毒啊！这石柱出事还没2个月吧，他就受不了了，直接杀人。哎呀，他本来就是个狠的，你没看到他打蓝潇潇那下手之重，你伸得了手吗？哎呀，可怜了笑笑这个孩子，现在可怎么好？坤哥还未成家，他也这么小，怎么办呢？还能怎么办？好在坤哥也10几岁了，总归能撑起这个家吧。再长个几年成个亲，这家也就重新立起来了。所以说呀，娶妻娶贤啊，石柱不就是贪图孙青梅长得好呗？这下好了，连命都贪没了。孙青梅被带走的时候，蓝潇潇哭得撕心裂肺，而陆志轩则守着他爹的尸体，一言不发。族公陆成发开了口：这石柱死得太早，这棺木也没有，看看你们这当爹娘的棺木，
谁敢拿出来给他睡呀？刘氏是在村外的破庙失踪的，别说棺木，就是白菜也没用一副。族公一问，两老两口子都不发话了。他们不发话，陆家年轻一辈的人又没有。陆成发转向了陆志轩：坤哥儿，你说说想法，这毕竟是你亲爹呀。他亲爹？陆志轩想，别说不是他亲爹了，就是他亲爹，这样的男人连板门板都不想给他。太公，爷奶的棺木是请了期，看了日子，定了8字而制的棺木，给我爹睡恐怕也不合适。说实话，村里老人的寿材都是有定制的，不好拿出来卖。镇上有家棺木店，他有白棺木出售，要不请人去帮我买一副回来。这话说的在理，老人都不停点头。特别是陆老婆子一听这建议，觉得这个孙子头一次合他心意，立即说：对对，还望那位帮着孩子跑一趟。坤哥，你爹手上还有一些银子，你仔细找找。奶奶，我知道了，只是我爹现在还没入殓，不好搬动，谁家能不能借我几两银子？坤哥儿，阿生爷这里有3两银子，你先拿着，把你爹的事儿办了再说。不管任何人的眼光，陆志轩走进阿生爷，先是深深的鞠了一躬。谢谢阿生爷，今日之恩，云坤永生不忘，来日有能力时将以10倍还之。哥哥，你说会我来手。陆志轩抬起头，缓缓地开了口：送他一程，也全了这辈子我们的父子之情。哥哥，对不起，都是因为我。蓝潇潇鼻子好酸，这一会儿她是真的哭了。陆志轩回身抱住她，让她靠在他的怀里，轻声说：潇潇，你是不是觉得哥哥太狠了？哥哥是要做大事的人，而且哥哥如果不是为了我，你也不会这样做。在我的心中，善恶不同，哥哥就是我的大善人。潇潇，有个事我告诉你，他不是我亲爹。啊？这话一落，蓝潇潇连哭都不会了，张口结舌。哥哥，你说什么？陆志轩目光悠远。我娘死前告诉过我，他并不是我的亲爹，我的亲爹另有其人，只是当时我娘说他不能带我去认亲爹，他怎么都不肯说我的亲爹是谁，我也不知道他的原籍在哪里。他留给我的唯一的东西就是一只手镯。自己都快死了，又告诉他儿子这个男人不是他亲爹，蓝潇潇都懵了。他为什么不告诉你？陆志轩摇摇头，不知道，可能是不想我去找我亲爹吧。天哪，剧情怎么完全变样了？书中可没说这陆石柱不是他的亲爹啊，怎么这剧情走向走着走着又不同了呢？难不成是因为他穿越了？那眼前的少年郎还能当首辅吗？妹妹呀，你冤枉啊！你这么善良的人，怎么会杀了妹夫呀？这肯定是个误会。哭嚎的人正是孙青梅的姐姐孙青桃，她的身后跟着孙家大大小小5个兄弟姐妹，还有兄弟姐妹中的子女，还有2个老人，那一串就20-30人。这2个老人想都不用想，铁定是孙青梅的爹娘。我命苦的女儿啊，你怎么就这么苦命啊？你的男人死就已经很可怜了，竟然还被人污蔑杀人，这天理何在啊？想想呀，那可是你继娘啊，你无论如何要让陆家人给他伸冤啊！哎呀，蓝潇潇一脸鄙视地看着这孙家人，他们这恐怕不是来为孙青梅叫冤的，而是另有目的吧。他没开口，陆志轩也没有开口，可程发公开了口：亲家母，杀人偿命，这是天经地义的，他有没有杀人，衙门自有公断。你女儿杀了他男人，当场他就承认了，你这样来闹是什么意思？话一落，孙老太太一脸果断：不可能，他不可能杀人。哟，亲家母，你女儿不会杀人，你恐怕不清楚她的为人吧？我可听说山上的老猎户也是被他给弄死的，只是老猎户家无人，没有追究而已。你胡说，他才不会杀的，他连只鸡都不敢杀，怎么可能杀人？孙青梅连只鸡都不会杀，王巧云惊讶的合不上嘴。哎呀，亲家母，看来你对你这闺女了解的还真少啊！她岂止敢杀鸡，去年她家过年，年猪都是她杀的，你不信可以问问大伙儿啊。孙老太太没话可说了，可孙青桃又开了口：这位是大伯母吧？你说我妹妹敢杀猪，所以就敢杀人了啊？我可没这样说，是你娘自己说的。孙氏连鸡都不敢杀，我只是声明一下而已了。我小姑子就是敢杀猪，也不能证明她敢杀人呢，这罪名可担当不起。我小姑子对妹夫是万般满意的人，她不可能杀他的，这事肯定有误会。你们都是他的亲人，总不能就这样看着他白白送命吧？这一下，陆老婆子跳了起来。他不能白白送命，难道我儿子就能白白送命？姓孙的，你们别欺人太甚了，我陆家也不是好欺负的人。谁欺负人了？这女婿死都死了，为什么非得要另一个人去给他赔命？陆家的老钱婆，别以为我不知道，这2个大的没了，2个小的就由你搓圆搓扁了是吧？我告诉你，没这么简单。陆老婆子被骂，
立即两个老太婆打成了一团，顿时陆家院子里鸡飞狗跳。好了，都给我住手！有事不能好好商量，非得打成这样，好看吗？族公火了，砰的一声把一把椅子扔在了地上，发出了巨大的响声，顿时把两个老太婆给吓得呆滞了。两家小辈各自把两婆子给扶了起来，众人再次坐下。族公扫了众人一眼：亲家公，你是男人，你当家做主，这事儿我只与你说，你女儿杀人，罪可不是我们定的，当城衙门捕头带着仵作亲自过来验证过的，这事儿你要不认同，可以去找衙门。孙家的老头子是个不善言谈的人，他努努嘴，不知道要说什么。孙清桃急了：祖公什么？我妹妹又不是傻子，怎么可能会无缘无故的杀人？这事儿啊，是不是真的有别的误会啊？没有。族公把陆石柱出事的前前后后都说了出来，顿时孙家人也没什么能反驳的了。孙清桃知道这陆家的便宜是占不上了，要怪就怪自己这妹妹没用。如果真是这样的话，那我们也没有什么可说的了，别的我们就不说了。这回来我们就把笑笑带回去吧，毕竟她是我妹妹唯一的血亲。不行，我说陆家哥儿，这是我孙家的人，怎么就不行了？她现在叫陆笑笑，没什么可不可的，她永远是我陆志轩的亲妹妹。好好好，是你的亲妹妹行了，不过她娘以前把她许给了我二儿子，将来她就是我孙家的儿媳妇儿。既然她亲娘不在了，我们孙家带她走也在理吧？啥？蓝潇潇看着这睁眼说瞎话的孙大嫂，真当是佩服她的信口开河。什么时候这便宜娘又把她许给了孙家？就在这时，庆奶奶挤了进来。哎，这位舅家大嫂，不知道这事儿啊是什么时候的事儿？早就说了，而且当时她还从我们手里拿了5两银子的定金，这事儿你们不信，可以去牢里问她去。庆奶奶一听，一脸冷笑：哼，你们孙家人说话可真是睁着眼睛说瞎话。石柱死的前几天，他就是因为孙氏要把潇潇许给村长家的傻儿子，打个你死我活。今天你来说他早把潇潇许你家了，果然是不要脸。这事儿石良家与村长家是最清楚的，不信你问问他们。哈，这个死贱人竟然作死都不给娘家人一点好处。孙大嫂一脸嘴犟：我不管，他依你许几家都好，他拿了我的银子，我就要带人。你可以试试。看着陆志轩阴沉的脸，孙大嫂心头一虚。陆家哥儿，我只是带走我们孙家的人，与你何干呢？陆志轩双目沉沉：有没有干系我说了算，你们孙家敢抢他去，我在这里发誓10年之内让你们孙家灭门。三叔，麻烦你去村里榕树家买点下酒菜，中午请族公和叔伯们吃个饭，也算是侄子感谢他们这些天的辛苦。陆老三去了，众人再次坐下。族公开了口：坤哥啊，你爹走了，你今后有什么打算呢？笑笑是你妹妹，她还小，离嫁人还得有个2、3年，这你又准备怎么办呢？说到以后，陆志轩先站起来，朝族公深深地鞠了一躬。族公，侄孙准备6月底去县学入学，9月参加县试，如若能过，明年就在县书馆边上边上学边打下零工养自己和妹妹，3年后再参加乡试。县试就是考秀才，乡试就是考举人。一般来说，县试过后会再读3年才会参加乡试，因为县试11场试都不容易过，根本没有可能县试之后直接参加乡试的事儿。族公一听，脸露复杂：坤哥啊，听说参加乡试可得很多的盘缠呢，你行吗？陆志轩又朝大家一鞠躬：小子读书6年，虽说不敢学尽天下文章，但一手字已能入人之眼。闻听县学中县试前3名者，学中有2两银子一月的奖励。我不敢夸口博得头筹，但定力争取前3。有了学中的奖励银子，加上晚上给书铺抄书，定也能养家糊口，省吃俭用，3年之后定能筹得盘缠。这话一落，众人神色更加复杂了。中个秀才都不容易啊，更何况是考前3。族公一听，沉默了许久：这样吧，既然你有了打算，你看看你家还有4亩良田，3亩杂地，是店是卖，拿个主张出来。想了想，陆志轩开了口：卖吧，一来垫出去这粮食我也没办法拿回来，二来我恐怕1年也难得回一趟。这良田中还有青苗，杂粮也快成熟了，5期之后我就准备去入学，所以请族公帮忙问问这杂粮地值多少银子，开个价就行。这倒是可以，不过这地是你陆家祖先留下来的，先看看你爷奶要不要。说罢，族公的脸转向了陆老头：老七，你说呢？陆老头磕磕烟袋：杂粮地有杂粮在，我看4两到3两半是买得的，不过我拿不出这么多银子来。如若爷奶、大伯、三叔想要这地，良田算8两，杂粮地算3两，这事就少了6、7两银子。顿时陆老婆子的眼神亮了：老大，你要不要？王巧云一言定音：要2亩良田，2亩杂粮地。陆老婆子一听：那行，余下的就归我。陆老三家的一听：哎，可
坤哥，你既然良田不要了，那你那几间屋子还要不要？陆志轩摇摇头，不要了。现在我上学有要用银子的地方太多了，要是三婶想要的话，就给3两银子吧。哥哥，你这是做什么呀？陆志轩眉眼温和，以后我们的家由你来当。他当家？哇，这未来首府大人这么大方。蓝潇潇的眉毛都快挑到了额头下了。哥哥，你放心我啊。怎么，你准备带着银子跑路啊？哥哥，你想都别想，以后我哥哥要当大官，我就是大官的妹妹。大官的妹妹多牛啊，走在路上都没人敢瞪我眼睛，我还逃走，我傻的呀。这一副小人得志的样子取乐了陆志轩，他拧紧了眉头，松开后，那妖孽的本质露了出来。知道就好。哥哥，以后不许随便笑。什么？哥哥，你的笑容太妖孽，你要笑啊，肯定会把县城那些美人呐、笑花眼。到时候我家来了一串嫂子，这点银子可我养不活。陆志轩终于笑出声来，轻轻摸了蓝潇潇脸上一把。等到了县城，这脸上的颜色可以洗掉了。这一点蓝潇潇非常赞成。明明她是个大美人呐，顶着丑丫头的名头，在村子里晃了3年，成了全村的名人，以丑出名。等一下，她以本貌回村，这全村的人会不会掉眼珠子？心情实在是太好，蓝潇潇拉着陆志轩又去了陆石柱的屋子里，从他一堆的枕头找出一个荞麦壳枕，伸手在其中捣鼓几下，掏出了整整11两3钱的银子。陆志轩眼睛一亮，你知道他的银子藏在这儿？我太了解他的习惯啦，他这人除了自己谁也不信任。笑容花了陆志轩的眼，他不由得点点头。是啊，天天枕在自己头下，这才安心吧。出了房间，两人进了自己的屋子，把银子堆在一块儿，竟然发现已有100多两，100多两银子，一个小富之家的家底了。哥哥，等离开了这里，我要好好的吃一个大餐。陆志轩心疼地搂着他，伸手摸摸头顶。一过头七，我们就进山吧。哥哥给你打猎物吃。真的吗？陆志轩点点头。真的。蓝潇潇扑上去抱住他。哥哥你真好。哥哥，我去那边摘山桃子吃。小心一点，掉进水沟我可不救啊。山桃子，现代的土樱桃，手指尖大小，却是纯天然的水果，极端美味。哥哥，来吃一个。陆志轩是成年人，根本不爱吃这种小姑娘的零食，可他知道他要不张嘴，这小嘴就会挂得住油瓶。我只吃一个。不吃拉倒，我带上去榴花岗，跟大伙一块吃。自己妹妹不喜欢李玉茹，陆志轩也不勉强她。不过，潇潇，这回可别与你玉茹姐耍小性子了。听到这话，蓝潇潇白了他一眼。哥哥，你哪只眼看到我跟她耍小性子了？我告诉她了，我是亲妹妹，不是情妹妹。可为毛她老是酸溜溜的呀，真难受。其实我与她都没这意思，是你自己想多了。是他多想了吗？蓝潇潇一甩头，我才不会想那么多呢。女人心海底针，就是哥哥对她不冷不热，所以她才找我的事儿嘛。哥哥最讨厌了，喜欢人家就直说呀，不喜欢人家也直说嘛，干嘛这样含含糊糊的？这话一落，陆志轩是一头黑线。他怎么说？那李姑娘并没有对他说什么，什么叫直说？而且他真正喜欢的人可不是他。潇潇，以后不许说这种胡话。哥哥与她永远不是这种关系，她也只是个妹妹。看着陆志轩郑重的脸，蓝潇潇叹息一声：“好吧，你说不是就不是喽。看来是落花有意，流水无情呢。而且人家李玉茹比他还大1岁呢。”坤哥啊，哎呀天哪，你们回来了！谢奶奶，出什么事了？这时燕子跑来了。潇潇，我告诉你，你大伯娘发疯了，与你娘一样的疯了，而且差点把你奶给掐死了。燕子的话让蓝潇潇傻眼，王巧云也疯了，这出了什么鬼？还有蓝潇潇很好奇，他干嘛去掐那老婆子？难不成两人吵架了吗？才不是呢！本来出事前的前天晚上，你大伯娘半夜突然发疯，她死掐住你大伯的脖子，说要掐死他。你大伯力气大，把他推开了，所以没死成。只是第二天一早，你奶说了几句什么，然后他就把你奶扑到地上。要不是你大伯来得快，你奶就被他掐死了。燕子的表达能力很好，3言2语就把事情给说了个清楚。蓝潇潇咧着嘴偷笑，难不成是陆家祖宗作怪不成？为什么好好的人突然会发疯呢？我看呐，最有可能的是他做多了亏心事，老天爷看不过眼。庆奶奶叮嘱了几句，才放他们回家。哥哥怎么了？陆志轩支着手指示意不要说话，然后见他从怀里取出了一个竹筒，只听得他轻轻的嘘叫2声，再然后蓝潇潇傻眼了。哥哥，竹筒放在床上，一只银元大小的花蜘蛛慢慢的从墙角爬出来，然后朝竹筒爬了进去。陆志轩收起竹筒，轻声说：“别怕，这叫迷花蛛，中了他的毒的人会出现幻觉，时时刻刻都会有一种杀人的冲动，只要谁惹怒了他，他就会把这人给掐死。这是哥哥养的，已经养了好几年了。他喜欢肉味，特别是人肉味。”一只蜘蛛喜欢人肉味？蓝潇潇倒退3步，哥哥，万一哪一天他把我吃了可怎么办？陆志轩挑起嘴角，放心，他吃过你3次血了，你已经是他半个主人了，不会吃你的。再说他不吃人，只喝人血。哈，这蜘蛛喝过他的血？蓝潇潇瞪大眼，这是什么时候的事？我怎么不知道？3年前，你肯定不记得了。有几次我叫你缝衣服，然后你扎出了血，这血我给他们吃了。
越说越傻，蓝潇潇发现自己在这个未来首府大人面前就是一个白痴啊！到了蓝潇潇的屋子里，以同样的办法又唤出了另一只花蜘蛛。哥哥，这贼是王巧云。当贼似的人喜欢晚上出动，而且喜欢缩进角角落落。迷花蛛咬人的时候并不太痛，而且当日不会毒发，这毒死不了人，不是高手也看不出他的毒素是什么。没有特制的药，中毒的人一辈子都好不了。天天风。陆志轩摇头，不会，1个月后这毒素就会变轻，但是人会变得暴躁，一惹就上火。好变态的毒啊！解决了王巧云，两人在家待了几天，去村里告别要告别的人，把红薯种地托给了阿生爷。于是兄妹俩准备收拾，准备上路了。哥哥，这是谁家的院子啊？小院玲珑，却非常的整齐干净，一看就不是穷人家的院子。只是院子里并没人住，而是陆志轩直接用钥匙开了门。这是曹家的产业，曹家在镇上有点生意，子哥偶尔会来住住。心中有了些许主意，蓝潇潇开始打量起这个小院来。小院设备很齐全，主室、次室、寒洗、厨房、茅厕一应俱全。院中是整个的青石板。轩让蓝潇潇休息会儿，然后就出去了，直到中午才带着饭菜来了。看到洗去了药水的妹妹，陆志轩有一阵的眼花。虽然在谷中他都是本来面目，可现在这身打扮还是让他定了定神，才如常。等急了吧？来，吃了饭一会儿我们就走。马上就走？蓝潇潇愕然，他以为他把自己带这儿来是要在这儿住几天呢。这个小院真心不错呀。这么急吗？哥哥不是说你在镇上还有事？陆志轩笑笑，办好了，我去周夫子那里要了一份推荐书，他听说我要去县里上学，虽然有点不太高兴，但也是同意了。怎么，是不是喜欢上这小院子了？没有，我以为你要在镇上住2天才走呢。蓝潇潇没去多想，吃好饭收拾好，马车就到了。公子爷准备出发吗？潇潇，这位是镇上的刘叔，哥哥以前就认得的人。刘叔好，一路要辛苦您了。不辛苦，不辛苦，应该的。公子爷，姑娘，赶紧上车，这里到县里还得2个多时辰呢。2个多时辰，5个小时，还好不是太久。蓝潇潇上了马车坐好，却不见陆志轩上车。站起身一看，路边一个姑娘咬着唇站在哥哥的身边，似哭欲哭的表情。女子大约是14、15岁，相貌清秀，个子修长，衣服是缎子的面料，看来不是穷人家的女儿。这是谁啊？哥哥，这位姐姐是谁啊？这位是周姑娘，是夫子的女儿，我的小师妹。周姑娘，此去就是今年，在下归期未定，不能耽搁姑娘终身，告辞。周婷知道眼前的男子将来一定会有出息，只是她留不住他。见陆志轩已上了马车，眼泪再也禁不住流了出来。哥哥，他不会出事吧？刘叔，出发吧。刘叔已坐在马车上，立即挥鞭。姑娘，少爷坐稳了。快停车！我难受，快停车！赶车的刘叔吓了一跳，一阵吁之后，马车停了下来。姑娘，怎么了？蓝潇潇捂着嘴。刘叔，我要吐了！这丫头竟然会晕马车！正在看书的陆志轩见状，脸上焦急。小心，我扶你下车。哥哥，我不行。见他这样，陆志轩拿来了水和棉帕，待他喝过水后，见不远有一处小河，他把他抱在了河边。还能收吗？来，先洗个脸。吐了是好多了，只是这才1个来时辰，未来漫漫长路得怎么办呢？姑娘别怕，这是我婆娘准备的生姜水，这竹筒很干净，你放心喝，里面还有准备好的生姜片，一会儿上了马车你躺着，在肚脐眼中敷上生姜片就没事了啊。喝了生姜水，贴了生姜片就不晕车了？还有，这古代的服务这么到位，虽然不知道这偏方有没有效果，但蓝潇潇还是很爽快的喝了。姑娘你自己贴着，我先慢慢赶，一会儿就好了。谢谢啊。听着谢谢2字，刘叔乐呵呵的笑了。姑娘可不像是村子里出来的人，要不是我认得陆公子，我还真不信了呢。村里出来的姑娘就不会说谢谢了？蓝潇潇抽抽嘴角。蓝潇潇躺下，陆志轩依旧坐着。刚躺好，头顶传来了一个温和的声音：张开嘴，吃颗蜜杨梅，一会儿就好受了。啊，24孝的哥哥竟然还给他准备了杨梅干。好幸福啊！美配们，我家的忠犬哥哥来了，你们准备好了吗？允坤，这里。这一喊，蓝潇潇坐了起来，揉了揉眼。哥哥到了吗？陆志轩嗯了一声，伸手给他扶扶头发。到了城门口，不过还没到我们要去的地方。要是睡醒了的话，先起来洗洗睡好了。这都到达目的地了，他再睡不成猪了吗？听了这话，蓝潇潇很好奇。哥哥已经在县里准备好了地方住。陆志轩回头淡笑。当然得准备好，总不能就这么什么准备也不带你就进城吧？难不成住客栈吗？蓝潇潇愕然，他怎么忘记了？这是未来的首府大人呢，做事能没有章程吗？说话间，一个男子走了过来。允坤，一路上可顺畅？看到来人，陆志轩扬起了难得的微笑。多谢子辰挂念，一路安好，只是小妹有点晕车，辛苦你了。潇潇，这是哥哥最好的好朋友赵涵，以后你叫他赵家哥哥。赵涵，最好的好朋友？未来首府的最好的好朋友不是曹玉炫吗？晕啊，剧情总在变，这要怎么破？赵家哥哥好。陆家妹妹好，一路辛苦了。家母准备了晚食，允坤请。这丫头笑这么甜做什么？还有赵涵这表情是什么眼神？哪有男子这样呆呆的盯着人家小姑娘的？潇潇，这是赵叔，赵婶，这是你赵家哥哥的2个妹妹，赵香兰、赵香婷。你香兰姐姐比你大2岁，你要叫姐姐。香婷小，你叫名字。赵香兰，赵香兰。蓝潇潇终于知道了这个赵涵是何人了。赵香兰，首府大人的第3女配，
原来赵涵同志差点就是未来首辅大人的大舅子。哼，原来是这么回事啊！潇潇，叫人呢？娘的，我怎么又发呆了？蓝潇潇牙痛，她立即扬起笑脸，朝2位长辈行了礼，打了招呼，然后才说：“香兰姐姐真好看，我看得发呆了。”这话一落，陆志轩也牙痛了。这丫头还真是见人说人话，见鬼说鬼话呢。哪有，笑笑妹妹才是真正的好看呢。瞧你，脸如鸡蛋嫩，眼如灯笼亮，是个真正的美人呐。娘，你说是不是？哇塞，这人美飞天啊！娘还是头一回见这么漂亮的小姑娘，我还当你们姐妹已经不差了，可比起你潇潇妹妹就无法比啦。婶说的她太好了，妹妹自小在村子里长大，性子野，还请多多包涵。说哪里话，你是明哥的朋友，婶子当他为自己的孩子来看，别说那么多客气话。成儿带坤哥去你屋里，兰儿带你潇潇妹妹去你妹妹那儿，家中不宽敞，坤哥别笑话。前一世赵涵为了他失去性命，害得老人老来丧子，是他心中剧痛。陆志轩深施一礼，真心的说：“婶子说话客气了，到了您这儿，允坤似到了自己家一样。”哎呀，好，那就好。坤哥不嫌弃婶子家小，我真的高兴。你们俩快去准备好出来，婶这就准备晚饭。潇潇，你哥和我二哥住左下厢，你别害怕。香兰姐姐，我不害怕的，您和香婷妹妹都是好人。这话没乱说，书中描述的赵香兰是个性格极好的姑娘，而且她有一手极好的针绣功夫。赵家有一个绣花铺子，如今是赵婶子在经营。兄妹俩当晚就在赵家安顿下来。赵家的晚餐很丰盛，有史以来蓝潇潇在这个世界第一次吃这大餐。吃多了，肚子吃撑了。看他摸肚子，陆志轩带了他在院子里转了转，口气又宠又嗔怪：“你傻呀？吃这么多，万一撑坏了怎么办？”哥哥，你与赵家哥哥是什么关系啊？陆志轩怔了怔，同窗。蓝潇潇傻：“你以前来过县里读书？”“不是，赵家以前是镇上人家。”第3天，两兄妹搬进了一间离赵家不过几10步远的小院。这小院竟然与镇上那小院相似，喜欢吗？哇，哥哥这院子好漂亮，我好喜欢。你不觉得这里偏了点？不偏，这里离赵姐姐家近，我还能时常串门子呢。不是时常串门子，而是你以后多跟赵婶子学针线。你这缝衣服的手艺实在是太差了。哥哥，能不学吗？那东西实在是太难学了嘛。那不行，你不学会做，以后哥哥的衣服谁来做？哥哥，难道外面没有成衣铺子吗？实在不行，出银子给赵家做啊。那么成哥哥的内衣内裤也叫别人做，先熟悉几天，等你适应下来再去学。现在男人的子弹头都别人做，不就是一条7角短裤吗？你纠结个东西啊！我的目的不是来学当家庭主妇的，我是来县里准备发家致富的，当一个绣娘。发个毛线的家！哥哥，我只说啊，到时候我把一朵花绣成1个8，你可别说我笨。我不说行吗？不过我想以我妹妹的聪明，铁定能学好。给我灌迷糊汤呢？哼，真当我11岁啊？嘿，哥哥你真自信。那当然，要这点自信都没有，怎么当你哥哥？哥哥，这院子不便宜吧？1个月1两银子。哥哥，能在这上面扎个棚子吗？陆志轩不解，你想做什么？你不觉得晚上太热了吗？我家赵家这2个晚上根本没睡，你看看我这脖子上全都是痱子，不如在这里搭个棚子，晚上我把帐子一挂睡这儿。是哥哥疏忽了，一会儿哥哥就去请人，然后再买一床新帐子回来。对了，过几天岗子上的人来了，是让他们带些催蚊草下来。蓝潇潇闻言非常惊讶，哥哥，榴花岗的人也来县里吗？你那个洗衣液与蘑菇干，县里已经有个铺子专门卖这个了。啊，他的发财路啊，竟然这样就全送了吗？哥哥快来睡。不，你睡那儿，我睡竹凉床。你不怕蚊子咬死你啊？不怕，哥哥买了清凉膏，这个一涂上，蚊子不敢来。一觉睡到天亮。哥哥，你是怕考书院拿不到前3名吗？睡醒了没事就看看书。你起来吗？哥哥是不是肚子饿了？不，今日甚早，我带你出去转转。哥哥上学后，以后家中的碎物得你自己去买。哥哥，你帮我拆帐子，我去做早饭。不用，你去洗漱，一会儿哥哥带你出去吃。陆志轩背着书袋，牵着蓝潇潇的手问：“一会儿你真的找得回来吗？”哥哥，路在嘴上不在脚下。万一碰到个骗子呢？假如把你骗到偏僻处，迷晕你怎么办？哥哥的蜘蛛是养着玩玩的吗？敢骗我的人还没出生呢。你放心好了，我又不是真正的11岁。算了，你还是去赵家铺子玩吧。我下午考完了再来接你。不行，我哥哥人生第1次参加大考，我肯定得做，没得商量哈。哥哥再说我就哭了。你呀，就是真不听话。你呀，就是门缝里看人，把人都看扁了。我不拐别人，算是我善良。我还没人拐，拐我的人还没出生呢。一抹无奈的笑容爬上了陆志轩清冷的脸，他摇摇头，暗笑着不多说了。哎呀，陆哥这是去考学不成？李大娘好眼力，今日我哥哥就去考青松书院。哈，考青松书院啊？
陆哥，你真厉害，一定好好考哪个好。多谢大娘吉言，小子这就走了。哥哥放心，安心考试，一定能考第1名。哥哥加油！知道了，放心吧，我会努力的。哟，好大的口气，他一定能考第1名。这是谁呀？喂，我说你是哪里来的村姑？好大的口气啊！竟然说你哥哥会考第1名！你以为这是你们村里砍柴呢？谁砍得快就得第1。我告诉你，这第1肯定是我哥哥的。这姑娘有毛病啊！这第1名是他家定下的吗？姑娘，我祝我哥考第1，碍着你了吗？当然碍着了。我妹妹说这第1名是我哥哥的，就是我哥哥的，你来抢就不对。这第1名就是他哥哥的啊！你哥哥谁啊？他是男主吗？啊，真是不知所谓的东西！天哪，来把这手傻白甜给我收走吧，太丢人现眼了，有没有？请问2位姑娘，这第1名是喊得过来的话，你何不赶紧回家，顾上全城的人大声喊我哥哥第1名，在这里磨叽个屁用啊！你开口就是粗话，真是乡巴佬。终于众人发现了这边有人在闹事，立即有人围了过来，纷纷问出了什么事儿。蓝潇潇不想多说，只说了刚才祝福哥哥的话，又说了这2位姑娘对他说的话。哼，想考第1也得有这本事。我告诉你，这青松书院的第1名一定是我哥哥宋青云。原来是宋公子回来考书院了，那这第1肯定是他的了。宋公子5岁就能够吟诗，7岁能测，谁人不小啊？就是我哥哥在府城书院都是考第1，回县里来第1名还不是碗中菜。竟然有人敢大口拉拉说他哥哥考第1，真是不知道天高地厚。然而蓝潇潇根本没听进别人的话，她满脑子都是3个字：宋青云。宋青云，这俩死八婆竟然是我哥哥死对头的妹妹！危险！今日本姑娘遇上你了，我坑你一回，我哪对得起我哥哥？蓝潇潇瞥了宋小姑娘一眼，故意阴阳怪气的开了品。哇，原来是宋公子的妹妹呀！我倒是在这里大口拉拉呢，原来是宋家2位姑娘啊！我是不知道天有多高，地有多厚啦，姑娘你知道喽？乡巴佬，既然你认为你哥哥能考头名，不如我们打个赌。果然呢，今日财神到我家。本姑娘正想引你们如何上钩呢，你就自己送上门来了。这样吧，我们也不欺负你。要是我哥哥考了第1名，你出1两银子，然后对大家说宋公子永远第1，如何？1两对白两，赌了，永远第1，这第1是喊得来的。要真是如此，我还想给自己喊个状元呢。老天哪，我好想跟他赌个1000两啊！我倒愿意，就是怕万一到时候啊，有人输了不认怎么办？我宋家会为了这100两银子撒赖？是可忍，孰不可忍？他气愤地叫着：“拿纸笔来！”这边话才落下，那边宋大姑娘2张契约已落成，大手一挥，还落下了自己的名字，然后一脸得意地看着蓝潇潇：“会是会，只是写不出来姑娘这么好的字，要不我按手印行吗？”行。在下10亿，白明书院的夫子，今日给这位陆姑娘作保。说罢，他在2张纸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。他这一作保，立即有更多的人给宋家作保。眼前的场景让宋家2位姑娘更加得意了，她们一脸鄙视地看着蓝潇潇。3天后可别不敢来啊！她不敢来吗？蓝潇潇扬起笑脸。2位小姐记得带好银子哦。宋二姑娘脚一跺，哼，当真是不知者无畏。100两银子对于我宋家来说就是一餐饭钱，不过到时候你可多喝几口水，喊声大点。说罢，宋家人得意地离去了。大叔，问您个事儿，今日赌场有青松书院与白明书院学子考试的赌注吗？有啊，你一个小姑娘问这做什么？蓝潇潇不以为意，表情更加神秘。大叔，昨晚上我做了个梦，梦中有一个白胡子老爷爷告诉我，今日青松书院学子第1名会是一个叫陆之轩的人。啥？守门汉子看傻子一样。小姑娘，你真是在做梦。我们村里人说我命太硬，于是让我出来讨饭，可我真的是有福之人呐，他们不信啊。我其实手中也没有多少银子，就2两半，都是我全部财产，而且还是卖了我家屋子的钱。但是神仙就是告诉我，今日让我来下注，赌一个叫陆之轩的人会考第1名。终于汉子又有点相信了。大叔，你带我进去下注吧，这半两银子当你的赌本，这2两银子留给我自己，要是输了也不怪你，要是赢了我再给你1成，如何？输了不关他的事，赢了他白捡了银子。汉子良心不坏，但人性贪婪的本性还是让他动心了。我叫发财，一会儿你就说是我的侄女，知道吗？发财？你这个名字真会取啊，你咋不叫红中呢？发财说好，我叫笑笑，笑死人的笑。谁告诉你这样说自己名字的？
我娘啊，她说我就是个笑话，竟然生了我这么一个难看的女儿，真是笑死人了。汉子抽嘴，这真的是你亲娘吗？古代下注还真正规，注约1式2份，都按手印，还有证人。蓝潇潇收好，笑眯眯的对发财说：“发财叔，你就放心等着吧，3天后你就真叫发财了。”白捡了个美梦，成不成都不输钱。发财倒也开心。好，托你的福。从赌场出来逛了一会儿，蓝潇潇又逛回了青松书院前。哎，快看，考完了，真的考完了！你们看，第一个出来的就是宋公子。哎，真的了，今年肯定是他拨的头筹。顺着众人的眼光，蓝潇潇看到走在前头的青年，年纪大约也就是15、16岁吧，一身天青蓝的天蚕丝面料直坠，袖以青竹丛丛，便如一颗青竹立于面前。这人相貌英秀，肤色如玉，听得众人大叫，他却走的是不紧不慢。哥，这里，我在这里包了座。走上前，突然发现蓝潇潇脸上有地方黑乎乎的，他便眉心一拧，又跑去干什么了？蓝潇潇一听，知道脸上有可能没洗干净，便卖着傻。去逛了逛，怕被人拐走，就涂黑了自己。哥哥，我聪明吧？哼，你确实是很聪明，聪明的吹你哥哥能考第1。哥哥，这个就是跟我们打赌的人。潇潇，怎么回事？蓝潇潇嘟了嘟嘴。哥哥，这可不能怪我搞事哈。早上我送你进考场的时候，鼓励你会考第1，这个小姐姐说我吹牛，说只有他们的哥哥才能考第1，还非得逼我打赌啊。在下德阳县宋青云，敢问这位兄台姓氏名谁，哪里人士？原来是大名鼎鼎的宋公子。久仰，在下陆志轩，字允坤，封关镇人士，尚未不懂事，请莫在意。哟，不在意？你不会是认输了吧？要是认输呢，也可以，1两银子没有就算了，去外面跑3圈，说宋公子第1名。宋家姑娘，这输赢未定，何必咄咄逼人呢？宋青云是自小被捧大的，他容不得别人指责自己的妹妹，便声一冷：什么叫咄咄逼人？舍妹虽然说的直白了些，可事实就在眼前，莫不是兄台以为这次第1名会是你？陆志轩太清楚这宋青云的性子，这人确实比较厉害，可现在的他只是一个骄傲无比的富家子弟，与他多说根本没有必要。谁知道呢？3天后才知晓。这话一落，宋小姑娘一脸得意。行，3天后准备好银子，然后去外面跑3圈吧。坐在茶桌边，蓝潇潇开心地给陆志轩倒茶。哥哥，先吃这个糯米糕，一会儿我给你包茶叶蛋，用签子穿起来，下午定能考个100分。什么叫100分？就是满分呀。陆志轩宠溺地问。你就这么相信哥哥的厉害，竟然还敢与人打赌，真是胆子越来越大了。我哥哥自然厉害，这世上谁厉害都没有我哥哥厉害，因为他是我蓝潇潇的哥哥。在外跑了1个上午了，一会儿赶紧回去好好休息会儿，知道不？知道了，管家公，我把你送去书院，然后就回家，好不好？说话算话呀。算就算。把陆志轩送去了考场，到家后一身是汗，他立即洗了个澡，然后倒在走廊上那竹躺椅上呼呼大睡。轰隆隆，一个炸雷落下，吓得蓝潇潇从竹躺椅上掉到了地上。娘的，吓死本姑娘了！雷声一直在响，乌云越来越浓，可雨却一直没下。蓝潇潇皱了皱眉，难道要下暴雨了吗？看看外面想了想，他这才发现家里没有油纸伞。哥哥，您考好了？不是说了吗？叫你回家吗？不是说了吗？叫你回家吗？我回去了呀，而且还睡了一觉。只是这一直打雷，我一个人不敢留在家里。本要教训他，一听这话，陆志轩心疼了。下着了？有点，不过我出来的时候没下雨，到了这里人多，我就不怕啦。打雷只是告诉世人要下雨了，你不必害怕它，只要躲在屋里不出来，就什么事也没有。以后雷雨天急不可往外跑，万一被雷公打着了，就要出大事了。两人刚走出书院没几步，突然咣当一声，陆志轩的书袋掉在地上，文房四宝洒了一地，而蓝潇潇被他抱在了怀里。一个仆人打扮的男子尖叫着扑过来：“少爷，小心呐！”蓝潇潇被撞懵了，听到这声音回过神来，一见撞他们的人，立即抬起一脚踢了过去。嘿，没长眼睛！大胆，哪里来的死丫头，竟然敢踹我家主子！来人呐，给我往死里打！谁敢动我妹妹一根手指头，我让他见不到明天的太阳！雨中的青年一身狼狈，可他的双眼充满了杀气。宋青云心中一跳：“给我滚一边去！这里不关你们的事。”管家不服：“少爷，这贱丫头太过分了，竟然敢动少爷您，奴才不教训她不行呢！”老东西，贱丫头，你说谁呢？贱丫就说你。蓝潇潇听后非常认真的点点头：“果然是贱呐！
既然你承认你是贱丫，本姑娘饶你一回，否则打得你满地找牙。你们几个还站着干什么？还不给我好好收拾这个死丫头！哟，这主子的话没人听嘛，果然是奴大欺主了。这话一落，宋青云的脸黑了。回去给我领20遍。管家一听，这才死翘翘了，知道自己在这老宅时间久了，都忘记了自己只是个奴才。是少爷，这当我的赔偿。正要转身，却发现扔在地上的银子被人一脚踢回，正中他屁股，痛得他一拧眉，顿时就骂人了：“臭丫头，你到底想怎么样？”蓝潇潇一脸鄙视：“不稀罕你的臭银子，不就是有2个臭钱吗？你神气个屁呀！给我收起！”我就是有钱，怎么着？你有吗？你有钱是你的吗？你不过是一只米虫，享受着先人的财富，不觉得丢脸，倒还洋洋得意。哼，你这书啊，算是读到狗屁股里面去了。什么天才啊？我看就是吹牛吹出来的。姓宋的，你这么拽，你娘知道吗？你家里有多少钱？报个数字上来啊！10年后本姑娘来跟你比。现在拿着你的臭银子给我滚！这话一落，不止宋青云盯着他不放，就是连陆志轩也被他这气势所征。这样看着我做什么？我使得本姑娘是吗？不认得呀，多看几眼，以后见着本姑娘绕道走。一边的管家气得不行：“少爷，这死丫头欺人太甚了！到底是谁欺人太甚啊？撞了人不知道先道歉，就只知道喊打喊杀，或者就拿银子砸人，有钱就这么了不起吗？士农工商，宋家好似现在靠经商吃饭吧？我们兄妹还是奴家呢，死奴才！”宋青云再次盯了蓝潇潇一眼，从牙缝里吐出一个字：“走。”你呀，这个火爆的性子可怎么好哦？小小年纪这么火爆，万一传出去，谁敢娶呢？不嫁。潇潇，你是姑娘家，总得嫁人的是不是？哥哥不愿意养我一辈子。说什么呢？别说养你一辈子，就是养你几辈子，哥哥也不在意。可是姑娘家哪有不嫁人的？刚才的事，以后可不能做了。哥哥，我刚才可不是胡来的。对付这种不讲理的人，你讲理就是没有用的。哼，这世道如此之乱，谁的拳头硬，谁就是大爷。刚才那个管家开口就要打死人，他凭的是什么呀？就是因为宋家有钱。是，现在我没钱，可我有拳头。哥哥教了我3年功夫，可不是用来看着被人欺负的。以后谁要欺负我哥哥，我蓝潇潇与他势不两立。哥哥，这位就是白明书院的石夫子，那天夫子就是我的作保人。夫子有礼了，沈妹胡闹，让夫子见笑了。就在石毅观察陆志轩时，有人大叫：“这怎么可能啊？不可能的，根本不可能的，一定是书院搞错了。第1名怎么会是这个无名小子？第1名是谁呀？是不是曹家二公子？是李家双七公子吗？不可能，肯定是关林公子。大家都安静一下。这次青松书院的前3名是：第1名方官镇学子骆志轩公子，第2名德阳县宋家宋青云公子，第3名。第3名已经没人听了。走，去白鹿书院，那边宋公子肯定是第1名。恭喜陆公子，贺喜陆公子。夫子客气了，这只是一场入学试，真正有本事的人真的不是这里，而是3元极地。就在石毅心中翻腾之时，宋青云带着2位宋姑娘来了。既然打了赌，那就愿赌服输。陆兄，舍妹与陆姑娘的赌约，我们来践行了。一个小厮双手奉上了1张银票。陆姑娘，这是100两全通钱庄的银票，请喝茶。我想凭着堂堂宋家的名号，也不可能给我1张假银票。要真的是假的，本姑娘就留着做个纪念。喂，你别得理不饶人！臭丫头，这一次不算什么，有本事9月的院试见，我就不信你们还有这运气。以宋公子的文采，宋家的教导，我相信3元极地的神话会在宋公子身上重演。哼，那当然，我哥哥是真才实学，可不似某人全靠运气。宋青云不靠运气，这宋小姑娘是说未来的首府大人这次靠的是运气喽？有人送脸来，他不打行吗？对，这乡试、会试与殿试才是凭真才实学的时候，靠运气没用。宋姑娘说的有理，本姑娘深以为然。夫子今日多谢作保，哥哥可否请夫子喝个茶？夫子高义帮你这个小丫头，择日学生上门看望。探望倒不必，不知陆公子可考了白明书院？考了。希望我们有机会一同进步。多谢夫子高看。哥哥，我想去个地方。陆志轩一愣，去哪儿？蓝潇潇一脸怕怕地掏出城中赌方的契约。去这里一下。你太胡闹了。哥哥，就此一次嘛，人生就是一场赌博，赢了就风光无限，输了不也就是2两半银子吗？是不是？我又不是老赌棍，再说这是因为我对哥哥十分有信心嘛。仅此一次。哥哥，我想去个地方。陆志轩一愣，去哪儿？去这里一下。一看这赌约，陆志轩的脸黑成了炭。
你太胡闹了！哥哥，就此一次嘛，人生就是一场赌博，赢了就风光无限，输了不也就是2两半银子吗？是不是？我又不是老赌棍，再说这是因为我对哥哥十分有信心嘛。深深的呼了口气，而对这又认错又撒娇的妹妹，陆志轩是又气又恼又无奈。仅此一次。蓝潇潇一个军礼，知道了，我发誓仅此一次。怎么会这样呢？怎么会这样？那可是我全家的家当了呀！张老三，别吼了，你就3两银子而已，还有白明书院没有开榜呢，哭个屁呀！大哭的人少，可哭丧着脸的人多，可见押宋青云的人占了80%。就在这时，发财终于看到他了，连忙跑过来，一脸欢喜。姑娘，你可算来了！蓝潇潇压低声音，发财说：“我们押中啦！”中了！全场就只有跟着我们的几个人中了，快走，我带你去领银子。对了，这位是我们村的人，他也是这次考试的学子。考得不好吧？还行。哎，这次也不知从哪奔出来一匹黑马，竟然让老赌棍都失了手。你们跟我进去，我去拿银子。拿了银子，你们赶紧从后门走，以后再也不要来这里了，知道吗？这发财叔果然是良心没有灭绝呀！蓝潇潇立即点头，知道了，谢谢发财叔。发财拿着赌票进去了，不过1刻钟就捧着银子出来了。好在你是找上了我，要不然凭你一个小姑娘想拿这银子，那是做梦。蓝潇潇只拿了182两半的银子在手。多谢发财叔，以后我要是再有梦，一定告诉你。平白得了70两银子，发财这一下真是心花怒放。嘿嘿，好说，下回合作愉快，赶紧走，一会儿多回头看看有没有人跟着你们。是，多谢赵哥哥，你来的正好，晚上去你家加餐哟。你看我买了好多的菜。赵涵含笑着点头。家母就是让在下来叫你们兄妹晚上过去吃饭的，他已经知道了允坤兄剥得了头筹。陆志轩拱手，多谢赵婶，都有打扰。子明，你外公可还好？这几日赵涵的外公生病，他回了封关镇市集，年纪大了，暑气太重，目前稍有好等，多谢允坤兄问候。外面太热，3人进了院。子明，明年可有打算？赵涵摇头，我没想这么多，9月底的院试能不能过，在下并无把握。肯定能过。允坤兄，小弟可没有你的文采，在下可是有自知之明的。赵家哥哥，我哥哥说你能过，你就一定能过。潇潇妹妹，是你哥哥高赞了我呢，我心里还真没把握。那你就再努力一把，也信我哥哥一回好啦。这笑脸太花眼，赵涵闪了闪神。好，那我就听潇潇妹妹的话，还有2个多月，一定要好好努力。加油，到时候我们一起去省府上学。好。送走了赵涵，顺带让他把菜也带走。可一回头，却发现未来首府大人的脸色不是很好。天哪，他没做错事吧？哥哥怎么啦？怎么又不高兴了？陆志轩静静地盯着他。以后不许对外人笑得这么甜了。哥哥，这赵家哥哥是你的好朋友啊，不能算外人吧？占有欲非常强的陆志轩想也不想，甚至根本没察觉到自己霸道脱口而出。也不行。妈妈咪耶，连笑你都管，那你管不管我一天撒起泡尿啊？我知道了，哥哥不就是想让我变得像个淑女吗？行，以后我在别人面前笑不露齿，行不回头，这样就行了吧？潇潇，以后出门脸上涂上草药。哈，好不容易能当回美女，又让她变成丑女。蓝潇潇牙痛。哥哥，我总不能不以真面目见人吧？而且现在很多人也知道我长什么样，与其遮遮掩掩，不如你给我打一个武器吧。陆志轩也知道姑娘家爱美，妹妹不愿意与丑面目见人也是能理解的。闻言想了想，那你想要什么样的武器啊？什么样的武器？蓝潇潇想起来就脸红，什么武器最在手呢？突然她脱口而出：双节棍。双节棍是什么武器啊？想起自己曾经迷恋周杰伦的双节棍，不仅特意买了1根双节棍，而且还拜师学过的事儿。蓝潇潇主意定了，哥，你等着，2节竹子，1根草绳，这双节棍实在是有点不伦不类。同意，快使用双节棍，哈哈哈嘿！快使用双节棍，哈哈哈嘿！一边的人玩的是满头大汗，另一边的人是看得目瞪口呆。他真的只有10几岁吗？整个过程陆志轩就只听懂了一句：快使用双节棍，哼哼哈嘿！快使用双节棍，哼哼哈嘿！他的世界这就是武功。陆志轩的头顶一群乌鸦飞过。怎么样，哥哥，我这套棍法不错吧？是不是直接把你给震撼了？不错，我真的很震撼。你来说我来话，一会儿请到李家的铁铺里去打。哇，他这就答应了吗？蓝潇潇双眼亮晶晶，得意的想，有个妹控哥哥还是不错的。赵家的晚餐非常丰富，赵婶子还把蓝潇潇批了一顿，说什么下回他再买菜送过来就不理他了。陆家哥哥，你真厉害哦！我爹听说你考了第1名时都呆掉了呢。是啊，陆家哥哥太厉害了，城里人这次都笃定了第1名是宋家公子，这第1名却被陆哥哥得了，真是吓掉了众人的眼珠子。这次真的只是运气啊，不值得2位妹妹夸奖。明天可能学院会来通知，后天要开学了，到时候还请婶子与2位妹妹多多教导潇潇。她在针线上，我不求她能与2位妹妹相比，只求她能做些家人的衣物就足矣。潇潇虽年纪小，这丫头灵光着呢。陆哥你放心，不出半年，婶子保证能让她自己会做衣服，会纳鞋。她的妹妹会做简单的就够了。陆志轩一拱手，那就多谢了。而这边蓝潇潇直接呆傻，不仅要学做衣服，还得要学做鞋子。你说什么？你再说一遍。少爷，
小的没打清楚，那个陆公子既没选青松书院，也没选白明书院，选的是城东那家出元书院。为什么？据说他本是想去这2家书院的，只是这2家书院的学史说的话非常难听，而且说原本1月2两的学子因为书院的原因，现在只有1两了。这话一落，宋青云傻眼，这2家书院的山长不是从翰林院出来的吗？这2老家伙竟然会不识货！拿我的投名帖送去出元书院，我也去那进学。齐刚一听，张嘴傻眼。公子爷，你，我的个天！这个小主子莫不是被那姓陆的人给气傻了吧？你什么你？还不赶紧去！是，小人立即就去。哥哥，你要是实在气不顺，不如我找他再读院士好了，没必要放弃好的学堂不上。宋小姑娘，对呀，哥哥，青松书院的院长早就去了府城宋家，你要不去那多不好。要是哥哥气不过，院士、府士、殿试我们都赌，我就不信他还有本事3元起地呢。他气不顺吗？宋青云皱着眉头自问，好像是有点。好了，选个学堂也不过是2、3个月的事，院试一过，我们就回府城读书了。这是我的事，我自己做主。哥哥，你说这2家书院是啥意思啊？陆志轩笑笑，没什么意思，因为哥哥初次相野，这偶尔一次考得好，并不代表什么，而且他们把宝压在宋公子身上，真是狗眼看人低。哥哥，舜发于犬母之中，父说举于板柱之间，姜立举于鱼岩之中，吴夷吾举于世，孙叔敖举于海，百里奚举于世。出身不代表什么，成功靠的是天赋与后天的努力。故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，必先苦其心志，劳其筋骨，饿其体肤，空其乏身，行拂乱其所为，所以动心忍性，增其意所不能。到时候哥哥考个3元及第给他们看看，看瞎他们的狗眼。别生气了，哥哥记着你的话，一定考个3元及第，好让他们落狗眼。哥哥，我给你做一个漂亮的书袋吧。陆志轩嘴角含笑，等你学会了再说。知道害羞了，知道害羞是好事，明天去赵婶子那儿好好学学。哥哥等你给我做个最漂亮的书袋。学就学，凭着我的天才大脑，我不相信对付不了一根小小的绣花针呢。对，我妹妹肯定能对付她。出元书院与青松和白明书院都在不同的方向，因他没有那2家书院出名，所以他所站的位置也没这么好。不过书院的山长非常诚恳，甚至开出了1月3两银子的励学金。哥哥，那人不会也是来这里入学的吧？他也选择了这家书院。他是不是脑子受坏了？个人都有选择的自由，他想做什么是他的事，哥哥我只知道学习就行了。哥哥加油。好，哥哥进去了。对了，一会儿避开那人一点。你怕他为难我吗？小心为何？蓝潇潇挑嘴一笑，哥哥担心什么呀？去吧，我这么可爱，谁舍得欺负啊？那是哥哥操心了。晚上你和赵家姐姐他们一起回家。哥哥，要不要我等你回家？不用，学堂有的时候要讨论文册之时，下学就不会准时了。你自己回去，在家等哥哥。外面这么热，小心中暑。好吧，24孝哥哥把陆志轩送进去了。蓝潇潇反身往回走，正好遇到了宋青云带着他的小厮，2人骑着马往书院大门而来。只见他一身白色锦袍，头束白玉冠，墨发垂在脑后，剑眉星目，人物风俊。如果忽略他脸上的傲慢，绝对的一翩翩公子。宋青云没想到的是，第一天入书院就碰到了这个小姑娘。他对这种乡下村姑是根本不放在眼里，府城的美人无数，他又不是没见过长得好的小姑娘，只是他就觉得奇怪了，这个10来岁的小姑娘看到他，神情竟然如此的淡然，如此清高。宋青云故意一马鞭抽在地上，吓得他的坐骑前脚扬起一阵嘶叫，自然蓝潇潇也是吓了一跳，连着后退了好几步，成功的捉弄了人。宋青云得意非凡，利索的跳下马，把马拴在那边，随爷进去报名。少爷真当是，竟然跟个小姑娘玩起来了。是，少爷稍等。小花，咬他，狠狠的咬他3口，你的毒性弱了点，多咬几口，本姑娘要摔花他的大饼脸。小花真乖，回去姐姐给你吃腐肉，让你吃得饱饱的。迷花猪仿佛听懂了他的话，吱吱几声，蜘蛛爬了回来，收起竹筒。蓝潇潇几声尖笑之后，转身往赵家铺子而去了。太阳当空照，花儿朝我笑，鸟儿说早早早，你为什么背着小书包？我去上小楼，天天不迟到，爱学习爱劳动，长大手艺棒棒棒。哟，潇潇姐，你很喜欢学绣花吗？苍天的大地，这是真的一点都不喜欢呢。与其在这里学绣花，不如去山上摘野果，还是村里更好玩些。还行吧，谈不上喜欢，也谈不上讨厌。是吗？我看你从进门起就一直在笑，以为你很喜欢做针线活呢。哎呀，这误会大了。娘我高兴的不是这个，我是在想那个姓宋的孔雀被自己的爱妻摔在地上时，会不会四脚朝天呢？我一直笑，那是因为以后我们就天天在一起玩啦。好啊，等哥哥他们木休，我们就去城外玩。行。傍晚，书院放学了，走在院外，陆志轩就闻到了家中的饭菜香味，嘴角挑挑，眼眯了眯。赵涵觉得口水都要流出来了，一脸眼馋模样。冰坤，潇潇妹妹挺能干啊，做的饭菜这么香，要不今晚我也在你们家吃了回家。哪是他家饭菜香，这是想打他妹妹的主意了。看了好友一眼，陆志轩缓缓地说：穷人的孩子早当家，父母无良，只能自己动手。他不似你2位妹妹有爹娘护着，要是不能干就得饿肚子。你想在我家吃怕是不行，
他不知道你来，肯定是没有煮你的饭的。哥哥，你回来的正好，马上可以开饭啦！看到妹妹的笑脸，陆志轩的心情瞬间晴天。等哥哥来洗手搬桌子。谁啊？这个时候来，赶紧翻点啊！陆志轩摇头，等着，我去看看。只是看到陆志轩引进2位下巴长着长须的男子时，蓝潇潇只得立即去搬来2张凳子，倒来2碗凉开水。陆公子，老夫乃白明书院的总管事柳一白，这位是我们书院学礼。前日来人怠慢了陆公子，今日特意上门致歉，还望陆公子能不忘前嫌，转到白明书院入学，条件与出元书院一样。一个是学校副校长，一个是教务主任，这2人是来请未来首府大人转学的。蓝潇潇愕了愕，既然要他去，为何当初那样的态度？陆志轩站了起来，深施一礼，多谢2位前辈高看学生，人得言而有信，既然已经去了出元书院，在下不能做那言而无信的小人。前辈也看得出学生家境贫寒，当初没能选择贵书院，确实是情有所因。看了看桌上的饭菜，2位半老头沉默不语，半晌才起身告辞。2人重新吃饭，蓝潇潇好奇地问：哥哥，你说这青松书院会不会后悔呢？陆志轩笑笑，白明书院的山长苏爱才，所以石夫子这种性格孤僻却有文采的人才待得住，而青松书院的山长长媳是礼部侍郎刘大人之嫡女，其长子年纪轻轻，已领工部五品之职。话说到这儿，蓝潇潇明白了，人家不稀罕你去不去，因为人家京中有后台呢。县太爷不过7品，他儿子年纪这么小就5品，这心态自是不一样了。潇潇，那宋家小子是不是那天欺负你了？哦，就那个宋青云是吧？哥哥，他怎么啦？从马上摔下来了，据说他的马突然发疯，根本不听他的喝令，直接把他摔在地上了。这一下蓝潇潇更好奇了，哎，快说快说，哥哥他是毁容了还是残废了？没有，就把脚给拐了一下，应该是扭着筋了。哼，太便宜他了啊！要是摔花了他那张脸，该有多爽啊！他是如何欺负你的？竟然想他毁容呢？看来还真是可惜了。你这只蜘蛛的毒性还不够，到时候还得叫老张头配几副药喂他给吃下去。那就最好了，下次他再在我面前嘚瑟，我要让他摔个狗吃屎，把他摔成个带花脸，让他老婆都娶不上。宋青云娶不上老婆，妹妹以为这就是对他最大的惩罚吗？果然是个善良的小丫头，只是她这妹妹如此在意一个男人的相貌，好似不妙啊。无意间陆志轩摸了把自己的脸，难道他不知道真正的男人靠的不是相貌，而是本事，是手段吗？潇潇，宋家虽然朝中表面上无人，但是宋家家主在京城的力量绝对不可小看。那宋青云这2日肯定还没回过神来，但是以他的聪明，会很快就想到你身上。这些天你不要一个人外出，好吗？哥哥是担心宋青云这个纨绔吗？哥哥放心，以后每天早上我跟哥哥一起出门，晚上跟赵家婶子一起回来，不落单。好，真乖。潇潇，过几天木休，哥哥去牙行雇个婆子，以后这饭菜你就别做了。哥哥嫌我做的饭菜不好吃吗？要不我去酒楼学一段时间。不是说你的不好吃，而是怕你太累。你去了绣楼回来还得买菜做饭，太辛苦了。不辛苦啊，赵婶也要买菜做饭，而且叫别人来做，菜洗得不干净，味道做得不好吃，我可吃不下。哥哥读书辛苦，我喜欢做好饭菜等哥哥回来的感觉。世上有喜欢做粗活的女人吗？是妹妹怕银子不够用吧？潇潇，银子的事哥哥会解决，哥哥舍不得你做粗活，现在条件有了，让哥哥来照顾你吧。寻常他一放学，搞卫生、收拾家、洗碗筷什么的都会做，再不让他做饭，那他怎么讨好他？蓝潇潇双眼亮晶晶地看着陆志轩，哥哥，我不是怕没银子，而是我不喜欢别人来我家的感觉。为什么？为什么不喜欢别人到我们家里来？蓝潇潇摇头，我也不知道，反正就是别人插进来，我就有一种不舒服的感觉。你只喜欢与哥哥一起过日子，是吗？现在当然，我还没发财呢。蓝潇潇迅速地点头。去给我好好查查，看看到底是谁做了手脚。管家总算有了重新露脸的机会。少爷放心，奴才一定查清楚是谁狗胆包天，竟然敢动宋家少爷。以奴才看，这人是活得不耐烦了。宋青云看了一眼这富态的比大老爷还富态的样子，眼光一收，这件事不必你操心。齐刚，去把旗帜叫来。这话一落，管家脸色大变。少爷来德阳，竟然带了宋家的暗卫。齐刚走了，管家却站在一旁未动。宋青云见状，下去吧，这事你不必管了。好好的把宋家这老宅打理好就行。记住，你只是宋家的奴才，不是宋家的主子，好好做好你的本分就是。瞬间，管家胖脸白成了一张纸。就在这时，宋大姑娘与宋二姑娘进来了。哥哥，你说是不是那个贱丫头害的你？贱丫头！宋青云立即脑子里浮现出了一张稚气而白嫩的小脸，那清澈的大眼却暴躁的脾气，竟然是那样的和谐。宋二姑娘一听，满脸不屑：姐，
你说的就是那个敲诈了我们100两银子的贱丫头吧？就她，她有这么大的本事吗？姐，你也太看得起她了，一个低贱的乡巴佬而已。那不是她会是谁呢？我们在这德阳县又没有仇家。再说这里的人谁敢动宋家三少？宋青云也觉得敢对他的马动手脚的人绝对不会是蓝潇潇，有暗卫在，一定能查到真相。看着自己肿成馒头的脚，宋青云一脸戾气。你敢惹我宋青云，等我抓到了，我要拆了你的骨头。行了，你们别猜了，等旗帜查清楚就知道了。还有，你们没事别到处乱跑，失了大家闺秀的脸面。对了，我告诉你们，那县太爷家的人不许沾。哥哥，这县太爷怎么了？不必多问，记住记好，以后非要出门就多带些人，别闹出事来。放下，我来洗。蓝潇潇轻轻一笑，没事，我用这洗衣液泡一泡，搓一搓就干净了。可陆志轩没理他，径自走到洗衣台前，抓起蓝潇潇的左手，眼睛盯着红肿的食指与中指。别去洗了。哥哥说什么呢？不就几个针眼吗？你把它搞成几个枪眼一样，本来没事都给你吓出事来。我现在已经越来越溜了，这是前几天留下的，没事。陆志轩没说话，牵着蓝潇潇坐在凳子上，轻轻扶住她。别动，哥哥给你抹点药。上药？蓝潇潇白眼朝天，苍天呢，就几个针眼，值得上药吗？可这药不是他想不上就可以不上的。等发现自己2个手指头包成2只小猪蹄时，看着认真洗衣的少年，蓝潇潇无语问苍天。不知道的人还以为他砍了2个手指呢。直到晚上，哥哥，脓解开了吗？蓝潇潇终于松了口气。这么热的天，手指头有木有化脓啊？看着拿着他的手反反复复仔细看的大男孩，蓝潇潇还是挺感动的。书上说他是个冷心冷肺没心肝的人，他能成那样，那也是因为生气所逼，是不是？哥哥，我没有那么娇弱，我能照顾好自己的。浓浓鼻音让陆志轩笑了，伸手抱起妹妹坐在怀里。有钱人家的女儿都是十指不沾阳春水的，可你跟着哥哥吃这么多苦，是哥哥没有照顾好你。蓝潇潇的眼眶红了。哥哥，跟着你，我已经上天了。是真的，刚到这个世界，那过得多难啊！除了挨饿挨打，还得防着老色狼。现在多好，他当家，想吃什么，想穿什么，想买什么，谁会说个不字？潇潇，老张伯的药不错，以后带在身上，如果被针扎了就抹上。这是答应他继续去绣铺了吗？真不愧他今日口水都讲干了。蓝潇潇可没想过成个绣花高手。第二天去杂货铺子添置家用物质时，蓝潇潇发现铺子里竟然有一种熟悉的植物，顿时是惊喜不已。老板，这是什么？老板觉得蓝潇潇好奇怪，竟然连这个都不认得，便说：麻辣子啊，姑娘，你不认得他？哇，这个世界竟然真的有花椒！蓝潇潇最爱吃麻辣的零食，按住心中的兴奋问道：老板，这个怎么卖啊？10个大钱1两，100多块一斤。哎呦，够贵的哈！哥哥，买1两。老板，您这还有茴香和桂皮吗？姑娘，那个是药呢，你要它们做什么？不做什么，只是好奇。花椒、大蒜头、生姜、酱油、盐、油，就是这个世界的调味品。回家的路上，蓝潇潇掏着陆志轩的手：哥哥，你可知道哪里有龙虾卖吗？龙虾是什么？是海龙王的虾兵吗？那你知道这附近哪有池塘吗？不知道。直接给聊死了。蓝潇潇并不死心，第二天他就问赵婶这事儿。池塘？城外就有啊，城里我倒是不知道。城外很远吗？不远，出了城门就有农田，农田附近都有池塘，多着呢。哥哥，看看我的手艺。平角短裤陆志轩早就穿上了，而且觉得这东西穿着特别舒服。今日一见这新短裤，嘴角忍不住上扬。你做的？蓝潇潇欢喜的点头。对啊，你2条，我2条，这下雨天就不怕没得换了。哥哥，我厉害吧？看着献宝似的妹妹，陆志轩拧了拧她的小鼻子。比我厉害？那当然，谁让我有一个这么厉害的哥哥呢？哥哥这么厉害，妹妹要不厉害点，铁定被人说不是一个娘生的。噗的一声，首府大人破功了。本来就不是一个娘生的呀，这小丫头在想什么呢？哥哥去洗澡了。陆志轩进了澡堂，蓝潇潇一脸奸笑。首府大人，别太喜欢我呀。第2个沐休日，想吃龙虾的蓝潇潇缠着陆志轩去了城外，自然赵家兄妹也不甘落后。你们看呐，这样扔下去就行了，一会儿要是有大虾来咬，这线就会动。一块肉绑在线上，就能吊起池塘中的虾。赵家姐妹兴趣来了，特别是赵香婷，快来给我一块肉，我也要试试。这真的能钓到吧？怎么不能？前一世在乡下，他与他哥哥哪年不钓上几大桶？看我的，快看，有大虾！天哪，这么脏的东西能吃吗？脏只是表面，等我把它洗干净了烧出来，你就知道什么叫做美味了。不过这东西生长环境不太好，多吃是不行的。哇，潇潇，你也太厉害了吧！就一团小小的肉，能钓起这么大个的虾？那当然，谁叫他贪吃呢？陆志轩与赵涵并没有参与这钓虾的行为，因为实在是被这妹妹闹得没了办法，这才用了赵家的马车出城。运坤，
潇潇妹妹真的好可爱。眼前快乐的像只小蝴蝶似的身影，让陆志轩很骄傲。她还小，爱玩了些。还小？赵涵眼神复杂的看了好友一眼。潇潇妹妹11了吧？很多人家11岁都开始议亲了呢。没，10月才满呢。赵涵心凉，是真的还小了点，要是再大个2、3岁就好了。不过他不死心。不过现在不议亲，可女儿家再有2年就得许人家了。运坤，对潇潇妹妹，你准备怎么打算？什么打算？她这么小，打算个什么？这家伙竟然还不死心！不行，今日不叫他死心绝对不可以。没什么打算，他不急急，我不准备给他定人家，而且我答应他了，定什么样的人家都由他自己拿主意。等他及笄，那不是还有很久很久？就想打我妹妹的主意。你这家伙以后有妻有妾，我妹妹可不适合你呀。就在两人不说话时，却见不远处2匹快马飞奔而来。一见马上之人，陆志轩双眼眯了起来。他跑在这里做什么？突然，陆志轩眼光扫向某人的腿，心中一跳。难不成他查到了什么？少爷，他们在这儿！听到这声，这2人竟然特意来找他们。陆志轩拧拧眉，冷眼看着这主仆2人，纹丝不动。景瑞兄，好久不见，身体可以无恙？宋青云，字景瑞。他跳下马，看了看不远处的人，一脸让人无法看清的表情。自然无恙，要是有恙，你怕是看不到本公子了。你们倒是有闲情逸致吗？竟然跑来这里钓鱼，就穷到了这种地步，想吃条鱼还得自己钓吗？宋公子说笑了，硕妹们闲来无事，所以出来玩而已。确实是太行了，要不然怎么敢动本少爷的马？难不成给他查到了什么不成？顿时蓝潇潇双眼一滴，眼中的阴郁顿显。这宋纨绔有这本事吗？不可能，迷花猪可不是处处可见的毒物。再说那地方也没监控，更没人知道他就养了只小花猪。那这人麻麻的嘛，想不到这鸟人还学个孙子兵法呀，竟然敢给本姑娘来个兵不厌诈。宋公子，这话怎么说？舍妹平日很少出门，连马都没有摸过，怎么会去动公子您的马呢？你妹妹不敢，可有人的妹妹就难说了。我的白雪从来不发疯，可那天竟然疯了，没有人做手脚才怪。宋公子，舍妹与潇潇妹妹都是小孩子，她们纵然是有此心，也无此能耐，烦请宋公子明察。这些日子他的暗卫查了个遍，也没有发现靠近他爱骑的人，唯一有那天书院门口他没让暗卫跟行。宋青云一脸戾气，不是他还会有谁？在这德阳县胆大包天敢动我宋家的人，就只有他。陆公子，你说呢？陆志轩本不想搭话，对这种蛮不讲理的富家公子，他实在是不想与之多辩。再说这做手脚的确实是他妹妹，多说有什么意思？只是他说是就是了。陆志轩双眼无波地看向了宋青云，我无话可说，拿奸拿双，捉贼捉赃。宋公子口口声声说我妹妹害了你的马，那就拿出证据来。证据？你还要什么证据？别人听到我宋家2字，哪个不退避之三舍？唯有这死丫头，天天想摸老虎须，既然敢做，怎么就不敢当了？宋公子，陆某想问，你知道什么叫村妇吗？什么叫村妇？宋青云脸色鄙视，不就是只知道撒泼打滚、呼天喊地不讲理的妇人吗？无知村妇，这就是指村里的妇人，因为他们自小接受的就是勤劳、朴素、直接这种教育，所以他们直白，他们坦白。既然你知道村妇且无知，更何况一村姑，我妹妹不像别人一样顺从你，是因为无知无畏。说了这么多，他的意思是那死丫头是一个无知的村姑了。好一个无知无畏！宋青云发现自己的颈袍上爬了一只黑乎乎的，有点像瞎子的东西，他大叫一声，跳了3步。臭丫头，你故意的是不是？对不起啊，宋公子，刚才是我太用力了，因为他被水草绊住了，所以才如此。宋公子，我真的不是有意的，我把你的衣服弄脏了，要不你脱下来，我在这水塘里给你洗洗。这么脏的水塘，洗他这天蚕真丝缎子外袍？宋青云气得差点一口鲜血喷出。你知道我这衣服值多少钱吗？你知道他要用什么来洗吗？真是无知的村姑，气死我了！衣服脏了，难道不是用水洗吗？宋公子，你家的衣服是用油洗的，是不是？要真是这样，我还真洗不起。这样吧，我把这只龙虾赔给你，这可是我亲手钓起来的虾王，便宜你了。这死丫头天生就与他犯冲。宋青云翻身上马，恶狠狠地盯着蓝潇潇。臭丫头，以后别犯在我手里，否则我让你求生不得，求死不能。宋公子，你要是觉得1只不够，给你2只啊，生什么气啊？潇潇妹妹，你真厉害。对付这种大公鸡呢，姐有的是办法。下回他再惹我呀，我照样收拾他。大公鸡，大前名门世家宋公子，在他妹妹眼里就像一只大公鸡。没人知道陆志轩的嘴角悄然上扬，在外人面前，陆志轩不喜欢妹妹太引人注目。潇潇，不可！宋青云这人自小被娇惯大了，少爷脾气十分重，不是个讲理的人，以后莫惹他。民不与官斗，穷不与富斗，我们这些平民百姓还是低调的好。允坤兄说的对，与不讲理的人计较，吃亏的是我们自己。潇潇妹妹，听你哥的话，没错。
好吧，你们有理，衙门八字开，有理无钱莫进了。现在他没有实力与宋家斗，再过10年再来爽吧。一大盆的香辣龙虾吃的赵家人是大汗淋漓，调指称赞。潇潇，我们等哥哥们下次木萧还去。不可以，这东西多吃不好。这么好吃的东西又不贵，竟然还不能多吃，真可惜了。1年吃个2、3次还是可以的，但一定要洗干净，而且这头一定要去掉，要不然它上面的虫子都会被人吃掉。下午泡龙虾的时候，两个姑娘都看到了，知道蓝潇潇说的不是假话，于是决定等9月时再去钓一回。龙虾不能多吃，可蓝潇潇脑子里总是想着老母鸡之事。终于第3个木修之日，她买了2只老母鸡回来。陆志轩好奇，2只吃得完吗？要不留1只明天杀？哥哥，我不是买来炖着吃的，而是在试验一项伟大的发明。这个妹妹肚子里的诡计太多了，看她这一脸的认真，陆志轩摇摇头，老老实实的去杀鸡了。这就是你所说的鸡肉精？嘿，哥哥，我很厉害吧？不错，只是没几家人吃得起啊。发财大计破灭了，蓝潇潇只得认命。那我们就留给自己吃。中午我给你炒清炒冬瓜，让你见识一下鸡肉精的厉害。发财之路走不通，伟大的发明只能留给自己吃了。在这里只住了几个月的时间，蓝潇潇也决定专心学点针线手艺算了。潇潇，你来看这杏棉怎么样？冬季颜色用亮点，这样看着就暖和。赵香婷性子活泼，拉着一匹大红花布直叫她。蓝潇潇一看这大红花布，顿时是脸皮都抽痛了。她又不是做嫁妆，搞这么大红大绿做什么？不要。为什么？这花多好看啊！下回你嫁人的时候啊，我送你一床。你才嫁人呢，我比你还小，要嫁也是你先嫁，我就让你先嫁，谁让你这么喜欢大红大绿的东西啊？潇潇，你来看看这个怎么样？赵香兰指的是玫瑰色，可惜蓝潇潇还是不喜欢，她比较喜欢清清爽爽的东西，匹水蓝波白碎花，一匹粉黄小橘点，连带床单与枕头套各要了2匹。赵香兰傻眼，潇潇，有你这样选包被的吗？这不好看吗？恐怕半个月就得洗1次了。本来就半个月要换1次的呀，这不是很正常吗？不行，我得再选2套，万一下雨的时候就得睡棉被了。对蓝潇潇的眼光，赵家姐妹是无力吐槽啊。她们长这么大，还没见过谁家的包被与被面全部一样的花色。一人手上抱着不少的布出门。什么人？连眼睛都不长吗？要撞到了我们菊花夫人，小心你的狗命！菊花夫人，眼前的菊花让蓝潇潇根本不敢相认。菊花大她4岁，按年纪今年才15。可眼前这女人不说35，看着至少也有30了，还是一个小姑娘，成熟妩媚中竟然有了沧桑。难不成这县太爷家的食物有激素啊？看着这小丫头身后的陆菊花，蓝潇潇根本没想到会碰到她。菊花姐，菊花3年没回家，却没想到蓝笑笑已长成一个绝色小美人儿。你怎么跑这儿来了？来买东西？没想到发财了吗？竟然买起了细棉布呢。看来你爹娘不在，日子都过得更好了嘛。发财？陆菊花一脸讽刺，这个菊花本就是王巧云亲生的，她没指望她有多少素质。哪有，这并不是我的东西，是赵家姐姐买的东西。菊花姐，好久不见，还好吧？我当然好了，你担心什么？让开点，我要进店。蓝潇潇不会与一个变态的女人多计较，她让开一步，却听得有人在说：哎呀，菊花姨娘，这位小美人是谁呀？我不认识。男子30出头，一脸的浮肿，看得出是醉生梦死、纵欲过度之人。那双死人眼睛让人看得极度恶心。菊花姨娘，我们可是一家人啊！这几位小美人儿是你家的亲戚吧？我刚才听到她叫你姐呢。小美人，我是县太爷家的2公子高华，你是我们菊花姨娘的妹妹吗？书上可说了，这高家人全是变态。蓝潇潇连眼角都没给这高华一个，带着赵氏姐妹立即溜了。见他们竟然敢跑，高华脸色一狠，去，给我跟上！我倒要看看这是哪家的美人，竟然不理我高公子。菊花姨娘，你真不够意。他不够意。菊花静静地盯着一脸银色的高2公子。这2年打着买丫头的名誉，他买了4、5个10到12岁的小姑娘进来。他们一进来，自己的地位已越来越低了。如果不是为了自己活命，菊花也不会帮他们买人。只是他不当帮手，死的就是他呀！这帮畜生。二爷说什么我不太明白，这2任小莲花不太舒服，你还是赶紧带她去看看吧。菊花姨娘看来吃醋了。行，我知道了，心里明白。说罢，高华掉头走了。休息一下，躺在这墙角。潇潇，那个人好恶心啊！那个女人真的是你的姐姐吗？我们为什么要跑？是不是那个男子是个坏人？告诉你们，今天我们遇到变态了。县太家的人都有虐童病，他们最喜欢虐待8至15岁长相甜美的小姑娘，所以你们以后出门要小心点啊！这话一落，赵香婷连脚都站不稳了。那怎么办啊？蓝潇潇伸头立即示意。
别说话，有人跟踪。跟踪的人左看右看，终于发现这条十字路口，他把人给跟丢了，骂骂咧咧的转了一圈，然后走了。走了，确认一下，看看是不是真的走了。蓝潇潇把手中的布放下，然后探头出去，直到1刻钟后才说：“应该是了，我们赶紧回家。”回到绣铺，蓝潇潇没瞒赵婶，虽然赵氏姐妹没有长得国色天香，但是防人之心不可无。潇潇，要不这段日子你别出来了。蓝潇潇淡淡一笑，拿出一个小瓷瓶，沾了点东西，在手心研看。婶子，拿个镜子来。潇潇，这瓶子里是什么？不是药吧？没等赵婶去拿，赵香婷跑去把镜子拿来了。给你拿着。说罢，蓝潇潇手心慢慢地拍打着脸上的肌肤，由中心向两边，由脸颊向鼻心，顿时一个粉着玉雕的小姑娘立即变成了一个小黑妞。这要不是看着，我铁定认不出来了。要美难，要丑容易。婶子，这下放心了吧？这下当然放心了。这样的小姑娘站在人群中，谁会多看一眼？晚上，蓝潇潇就把遇到菊花的事儿与陆志轩说了，顿时她的脸都黑了。你说他姓高的，让人跟踪你吗？不过好在我们躲得快，没让他们跟上。哥哥，你说我得罪谁了呢？长得美也是罪过，真他娘的生气！等哪一天我生气了，直接把他们父子3人给灭了，省得留着他们害人。这段时间小心些，出门脸上涂上药物，最好不要让那菊花再见到。再有1个来月就院试了，先留他狗命几天。院试要是县太爷出了事儿，今年德阳县的院试都要影响，这一影响就是一大批的学子。事关重大，蓝潇潇点点头。知道了，哥哥放心，这些天我尽量不上街。却说高华让人在城里搜了半个来月都没搜到人，最后逼问了菊花，菊花只得承认认得潇潇，因为那是他堂妹。高华双眼淫秽，明天你们回村去看看，他们莫不是回去了？要是你能帮我把他弄到手，二爷我一定重谢你。把蓝笑笑弄进来，菊花虽然不愿意，可也知道这高华看上的人不愿意也不行，只是他确实是非常不想回去。他如今成了这样，不想让村里的人看到他这副模样。派人去村里打探一下不就行了吗？一路马车来去会累死人的。这死丫头竟然知识不动了吗？高华阴森森地看了他一眼。叫别人打听，这不是打草惊蛇吗？让你回去就回去，去账房领100两银子，明日就起身。菊花一听有100两银子，便道：重阳节那天去吧，这样也有理由回家，否则突然回去让人怀疑。9月9那天，村里特别热闹，菊花夫人回家探亲了。事隔3年的再一次探亲，引得村人争相来了陆家。啊，巧云可真是命好啊，这么多的礼物，至少得值20两银子吧？可不，果然是县太爷家，这出手就是大方。菊花听着众人的赞美，心里美滋滋的，一时忘记了在县太爷家的不快。娘，那潇潇与二哥哪去了？他那老子武器一满，卖了地卖了屋，说是去县城读书呢。你问他们做啥？娘，那你知不知道他在哪家书院读书？哎，菊花，你有事找他？半个月前我在城里碰到潇潇那丫头了，正巧被县太爷家的二爷看到。那死丫头越长越好，被他一眼就相中了。这次我就是特地回来帮他打听消息的。你说什么？潇潇那丫头被县太爷的二公子相中了？你没弄错吧？潇潇那丫头被县太爷的二公子相中了？你没弄错吧？怎么会？今日我回来主要是找他呢。这二公子与别人还真不一样啊，竟然能相中潇潇那丫头，也算是他造化了。只是呀，我根本不知道他在哪里读书。虽然菊花不知道他娘说这话是什么意思，可一听他根本不知道蓝潇潇的下落，顿时非常失望。哎呀，娘，这村里有没有人知道啊？王巧云想了想，除了阿生爷与那长庆婆子外，恐怕没人知道他在哪儿读书呢。娘，你去帮问问，就说我回来了，想去见见我二哥与潇潇妹妹，到了县里也好相互关照，问问他在哪儿上学。王巧云只要一想到陆志轩那双眼睛，就有点不安。
菊花，那死小子可护着那死丫头了，要是让他知道你帮高家，小心他报复你。娘，不过一个贫苦人家的学子，他有什么本事与高家作对？他要是真不知好歹，就让老爷断了他的仕途，我看他还敢不敢多言。哎，我当真是被那臭小子给吓傻了，一个小小的学生想与县太爷作对，除非他活得不耐烦了。哎呀，菊花，这回高家准备出多少银子？娘，只要这事儿能成，二爷说了，给我们50两银子，到时候我们俩对半分。坤儿，这事儿你得小心啊。陆志轩脸色阴沉，师父放心，我知道该怎么做的。对了，师姐已去了京城。去了，全不听。那只能随他了，这种事得他自己想明白才行，否则别人劝多了，以为我们不想他报仇的。你说的对，冤冤相仇何时了？当年我们杀了皇上的2王子与6王子，他杀了王爷全家和我们许多的同胞与手下，这仇根本就没法分了。想起曾经的生活，再想起现在，人生的选择真无奈呀。人生的选择确实是无奈，可是又不得不选择。作为惠亲王的亲卫队，除了听从命令之外，绝无他路可走。师父，让张醉兄弟跟去吧，至少有个照顾。虽然是自己的主子，可也是自己一手带大的。郡主当初逃出来时才6个月，至今已16年。我回去就让他们过去。张醉兄弟的爹曾经也是惠亲王手下大将，同样是在那次大战中战死。张家5个儿子，就留下他们这2个当时未成年的。李刘走了，陆志轩皱着眉头回到家。哥哥，怎么皱成一个老头子一样？陆志轩不隐瞒他，菊花回村打听我们的情况去了。他想干什么呀？莫不是真想来个兄妹相亲？那个菊花恐怕是为了你而去的，看来这高二不死心呢。哥哥，要不去弄死他算了。别着急，等哥哥好好想想，得想个合适的办法才行。他去哪儿了？这个我等没问过，允坤的学问我等学子所教不多，所以这家也就准了。他这么厉害？允坤学识深厚，思路清明，见识独到，文笔流畅，不愧为上回入学士的榜首。那他这次稳重了？这得看主考的口味，如果他的文章能中主考的口味，自然能过。此次县试主考除了自己父亲外，还有一位就是阳城府通判王琦王大人。此人刚正不阿，脾气极硬，想要收买他是极困难的。3个又黑又丑的小姑娘坐在绣铺后院。今天是最后一场了，不知道哥哥考得如何？哎，潇潇，你说允坤哥哥这次会不会又考暗手啊？肯定的呀。潇潇，你永远都是这么自信。我不是自信，而是我哥哥就这么厉害。他不仅要考暗手，以后还要考解元、会元与状元，一个小暗手算得了什么？允坤哥哥要是听到你这话，铁定开心。我在他面前也这样说，他早听过了。哥哥考得如何？刚才与允坤兄对了对答案，我们2大部分都对上了，应该说没问题。娘，我们家要出一个秀才了。哎呦，好好，明儿你为老赵家争气了啊！对了，坤哥回自己家院子去了吗？允坤兄说这几天他有事，让潇潇妹妹安心待着，他办完事就来接他回村。回村？哎呀，那怎么行啊？回村？哎呀，那怎么行啊？那个高家恐怕盯着他们村子呢。哎呀，不行，这村子里啊，绝对不能回。对，不能回去。潇潇，你就一直住在我们家，哪也不去。等你哥当了大官，你再跟着他。等你陆家哥哥当了大官，潇潇更不能跟着他了呀。
娘，为啥呀？难不成那时候允坤哥哥还怕这恶人不成？等坤哥当了大官，潇潇也大了，那时候得嫁人了呀，怎么还能跟着哥哥跑呢？对呀，我怎么就没想着呢？潇潇，要不你长大了给我当嫂子好不好？娘哎，可不能乱说，否则得弄得不好相见。潇潇，你说呀？香婷妹妹，我不知道怎么说呀。我哥哥说了，不到15岁他不会给我定亲的。现在我还小呢，我真的不知道，这是要过问我哥哥。再说香兰姐姐13了都没议亲，我太小了。哎呦，对对，你们都还小呢，要议亲呀，一来要与大人议，二来得至少13、14岁以后。明儿，你帮着收拾一下，我们回家。公子，李令，那高府布置的如何了？公子，就等你命令。老张伯说，这药分量不同，发作的时间也不同，你看如何？现在你进得了他的身边了，能让他得点小毛病吧。是。没用的郎中，爷我肚子都拉成这样了，你还说没事？二爷，老夫并非说无事，是老夫学艺浅疏，看不出病因，请二爷恕罪。滚滚滚，给老子滚出去！哎呀，肚子痛死我了！快马去府城给我请郎中来！娘，肚子痛死我了！还不快去！你们还杵在这儿做什么？快呀！你们先去城中各大医铺说，谁要能把二爷的藤仙止住，赏银100两。老夫人息怒，老奴亲自去请。二夫人，菊花姨娘从何而来呀？好似出门了。去了趟米香斋，二夫人可要尝尝这新出的糯米糕。哼，今日菊花姨娘很大方嘛。听说米香斋新出的糯米糕是由新品的糯米细磨了5次才成粉，一斤可不便宜。这几日老太爷看来挺开心呢。二夫人说笑，老爷重武在身，县中又要出大学子，自然是高兴的。二夫人您忙，奴家不打扰了。哼，一个村姑罢了，竟然还学得跟个大家闺秀一样，恶心。姨娘，这二夫人也太过分了吧！二夫人，是你招惹了我，别恨我。二爷，菊花夫人来了。今儿个我没力气对付她，让她明天再来吧。刘三，去对菊花夫人说，让她明天再来。是。刘三，不是说二爷的病好了吗？菊花夫人，二爷的病暂时是没问题了，只是拉得太厉害了，他连眼皮都抬不起来了。哦，那你告诉二爷，说我有他想知道的消息，让他好一些就来叫我。是，小人一定传话给二爷。菊花夫人慢走。蓝潇潇，以后你可得多谢谢我这个堂姐呀。潇潇，这样做太冒险了。哥哥，也就这几天了，如果我不进去，小彩也不会听别人指挥啊。用别的毒实在是不保险，可这蜘蛛一般人来说想不到。再说小彩个子小，她跑出去也不会引起那人过分注意。万一这2天他毒未发，伤害了你呢？哥哥还担心什么呀？那就让他再拉2天肚子，我看他连腿都抬不起来，还如何害人？那你一定要仔细了。哥哥，我很厉害的啦，你别老把我当成孩子行不行？你长大了吗？姐成年了，难道还没长大吗？只是在福寿大人你面前呢，我永远都不会长大，否则姐怎么撒娇啊？以后出门还是带个纱巾吧。哥哥，世上哪来的这么多变态？再说世上比我美的人多了去了，只是这县城有些变态而已。城中一片安静，只有一家人的院内，赵家夫妇看着这满院的官家人，吓得连说话都在抖。
官爷，我们都是平民百姓，哪有藏什么逃犯呢？您是不是看错了呀？胡说！明明有人已经看到了他进了你们的院子，竟然敢隐藏他！把他们都给我抓起来，再好好搜。是。娘不要抓我，我是赵家人，我不是逃犯，我有户籍。我问你啊，这是谁？哎呀，官爷，这是我家的亲戚，他一直寄住在我家，他有户籍的。拿来，这是假的，就是他，把他抓起来，带到衙门去。哎呀，官爷，冤枉啊！这是我外甥女啊，她家在双溪村，怎么会是逃犯呢？您真的弄错了，官爷，您弄错了，她只是个小姑娘啊。我不是逃犯，我是双溪村的蓝笑笑，你救我，赵叔救我，赵家哥哥救我。放开她，她不是逃犯，她是我表妹，放开她。收藏逃犯不说，竟然还敢认亲戚，这完全就是跟官府作对呀！来人，把他们全部给我带走！怎么还没抓来？是不是让他给跑了？二爷，城中离这里不近呢，再说这是晚上，自然得悄悄的出来才行。二爷，来了。到哪儿了？到门口了。走。你是谁？你要干什么？小美人儿，终于找到你了，你还真会躲啊！好好好，二爷我最喜欢又聪明又漂亮的姑娘。小美人儿，不要怕，我是县太爷家的二公子，只要你听我的话，以后好吃好喝的供着你。听你的话？二爷，你有什么要我听的呀？我与你又不熟。听我什么话？就是我说什么你听什么好了，只要你乖，我会给你好多好多的礼物。那我要是听了你的话，你会给我银子吗？银子？这小丫头想要银子？会，你只要听话，你要多少给你多少。那你有没有这么多个大大的银锭子呢？有，比这还要多，要吗？不可能，我们村长家都只有2个这样大的银锭子，你比10个还更多，我不信，你肯定是骗我的。高大，把爷的银票拿来。小美人儿，你知道银票吗？知道，就是拿着它能在钱庄拿银子的纸，对吗？我们村长的姑娘给镇长当小妾，我听说过呢。拿来换银子的纸？哎呀，小美人儿真是太可爱了，想要吗？想是想要，可是我哥哥说白要人家的银子那是不可以的。没事儿，以后我们啊就是一家人了，自家人的银子自然能拿，对不对？只要你听话，这银票都归你了。明天啊，你拿着它就能去银楼里换这么多的银子，然后想买什么都行，要不要啊？哼哼，这贪官的银票不拿白不拿呀。要。是二爷要我帮忙做什么才给这么多的银子吗？哥哥说世上没有不劳而获的东西，不过我得说明，我不想种田，不想砍柴，不想喂猪，不想冬天洗衣服，那些个活太累了，我就是不想做那些活，这才来城里赚银子的。你想让我做什么，可一定提前说清，那些我是真的都不做的。不用，只要你天天陪着爷说话，伺候我就行了。二爷的意思是笑笑给您当丫头吗？只要我给您当丫头，您就给我这么多银票是吗？这小美人儿还很纯呢，10来岁的孩子真天真，太好了。也是当丫头，也不是当丫头，但绝对不要你做这么辛苦的事儿。怎么样，答应不答应啊？只要二爷不让我做的很辛苦的话，我愿意陪二爷说话，也愿意伺候你。不过二爷说了给我银子的，可不能骗我。来，这个都给你，拿好银子，
一会儿跟着老妈子去洗澡，洗好澡来陪二爷说说话。好奇怪，就几张纸能换到银子，这就好啦，哥哥去京城读书的银子就有啦。去吧，一会儿赶紧回来陪二爷我。哎，姑娘，夜太凉，您赶紧着洗。知道啦，二爷是个最爱干净的人，一会儿他要嫌弃了，我就怪你。快去醒郎中，二爷这肚子痛又发作了。成功啦！哼，高二爷，本姑娘来了，一会儿你好好享受享受。姑娘，二爷病了，你不要进去。我懂些医术，让我进去给二爷看看。就你呀？对呀，就我，不信吗？一会儿你就知道我的厉害了。让他进来，快点。二爷，一个小丫头而已，本来她就是二爷我的人，放她进来。二爷，您是得了什么大病吗？好吓人呢。小美人儿，我真的没什么大病，就是吃坏了东西拉肚子。相信我，我的病不会传给人的。哦，原来是拉肚子啊，那没事儿，吓死我了。不过我知道肚子痛是难受的，二爷你还又拉又痛，这个怎么办？好痛吧？很痛很痛。小美人儿，今晚二爷不用你伺候了，明天再叫你伺候。你不叫姐伺候，姐就不伺候你了。该死的变态，阎王在朝你招手呢，想不去门都没有，不是窗都木有。二爷，您不是后悔了给我这么多银票，所以故意这样装病吧？这小丫头还真是个财迷。哎呀，见过可爱的小丫头，今生还是第一次见到这样又漂亮又美丽的小丫头啊！哎呦，痛死我了！哎呦！二爷，我知道什么可以止拉肚子的痛。你说什么？我以前拉肚子的时候也疼得不行，我娘就去热乎乎的灶堂弄点灶灰出来泡水给我喝。拉肚子的人都是凉了肠子才会这样，喝上一碗暖暖的炉灶灰水，肚子就不会痛了。真的？不敢骗二爷，二爷要是不痛了，明天又会给我银子的。快去，按小姐的说法，给我泡一大碗来。今儿个也捡着宝了。哎，你等着，爷去方便一下。今晚我哪也不去，就在这儿陪着二爷。好，哎呦，不行，我还得去拉。快把爷赶紧扶到内堂去。快！什么东西啊我？二爷，没什么呀。哎呀，好痛啊！不行，我屁股上被什么东西给咬了！快拿灯来看看。二爷，您这样可不行，赶紧进城吧。乡下根本找不着郎中，城里的郎中一时半会儿也出不来呀。快，我要进城。对了，好好给我把我的美人看好，等爷好了再来看他，好好给爷养着。听到没有？是，二爷放心，老奴保证伺候好这位小姐。走，赶紧回城，把全城的郎中都给我请到家里来。小美人，你乖乖的在这儿等爷，爷我一好马上就回来陪你玩。二爷，那你早点回来呀，我还没拿到银子呢，这个纸我还是不太喜欢。好，你放心，我一回来就给你带大个儿的银子，一定要听话，不要乱出门，知道不？外面有坏人。哼，你就是天下最坏的坏东西，还说别人是坏人。我会听话的，你回来的时候要给我买糯米糕哦。管家，明天去城里给小美人把米香斋的米糕每一样都买1斤回来。老奴记下了。10月初10，县试发榜，陆志轩又是高中榜首。宋青云在家中咆哮：不可能，我已经打听过了，他连一个寒门学子都算不上，而且他在镇上的书院也很差，怎么可能考得这么好？公子，会不会是他知道了试题啊？你说呢？这题就算泄露了，就他那能耐，有银子买吗？公子，不过小人听到一件事，不知当讲不当讲。不
不止宋家，上上下下都以为这一次宋青云会拿院士的暗手。就是知道宋青云的人都认为拿下院士的暗手是他家公子的囊中之物，可没想到这一次竟然又让那个姓陆的拿了头一名。讲就讲，哪来的这么多废话？小人听说，那县太爷家的菊花夫人是陆公子的堂妹。你说什么？等让小爷我抓住了把柄，我再找你们算账。去，给我好好的查，看看这次是不是考题真泄露了。是，手下马上去。老爷，二爷的病又发作了，已经叫了好多郎中都没治住啊。又与上回一样吗？回大人的话，二爷这病似乎与上回的又不太一样。我的能针灸止痛，也仅能止住1个时辰，比往常还再厉害些。去府城请的郎中还没到吗？没有啊。就在这时，药上来了。刘三上前，二爷，药来了，这是陈大夫配的最新的药方。眼皮都抬不起的他喝光药后，哼哼唧唧地躺在床上，抱着肚子滚来滚去。1个时辰之后，陈郎中终于松了口气。大人，二公子似乎止住了。有赏，你们都去客院住着，一旦二爷哪里有不舒服，赶紧过来。是，大人。城中一个小院里，铃木闪身进来。少爷，一切都已按计划在行事。高家别院那边，云将军几个过去了。花姑呢？少爷放心，院子也进去了，他在厨房。没让那院子里的人起疑吧？少爷放心。好，这几日一定要小心些，一切皆计划行事，不要让任何人来找我，明白吗？明白。好，那我走了。大初元盛19年10月，江阳府德阳县县令府中，二爷突然发疯，半夜悄悄溜进了菊花夫人的小院，掐死了自己的父亲与小妾菊花，还杀了他院中的4、5个丫头，然后自己跳进了后院的井中。我回来了，这2天你有没有想我啊？好了，再也没事了，以后不管什么事都不许以身涉险。这2日我度日如年的。哥哥，我根本没危险，那个姓高的家伙根本就是头蠢猪，吃了我1碗灶灰水，还谢我谢个不停，想想就过瘾。你呀，就是胆大包天，回村后可不许与任何人说这里的事。哥哥，那个高华也太古怪了，他干嘛去掐死菊花？他与菊花有仇吗？哼，他死有余辜，为什么会去掐死他？因为是我让人把他引去的。啊？哥哥，为什么？你可知道高华是如何找到你的？你的意思是菊花去告的密？正是他。我与他又没仇，他为什么这么恨我啊？因为他嫉妒你长得比他好，过得比他好。哼！听到他死的那一会儿，我还觉得自己罪过，连累了无辜。虽然我也不喜欢他，可从来没有想过要弄死他。可他倒好，就因为嫉妒我，就恨不得把我弄进高家，被折磨致死。果然是女就看娘，是河就看秧，有其母必有其女。王巧云心恶毒，他就不差半分。妹妹太单纯了，人性太复杂，可让她觉得世上都是坏人，倒也不好。世上的人并不尽然如此，只是菊花在王巧云的影响下长大，加上她天性并不善良，所以才会如此狠毒。她死了，是罪有应得。对，菊花死了，是她自找。可这一会儿，菊花的事儿让她觉得自己吃了只苍蝇。为了这样一个渣渣，她还自责了1半天。哥哥，我是不是有点傻？是有点啊，不过我喜欢。哥哥，你看，这是你傻妹妹我弄来的银票啊，全通银票。告诉我，这是哪儿来的？
嘿嘿，还能从哪里来啊？高二爷给的呗。哥哥，我告诉你，那个高二有多好骗，当真是头蠢驴呀！听完妹妹行骗过程，陆志轩是又气又急又无奈，瞪了怀中人一眼。你真当是胡闹，以后做事可不许如此肆意，知道了吗？哥哥，我哪是胡闹啦？这些县太爷过来的明知名高，我要来怎么不行啊？只可惜他帮我抓去的是别院，要是在高府，我能弄更多的好东西出来。见陆志轩发呆，蓝潇潇好奇：哥哥啊，你在想什么呀？哼，没什么，你这大胆的丫头，真让我想打你，却不知从何下手。没想什么吗？应该在想高家的银子吧。榴花岗上那么多人要生活，未来首府大人要年纪轻轻站在高位，人力物力与财力是必不可少的，可那么多人要吃要用，真心不富裕。哥哥，你在担心银子不够用吧？没有的事，这银子你留着，你想买什么只管买，想穿什么只管穿，已经没事了。哥哥是觉得我还小，所以不与我说呢。可我知道哥哥将来是要有出息的人，可人越要有出息，花银子的地方就越多。哥哥，我有赚钱的好办法，你想不想要？你是安慰哥哥呢？啊，行了，哥哥的事哥哥会操心的，你别管了。哥哥，明年你要去府城读书，看看离府城近的地方哪有竹山卖，到时候买一片如何？买竹山有什么用？到时候挖竹笋卖吗？哥哥，读书人最买不起的是什么？笔墨纸书。那我们来造。蓝潇潇说完，发现陆志轩盯着他，连眼珠都不动了，顿时傻眼。他是不是把未来首府大人给吓傻了？哥哥，你没听我说话吗？别乱想了，那些东西都是人家的传家之宝，谁会告诉你啊？哥哥，你忘记我从哪来的吗？潇潇，你要真会这个，哥哥以后给你买尽天下好吃的好看的好用的。高大上的造纸术他不会，可最基本最原始的他会啊。都说给人一个支点就能把地球翘起，他先引出了个最基本的开端，加上未来首府大人的能耐，这好纸铁定能造出来。哥哥，我来说你来记，我只知道最基本的制造法，要如何改进，你就得去寻能人了。潇潇，你该得的部分，哥哥一定会给你留好的。哥哥，我的就是你的，我们是兄妹，是一家人。我知道哥哥要银子帮助李叔他们，这不是小银子，而是大把大把的银子。虽然我不知道哥哥为什么要帮助他们，但是我相信哥哥不会做没道理的事。你不是告诉过哥哥，一个篱笆三个桩，一个好汉三个帮吗？榴花岗的人都是群义士啊，当年他们受惠亲王所累而无法见天日，李叔是哥哥的师傅，一日为师，终身为父，可明白？我懂，刘备无张飞之勇猛，无关羽之能力，无孔明之计谋，却能成为他们的主公，就是因为他于公事知人善任，待朋友宽厚仁德，对对手毫不心软。如此通透之话，却出于才10几岁的妹妹之口，他枉为两世之人。抱着妹妹，陆志轩心底柔软。潇潇，这辈子你永远都会是哥哥最亲最亲的人。永远吗？真好。落入义士，虽然起初讨好陆志轩是为了活命，可现在蓝潇潇知道他是他内心最大的依靠。蓝潇潇反抱着陆志轩精瘦的腰，抬头。哥哥，你也永远是我这辈子最亲最亲的人。哟，你们兄妹这是在庆祝？当然啊，我家哥哥得了暗手，不应该庆祝吗？宋公子，私闯民宅，这就是你们宋家的家教？私闯民宅最多罚金，不知道谋害人命得当什么罪啊？陆公子，你这暗手熟读刑律，可否给宋某解读一二？宋公子，我兄妹乃平民百姓，谋害人命之大罪可受之不起。
如果您还记恨着我妹妹与您那100两银子的赌金，你拿回去吧，我们不会与人去说的。你还真让本公子小瞧了啊！陆志轩，德阳县衙要是知道了这高二爷的疯病，西湖村陆王氏的疯病，我的爱马突然疯了，还有那陆孙氏的疯病，都是同出一辙，不知道官府有没有兴趣去打探一番了。宋公子好一张巧嘴，欲加之罪何患无辞。三里巷王家媳妇也疯了，掐死了自己刚出生3天的女儿。城北的张拐子也疯了，活活打死了他老娘。这些你怎么不全都算到我们兄妹的头上来啊？陆姑娘才真是巧嘴，这两家的疯子可与别的疯子不一样。不过呢，本公子不是县衙捕头，不是来捉凶手的。今日呢，是想知道一下你们用的内毒是什么，能不能给本公子见识一番？宋公子，真想知道这毒是什么是吗？当然，本公子只是好奇，并无恶意。陆兄要是能告诉在下，在下一定会保密的。既然如此，那宋公子附耳过来。蓝潇潇根本就没听到陆志轩在说什么，然后就见宋青云脸色一变。陆志轩，算你厉害。好，今日之事本公子不追究了。不过以后你们兄妹再落到本公子的手里，我绝对不会放过你们的。放心，你没有这机会了。对不起，我们兄妹要做饭了，就不陪宋公子聊天了，你请吧。宋青云走了，蓝潇潇惊讶万分。哥哥，你跟他说了什么呀？没说什么，就是吓唬吓唬他。问也问不出来，蓝潇潇进屋做饭了。陆志轩知道妹妹不高兴了，可是有的事他不能说呀，内事太大，足以让宋家灭门。而他只是说了句：宋公子时常去清平山做什么？1个月连续3次，别告诉我说你去看风景。潇潇，抬头。干嘛？我知道你不开心，因为哥哥有事瞒着你，可这是事关重大，告诉了你会让你陷入危险，你还想知道吗？难道宋家有什么大秘密让他知晓了吗？哥哥不告诉你，那是因为知道的越多就越危险。现在哥哥还没有能力保护好你，所以你什么都不知道才安全。世道很乱，哥哥害怕你出事。我说了，你是我在这世上最亲最亲的人，我想要你陪我到老，保护好自己，好吗？哥哥，对不起，是我误会你了。不用说对不起，在哥哥面前不必隐忍，高兴了就笑，不高兴了就哭，只要怎么舒坦就怎么来。可在外面，在哥哥还没有十足的把握保护好你之前，就当个小傻瓜一样，快快乐乐长大，好吗？蓝潇潇的眼眶红了，这首府大人怎么与书上写的完全不一样了呢？男人疼女人与哥哥宠妹妹差别太大。世上有殉情的男人，却从未听过殉情的兄长。兄妹之情的底线不会太深，容不得他去挑衅。既然陆志轩希望自己什么都不操心，那他就如他所愿。哥哥才是傻瓜呢，我哪里傻了？不傻，一点都不傻。世上最聪明的小丫头就在我家。机灵小丫头，吃饭吧。吃完饭，哥哥还等着你的赚银子金点子呢。少爷，您这是怎么了？不是说来找陆公子拿大礼吗？拿个屁的大礼！这个陆志轩，真的仅是山村里一个小书生吗？清平山的事，他是如何知道的？宋青云，人都有秘密，没必要追究清楚。你我无冤无仇，希望我们以后不会成为对手。再说，高阶的人早就该死了，你说对不对？七刚，准备准备，我们回江阳府。那陆公子那事儿不管了吗？不管了，他要有真本事，
3年后铁定会去江阳府参加院试，本少爷不信就考不过他。是啊。第2天，陆志轩刚吃过早饭，铁生悄悄到了，2人迅速到了后院。师兄，那姓宋的走了。看不出他年纪轻轻，倒是个聪明人。铁生，既然他走了，就不必多管了。这个人我了解，虽然他很骄傲，却是个言而有信之人。好，既然没事，那我先回村了。你先回去吧，我们先去流花港，等过年再下山。回去琼姑说，收拾好屋子，我们回来就住谢奶奶家。知道了。哥哥，你这手字实在是太好看了。过完年我们先去流花港，那边有竹子，可以先试试。不过，这个活版印刷的事，得先找个好师傅，让人去学才行。恐怕一时半会儿实行不了。世上有油墨卖吗？这个有，只不过价格有点贵。总比买书便宜吧？岂止便宜啊，便宜的可不是一点点。如果真的用到这个方法的话，恐怕会便宜7成。笑笑，等我们赚了大钱，你想做什么呢？哥哥，等我们赚了大钱，买上几栋屋子，就把阿生爷爷一家、庆奶奶一家都接过来，然后我们一大家子生活在一起吧。好，到时候哥哥再给你养上3只猫，一只白的，一只黑的，一只花的。3只猫？蓝潇潇抽嘴角，天哪，这首府大人真是好记性啊，竟然还记得他胡掐的3只猫。原来冷情冷信的首府大人骨子里也有当暖男的潜质的。陆志轩中了暗手的消息传到了村里，我们陆家族坟冒青烟了，或许将来呀要出个举人老爷了。祖公，坤哥儿怎么还不回来？今日叫大伙来呢，一是想坤哥万一回了村，他住哪的事儿；二呢，他要去府城读书，要的银子肯定不少，万一不够，我们怎么帮他？我家不用，你们要挂就挂去吧。而且以后呀，这族里的银子我们也不出了。石良家的，你这话是什么意思？没什么意思，反正呢，我们家也麻烦不了族里什么事，有事我们会去找县太爷，这些就算了吧。石良，你的意思也一样吗？听孩子娘的吧，反正我们也用不上族里人，有事县太爷那边吱一声，啥都搞定了。哼，行，我同意。还有谁不想与族里有关联的，也可以提出来。我们几个老家伙也不强拖着你们粘在这族里。对，不想与族里有关可以提，没人非强迫你。还有谁？说出来吧。爹娘，快，出事了！菊花被送回来了。三毛，你妹妹出什么事了？我不知道，反正菊花在村口棺材里躺着，那2个官差让我来找你们。不可能，菊花好好的，怎么会死啊？娘，我哪知道，快去啊，那官差在等着呢。一群人立即奔跑到村口。不可能，根本不可能！我的女儿怎么会被二爷给掐死？你们弄错了，这里面肯定不是我女儿。不是与你们说了吗？这二爷疯了，弄死的不止菊花小夫人，而且还是县太爷本人。别在这哭哭啼啼的了，反正人已经死了，而且是个意外。二爷也挑了井，你再闹也没用了。这是老夫人赔的50两银子，还有一堆菊花夫人寻常的用物，你们赶紧结了签字，我们也好回去交差呢。我女儿的东西呢？快给我！先把手印按了，有识字的人吧，帮着给看一下。然后陆石良二话不说地按了手印。县太爷家赔了50两银子，还有1包衣服首饰。
陆志浩一脸兴奋。娘，这下好了，这包首饰都能抵几10两银子呢，你可得给我弟们好亲事啊！一定要弟们好亲事，好让那张杏花看看我家的儿媳妇儿比她强得多。哼，老大家的，这菊花是枉死的，还在村口破庙里放着呢，赶紧找人去埋了。他爹人呢？光知道喝酒，让他们2个抬到乱葬岗埋了就好了，难道等我办事不成？菊花死了，被亲爹娘出了100个大钱埋在了乱坟岗，连块墓碑都没立。陆哥哥，是我哪里不够好吗？不，来妹妹，你很好，只是你我不合适，真的。你是个好姑娘，可不适合我，而且近5年内，我怕是成不了亲的。我愿意等你。不，说实话，我真的只把你当妹妹。与潇潇妹妹一样吗？一样。寒风中小姑娘没有哭了，沉默地站着一动不动。夜太黑，无法看清她的表情。潇潇，早点起来，要赶路了。今天我们要赶到村里吃中午的。好温暖的被窝，真想睡到个自然醒。走进来，见妹妹睡眼惺惺，像只小猫一样。陆志轩宠溺地摸摸她的头。一会儿在马车上睡。哥哥过的马车比较好，这回我们把自己的被子也带回去。好。洗好脸进了饭厅，赵香兰没有出来，可能是不想见首府大人了吧。娘，姐为什么不出来吃饭呢？兰兰可能是昨天晚上着凉了，这会儿正不舒服呢。刚才见她有点低热，一会儿我给她弄点药喝喝。现在越来越冷了，可得小心些。婶子，您让兰姐姐多睡会儿吧。行，反正天冷起来也做不了什么事。年后有空的话再来，以后从府城回来时也要来住上1、2晚，听到了吗？听到了，婶叔、赵家哥哥，先给你们问候一下，过年好。过年好。允坤兄、潇潇，一路顺风。告辞。告别赵家出了城，马车里的蓝潇潇实在无聊。哥哥，你真的不喜欢兰姐吗？你知道了什么？昨天晚上我起来上茅厕，听到了你们说话。你走后，她在夜风中站了大半夜呢。既然你都听到了，那自然明白我的意思了。她真的不错呢，你一点都不喜欢她吗？赵香兰是不错，可是她将来的路会很难走，成家那是遥遥无期之事。再者，她立志要站在高位，小家碧玉真的不太适合她。既然你都听到了，那还问？小孩子家的，不要管大人的事。我小孩，你就是大人的。16岁的中二生，哼，中二病不轻。我不是担心哥哥你当老光棍吗？那周姑娘你不喜，兰姐姐你也不喜欢，难不成你喜欢的是李姐姐？听到这话，陆志轩瞪了蓝潇潇一眼。你成天到晚胡思乱想些什么呢？我现在是成亲的时候吗？男儿志在四方，费力也何以成家？我现在谁也不喜欢，你别给我拉女配。好好的关心还挨批评，要不是看在他会打光棍的份上，蓝潇潇才懒得操心呢，心有不平。世上为立业成家的人多了去了，我也是好心，怕你打光棍，我领情拉倒。好心好意当成驴肝肺，以后你当个老光棍，别怪我这个当妹妹的不称职。呼的一声，再一次听到妹妹提起老光棍3个字，陆志轩失笑了。这丫头莫非就是个乌鸦嘴？要不然上辈子他打光棍就是他咒的。上辈子陆志轩活了30几年，心里眼里除了上进就是报仇，他哪有心思成家生子？这辈子有了这个小丫头，是不是会有改变呢？他成了家，他就得嫁人了。突然陆志轩感觉不太好了，小丫头嫁进别人家了，那人家欺负她怎么办？回去后每天早上起来跟我练武。
突来一句，蓝潇潇傻眼。哥哥，你准备让我考武状元吗？难不成你是想我们家把文武状元全抱回家啊？砰的一声，额门上被敲起了一个包。学武就得是考武状元，你就不能练练身体吗？看看你，白吃了这半年的饭，一两肉都不长，浪费了我的银子。没长肉。蓝潇潇被人转移了话题，举起手左看右看，好似肉不少啊。冷眼。哥哥，你在打什么坏主意啊？明明我一身的肉了，还说我没长一丝肉，你这是准备把我养成个胖妞不成？陆志轩跟他玩了起来。胖妞不好吗？至少有人欺负你时，以体重也能压倒他。这人心思不正啊！你以为我有仇啊？非得把我养成头猪？就他这样子，还能成头猪？别侮辱猪了，猪都养成你这样，东家得哭死了。不是没睡够吗？想睡再睡一会儿。说罢，陆志轩看起了他的书。蓝潇潇一时没有睡意，也找了一本《大前山志》看了起来。潇潇，进村了。啊？就进村了吗？是不是去时的路更长，来时的路变短了？蓝潇潇鄙视了一番自己，他真是越来越像头猪了，一倒下就睁不开眼了。爬了起来，哥哥，把梳子给我。我给你梳吧。蓝潇潇头一晃，不要，哥哥除了会梳那个双髻外，就什么都不会了，我要自己梳。一阵摆弄之后，一个国民风范的美女悄然而出。哥哥怎么样？陆志轩一看，想也不想就否认。不好看，拆了。也不知道梳了个什么头，难看死了。你还是小孩子，就得扎小孩子的发型，知道吗？他不就是2根从头顶扎到耳后的大辫子吗？怎么就不能扎了？算了，跟个老古董争什么时尚美啊，他这是找虐呢。在梳头间，马车停在了村中。马车一停下，就是阿生奶奶的惊喜之声。哎呀，老头子，老头子，坤哥与潇潇回来了。哎呀，这一叫，阿生爷立即从药房跑了出来。坤哥，潇潇。2人下了马车，车夫在帮着搬东西，迎着双老。爷爷好，奶奶好。爷爷，奶奶。阿生奶奶老眼泪花。哎呦，好好好，回来了，哎呀，真好。阿生爷瞪了老七一眼。哭什么哭啊，孩子回来了，赶紧倒茶上火龙啊。哎，回到村里感觉特别熟悉，只是看到这大姑与表哥时，蓝潇潇傻了眼。首府大人心眼真多呀，首府大人套路太深了，跟他回农村也没用了。穷姑好笑地看了蓝潇潇一眼。丫头，叫姑姑不行？大姑，亲大姑，行不？穷姑乐呵呵地说。这就正常了。蓝潇潇看了一眼一身书生打扮的萧铁生。别说，你穿这一身挺合适的。说，在村里骗了几个小姑娘的心啊？这2人都是榴花岗的人，铁生确实是穷姑的儿子，他的父亲是李刘手下的猛将，在那次造反中死于战争，那时他才4岁。萧铁生轻轻一笑，避开不答。那当然，师兄的眼光能差？怎么样，在县里好玩吗？不好玩。这是蓝潇潇的真心话，在村里还能到处逛，上山去榴花岗，找燕子玩。可自从首府大人非说他的妹子不能连个绣花也不会后，他就成了金丝笼里的鸟。听到他爽快的回应，铁生笑呵呵地说：没人陪你打闹，所以就不开心了。蓝潇潇一甩白眼：我是个贪玩的人吗？你哪只眼睛看到我是个贪玩的人了？我告诉你，我可是未来的大家闺秀。萧铁生是个性子好的小伙子，
他依旧是一脸笑呵呵。好，未来的大家闺秀，你在城里学了些什么呀？说到学艺，蓝潇潇的小脸垮了。我不告诉你，大姑，到时候你与我表哥要不也去府城住？一边的琼姑听着他们斗嘴，笑得更甜。不急，你哥哥自有安排，等需要我们进城的时候呀，我们就进城。为啥？未来首府大人现在仅是个秀才郎，为什么一个个都听他的？这是主角的光环？蓝潇潇内心哀叹一声。我也要当主角，我也要有光环。哼，作者君，给俺开个金手指吧。金手指没开，小闺蜜来了。潇潇，真的是你回来了吗？燕子的声音还这么稚嫩，蓝潇潇赶紧起来。我回来了，燕子在这儿呢。听到声音，燕子飞快地跑了进来，只是当她看到站在火炉边的蓝潇潇时，不敢跑过去了。你，潇潇，你脸上涂了粉啊？她脸上涂了粉，她还抹了石灰呢。孩子说话就是天真，蓝潇潇乐了。我才不涂粉呢，涂粉的女人那是太黑才涂，我那么白嫩可爱，涂什么粉呢？又不是唱大戏的。没涂粉，这怎么可能？燕子甩甩头，想知道自己是不是花了眼。啊，潇潇，那你给我摸摸行不？蓝潇潇笑呵呵的一伸头，完全像个小流氓。来，大爷摸摸吧。摸了，燕子却呆了。潇潇，是不是人一去城里就会变美？噗的一声，蓝潇潇被燕子的蠢萌给逗笑了。燕子，我不是去城里就变美了，而是在城中遇到这游方郎中。他说我是中了什么黑寡妇的毒，黑寡妇就是一种蜘蛛，被它咬了的人会慢慢变黑。他说好在我的身上毒不重，要不然的话会比他还黑。啊？太多的惊讶让小丫头是根本反应不过来了。不过燕子真是个好朋友。不出半天，蓝潇潇因为解了毒变成了天仙美人的事儿，很快就传遍了整个村子。变美？不可能！王巧云头一个不信，水仙嘟着嘴。娘，这有什么不可能的？小二婶也长得好看，笑笑长得好看，这不正常吗？看着这根本不像大女儿的小女儿，王巧云恨恨地说：那你姐长得正常，你怎么就长成了这个熊样？她长成熊样，怪得了她吗？水仙看了一眼自己这时常疯时常暴露的亲娘，心道：我比你长得好看多了，我长熊样，难不成你长得花样啊？这个娘真是越来越让人不喜欢了。王巧云不相信蓝潇潇会变得如何漂亮，当她终于见到本人时，眼中射出了嫉妒的光芒。大伯娘好。王巧云一脸恨恨。我当然好。水仙不满意她老娘的态度，走上前扯着她往外走。笑笑，别理我娘，她今天身体不舒服，你一走好几个月，在城里过得好吗？蓝潇潇看着水仙。我挺好的呀，你这样说你娘不怕她打你啊？水仙摇摇嘴。反正也打不死，我不知道娘怎么会这样，怎么就见不得别人好。笑笑，你不知道，上回我姐回来与我娘偷偷摸摸在说你什么，当时我心都提起来了。说实话，我姐变得好可怕。可怕在哪儿？想着自己姐姐那表情，水仙就一阵头皮发麻。你知道吗？她说要把你弄去县太爷府当丫头呢，春花都被人打死了，去那里肯定命不长。特别是后来我姐被那高二华掐死之后，我听说她掐死了好多个小丫头，我好庆幸她没找到你。笑笑，其实当时我想给你寄信，可又不知道往哪儿寄，后来我与阿生爷家的那铁生哥哥说了。原来哥哥能这么快收到消息，是水仙帮了忙。那你当时不怕被你姐姐知道吗？水仙点点头。怕
怕呀，所以我是等他离开之后才去阿生爷家的。我知道阿生爷最宠你了。蓝潇潇不知道水仙的话是真是假，王巧云的女儿她还是信不过的。回来后问铁生，他真的来找过你了？萧铁生点头，没错，水仙是来与我说过，说他姐姐让他娘到处打听你的消息，也正是他这样说，我才去了县里。啊？蓝潇潇傻眼，你早就去过县里了？萧铁生点头，当然啊，我得把村里的事都与师兄说，怎么能不去？上次我还在县里待了好几天呢，直到高家人都死了我才回来。我去，首府大人还有很多事儿瞒着他呀。蓝潇潇心里不舒服。铁生，我哥哥呢？在屋里收拾书。走到门口，陆志轩果然在收拾他的书，一本一本仔细地堆放好。怎么到了门口不进来？有事啊？蓝潇潇定定地看着他。哥哥，你真的觉得我还小吗？这话一落，陆志轩走出。说什么呢？你才10岁多，不小难道很大吗？没头没脑地问哥哥话，让我云里雾里的。说吧，心里有什么疑问？他什么都不告诉自己，那是因为他说过要让他快快乐乐地长大。看着眼前不过16岁的少年郎，想着他把担子全挑在身上，而他却觉得他不相信自己。顿时蓝潇潇鼻子一酸。哥哥，我没有什么不舒服的，也没有什么要问的，只是想告诉哥哥，有事我愿意与你一起承担。强装什么大人呢？就算他真的是15岁，可是在他这经历两世沧桑的人面前，他真的只是个孩子呀。上前抱人。好了，哥哥能解决得了，你开开心心的过，哥哥就心安了。身上鸡爪子熟了，等哥哥忙过这2天，我带你去摘可好？哥哥要宠他，那他就让他宠好了。那要多摘点，等下雪了就给老鼠吃光了。好，带个大筐，摘一大筐回来让你吃个够。等明儿去啊，我与铁生挖棵树回来，种在阿生爷这后院，以后想吃就随时能摘了。这话一落，蓝潇潇双眼亮了。哥哥，我都忘记了，那棵柿子树肯定结了果。结了，阿生奶奶一大半都摘下来做成了脆柿呢。她知道你不爱吃熟透的那种，还晒了不少柿饼，说是你最爱吃的。不一会儿，族公程发带着几个陆姓长辈到了阿生爷家。坤哥儿啊，一直在等你们回家呢，没想到你们今日才回来。家里一切都准备好了，你那房子都重新修整过了，你爷爷来接你了。面对这所谓的陆家人，陆志轩心中恨意满满，只是他还得走仕途，不能不与这些所谓的家人虚与委蛇。陆志轩先是致谢，然后说那屋子本就是卖给了的，他不能读了书还回来夺长辈的家产，还说此次回来主要是给他娘上个坟，年后要去省府读书，不准备回陆家了，还说明天去拜访族公等等。族公知道这是陆家人伤了孩子的心了，劝说没用后只能作罢。陆老婆子一听没接回来，顿时脸一甩，哼，我早就说了，那就是个狼崽子，根本不是有良心的人，不过一个秀才爷而已，有什么了不起？陆老头抽着老烟袋，听着老婆子的咒骂，面无表情地坐在火炉边，一口一口地猛抽着大烟。烟太大，呛得陆老婆子一阵咳，她恨恨地骂着：要抽不会外面抽去啊，呛死人了。爹，既然他们不回来，那这屋子是不是可以还给我们了啊？陆老婆子一听，甩了张翠琴一眼。哼，这屋子你不是收回了3两银子吗？要收回那也得给老四，老四一家过年要回来。娘，
这屋子当时是说要还给坤哥儿的，现在他不要了，既然这屋子卖给了我，就应该还给我们。你去问族公好了，你要得回来算你本事。去就去，喊他爹走。陆老三坐着不动，他本来就觉得对不起这侄子，自然不会跟着媳妇儿掺和。当家男人没用，可张翠琴是个倔的，立即自己就跑去了陆族公家说了自己的想法。陆成发手端茶杯，看着这侄媳妇儿老脸上没有一点表情。你要收回去也不是不可以，郑修花了10来两银子，一共13两，你拿银子来，房子就归你了。13两，13两他能做2间新屋子呢。张翠琴不服，明明是3两被迫卖的，竟然找我要13两收回。族长伯，要赚银子也不能这么赚吧？那是我们家的产业，既然他们不要了，凭什么不还给我？5两可以，多的我没有。陆成发喝了一口茶，咕噜一声，声音很重，闭上眼，连看都不看张翠琴一眼。整修的银子是族里出来，10两还出了头，心中轻叹一声：啊，怪不得那孩子不回了陆家，这是陆家无福啊。就在张翠琴回到陆家的时候，陆志轩拎了些礼物，带着蓝潇潇去了陆家，毕竟他还没有脱族。陆老婆子一脸冷淡，陆老爷子倒是拿着烟筒的手都在发抖。老婆子，快上火喽！坤儿、笑笑，赶紧屋里坐。回陆家一趟，只是不想给自己的名声上抹黑，可不是来烤火喝茶的。陆志轩摇摇头：爷爷默默，我与笑笑这次回来主要就是看看您，您老一直都好吧？好，没什么不好的。你们在外面还好吗？陆老爷子心下难以言隐，他最有出息的孙子却被自己的亲人硬生生地往外推了。都是这没用的老婆子，心中对陆老婆子恨了起来。陆老头子的脸色变化自然是落入了陆志轩的眼中。爷爷，我们挺好的，书院1个月给我3两银子当书资，晚上我还给书铺抄书。笑笑在绣铺里学习手艺，那边有套新衣，就是笑笑给您做的，希望您不要嫌弃。终于老爷子再也忍不住了，顿时放声大哭。多少年了，他过年没穿过1件新衣。嫡亲的大孙女嫁去了县里多年，直到他死也没见到过他的一针一线。可这笑笑也就在陆家养了3年，而且还是那样养的3年呢。陆老爷子哭得把头都勾在了双腿间。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，陆志轩不是个会安慰人的人。冬天又是进年关，大伙儿都在家。陆志轩带着蓝潇潇回来，陆家的人自然都知道，只是大伙都没出来。听着自己爹放声大哭，陆老三终于老脸通红的出来了。坤哥，你爷爷这是高兴？高兴倒不是，后悔倒是真。陆志轩淡淡的点点头。三叔，我知晓，听族公说卖给你的那屋子你又主动让回来了，并且修整好了，侄儿谢谢你。不过这屋子我用不着，2个弟弟也大了，以后还是归您好了。刚进门的张翠琴正好听着这话，顿时笑语如花。哎呦，坤哥儿，你真是个有孝心的孩子呀，不愧你三叔如此费心修整这屋子。可是刚才族公说了，这屋子收回来得13两银子呢。你知道你三叔也是个老实人，这3、5两的还可以，可13两，你三叔除非去抢呢。陆老三老实，可不代表他有老脸。听着自己媳妇儿的话，他脸一黑。你胡说什么呢？这屋子里是族里留给坤哥的，不管他用得上还是用不上，这都是他的东西，你少给我动心思。就在这时，一个尖锐的声音传了过来。哎呦
秀才公子竟然回陆家来了。陆志轩仿佛没听明白王巧云嘴中故意的大惊小怪，他知道如今的王巧云日子过得很好，用他女儿卖命的钱过得很好，只不过他根本不知道自己的大伯在镇上买了小院，养了外室，借口在镇上找活干，1个月才回一趟家呢。让他得意几天，有他哭的时候。陆志轩知道明年自己大伯就会抱着外室生的儿子归来认祖归宗，谁笑到最后，谁才笑得最好。云坤见过大伯娘。夏夏见过大伯娘。看着蓝潇潇一副俏生生的样子，王巧云恨不得她就是自己的女儿。要真如此的话，她会二话不说，立即去镇上找个有钱人，直接把这丫头换成大把的银子。哟，这当了秀才公子，气度就是不一样了啊！潇潇这一去城里，可当真是牛粪变鲜花了。果然是城里的水土才养人呐。潇潇，你在城里的时候见过你菊花姐吗？突然提起个死人，王巧云这是想做什么？还有，这女儿死了不过2个月，这当亲娘的竟然就穿红戴绿。果然，这王巧云就不是个人。大伯娘，菊花姐是享夫人，平常都在县太爷的府上不出来，我这小老百姓哪能见得到啊？要不是那高二公子发疯掐死了他亲爹之事爆出，我根本不知官家之事。大伯娘，菊花姐去了，您要节哀。节哀？节哀个屁！哼，那死丫头活着的时候，1年也就3、5两银子的东西回来，她死了，一下子就进了50两现银子不说，还有一大包首饰呢。我道你们一起在县里知道些什么呢？我能知道什么呀？人家的高门大院可不是我们这些乡下人能进去的地方。陆志轩见着王巧云旁敲侧击，他想着他不可能是去为了菊花喊冤，而是看着自己兄妹过得舒服，心里不自在吧。突然他不想等了，不想看到王巧云过一个舒心年。陆志轩抬眼，大伯娘，你怎么在村子里呢？怎么没跟大伯去镇上？这话一落，王巧云傻愣了。你怎么知道他在镇上？再说他在镇上做零工，我跟去做什么？是吗？大伯在镇上打零工呢，我还以为大伯移居镇上了。昨天我在镇上待了半天，见大伯进了一个院子，以为是他买的呢。什么院子？就是一个小院子，镇东边大塘湾17号，一个3间开的小院子。那院子看着不大，倒是表面上看起来不错。大伯大上午的进去，我以为那是你家的院子。到了这一会儿，王巧云终于明白了，她嚎叫一声：三毛，赶紧跟你老娘我去镇上，我要掐死那个死男人！王巧云发疯似的跑进去找二儿子了。陆志轩拉着蓝潇潇出了陆家。一出门，他抬眼：哥哥，你什么时候去了镇上呀？哼，还用得哥哥我去吗？陆十良在镇上借口打零工，实则在镇上养了个小寡妇，那院子是他租来的。哇，这陆十良在镇上包养小蜜，他老厉害了啊！竟然金屋藏娇，哼，这下王巧云啊又要疯了。王巧云冲进屋找陆三毛，陆志轩的话，陆三毛自然听了个清楚明白，只是他爹这种人去找他有用吗？娘，你去有什么用？王巧云怒火冲天，难道我就让他这样在镇上偷女人？陆三毛不以为然，娘，下次1分钱都不给他，你看他还怎么睡女人？世上有白给他睡的女人吗？不给他银子？对。王巧云双眼沉如水。哼，该死的短命鬼，为什么死的不是他，而是你二叔孙青梅这不要脸的死女人？当时要是把你爹给我掐死了，你娘我才解恨。
还有那陆二，竟然敢看老娘我笑话。磊儿，刚才你看到那丫头了吧？如何？大姑，你要是能把她说给我当媳妇儿，侄儿一定会好好孝敬您的。哼，小妖精，我要折磨死你！你大姑我也不必你多孝敬，5两银子的谢媒钱，一句话，你认了不？5两银子虽然贵了点，可能娶个这样漂亮的媳妇儿，那可值了。王磊又眼亮了。大姑，你要能说成这亲事，5两银子我绝不少你一个子儿。哼，那好，你就回家准备银子吧，